怎么回事？夏宁满脸惊愕地瞪着眼前的青花瓷盆子，直接傻眼了。他家的瓷盆成精了。夏宁眨了眨眼，目光呆呆地看了看自己还在流血的左手食指，又看了看已经看不到任何血迹的青花瓷盆子。不知道是不是一时脑子发抽，他把流血的手指再次放在了瓷盆上，看着鲜红的血珠滴落在瓷盆的底面上，几乎是瞬间，血珠再次消失不见了。谁来告诉我，为什么瓷盆会吸血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是要世界末日了，还是他的世界玄幻了？否则，他从农贸市场花10块钱买回来的一个旧瓷盆，怎么还会自动吸他的血呢？得到证实的夏宁久久难以回神，完全没想到啊，这世上会有如此离奇的事情。他家的鲤鱼瓷盆摊上大事了。然而下一秒，他却惊恐地瞪大了双眼，他没看错吧？太离谱了！就在刚刚，他竟然看到瓷盆底的那条红鲤鱼摆动了一下鱼尾，就好似鱼儿在水中畅快地游动一样。夏宁不由自主地蹙起了眉头，他好歹是一个写小说的，想象力跟脑洞自然很丰富，特别是近2年比较流行的一种带空间的玄幻题材小说。所以他眼前这个灰扑扑的瓷盆是宝物吗？但这可能吗？不管怎么样，试试再说。夏宁的心紧张的砰砰直跳，他目光不由在洗漱台上扫视了一圈，在牙刷、牙膏、洗面奶、香皂等几样物品中，选了一块洗得已经缩小的香皂。烧！嚯，很好，香皂完全没变化。夏宁立马又转换了方式，改为在心里默默地念。烧！1分钟过去了，好似有一群乌鸦嘎嘎嘎地飞了过去。眼前的画面啊，跟从前的少年一样，没有一丝丝改变。夏宁一脸尴尬地看着手里的那块小香皂，或许是他使用的方法不对，亦或是这个鲤鱼瓷盆并不是什么储物空间。可瓷盆不就是用来装东西的吗？哎，等等，装？对呀！想着，他立马就把手里的香皂丢进了瓷盆里。突然一阵金光乍现，闪亮的光线让他下意识眯着眼，等到他的眼睛适应后，金光却忽然消失了，而一同消失的还有丢进瓷盆里的那块小香皂。夏宁不禁暗暗啧舌，万万没想到有生之年竟让他遇到了只有在玄幻小说里才能出现的情节，他这是走了什么狗屎运呢？香皂拿出来。看着毫无反应的瓷盆，这就尴尬了。香皂出来，红鲤鱼瓷盆，鲤鱼瓷盆，快把香皂移出来啊！还是不为所动的无情瓷盆。夏宁有些发愁了，这瓷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怎么跟小说里的宝物空间完全不一样呢？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啊？是姿势没摆到位，还是口语没说对？夏宁默默无语，他还是有些不死心呐，今天非得把这个奇怪的瓷盆弄清楚不可。他再次看了看洗漱台，拿起一把卷书放进了瓷盆，于是他就眼睁睁地看到卷书在自己的面前骤然消失了。这一次物品消失，没再出现晃眼的金光，因此倒让夏宁看了个明白，在卷书落在盆子底部的那瞬间就不见了。夏宁顿时气了个倒仰，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啊？他遇上的这个空间该不会只进不出吧？哼，真是奸诈。二爷，到府了。大哥那边有消息了吗？1个时辰前收到了世子的信件，属下已放在书案上了。二爷，您回来了。今日家中可安好？今日府里并无要事发生，就二太太带着大小姐出了一趟门。府里的事你平日多留心点。小的知晓。
你下去休息吧。是，二爷。宋少卿直奔屋里的书桌，顺溜地打开了木匣子，拿起信件就仔细看了起来。渐渐的，他好看的眉头蓦然皱了起来。大哥这信里透出来的讯息，宋少卿总感觉有些不对劲儿，也不知道大哥是否察觉。不行，他须得写信给大哥提醒一二。宋少卿摊开宣纸，开始给自家大哥写信，毛笔触在纸上，发出一阵沙沙沙的声音。咚！突然，安静的屋内蓦然有个异样的声音响起，就像是有什么东西落地时发出的沉闷声。他缓缓搁下毛笔，起身往左挪了挪脚步，看着瓷盘里的东西。他眉头微挑，眼中带着几分疑惑。这是什么东西啊？他记得自己今早出门之前还特意到书房取了份文案，当时这个瓷盘可没有放置任何的东西啊，这是何物啊？宋少卿喃喃低语，这小块头上还沾着些许的水迹，从香味和外观来看，似乎是女眷们所用的小物件，这就更荒诞了。整个长安院除了2个粗使婆子，连个丫鬟都没有，又何来的女眷闺房之物呢？他正打算喊麦冬进来，哪知道惊异的一幕发生了。这世上竟真有神仙存在吗？不然他为何亲眼看见瓷盘上凭空出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物件？是真的突然一下就冒了出来，他看得清清楚楚啊！他确信自己没有眼花，更没有神志不清。眼前这一幕真要是幻觉的话，那在他思绪停滞的这会儿时间也总该消散了吧。可此时这物件还静静地摆在瓷盘上，怎么回事啊？这不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青花瓷盘子吗？据宋少卿的观察，这突然冒出来的2样新奇物件都不像是他们东楚国会有的东西，也不像是西凉与北漠国会有的东西。这物件大约他1个巴掌长度，外观形状有些奇特，通身就是一根木质的小圆棍，但小棍的一头像是一个可以握着的手柄，而另一头则全是一根根的刺尖。但他伸手触碰了一下，这些黑色的刺尖竟是软的，没有弯曲瘫倒，每一根都直直地立着，且刺尖上还有一个小圆点，完全不会戳破皮肤。宋少卿暗暗一惊，这是何种材料啊？二爷，您喝点热茶。麦冬，今日除了你，可还有谁进过我的书房？没有啊，整个长安院都是极守规矩的人，大家都很清楚二爷您的习惯，没您的吩咐，他们万万不敢随意踏足书房之地啊。这2样物件你可见过？二爷，这是什么物件啊？是西凉之物还是北漠之物？这么稀奇的物件，小的这还是第一次瞧见呢。好了，你下去吧。是。等房门关上，宋少卿再次陷入沉思。如今能肯定这瓷盘是个非凡的宝物，而他现在对这瓷盘有着一脑子的疑问，只是这瓷盘有何玄机呀？宋少卿一边思索，一边用指尖轻轻触摸着瓷盘。蓦然他脑中灵光一闪，冒出来一个大胆的念头，在这瓷盘的另一端会不会还存在其他的人，而这瓷盘则是一个法器。如果真如他猜想的那样，这瓷盘是一个传递物件的法器，那他是否也能把东西传递到另一端呢？他目光微微一动，毫不犹豫的就拿起了书桌上的白玉镇纸，放在了瓷盘上。就在他松开手的一瞬间，他的白玉镇纸瞬间消失不见了。宋少卿瞳孔一震，目光有些发直。果然如他所想，这瓷盘真是一个可以传递交换物件的法器呀。就是不知道这瓷盘的另一端又是何种情形了，是如他一般的凡夫俗子，还是传说中的琼楼仙池？宋少卿蓦然有了一种想要盘根问底的念头，于是他抽出了一张新的宣纸，再次拿起狼毫，在纸上如云流水般的写下了一段话。他小心翼翼地把信纸放在了瓷盘上，紧接着他再一次亲眼瞧见了信件在他的眼前凭空消失了。真是奇哉啊！宋少卿低声惊叹，
这一番神奇经历真是让他惊诧万分，也让他对这世间万物多了几分敬畏之心。静静地等待了片刻，但瓷盘却始终安静如一，没有任何的异动。难道是仙人不得闲了？宋少卿见迟迟没等来对方的回应，就只好暂歇了心思，重新回到案桌前坐下，继续给自家大哥写信。在此之前，他心中原还有几分惶惶不安的忧虑，可有了这神奇的经历后，他内心对未来有可能会面对的危难却瞬间多了几分底气。好甜啊！夏宁端着水果盘经过大床时，随意地往床头柜上扫了一眼，顿时被惊得呛住了。我没看错吧？夏宁急忙把水果盘放在了书桌上，几个快步来到了床头边。这看着瓷盆里多出来的东西，夏宁惊愕地说不出话来。他真的没看错，这瓷盆里冒出来了2样东西，但并不是他之前丢进去的香皂跟卷书。我的天，不是吧？想到之前自己的猜测，夏宁忍不住低呼了一声，难道真被他给猜中了不成？这鲤鱼瓷盆还真是一个时空传送器。想到此，夏宁忍不住伸手拿起了盆里的一块白玉物件。这真是白玉啊！夏宁眼眸不由放光，得益于他是一个古言小说作家的缘故，他这几年可是查阅了不少古代的知识。哇，有钱人呐！夏宁撇了撇嘴，有钱人的世界果然不是他这种穷人能够想象的。他轻轻地放下了白玉镇纸，转而拿起了另外一个折叠起来的纸张。这字写的可真漂亮啊！展信安好，冒昧来信，是一时晚生心中困惑不已，望您解惑一二。晚生东楚京城人士，近日收进一青花瓷盘子，惊奇发现其竟变出2样稀奇物件，晚生实乃不知其是何物，另敢问如乃仙人否？我这是被当成神仙了。读到最后一句时，夏宁直接被逗笑了，忽而他笑容一顿。这么说，这瓷盆的另一端并不是他以为的神幻世界。嗨，没有仙人，有个古人也不错啊，总比是一些妖魔鬼怪强吧。古时候的朝代我熟啊。等等！突然，夏宁反应过来，东楚京城人，他所学的历史中有东楚这个朝代吗？为了求证，夏宁立马奔向电脑，一一对比后，确认他没有记错，历史中确实没有一个叫东楚的朝代。难不成是平行世界，或是异时空的朝代？夏宁微微凝眉，越想他就越觉得可能，毕竟连瓷盆这样的时空传送机都存在了，倘若是平行世界或者异时空的话，那也没什么可奇怪的了。我是不是也该回个信啊？人家都这么开诚布公了，他怎么也该礼尚往来才对。夏宁埋首在书桌上，开始给自己的笔友回信。考虑到对方理解的问题，他也尽量用了繁体字。他一边写信一边忍不住傻乐，长这么大呀，他这还是第一次正儿八经的给人写信呢。而自己的这位笔友就牛叉了，直接跨越了地球不说，还相隔着一条名叫时空的洪流。很快他就写好了回信，带着2分新奇3分激动还有5分的期待之心，他缓缓地把信放进了瓷盆里。眨眼间信纸就消失了。夏宁的目光不经意看到一旁的白玉镇纸，眨了眨眼睛，他是不是该把这东西还回去啊？可是这可是古董啊，如果卖出去的话，怎么也得值个20-30万吧。算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夏宁的目光微微挣扎了下，还是把白玉镇纸放进了瓷盆里，紧跟着又快速写了一张纸条说明了下，就把信纸也丢进了瓷盆里。嘿，这可是从古代来的，也算是古董吧。可惜啊，这信件的内容却不能暴露出去，不然就凭着这张从古代穿越而来的信纸，
多少也能卖上一笔钱。竟有如此雪白的宣纸。你好啊，古代笔友，我不是什么神仙，我叫夏宁，是一个普通人。只不过我是一个生活在距离你很遥远的未来，这里是21世纪，一个在科技、医疗各个方面都十分发达的先进国家。虽说我们不在同一个时空，但至少与你相隔着上千年的时间吧，是不是很意外？我也有些意外，没想到无意中买回家的一个瓷盆竟然能穿越时空，相互传送物品。哎，听说你家也有一个很神奇的瓷盘，我猜这两者之间应该是有着什么必然的联系，所以才能相互传送东西。不论如何，这也算是一种缘分了，很高兴认识你。哦，还有啊，给你介绍一下，你收到的那2样东西，白色的小块头那叫香皂，是一种洗漱用品，可以洗脸、洗手、洗澡用。另一个呢是卷梳，是用来梳理长发的，还可以用卷梳吹卷发。这就扯远了。我之前不知道瓷盆有什么作用，所以就随便拿了自己的物品做尝试。这用过的东西我也不好意思再送人，你可以选择扔掉或是返回给我，我另外再送你一份见面礼。哎，要不你说说你喜欢什么，或者需要什么？我这边的东西种类非常多哦，完全超乎你的想象，不用有所顾忌。来自你21世纪的笔友夏宁。笔友，这个称呼倒是贴切。夏宁，听这名字似乎是位姑娘，且还是一个性子活泼的姑娘。光是从言语中也能感受到她明朗的气息。这般直率又落落大方的做派，倒是与东楚的姑娘有些不同。21世纪，相差了上千年吗？结果虽然超出了自己的意料，但他对如今的答案更满意。毕竟跟凡人接触，总比应对那些高不可攀的仙人更让人安心啊。那样发达先进的国家，又该是何等模样呢？看着信纸的宋少卿，这一刻不禁心生向往之意。不由得，他又拿起信件，从头到尾的看了一遍。这次倒让他弄清楚那些文字中的符号有何作用了。想来这些符号是在语句之中停顿的作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倒是很合理。不会是1000年后的文明世界啊，这小小的改变就有大大的不同。接着，宋少卿又看起了另外一张信纸，内容一目了然。他不禁莫带笑意的合上信纸，随之十分珍重的把2张信纸放进了多宝盒子里。麦冬，二爷，你去我司库里挑几样适合姑娘家的玉简，记住要好一点的。啊，他家主子竟让他去给姑娘挑玉件，哪位姑娘啊？他作为贴身小厮，怎么完全不知道啊？怎么，使唤不动你了？不是，小的这就去。不过二爷，您这是要送给哪家小姐呀？小的也好挑个合小姐心意呢。不该问的就不要多问，你往最好的挑就是了。赶紧去。等麦冬出去后，宋少卿再次执笔给自己的笔友回信。二爷，小的挑了5个品级最好的玉件，您再瞧瞧。挑得不错，搁下吧。你去准备热水，稍后我要沐浴。宋少卿再次打发了贴身小厮。这瓷盘事关重大，他暂时不想任何人知晓。这无关忠心与否的问题，而是现在的将军府已经是烈火烹油，不宜再生出一丝丝的风波了。从安全考虑，最好谁也不透露。算了，不写了。夏宁瞬间往后边的椅背上一靠，一副自我放弃的无奈样。既然无法专心码字，那他也就不磨洋工了，这效率实在是太低了。
还真是有钱人呢。看着信上的自我介绍，夏宁一阵啧舌。将军府的少爷，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有钱人了，这身份在古代那妥妥的皇权贵族世家高门了。他之前还是低估了他这位笔友的身份了呀。接着看向后面的内容，夏宁忍不住笑了起来。没想到啊，他这位笔友会对他这边的世界如此好奇。信上后大半的内容几乎都是对21世纪的各种疑问，这好奇的语气都已经透出书信散出来了。看到信件的最后，夏宁微微愣了愣，目光不禁看向了书桌上的那几个木匣子。所以这几个造型精美的木匣子是给自己的礼物。宋少卿，夏宁低声念了一遍，这名字可真好听啊，光听这名字就有一种古代名门的贵气感。夏宁放下信件，这会儿也不急着回信了，他眼神热切地看向了书桌上的木匣子。快！天哪！我的妈呀！哟呵！看着一个个被打开的木匣子，夏宁一阵咋呼。直到最后一个木匣子被打开，他已经惊得找不到语气词了。他现在只剩下一个感受，大发了呀！夏宁满眼放光地看着眼前的5个木匣子，他还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玉件，何况还是一次5个颜色各不相同的极品玉件。夏宁倒吸了一口冷气，着实被自己笔友的大手笔给震撼到了。果然啊，有钱人的世界不是他能想象的。原本他还暗自窃喜有好东西可以收，如今这么一瞧，他顿时觉得这份见面礼有些烫手。这么丰厚的见面礼，他哪能消受得起啊？俗话说无功不受禄，这价值已经远超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了。就是把他银行卡上的钱都用来买见面礼，那也无法跟对方付出的价值对等啊。意识到礼物的价值后，夏宁的脑子瞬间清醒，一脸丧丧地把紫玉手串放回了木匣子里。这是又送来了一个。夏宁一脸疑惑，拿起小锦盒就直接打开了，发现里面装着的竟是他之前传送过去的香皂跟卷书。夏宁大大的无语啊，他这位笔友会不会太讲究了点？这归还的2手东西竟还特意用绸缎的锦盒装着送回来，反正他是自叹不如。老实说啊，他一个女人都没这么的细致讲究过，更何况这块香皂跟卷书加起来的价钱都还比不上这用来包装的小锦盒呢。夏宁顿感汗颜，但好在啊，自己用过的个人物品返还回来了。如果被宋少卿不是拿去做了什么的话，那就真的尴尬了。夏宁再次坐在书桌前，重新打开了一个 Word 文档。这次他不打算手写了，准备直接在电脑上打好了再打印出来。他可不想自取其辱啊，跟宋少卿飘逸的字体相比，自己写出来的字就跟狗爬似的，实在是没眼看呢。夏宁的双手在键盘上啪啪作响，对于笔友的好奇与疑惑，他着重做了下讲解，同时还把现代社会的一些基本情况也做了一番介绍。哎呀，我干嘛还自己啰里吧嗦的介绍啊？直接送他几本书不就完事儿了吗？于是夏宁在书架上认真挑选了5本与当代发展史有关的书籍。二爷，太太让您到吉福堂用膳。往后没我的允许，谁也不许进入我房间。至于打扫，等我回来的时候再做。好的，二爷，小的知晓了。这小泼猴这府里呀，还是要有小孩子才热闹。嫂子说的在理呢，这府里啊，就需要多点人气，孩子越多才越好呢。瞧瞧我家这个贪吃鬼，整天不是吃就是到处乱窜，真是没有一点姑娘家的娴静。
他要是能有文熙一半的性子，我就知足了。娘，我还小嘛，现在还在长身体呢，当然要多吃点啦。你呀你22，老话都说了，能吃是福，咱们银姐儿一看就是个有福之人，多吃点也没什么，只要身体健康，那比什么都强。娘，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没错，莹姐这般就挺好的。就是，就我娘没眼光。哎呀！宋少卿快步迈进堂屋，见到的就是一副家人和乐的画面。二哥，你回来了。坐在边上的少年郎最先看到宋少卿的身影，连忙起身问好。叶秋，百善吧。是，大太太。儿啊，有你爹他们的消息了吗？对呀，少卿，有你二叔他们的消息了吗？这次战役还有多久才会结束啊？放心吧，我今日已收到大哥的书信，他们都平安无事。如今战役已近尾声，相信很快他们就会凯旋归来。面对众人热切的目光，宋少卿神色自若地回道：如今家中都是一群老弱妇孺，他并不想告知他们自己心中的猜测，那只会让他们跟着担忧。啊，那就好，有消息啊就是好事儿。儿啊，我叫你过来是有一件事跟你说。娘，您请说。我有位好姐妹，就永安侯夫人，她娘家是安宁伯府，她大哥家有个小女儿，今年腊月就及笄了，长相秀丽，性子乖巧淑静。我那姐妹私下跟我也透露了下，她哥嫂不介意你的情况，我觉得那姑娘的性子跟你也合得来，你看要不要安排相看一下？娘，那姑娘的身体怕是也有样吧？那姑娘我之前远远见过一两次，瞧着有些清瘦以外，不像是身体有疾之人。何况我那姐妹也从来未说过那孩子身体不好之类的话。娘，全京城都知道我身体有疾，与寿命有碍，谁会愿意把一个健康的女儿嫁给我这种命数不定的人？不许胡说，你虽是早产，但这些年已调理的差不多了。近2年除了偶尔发病以外，平常就跟寻常人没有任何的差别，怎么就命数不定呢？儿啊，你别说这些丧气话，也别听外边那些人胡咧咧，他们就是见不得咱们护国将军府好，见不得你这么优秀。你如今都22了，也该娶妻生子了，你总不能这一辈子都不成亲吧？既然安宁伯府都不介意什么，你又何必自添烦恼呢？娘也不是马上让你就成亲，就是想着让你们双方先见一见，万一你觉得合适呢？娘，您别操心这事儿了，我现在无意成亲，我的身体情况咱们自己清楚。这些年来身体是好了不少，但御医也说了，这病根是天生就带着的，根本治不好。不管安宁伯府抱着何种心思，咱们都别费心思了，以免两家闹得不好看。何况咱们长房又不是后继无人，你就放宽心，好好的把成哥教养成才。宋少卿不想让自家母亲为自己的亲事再劳心伤神，这次他也不想敷衍应付，而是很认真地说了说自己的真实想法，希望他能就此打消这个念头。他的身体状况如何，没人比他自己更清楚了，他不想耽误别人，也不想遭人嫌弃，更不愿意有人抱着某些目的的接近自己，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他一个人生活，也落得清静。苏莲英哽住了，心里很是难受。行吧，一切都随你。谢谢娘，时候不早了，娘早点安歇吧。这么大的袋子要怎么传送啊？唉，那你这样也行？没想到啊，只要把东西搁在盆上，
不管物品大小，只要挨着瓷盆了就能传送过去。要是这样的话，那真是省事儿了。他再次把另外一个零食购物袋轻轻地挨着瓷盆上，果然一瞬间就收走了。看着好几箱的饮料、牛奶箱子，他准备做个实验试试。而最终的结论则是，即便他叠放了2箱牛奶，瓷盆却依然稳如泰山，压根就没有碎裂的痕迹，仿佛不管在瓷盆上放多重的东西，他都能承受一样。这个发现让夏宁很是惊喜。也就是说，把想传送过去的物品只要挨着瓷盆口，哪怕像是洗衣机、空调这样的大物件，通通都能传送过去。这可真是个宝贝啊！要是这瓷盆能显示出那边的画面就好了。夏宁略感遗憾啊，他还真想看一看他的古代笔友收到这些东西会是个什么样的反应，肯定很有意思。可惜啊，他这看不到喽，只好期待对方的回信能给点反馈了。东楚国护国将军府，你不用伺候了，下去休息吧。啊？麦冬反应不及，这是啥意思啊？往常自己都会待到主子睡下了才会回房休息的，而现在这个时间就让自己休息了？今天的主子真是奇奇怪怪的呀。下去吧。是。等麦冬消失在石门后，宋少卿这才急匆匆地转身进入了自己的房间。还没走到床前，他一眼就看到床边的木架上满满当当的堆满了东西，差点就要被挤落在地上了。宋少卿几个跨步走到木架前，看着熟悉的几个木匣子，他不由皱了皱眉头。这不是自己特意送给夏姑娘的见面礼吗？怎么又被送回来了？是夏姑娘不喜欢吗？不经然间，宋少卿的目光落在了木匣子旁边的几个庞然大物上。这些东西看在他的眼里，真跟庞然大物差不多了。他从未见过形状这么奇怪的东西，顿时让他有一种无从下手的感觉。木匣子的右侧放着几个方方正正的，像是盒子之类的东西，只是体积要大很多，周身颜色花花绿绿的，上面还画着一些图案与文字，但很多文字他都不太能理解。估计这盒子里应该装了某些东西吧。还有2个像是布包的东西就更奇怪了，外面的颜色像是白色，又像是透明色，两侧的顶端还有2个大口子，正中间用绿色写了几个大字儿：福多多超市。这是何意啊？宋少卿也不费心思琢磨了，反正他是猜不出来的。于是他直接在一堆东西里面找到了他想要的书信。诶，这是什么？宋少卿满眼疑惑地拿起一个2指宽长、周身桃红色、类似铁疙瘩的东西。宋少卿默默地放下了手中的铁疙瘩，他算是明白了，1000年后的东西他还是别自作聪明地琢磨了，反正他也猜不出是什么，还是老实的看信吧。夏姑娘肯定在信里有交代。宋少卿率先拿起一叠厚厚的折纸，看着如此雪白硬实的纸张，他不由再次感叹，这纸真白呀。1刻钟后，他神情激动地放下了信纸，眼中满是闪亮的光。21世纪真好啊！宋少卿深深地感慨了一句，信上所描绘的世界，不就是他所追求的太平盛世吗？虽然内容不是很详细，但这简单的讲述就足以让人心生向往了。缓了好一会儿，宋少卿的心情才渐渐平复下来，他这才拿起另外一张信纸看了起来。这一看啊，他顿时满心欢喜。他匆匆放下信纸，再次拿起之前他以为的桃红色铁疙瘩。原来这叫录音笔啊，这巧思真是别出心裁。Hello， 宋少卿，我是你的笔友夏宁。接下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传送过来的礼物分别是什么。这是夏姑娘的声音吗？真神奇啊！人说话的声音竟能从这个小小的金属盒子里传出来。根据夏姑娘的介绍，她已经明白了，这个录音笔并不是什么铁疙瘩，而是一种叫金属的材质制作而成的。太神奇了，这小小的一块金属材质
是怎么做到把人的声音装进去的，还能反复的播放出来呢？不过这玩意儿确实比写信便利，能听到对方真实的声音，对方说了什么也能完完全全的复刻出来，这可比硬版的书信来得更生动有趣啊。原来这就是夏姑娘的声音啊，轻柔中还带着一丝软糯。听着这声音，他似乎看到了一个长相十分甜美可人的年轻姑娘，她的脸上洋溢着明媚的笑容。这就结束了？后面的介绍都说了啥呀？宋少卿这才反应过来，刚才他的脑子里全是夏姑娘的声音，压根没注意到后面的内容。少见的，他的脸上露出了一抹窘迫的表情，好在无人瞧见，他微微呼出了一口气。接着他连忙按下重播键，这才认认真真的听起了介绍。然而一脸蒙圈的听完介绍后，他整个人更迷糊了。他的脑子里只剩下一串串陌生的名字不断的打转了，对于这些名字他完全没有任何的具象与认知，以至于自己的脑子都快成一团浆糊了。于是宋少卿把2个据说是购物袋的袋子打开了，露出了里面的各种零食。接着他又再次按了一下重播键，准备一一对照认识下，以便加深下印象。花了1刻钟时间，宋少卿总算把每一样零食都对上号了，只是不知道这些叫做零食的吃食又该是何种滋味呢？带着几分好奇心，宋少卿拿起了一袋鼓胀胀的叫做薯片的零食，因为一眼望去，就属这个零食的体积显得格外突出。他仔细打量了下绿色袋装的薯片，然后才按照夏姑娘的介绍，小心翼翼地扯开了一个小口子。诶，这塑料袋看着挺结实的样子，没想到这么一扯就轻易地撕开了一个大口子，感觉很顺溜呀，完全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费劲。他从食品袋里拿起了一块浅黄色的薄片，不由在灯光下仔细观察了下，然后放在嘴边咬了一口，咔嚓一声，宋少卿很是惊奇地看了看手里的薯片，好香好脆呀，这薄薄的一片怎么做出来的？他一边暗暗琢磨着，一边又吃下了一口。于是接下来的宋少卿就开始欣喜地拆起了自己的零食大礼包，瞧着新奇又好吃的零食，就直接撕开包装袋吃了起来。好辣呀，这个牛肉干也不错啊，这奶糖是牛奶做的，还挺香的。棒棒糖，成哥他们应该会喜欢。鱿鱼丝是何物啊？这果冻软乎乎的，口感还真独特啊。宋少卿接连尝了不少的零食，看着不少被拆开的零食袋，他不禁有些汗颜。他从不知道自己竟也是一个贪嘴之人，这些年来就是喝再苦的药，他也不曾吃过零嘴去味儿，而现在他却吃得津津有味。不过嘛，这21世纪的零食确实比较独特，是他们东楚没有过的美味。此刻他倒是有些理解夏姑娘那话里的意思了，零食是快乐的源泉。什么情况啊？这不是快乐水吗？怎么跟爆竹似的，一下就炸开了？当快乐水入口的那瞬间，他尝到了一股甜甜的味道，慢慢在品味时，又带有一点点涩涩的。喝下肚时后，感觉有股气从嗓子眼冒出来。宋少卿下意识捂住了嘴，脸上透着一丝窘意，这行为不太雅了呀。不过这快乐水喝起来感觉特别的爽快，很过瘾嘛。难怪叫快乐水啊，原来真有一种让人喝了就会很开心的感觉呀。21世纪真好啊。这快乐水真不错呀。他决定了，他要独享这一整瓶的快乐水，他要留着慢慢品味。宋少卿拧上快乐水的瓶盖，这才发现在几个箱子的后边还放着一摞书籍。这就是1000年后的书籍吗？宋少卿很是惊讶，
这本书的纸张洁白，字体规整又统一，就像是拿尺子刻出来的一样。最让他好奇的是，这本书是如何粘在一起的呢？他们东楚国如今的书籍是用皮绳编缀的，有时候不注意，书页会被翻得很凌乱，完全不像他手中的这本书如此稳定牢固，还很美观。宋少卿按捺住了想要立马翻阅书本的激动心情，他还没忘记回复夏姑娘的事，没准对方还在等着自己的回复呢。他随即拿了那支录音笔，按照夏姑娘的介绍，开始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录音。片刻后，宋少卿一脸欣然地按下了结束键，然后万般郑重地把录音笔放在了磁盘上。至于被他忽略在边上的木匣子，宋少卿压根就没有多余的想法，十分利落地把木匣子放在了磁盘上。已经送出去的礼物又岂能收回来呀？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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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干嘛呢？怎么又送回来了？看着熟悉的5个木匣子，夏宁一脸无奈。这是铁了心非要送自己不可的意思吗？这会儿他也来不及多想，连忙从瓷盆里抱起了5个木匣子，放在了旁边的桌子上。结果一转身，就瞧见他的录音笔从瓷盆里冒了出来。哟呵，他那位古代笔友这是用上录音笔了，太好了呀！莫名很期待听到宋少卿的声音，是怎么回事啊？夏宁拿起录音笔，还没来得及播放录音，就瞧见鲤鱼瓷盆里又多了一个墨蓝色的小锦袋。哎，这是荷包吧？他感觉荷包里似乎有东西，他不由解开了其袋子。当他掏出荷包里的东西时，顿时有些傻眼了。准确来说，他是被一片金光给闪瞎眼了。好人啊！不，这哪是什么笔友呀，这明明就是金主爸爸。之前送来了那么多的极品美玉不说，现在又给自己送来了金子，这到底是为了交他这个朋友呢，还是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力呀？在金钱面前，他真没什么定力啊。这一刻，他可耻的心动了。夏宁扭过头不再看荷包，转而拿起录音笔就点了播放键，试图想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你好，夏姑娘，我是宋少卿，非常感谢你送我的见面礼，我十分喜欢，特别是快乐肥宅水，果真如你所说，喝了以后会很开心。清冽的声音瞬间回荡在房间里，夏宁愣愣地看了看手中的录音笔，这是他笔友的声音啊！这一刻，夏宁的脑子里只有8个字儿：如沐春风，温润如玉，是他喜欢的公子音啊！夏宁此刻十分庆幸，对方说的是京城官话，也就跟现在的普通话差不多，否则他真要抓瞎了。正当他沉醉于对方的声音时，突然听到宋少卿询问自己快乐水为什么会爆开的问题，夏宁顿时不厚道地笑了起来。是他的锅呀！他当时介绍的时候忘了提醒宋少卿，可乐的瓶子是不能摇晃的，那画面肯定很好笑。你送我的书籍我很喜欢，我对千年后的世界确实有着诸多的疑惑与好奇，如今有了这些书，必然能解答我心中的疑惑。捆绑书籍的湛蓝色绸带很漂亮，我会好好的收藏。不过夏姑娘是知道我喜欢蓝色，才特意用湛蓝色的绸带装饰吗？谢谢，用心了。这说的什么鬼啊？夏宁尴尬地扯了扯嘴角，他压根就不知道好吗？他只是觉得这个颜色的绸带比较适合古代贵公子的气质而已，真的就是随手而为。他哪知道对方正好就钟爱这个颜色呀？现在听他这么一说，他都不好意思了。至于那5个木匣子，我是真心想要赠送于你，你不用有所顾虑，也不要觉得有所负担。像这样的遇见，我思库里还有很多，真的不值什么。相比你送我的礼物，那些遇见就更不算什么了。我也不知道你那边遇见方不方便点卖成钱，所以我又准备点金子。我想金子应该更方便你出手，这只是我的一点心意，请你一定要收下。我们两边的世界不同，对我来说，你送来的东西更是有钱也买不到的好东西。如果你实在觉得过意不去的话，那往后
你就多送一些后世之物给我就是了，也不拘是什么，好吃好玩有趣的都行。听到这里，夏宁忍不住咽了口口水，她没听错吧？她笔友真把这些金银宝玉送给自己了。既然笔友都这么诚心诚意了，那要不就收下，要是再退回去，岂不是伤了人家的好意？嘿，我这么善解人意，当然要帮助别人排忧解难才对。没错，就是这样。一番自我肯定与说服后，夏宁欣然决定接受宋少卿的心意。夏宁觉得宋少卿的话也有道理，两边的物价不一样，不能按照自己的衡量标准来定义。这么一想，夏宁的底气瞬间增长了不少。嘿嘿，发财了！那就先买这7颗大金瓜子吧。夏宁激动地打开了木匣子，找到了他之前一直心心念念的紫玉手串，利落地戴在了自己左手腕上。真好看，衬得我的手都白了呢。夏宁满脸欢喜，来来回回地把玩了好一会儿。坦白说啊，这还是他人生中正儿八经拥有的第一件首饰，没想到竟然是来自古代笔友赠送的，想想都觉得有意思。想到宋少卿，夏宁立马收敛住自己的情绪，差点把他的金主爸爸给遗忘了。他拿起录音笔，十分真挚地感谢了一番，再提起了一下喝可乐的注意事项，最后又询问了下他的喜好以及日常所需之类的，这样他才好知道该买些什么东西送过去。放下录音笔后，夏宁不由扫了一圈房间，他才收了别人一笔大礼，怎么好空手回去呢？于是他把屋里的抽屉、茶几都翻找了一遍，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礼物——防身手电筒。东楚国护国将军府。这是什么呀？他忍住心中想要探索的欲望，先打开了录音笔。他想先听听夏姑娘说了什么。听完之后，宋少卿的嘴角不禁勾起了一抹愉悦的笑容。夏姑娘真是一位爽朗又大方的姑娘啊，整个人的行为举止都透着一股坦率劲儿，完全没有一丝扭捏与拘束，感觉与这样性子的人相处都会变得格外的舒适愉快。随后，宋少卿心情欢快地拿起了防身电筒，一按开关键，整个屋子里骤然亮起了一抹光束，这就是灯光啊！宋少卿满眼好奇地伸出手，缓缓地去触碰电筒顶端照射出来的那抹白光。好神奇啊！如此白炽明亮的光团，竟然一点也不灼烫，触感轻轻柔柔的，这可比油灯与石蜡要省事儿多了。21世纪的东西果然都是好物啊！二爷，热水好了。二爷，您这是昨晚没休息好吗？还是又发病了？不然昨天回来都好好的，怎么休息了一夜后反而脸色更差了呢？都怪小的昨晚睡得太死，竟没留意听到屋里的动静，小的该……好了，起来吧，不关你的事。至于造成脸色差劲的原因，他自然最清楚。昨晚他收到了那个防身手电筒后，就忍不住玩了很久，来来回回的开了又关，关了又开，甚至他还亲自做了尝试。仔细研究完手电筒后，他又开始接着用录音笔与另一端的夏姑娘闲聊了起来。最初他也只想要表达些谢意，然后询问一些有关于未来的事情，哪知道这一开闸，他们的话题就收不住了，越聊越起劲儿。而且夏姑娘说话风趣又爽朗，完全没有任何不自在的感觉。明明他们认识不久，却让宋少卿有一种知己好友可以与夏宁畅所欲言无所不谈的感觉。别惊动东院那边。是。解决了早食后，宋少卿拿着官帽起身出门，而在跨出房门的那一刻，他不由看了一眼木架上的鲤鱼瓷盘。这个时间点，也不知夏姑娘那边是否起身了。21世纪荣城，夏宁这一觉直接睡到上午10点半才醒。他刚起床就看了一眼鲤鱼瓷盆，没想到这么一瞧，瓷盆里还真有东西。他欣喜地拿起小纸条摊开看了看。早安，夏宁。
我要开始工作了，白天不待在府里，晚间再与你聊。夏宁乐了乐，这人还挺会现学现卖的嘛。从昨晚的交谈中，他对宋少卿的初印象非常好。他发现自己的笔友不仅学识渊博，还很心思敏锐，且学习能力十分强悍，头脑简直是聪明过人。每次聊到什么话题，他似乎总能一下子就抓住了关键点，想必是一个善于规划总结的人。不过有一件事却十分出乎他的意料，宋少卿22岁了，竟还没结婚。不过具体的原因嘛，他也没有多问，这其中显然有什么隐情，这不是又戳人家伤疤吗？哇！天哪，好神奇！二叔，这是吃的吗？我要吃，我要吃！二哥，这是什么呀？少卿啊，这能吃吗？怎么吃呀？二哥，我喜欢这个，上面还画着一只小白兔呢。这里面装的是药水吗？黑黑的。哎，你们瞧，这红色盒子上的娃娃长得真奇怪。好了，你们这些小猴子安静点儿，听少卿说。对了，少卿，你仔细说说，这些玩意打哪儿来的？模样怎么如此奇怪？简直是闻所未闻啊！前不久我机缘巧合下结识了一位来自海外的朋友，这些都是他送我的见面礼，都是一些吃食饮品，男女老少都可以食用。这些东西在海外被称之为零食饮料，这些袋装的就跟我们平时吃的零嘴差不多，而这些盒装或者瓶装的叫做饮料，就跟我们平日喝的果茶糖水比较相仿。二哥，那我们手里拿着的都是什么零食啊？好了，我挨着给你介绍。宋少卿一口气挨着给家人们做了介绍，还没等他歇一口气，又迎来了家人们叽叽喳喳的各种提问。好了，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反正他们就叫这些名字，估计是跟食材有关吧，具体的就涉及秘方了。总之这就是一些吃的喝的，保证没有任何问题，你们就放心吃吧。宋少卿无奈地表示着，蓦然瞧见堂弟那个愣头青还在研究那个快乐水，他的嘴角忍不住抽搐了一下。青泽，你别再摇晃你手里的瓶子了，那瓶子里有气体，会冒气泡的，你摇晃瓶子会让里面的水爆出来的。真的假的？这黑水还会爆开？怎么爆出来啊？我还没见过会冒气泡的水呢，也太神奇了吧！你先放在桌上缓缓吧，给每个人拿个杯子过来。好嘞。你说多少？这样品质的金瓜子，我们店可以给出8万一颗，这是我们最高等级的报价了。8万！夏宁微微瞪大眼，原谅他这个土包子，以前从来没接触过金子。此刻呀，他真被这个价格给惊着了。这么一颗金瓜子儿，就能抵上他费心工作8个月的稿费，真扎心了。夏女士，这颗金瓜子能卖到这个价，也是因为你的金瓜子品质以及工艺比较独特。如果只是一般的金瓜子，肯定不值这个价了。我们店里的鉴定老师傅说了，你这颗瓜子做工及纯精度都有些特殊，品相十分好，是目前市面上没有的样式，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因此我们才按照藏品的最高价格报给你，自然与一般的金价不一样。是吗？夏宁神思不属地应着，他现在只有一个感触，好在自己没有瞎卖呀，不然就亏大了。这金瓜子儿可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值钱，是他低估了。那夏女士，你这颗金瓜子还卖吗？卖。不卖，他怎么养得起娇贵的宋少爷呢？好的。店长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能收到品质这么稀有的金瓜子儿，他这个月的奖金又稳了。等等。店长的笑容直接僵在了脸上，心里不禁有些忐忑了，不会又后悔了吧？我这还有。夏宁把荷包拿了出来，他刚才算了算，
7颗金瓜子他就能入账56万，56万啊！而他买的那套精装房总价就是50万，现在这7颗金瓜子就比自己一套精装房还值钱啊！这对比有些惨烈了。一套房子的钱，他还要辛辛苦苦码字还上10年的时间呢。我想问问啊，如果一次出售7颗金瓜子，那价格还能再涨点吗？7颗金瓜子吗？那跟刚才检测的金瓜子都是一样的品质？我保证一模一样，所以这价格你再抬一抬。这个，夏女士，8万1颗已经是最高价了。要不这样，我给所有的金瓜子拍张照片发给我老板，向他请示下如何？行。10多分钟后，夏宁迈着欢快的步伐走出了黄金店。夏女士，慢走，以后还有这等品质的好货可以再送来我们店哦。好嘞，有机会我再来。看着满桌子的现代物资，宋少卿满眼透着欣喜的光，莫名有一种大大的满足感。今天的录音很长，宋少卿听得很认真，嘴角也跟着微微上扬。夏宁在录音中讲了他今天出门卖了金瓜子的事，还特别强调他卖了60万的高价，语言极其的欢快，还不好意思地表示他拿到钱就开始霍霍的事儿。然后就是侧重介绍了下他给宋家人买的礼物，甚至表示如果他们喜欢的话，以后还可以继续给他们买。夏宁说的很琐碎，但宋少卿听的却很开心，很喜欢。得知这些物资都是夏宁特意为家人挑选的，他的心尖一阵泛软，倍感动容。特别是听到夏宁也为他专门准备了一份礼物，他的心情就更愉悦了。放下录音笔后，宋少卿就迫不及待地想要拆礼物了。这是琉璃杯。宋少卿忍不住拿起一个杯子，在手里细细打量。他发觉夏宁送他的琉璃杯要比贡品的琉璃杯要好上许多，不仅在厚度上要结实一些，且在工艺制造上也要比贡品的琉璃杯更精致。欣赏了好一会儿的琉璃杯，宋少卿这才心满意足地将目光看向了其他的物品袋。今日已不同往日，他现在已经掌握了不少的21世纪的词汇量了。既然这是夏宁送给家人的心意，他自然要把这份心意转达给家人。当宋少卿把2个大大的白色袋子放在桌上时，屋内瞬间静默了1秒，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白色袋子。这是我今天下衙时才收到的，也是出自我那位海外朋友。他说上次比较匆忙，也不知晓我家中的情况，所以准备的有些不到位。如今得知我家中的情况后，就特意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礼。闻言，众人顿时一脸喜色，倒不是大家眼皮子浅，喜欢谋好处贪便宜，实在是因为海外来的东西太新奇了。哎呦，少卿啊，你这朋友也太客气了。早上的那些零食已经很好了，全是咱们以前没吃过的美味，我们都托了他的福，长了一回见识呢。可不是，这又让你朋友破费了。你那位朋友如今居住何处啊？你看，要不改天请他到府里来，我们也好表示下谢意。对呀，少卿，咱们总不能光收却什么都不表示吧？不然我们哪好意思一再收别人的礼哟。少卿啊，你娘跟你小婶说的对，干脆呀，把你那位海外朋友邀请到咱们府里来，我们一家人好好的招待下他。直到现在，宋家众人都一致默认为宋少卿口中的海外朋友必是一位豪爽的男游商。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宋少卿也不是一个会主动跟一个姑娘家结交来往的人。宋少卿顿时被问住了，他去哪儿邀请人呢？如果可以，他也想邀请夏宁来府中做客呀。可是他们之间相隔的距离又岂是一片汪洋大海啊！上门做客就算了吧，他根本就不住在东楚，我跟他之间也是通信往来，这些包裹
也是他托人送来的京城。啊，那就太可惜了。这样啊，那确实不好弄。那只有等以后有机会再请了。那二哥，你知道你那位朋友喜欢什么吗？我们也可以给他送点东楚的物件。对，宴请的事以后再说，但回礼不会少。二哥，我可以用零花钱跟你朋友多换点零食吗？我也要快乐水。少卿，你说说你那位朋友喜欢什么，到时就从宫中置办一份回礼。总不能让自己直接告诉他们夏宁喜欢金子吧？甚至金子越多，他会越高兴。我这位朋友比较喜欢实用点的东西，你们可以慢慢准备。先来看看我朋友给你们准备的礼物吧。一听宋少卿这么说，众人瞬间来精神了，什么心思都没了，纷纷围在桌子跟前儿，眼巴巴地等着宋少卿分礼物呢。这叫香奈儿口红，是女眷用来涂抹口脂的，据说里面有6种不同颜色，具体的你们女人家应该比较懂，就自己研究吧。口红？一听是装扮用的，4个女人瞬间神采奕奕，纷纷接过了礼盒，开始研究了起来。哇！看着微微一拧就冒出来的红色口脂，众人一阵惊赞。这个叫口红的太好使了，拿在手里可以直接涂抹，一点也不沾手。天哪，原来口脂还可以有这么多的颜色吗？这口脂做的也太精致漂亮了，这么小小的一管，完全能随身携带，太方便了。这个颜色的口脂好看。啊，二哥，为什么没有我的？我不是女的吗？我也是女眷，我也要涂口脂。这个口红小孩子不能用，只适合大人使用。等你有你大姐姐这般大了，我再给你准备，如何？什么规定啊？欺负我是小孩子吗？那祖母怎么也没有呢？宋老太君笑着嗔骂了一句，他虽然也喜欢这样鲜亮的口脂，但也只是喜欢看看而已。他这个年纪要是还抹什么口脂，那真是老脸都不要了哟。祖母，这是给您老人家的，说是护肤品，早晚净脸后再涂在脸上，可以使肌肤美白保湿。听到美白保湿4个字，原本正兴致高涨研究口红的几个女人唰的一下目光灼灼地看着那个白色盒子。不得不说啊，无论在哪个时代，爱美都是女人的天性。真的吗？儿啊，这真的让脸上的肌肤变得细腻又白皙吗？应该是吧，反正我那位朋友就是这么说的。祖母，你净脸之后先擦这个护肤水保湿，再擦这个小瓶装的眼霜，说是可以淡化眼睛周围的细纹，接着再涂抹这个圆瓶装的精华露，最后就是这瓶乳液了。宋少卿对着女人家使用的这些瓶瓶罐罐的也是泛晕，但胜在他记忆力很好，完美的转述了夏宁的介绍。谭云，我刚才讲的你记住了吗？回二爷，奴婢记住了。那这些就由你收着吧，早晚伺候老太君使用。是。哎呦，这个礼物好啊，快拿我瞧瞧。宋老太君没想到自己也能收到这么好的礼物，整张脸都笑开了花。这礼物简直是送到他心坎上了呀。少卿啊，看着婆母那爱不释手的模样，宋母可不敢开口讨要啊，只能眼巴巴地看向自家的小儿子。老母亲也想要呀。不用着急，这套护肤品每个人都有，不过成哥和初音还小，用单独的儿童装。真的？太好了。二哥，我也有啊。宋清则一言难尽地看着手中的盒子，他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能娘们唧唧的抹香香呢？还有啊！众人惊呼，这海外的朋友也太大方了，海外朋友好啊。喏，这是我朋友送你的洋娃娃，差点秃噜了嘴，好在众人都被洋娃娃吸引了注意力。
宋初莹一脸欢喜地接过粉色盒子，双眼闪闪发亮地看着透明包装里的洋娃娃公主。这个妹妹也太可爱了吧，我喜欢。二叔，我呢？我的礼物呢？你的在这儿呢。宋少卿把一个小盒子递给了小侄子。这是什么？宋少卿帮着小侄子拆开小盒子，拿出里面的铁皮小青蛙看了看，做的还挺像的呀。他找到发条拧了拧，然后放在了地面上，就见那小青蛙蹦蹦跳跳起来。哇！天哪，这是蛤蟆吗？快抓起来呀！这是假的，是仿着蛤蟆的模样做成的玩具，给孩子玩的。什么？假的呀？闻言，几个女人大大松了一口气呀，心里很是无语。谁这么无聊做蛤蟆玩啊？好玩。宋少卿拿出最后一个积木盒子递给了堂弟。那，这是给你的，你自己回屋琢磨去。我的？我以为刚刚那个就是了呢。见每个人都一脸欢喜，看来夏宁的礼物很得他们的欢心啊。宋少卿的心情也开心了不少。好了，礼物就派发完毕了，你们再自个儿琢磨吧。莲英啊，给少卿那位朋友的回礼，你再备得厚一些。若是挑不到合适的，就去我私库里瞧瞧。娘，哪用得着去你的私库挑啊？我跟大嫂的嫁妆还有不少呢，你放心吧，我们肯定会备上一份厚礼。对，娘，这事儿啊，就交给我们俩吧。行。见此，宋少卿安静地喝着茶，没有说话。反正不管家里备了多厚的礼，他自己也会单独准备一份的。对了，少卿，你那位海外朋友叫什么呀？咱们怎么称呼啊？对啊，这次可真让你朋友破费了，送了我们家这么多好东西。宋少卿默了默，他肯定不能如实的把夏宁的身份告诉他们，更不能透露夏宁是个姑娘家的身份，否则啊，以他们着急操持自己亲事的架势，肯定会不断的追问的。你们就称呼他小夏吧。小夏？他姓夏吧？这姓氏貌似不多。宋母恍然点着头。宋老太君听出孙子话里的隐情，想必其中还有着他们不便深知的事情，就开口终结了这个话题。行，那咱们喊小夏就行了，反正名字也只是一个称呼，以后有机会啊，咱们再好好的招待下他。娘说的对。这到底什么鬼地方？那群人怎么就走这么快啊？我的老天爷！宋少卿这是把他家库房都搬过来了吗？夏宁玩笑似的随手打开了就近的一个箱子，眼神顿时发直了。可随着他仔细看了看箱子里的东西后，他觉得现在的自己没法冷静啊。地上堆放着7个大小不一的箱子，里面装着一整套极其漂亮的白玉瓷具，色彩雅致，做工精美。第2个箱子里装的是2个古朴的锦盒，他率先打开左边的盒子。我靠！是人参！他有生之年竟然看到活的人参了，而且还这么大个，这起码上100年了吧？他深思恍惚的又打开了右边的锦盒。夏宁觉得自己被惊得快说不出话来了，真的是好大一株灵芝啊，毫不夸张地说，比他的脸都还要大呢。他双手微颤地放下灵芝盒子，目光又看向了第3个箱子，感觉他整个人都麻了。这是一整套金镶牡丹花嵌珍宝首饰，一整套下来就有10几样配饰，有步摇、发叉子、鬓簪、压鬓、边凤、耳坠等等，每一样无不是精品。如果第3个箱子的流光溢彩晃眼的话，那第4个箱子简直就要闪瞎他的眼了。这箱子里装的不是别的，全是金灿灿的黄金呐，整整2层的金条啊，每一根金条都有3根手指那么粗。夏宁的小心肝颤了颤，原谅他乡巴佬啊，
他这辈子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黄金呐，这不能再看下去了，再看他的血压怕是要压不住了。他连忙看向第5个小箱子，夏宁稳了稳心神，缓缓地打开了木匣子，里面竟装着满满一匣子的粉色珍珠。仔细看的话，还会发觉淡淡的粉色中还透着一抹彩色的光彩。哇，好漂亮啊！夏宁发现这木匣子竟然也是2层的，他连忙拎起了上面的一格，这次他的惊呼声都没有了，整个人彻底麻了。这木匣子下面竟然装着一格子的黑珍珠，这世上真有黑珍珠啊！虽然只有6颗，可它却非常的稀有呀。光是这6颗黑珍珠，恐怕都能被炒成天价了吧。他艰难地把目光移向了下一个木匣子，这个红漆的木匣子十分精美。夏宁面无表情地打开了木匣子，很好，他的心肝不用受惊吓了。这匣子里装着的好像是一团丝绸，隐约能看到一些其他的花鸟图案。这是古装。他轻轻地拎起了最上面折叠好的浅青色襦裙，唰的一下，整套衣服从上而下的展开了。夏宁被惊艳到了，这套浅青色的襦裙太好看了，有一种他形容不出来的清雅飘逸之感，比他看过的那些古装剧服还要漂亮。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迅速拿起录音笔，点开了播放键。5分钟后，夏宁呆呆地看着脚边的这些木箱子，这都是他的了。我的老天爷啊！夏宁喃喃自语，脸上还带着一种难以置信的表情。这些箱子竟然都是宋家人给他的回礼，他之前就给他们送了一些零食饮料而已，那才值多少钱啊？跟他们的手笔相比，那简直就是毛毛雨了。夏宁不由呼出了一口气，顿时觉得这份心意沉甸甸的，他怎能承担得起这份厚爱啊？夏宁按下录音笔，把自己的心情如实地告知了宋少卿。这些东西不管哪一样都是极其的珍贵，加在一起的分量他就更不能承受了。他把录音笔放在了瓷盆里，眨眼间就消失不见了。夏宁全身蓦然放松下来，一屁股坐在床边上，看着地上的各种箱子，目光有些失神。以前总是幻想着有一天能暴富，可真到了这一天，他却感觉整个人轻飘飘的，有一种做梦似的虚幻感。果然啊，他这种小老百姓就不适合一夜暴富，天降横财呢。咚的一声，突然瓷盆里冒出来了一支录音笔。夏宁连忙拿起录音笔听了起来。夏宁，这些东西已经属于你了，是你应得的，你也值得。你着实想多了，这些东西只是我家人的一份心意，心意这东西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你送他们的礼物，他们都极其的喜欢，这份心意与喜欢才是最难得的。而他们送给你的这些东西，也只是他们对你表达的一种心意而已。所以咱们能不看这些物品本身的价值吗？我们就论这些东西背后所代表的心意，真心换真心，我觉得很对等。难不成你自己的心意就不值得了吗？听到最后一句话，夏宁的心尖蓦然一顿，他的心意值得。长这么大，他貌似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对他说自己的心意很珍贵，值得更好的对待。他这是耍无赖吗？这宋少卿啊，竟然写纸条威胁自己，说送出去的礼物概不回收，要是自己不要的话，让自己随便处置，反正他是不会接收的。明明是个温润儒雅的贵公子，怎么就转变成无赖了呢？夏宁气呼呼地把纸条丢进了抽屉里，转身就往厨房准备晚饭。他现在不想搭理对方，等他缓缓心情再说吧。看着迟迟没有动静的瓷盘，宋少卿不禁暗暗失笑，自己的行为肯定让夏宁恼了，既然把人家惹不高兴了，那就该由他来赔罪才是。
他的房里有个专门放钱的3层钱匣子，一层是银票，一层是碎银，还有一层放着一些雕刻成各式各样的金骡子。宋少卿在金骡子中挑出了一只兔子，一只狐狸形状的，他又写了一张赔不是的纸条，就一并放进了瓷盘中。也不知那2套衣服夏宁喜不喜欢，他想应该很好看吧。进来。二爷，来信了。广白，你带上10个身手比较好的人，立马赶赴边关支援。我担心我爹他们可能会出事。你们路上记得隐藏身份，一有不对立即采取行动。记住，一切以安全为上。是，二爷。去准备吧，尽快出发，别惊动府里的人。等广白退出房间后，瓷盘就发出了熟悉的响动声，以至于宋少卿都没时间想其他的事情。他从盘中拿起录音笔，熟练地按下了开关键。宵夜来了，这是我刚刚从美食一条街买回来的夜市小吃，属于我们21世纪小摊位上的美食。虽说不是什么名厨大菜，但是也汇集了全国各地的美味。这些口味有些混杂，也不知道你们吃得惯不？反正你们就当尝尝鲜嘛，我这才收了你们送来的厚礼，要是不破财表示表示，我今晚怕是都睡不好了。赶紧趁热吃吧，好吃记得给我反馈哦，我明晚再给你们安排夜市海鲜大排档，总有你们喜欢的口味。宋少卿嘴角微勾，真是个大气爽朗的姑娘啊，自己还担心她气恼来着，没想到这么一会儿她自个儿就气消了。宋少卿正准备感谢一番，蓦然瓷盘中又冒出来了一个银色的录音笔，除了颜色不同，外观款式跟他手中的这个差不多。宋少卿，你搞什么呢？怎么又送我金子呀？之前那箱金子你还嫌不够闪瞎我的眼吗？别再送我金子了啊，再送我跟你急。听着夏宁气急败坏的声音，宋少卿却扬起嘴角笑了起来，眼里都是愉快的笑意。甚至他的脑子里不由浮现一个画面，一个小人正双手叉腰，一脸气鼓鼓又无奈地发着火。被训了的宋少卿一点也不恼，他感觉这样的夏宁特别的生动鲜活，他的身边似乎还真没有像他这般活得如此朝气勃勃的人，他感觉很有趣，特别的有意思。老实说啊，他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大不敬地直呼自己的名讳呢，这在京中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但这一刻，他甚至觉得自己的名字被夏宁这么喊出来，竟莫名的多了几分生气，似乎自己也变得鲜活起来一样。而看着桌上分量十足且每样还是2份的宵夜，宋少卿一阵哑然。麦冬在呢，二爷。宋少卿指着木桌上打包好的小吃袋子，把这些吃食送去东院，就说是海外的一些吃法，让他们尝尝鲜。好嘞。等屋内无人后，宋少卿这才拿起录音笔说了起来，他还得赶紧安抚下正在炸毛的小猫呢。接下来的2天，没有码字任务的夏宁直接成了一条咸鱼，上午睡到10点左右他才起床，中午随便吃点，下午要么打理阳台的菜园子，要么躺在沙发上追剧刷视频，傍晚就开始与宋少卿聊天斗嘴，漫无目的的海聊，直至深夜。经过几天的笔友模式，如今的夏宁已经十分适应且习惯这种有人陪伴的生活了。早上问候后，白天各自做着自己的事情，等下班忙完后，就可以相互交流彼此的生活琐事了。至于之前宋家人送他的那些谢礼，他可不敢就这么随意的摆放在家里，所以啊，在前天的时候，他就打电话订了一个大保险柜，商家直接上门安装。反正现在的他也不差这点钱，当天下午他就把那些东西收进了保险柜里。而宋少卿送的那2套古装，他晚上就试穿了，别说啊，上身的效果还真不错。其实他手机上还拍了不少穿着古装的臭美照片，不过他并没有传给宋少卿，要是就这么大大咧咧的把自己的照片传过去，那算什么事儿啊？对方会不会觉得自己很轻浮，或者太臭屁了？
姑娘家得矜持呀。再说了，宋少卿也没有给自己传送过他的画像，自己要是巴巴的送过去，想想都觉得难为情啊。反正他们就是笔友，那就继续保持神秘面纱好了，谁也别知道对方长什么样。你声音怎么听着有气无力的？是没吃饭的缘故，还是生病了？放心，我没病，只是躺着不想动，准备过会儿再吃饭。那是为何？既然躺着不想动，确定不是身体不适吗？你可别讳疾忌医呀。我真没病，你不知道女人每个月都会有那么几天身体不适吗？宋少卿耳根子泛红，坐在椅子上缓了好一会儿，脸上的热意才逐渐退散。麦冬，你去小厨房让他们弄几道清淡又滋补的膳食。现在？就现在。你再看看小厨房有没有炖燕窝，倒是送一双过来。是。天哪！宋少卿竟然给他送来一桌晚饭。妈呀！夏宁咽了咽口水，他有生之年竟然还能吃到古代高门大户的膳食。咚！看着瓷盆里冒出来的录音笔，夏宁暂时忍住了食欲，拿起录音笔听了起来。夏宁，这是我院里的小厨房做的几道膳食，既然不想动，那就多休息。你这几日身体不适，饮食上最好清淡点，你也别动手了。这几日的膳食你想吃什么，我让小厨房给你做。听完录音，夏宁的心口有些泛酸，似乎很久没人这么细微的关心过自己了。不过被人关怀备至的感觉真好呀。二爷，何事？有消息传来。这一看，宋少卿的神情瞬间大变，脸色直发沉，他一把握紧了手中的信纸。二爷，大哥失踪了。什么？世子爷失踪了？怎么会呢？世子爷不是跟在将军身边的吗？怎么会是？二爷，有事禀报。小的去瞧瞧。麦冬赶忙走了出去。宋少卿刚把手中的信纸销毁，就见麦冬一脸急色的走了进来。二爷，小六子说前头来了一批侍卫，领头的是宫里的公公，说是来给咱们将军府宣旨的。守门的人见他们来势不对，就差人来问问。不好！突然，宋少卿似惊觉过来，低喝了一声，脸上不禁闪过一丝忧色。他立马转身去到内室，拿了一个木匣子出来，就丢给了麦冬。麦冬，你让小六子尽量拖延下时间，就是我突然身体不适，恐要稍等片刻才能前往前院接旨。总之，先拖住他们。还有，这是你们的卖身契，你立马分开其他人，之后你就去后院等着我。二爷，我要留下来。快去，没时间耽搁了，赶紧照我的吩咐去做。宋少卿沉着脸呵斥着，这是麦冬从未见过的严厉模样。是。宋少卿立马拿起木架上的瓷盘，把他屋里的银钱或者重要的物件一股脑地放置在瓷盘上。片刻，他拿着瓷盘匆匆地离开了自己的房间，赶往其他的地方。他匆匆擦着额头上的冷汗，脚步不停地进入了司库。好在司库的物件都是分类用箱子装好的，也不用他一样一样的传送，这倒省去了他不少的时间。很快，屋内就被清空了。儿啊，到底是什么事儿啊？怎么突然来圣旨了呢？娘，没时间了，你把库房的钥匙给我，然后让小沈把贵重的东西整理出来，尽快送到东院来。少卿，娘，放心，有我呢。现在那些人已经进院了，没时间了。宫中的钥匙跟我的司库钥匙都在这儿了。好，小沈那边就交给你了。娘，二哥。云溪，你赶紧去吉福堂，让祖母把贵重物品整理出来，我稍后就过来。啊！别发呆了，快走，按你二哥说的做。见母亲跟小妹走出了东院，宋少卿也不敢耽搁，直奔东院的库房。看着满屋子堆放的箱子，
货架上摆放的物件。这次宋少卿没有选择全部搜走，而是有选择性的挑了更实用的金银珠宝。至于那些书画瓷器什么的，他直接略过。库房还是要留些东西才比较好，倘若整个库房都空空如也，那反倒容易引起怀疑，生出其他的事端。宋少卿腾出一些空的木匣子，尽量多装了一些值钱的首饰。接着他又去到母亲的司库，又照着适才的操作搜刮了一番。几分钟后，宋少卿拿着瓷盘又赶往了东院，正好遇上了宋母与宋二太太，两人的手里都抱着好几个木匣子。少卿，都给我，你们先去前院，我稍后就来。宋母欲言又止，她很想问一问，但知晓眼下不是时候，只好拉着弟妹赶往前院。见院里没人，宋少卿立马把7个木匣子一并叠放在瓷盘上。等一切消失后，他收起瓷盘，又脚步匆匆奔向了吉福堂。收拾好了吗？少卿，出了什么事啊？祖母，边关出事了，这圣旨恐怕是……什么？那你爹他们没事吧？目前没有。祖母，时间不多了，前院那边还等着咱们，你赶快把嬷嬷他们的卖身契给他们，要是有个什么万一，也好给他们留条后路。啊，好。宋老太君很快调整过来，立马就安排了。到了他这个年龄，还有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再大的苦难都不算什么，只要他们一家人整整齐齐的就行。二哥，好了，你们先出去。见此，宋云熙只好憋住满心的疑惑，跟着嬷嬷往外走。看着地上的2个大箱子，7、8个木匣子，宋少卿看都不看一眼，直接就往瓷盘上放。确认没有任何遗漏了，宋少卿迅速离开了祈福堂，赶往了后门。二爷，小的看了，后门没人。麦冬，你现在立马带着这个瓷盘离开将军府，找个隐蔽的地方躲起来。这个瓷盘对我很重要，千万别弄丢了。接下来就等我的消息行事，记住了吗？是，小的记住了。二爷，您放心，奴才绝对会护好这个瓷盘的。快走！宋少卿催着买东出了后门，随即他又立马赶往前院。此刻的前院闹哄哄的，宋母一行人正在跟人对峙着什么。住手！二哥，哟，咱们的宋大人可算是来了，赶紧接旨吧。随即宋家一众人纷纷跪地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护国大将军宋世尧勾结外寇，叛国求荣，今证据确凿，朕痛之入骨，愤不能平。但念其过往功绩，死罪可免，活罪难赦。现没收全部家产，判宋氏一族流放南蛮，无诏不得回京。钦此。拧着门把的夏宁有些傻眼了，这房门怎么推不开了呢？他看了看门把，没坏呀。他又试着用力往里面推了推，房门终于挪开了一条缝。也就是说，房门没有反锁，也没有坏，而是有什么东西抵在了房门后，所以他才没有推开。怎么回事？遭贼了？他今天出门可还好好的呀，怎么会有东西抵着房门呢？夏宁使出了吃奶的劲儿啊，渐渐的，房门总算露出了足够他进入的空间。我靠！夏宁直接愣在了原地，一脸惊愕不已。他家是没遭贼，但恐怕是宋少卿把整个库房给洗劫了吧？那家伙到底干啥了？之前送过来的那些箱子就足够让他震惊的了，到现在他都还没有完全消化呢。这下倒好，他整个卧室都堆满了箱子。他真没开玩笑啊，粗粗一看，起码有50、60个箱子。从房门口到落地窗边都是箱子，甚至连他的大床上都堆着好几个红漆箱子呢。
夏宁就近打开了面前的几个大箱子，一开箱啊，就差点闪瞎他的眼，全是金灿灿的金子呀。他又接着看了看旁边的箱子，满满的一箱子珠宝，闪烁着一阵阵的流光溢彩。见状，夏宁的一颗心砰砰直跳，突然生出一丝不安。之前宋家人才送了一份厚礼过来，没道理又送这么多的钱财过来呀，没理由呀。即便宋少卿出手很大方，但也不至于送出这么多的珠宝吧？这阵仗是洗劫了多少库房啊？夏宁感觉有些不对劲儿，宋少卿这举动太奇怪了。突然，他右眼皮一阵猛跳，心里的不安更强烈了。不会是宋少卿那边出什么事儿了吧？夏宁越想越是不安，为了证实心中的猜疑，他打算把所有的箱子都查看一下。他费劲地推开跟前的木箱子，腾出可以落脚的空隙后，他挨着打开了周围的几个木箱子。果然不出意外，箱子里全都是金银珠宝。10多分钟后，感受着满屋子的珠光宝气，夏宁彻底死心了。唉，不应该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此刻，夏宁的心情既纳闷又担忧。这些箱子应该是宋家库房里的东西，那是出了什么事情才会让宋少卿把库房里的家产都送了过来？他突然起身来到书桌前，撕下一小块的白纸边角，用笔在纸上打了一个问号，接着就把纸条丢进了瓷盆里。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宋少卿那边肯定是出事儿了。走快点，谁要是再磨磨蹭蹭，小心我鞭子不长眼哦！哎呀，一群贱皮子，非得打骂一顿才得劲。好了，马六，这帮人平时都养尊处优，出门就有马车代步，你能指望他们走多快啊？哼，活该他们被流放。瞧他们那一身细皮嫩肉啊，全是收刮老百姓的血汗钱养出来的，这些人就没一个好东西。走快点！戳在队伍后边的宋家人也走得格外吃力。小泽，你还行吗？要不换你大伯母来背，你歇一歇吧。我没事，我还能走。宋清则咬紧牙关，费劲地背着自家二哥。自从那日宣读了圣旨后，他们宋家就被抄了家，完全没给他们一点心理准备及反应时间，他们就被一帮侍卫抓进了大牢。之后他们一家人在牢里整整关了3日，可在昨晚，二哥却被官差带走了，直到今早才被官差拖着送了回来。彼时，二哥浑身都是血印，显然是被人动了酷刑，因承受不住满身的伤痛，才导致整个人陷入了昏厥之中。可恨的是，这些官差根本不给他们任何的伤药，也不给伤员调整的时间，就催赶着他们出了京城。眼下作为顶梁柱的二哥倒下了，宋家的男二就剩他跟成哥了。可7岁的小侄子能成什么事儿啊？倘若自己再撑不起来，那这一家子人可怎么办呢？白氏牵着小女儿吃力地走在身后，瞧着儿子压弯的背脊，他眼里满是疼惜之色。可如今这处境，却让他说不出任何自私的话语。祖母，你还好吧？再坚持下，我们就能休息了。啊，我没事。哎呦，苗金，你放我下来吧，成哥可以自己走。你行吗？你现在还小，会伤着身子骨的。我可以，我能自己走。官爷，歇一歇吧，咱们是真走不动了。就地休息。每家安排1个人来领口粮。都排好队了。我去领早饭，你们抓紧时间多歇歇啊。此时的宋家人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纷纷瘫坐在地上喘着气。很快，苏莲英就拎着一个粗粮小袋子回到了宋家的休息地，给每个人发了一个粗粮馍馍。快吃吧，吃了等会儿才有力气上路。众人看着手中硬邦邦的黑馍馍，一时之间竟然有种无从下口的感觉。都吃吧。娘，好硬啊，我吃不下。成哥儿，乖啊。
含在嘴里慢慢的嚼，等它软化了就能吞下去了啊。苏莲英发完了馍馍，就来到了二儿子的身边，她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顿时脸色一变。哎呀，不好了，少卿发热了。这可怎么办呀？我们身上啥也没有。娘，我刚瞧见不远处有条河，我去给帕子沾点水。好，你快去快回，注意点啊。大伯母，我去求求那些官差，他们身上肯定有药。宋清泽一脸担忧，说完就往押差休息的方向跑去。儿啊，你可要撑住啊！突然，不远处传来了打骂的声音，只见好几个高壮的押差围着一个人拳打脚踢。小泽！白氏见儿子被打，也顾不上软绵无力的身体，急忙冲了过去。哥哥，别过去！很快，白氏搀扶着满脸淤青的宋清泽回到了休息处，还没等苏莲英上前查看侄子的伤势，却被他反手塞了一小包东西在手里。刚才趁乱的时候，有人偷偷塞给我的，说是止痛药。衙差给的，可靠吗？众人一阵沉默。如今少卿的情况都这样了，只能试试了。但愿有效吧。苏莲英很是忐忑不安，可目前他们也没有多余的伤药，只能祈祷这包止痛药能稍微减轻下少卿身上的伤痛。二哥肯定没事的。快，赶紧吃，要上路了。赶紧的，出发了！再磨蹭，小心鞭子伺候。苏莲英掰下一半的黑馍馍，塞到了宋清泽的手中。小泽，你还要背着你二哥，你多吃点啊。娘，你吃，我这一半馍馍给小泽，我胃口小，也吃不了这么多。小泽，你别跟我争，只有你吃饱了，才有力气背二哥。如今咱家就属你一个劳力了，你必须攒足力气才行。听着大堂姐的话，宋清泽默默地拿起了半个馍馍，大口地吃了起来。我们宋家不会就这么倒下的，我相信老大爷万万不会做出通敌卖国的事来，这其中肯定有什么隐情。只有咱们好好活着，才有洗清真相的那一天。对，莫瑶他们肯定会没事的。见家中长辈满怀信心的样子，紧紧拽着儿子小手的徐婉清，心里的彷徨也跟着消散了不少。眼下，至少大家都还好好的，只要活着就会有希望。他还要等着孩子爹平安的回来呢。走吧。于是宋家人收起脸上的神情，相互搀扶着跟上了流放的队伍，缓慢的前行。4天了，到底出啥事儿了？一点消息也没有，真是急死人了。要不是看着堆满了卧室的这些箱子，他说不定还真以为前些日所发生的事情都是自己的幻觉呢。宋少卿啊，宋少卿，你快给点反应吧。夏宁忍不住对着瓷盆喃喃低语，他现在除了继续等下去，似乎也别无他法。少卿怎么样了？退热了吗？还是有些发热。我再去附近找点水。衙差在发干粮了，大嫂，你看着少卿，我去领吧。就在宋家人艰难地啃着黑馍馍时，不远处突然传来了喧闹的声音，好似有人在跟衙差争吵着什么。我没看错吧？娘，那是麦冬吗？好像是。谁？麦冬？是二弟身边的那个小厮。是他。宋清泽瞬间站了起来，直接奔向了麦冬的方向。弟妹，你看着少卿，我过去瞧瞧。我真的是宋家人，我自愿跟着流放不行吗？麦冬满头大汗地争论着，他好不容易赶上了押送队伍，可现在这些押差竟然不允许他靠近，
还差点把他当成不明分子处理了。这是我的户籍，不信你们可以瞧瞧。真要说起来，我也算半个宋家人了。麦冬赶忙掏出怀里的户籍，递给眼前的押差。接着，他又从怀里掏出10两银子，一并塞到了押差的手中。大哥，您通融通融吧，我是吃宋家饭长大的，我就孤身一人，去哪儿不能活呀？你们就让我跟着宋家吧。把你身上的包袱打开瞧瞧。这……大哥，我这包里就装了一点吃的，还有个我用惯了的瓷盘，带着它也就图个念想，并不是什么值钱东西。哼，过去吧。押差见人确实没有任何问题，看在银子的份上，就松口放人了。这年头竟有人放着好日子不过，非得跟着流放队伍一起受罪，这小子怕是个傻的吧？谢谢官差大哥，谢谢官差大哥。麦冬，三爷，你怎么来这儿了？走，咱们过去说。这时苏莲英也一脸急色地赶了过来。麦冬，大太太，你们还好吗？主子呢？宋清泽见大伯母欲要说话，赶忙止住。大伯母，回去再说。啊。很快3人回到了宋家歇息的地方。这处地方背靠着一棵大树，宋家人就坐在树下边，与其他家隔着一些距离。老太君，二太太，大夫人，小少爷，大小姐。麦冬，快过来说话。哎，麦冬啊，你怎么会在这儿？你们没被抓吗？你可知将军他们的消息啊？圣旨来的那天，二爷就意识到不对，就急忙把契约给了我们。那些官差抓了府里的下人，但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户籍，所以盘问了一番后就把大家放了。如今他们已被安置在京城的庄子里了。我听到你们要被流放到南蛮的消息，就立马追了过来。出城的时候，我听说将军跟二老爷以通敌之罪被押送回京。至于世子爷，听说在前线失踪了，目前还没音讯。不过你们放心，事发之前二爷就已让广白带人前去支援了，广白肯定会找到世子爷的下落。什么？老爷他们被押送回京了？那他们有没有事啊？哎呀，世子怎么会失踪了呢？那爹跟二叔可怎么办？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我只是刚好在出城的时候听说了1、2句，目前也只有等广白的消息了。肯定会没事的，安邦那边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对，咱们也别丧气了，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我们宋家世代为国为民，岂能随随便便遭受小人的污蔑？娘说的对。二爷呢？二哥受伤了，现在还在昏迷中。宋清泽闷声地说，随即侧开身体，露出了躺在树后边昏迷的宋少卿。主子，二爷这是怎么了？他们在牢里对二哥动了刑，伤口感染就发热了，那帮人也不给任何的治疗，这明明就是想置二哥于死地。我认识驱热的草药，我去山里找找看。这包里还有些吃的，三爷你帮着分一分，我快去快回。好。听到麦冬的话，宋家人瞬间激动不已，彷徨又担忧了一整天的心，眼下终于看到了一丝丝希望。半个时辰后，麦冬满身泥土的回来了，他的手里抓着一大把药草。找到了。太太，我找到驱热止血的草药了。太好了，辛苦你了，麦冬。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麦冬动作麻利的先把一把草药用石头捣碎，然后小心翼翼地把药草渣敷在主子的身上。这个药草是外伤服用的，剩下这些药草必须要用水熬煮才行。啊，可是我们啥东西也没有啊，要不我去找人借一下瓦罐。大伯母，我去吧。小泽，去文家试试吧。好。宋云熙瞧见了一旁搁置的瓷盘，那我再去装点水。不行，这个盘子不能动。
苏莲英疑惑地皱了皱眉头。其实刚才分包子的时候，他就看见这个瓷盘了，他对这个瓷盘有印象。那日抄家的时候，他记得少卿就一直抱着这个瓷盘，完全不离手的样子。麦冬，这个盘子是少卿交给你的。对，当日二爷把这盘子交给了我，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一定要保管好这盘子，不能让任何人破坏了。这么谨慎，这盘子是有什么玄机不成？小的也不是很清楚，但我知道这盘子对二爷很重要，在出事之前，二爷回家后就会守着这个瓷盘。既然如此，那就好好收着，别磕碰到了。而另一边的宋京泽也顺利地从文家人手中借到了一个小瓦罐。麦冬连忙熬起了药草水，最后在苏莲英与宋京泽的合力之下，总算把药汁喂进了宋少卿的嘴里。水。少卿，我是娘啊，你知道了吗？水。哎呀，好，娘马上给你倒水喝。太太，我来。一旁守着的麦冬听到动静也立马惊醒，听到昏睡的主子要喝水，他连忙解开了他身上的水囊，递到了主子的嘴边。二爷，水来了，你慢慢喝啊。宋少卿感觉到嘴边的水源，下意识地张大嘴巴，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而温凉的水总算让他稍稍减去了几分身上的燥热感。少卿醒了吗？一阵恍惚后，宋少卿的意识渐渐清醒，他缓缓睁开了眼，就瞧着家人们担心的神色。我没事。瓷盘呢？在这儿呢，小的一路上都仔细护着呢，您瞧，好好的。宋少卿伸手接住了瓷盘，瞧着完好无损的瓷盘，他心中顿时大安。还好啊，瓷盘没事儿。这几日你可有发现什么异样？啊？什么？就是这个瓷盘，你这几日带在身上，可发现有什么异常现象？比如多了什么东西？麦冬紧皱着眉头，苦苦回想。见主子如此严肃又重视的样子，这顿时让他有些紧张了，担心是不是自己粗心大意错过了什么。这几日他天天都抱着这个瓷盘，并没有发觉这瓷盘有什么不妥之处啊，任何异样都没有吗？宋少卿轻蹙着眉头，这不应该呀。哦，我想起来了，前2天我兜里突然多了一小块碎纸，我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但我见碎纸上也没有写字儿，就随手丢掉了。闻言，宋少卿反倒安心了，果然夏宁有找过自己。二爷，那碎纸条……没事，你去给我找根炭条来。他必须尽快联系夏宁，以免他在那边担心。少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好好的，怎么突然就给咱们家安了这么大的罪名呢？你之前有跟他们前线通信，有没有听说什么消息啊？你不知道，你爹跟小叔已经被他们扣押起来了，听说要把他们押送回京审问，现在安邦那边也没个确切的消息，我们这心里急的呀。哎，二弟，我也想知道你大哥的消息。宋少卿默了默，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告诉他们这个残酷的现实。前些时我就发觉这次的战役有些不对劲，我往前线传了信件，也不知道信件有没有传到爹的手中，我就收到大哥在前线失踪的消息。再加上最近朝堂上的职位变动，萧家人更是在其中安插了不少人，而且我查到这次战役的右副将也是萧家的人，所以我怀疑爹他们肯定中了圈套。中计了？是萧家人？怎么我们一点动静都没听到啊？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呀？对呀，我们宋家一向光明磊落，从来不做落井下石之事，也很少插手闲事。
这么做对他们家有什么好处？那可是折损了我们东楚的将士呀！功高盖主吧。宋家众人瞬间哑了，脸上的表情很是复杂，似难以置信，又好似终于恍然大悟了一般。这个看似荒唐的理由，或许真的是他们宋家落到这般田地的原因啊！做得太绝了！是啊，我们宋家世代忠君为国，哪一次打仗不是第一个冲上去的？咱们人没事就好。我现在啊，就盼着世瑶他们爷仨也能平安无事。就是一辈子生活在南蛮，我也甘愿了。父母，你放心，爹跟小叔不会有事的。等我身体恢复后，我会想办法让爹跟小叔与我们一家团聚的。好，不着急，眼下呀，你身体要紧。你们快去休息吧，明日还要赶路呢。对，快休息了。随后，众人纷纷选择了个舒适的睡姿，渐渐陷入了睡梦中。见大家都睡下了，宋少卿这才拿起适才麦冬递给他的炭条。宋少卿从自己的里衣边角上撕下了一小块白布条，他握着柴火棍，学着21世纪的写字方式，在白布上缓缓写下：安少卿。宋少卿，你个死鬼，终于回消息了！夏宁激动地丢下手机，迅速凑到瓷盆跟前，整张脸都快贴到瓷盆里了。没看错呢。夏宁连忙拿起瓷盆里的白布条，也就巴掌大小。只见白布上写着3个略显粗糙的大字：安少卿。这一刻，夏宁久久悬着的一颗心总算落地了。没事就好。夏宁立马拿起录音笔，一阵疯狂输出后，就利索地丢进了瓷盆里。他现在是满满的好奇，这几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且事情似乎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不然以宋少卿的出身，他怎么可能用这么破烂的布条给自己传递消息呢？瞧着上面的字，他用指尖抹了抹，这不是草木灰吗？这混得有点惨啊！可眼下他也不知道那边是个什么情况，也不好做什么，只能先等一等宋少卿的解答了。东楚国，漆黑的夜空中，月光倾洒在一片荒郊野岭之处，空地上燃烧着几个柴火堆，火光发出噼啪的声音。宋少卿撑着大榕树站了起来，左手里稳稳地抱着瓷盘，踉踉跄跄地往不远处的山林中走去。抱歉，夏宁，让你跟着担忧了好几日。你猜的没错，我家确实出事了，只是说来话长。几分钟后，听完整个事件起因的夏宁不由皱着一张脸。这也太惨了吧！不过啊，宋少卿真的很聪明，这反应夏宁绝对打100分。换成是他的话，估计那会儿还稀里糊涂的呢。如今看来，也多亏了他把重要的财物都转移了过来，还把瓷盘做了妥善的安置，不然他俩呀，可真要相隔两地了。流放就流放吧，好在一家人命还在，有这些金银珠宝，他们往后的日子也不会过得太差。他拿起录音笔准备回复宋少卿，突然动作一顿，貌似他刚才听到的声音有些不对劲儿啊。这是受伤了？哎呀，这宋少卿也是的，既然受伤了就说呀，这个时候还嘴硬逞什么强啊？夏宁赶忙来到了客厅，找出了自己备用的家庭医药箱，也不知道他伤得怎么样了，严不严重啊？要是伤及内脏，他这点药可不管用啊。夏宁乱七八糟的拿了一大堆药。不管了，先吃着试试看吧。东楚国，就在宋少卿昏昏欲睡之际，突然感觉怀中一沉。他睁开眼一瞧，发现怀中多了不少稀奇古怪的东西。他率先拿起录音笔听了起来，这才知道怀中的这些东西是什么。
宋少卿再次感叹于夏宁的心思细腻。他快速地回了夏宁，再次把录音笔传了过去后，这才开始按照夏宁的说明，分别吃了退烧止痛药，而外伤需要用红药水，就只有等明早让麦冬帮忙了。很快，录音笔又冒了出来。只是外伤吗？那还好，我这边能搞定。现在时间晚了，你还受了伤，就赶紧多休息吧。明早我再给你送物资。就这样啦，晚安。晚安。宋少卿对着漆黑的夜色轻声应道，随即就收起了怀里的东西，缓慢地返回原地。少卿，你感觉如何？娘，你别担心，我好多了。睡了一觉后，感觉身上也有了些力气。宋少卿这话可不是宽慰自家母亲，而是昨晚吃了夏宁送的药，沉沉地睡上一觉后，他今早醒来已经感觉身上退了热，就连疼痛感也减轻了不少。真的？看来昨天麦冬找的草药很有效果呢。苏莲英很是高兴。随后趁着大家吃早饭的空档，宋少卿让麦冬给自己上了药水。二爷看着手中奇特的瓶子，麦冬目露惊诧，别多问，赶紧上药吧。是。动作麻利点，那边的看见了，谁要是耽误了时辰，别怪我不客气，快点。二爷，我背着你吧。暂时不用，我还可以走。少卿，你可别硬撑啊，实在不行我们可以轮着来。对啊，二哥，我身体好着呢，就是背上你一整天都没事。我先走走吧，实在不行你们再背着我。21世纪荣城，早上7点，夏宁就麻溜地起床了。因为心里记挂着宋家人，他睡得也不安稳，脑子里总是不由自主地想着他们一家被流放的悲惨画面。夏宁快速洗漱后，就拿着随身包匆匆出门了。他要去超市大采购了。半个小时后，夏宁拎着满满的2个购物袋回到了家中，他也顾不上休息，直接奔向了厨房。又是一通忙活后，时间已经是早上的9点左右了。那边差不多天亮了吧？夏宁不敢过多耽搁，先给宋少卿写了一张问候的纸条，接着又找了一个小记事本跟一支小笔，一并传送了过去。很快，夏宁收到了一张写着安的小纸条，他顿时了然地笑了笑，时机正好。娘，我好渴。儿啊，娘实在走不动了。大爷，奴家真撑不住了。流放队伍中一片哀声载道，众人脚上的速度也越来越缓慢。宋少卿感到怀中一沉，胸前突然胀鼓鼓的。他见不远处的押差忙着收拾那些倒下的人，没顾上他们这边，他连忙掏出了怀中的水囊。祖母，你们先喝点水吧。啊！宋老太太接着水囊时还有些懵，他们中就麦冬带着一个水囊，但貌似不是眼前这个吧？这哪儿来的？但眼下他也顾不上多问，连忙喝了起来。宋老太太刚喝下一口水，不由瞪圆了眼，糖水。祖母，你再多喝几口。宋老太太感受到孙子眼里的深意，默默的没有说话，又喝了几口。娘，小婶，你们也轮着喝几口。接着，宋少卿又把水囊递给了自家母亲，由他传着分下去。少卿，咦，是甜。等众人分着喝完了水囊里的甜水后，宋少卿把水囊往怀里一塞，还没等众人开口问呢，又见他从怀中拿出了水囊。祖母，你再喝点儿。宋老太太这下也蒙圈了，她不是才刚喝过了吗？这是啥意思啊？可看着孙儿的眼神，她又接过了水囊，却顿时感到手中一沉，她心中大惊，这是刚才的水囊吗？宋老太太错愕地看着手中的水囊，心里感到很难置信。刚刚大家明明已经喝完了水囊里的甜水了呀，怎么一转手这重量反而更沉了呢？宋老太太咽下了心中的惊异，看了眼神色自若的孙子，扯开塞子，正准备往嘴里倒水，然而她的手顿时颤了一下，这是
竟然是米粥的味道。他应该还没有老糊涂吧？这确实是米粥的香味，还有一股浅浅的山药气味，似乎还带着一丝虾子的味道。这也太惊奇了吧！这会儿荒郊野岭的，哪来的山药大虾呢？祖母，快喝吧。啊，好好好。宋老太太忙不迭地应道，缓缓地喝了几口。这粥可真鲜呐，又软烂又浓稠。才喝上了几口，她就感觉自己似乎有了些力气。你们也分着喝几口吧。没事的，娘，我不渴，给孩子们喝吧。喝吧，每个人都喝几口。宋老太太略带深意的把水囊塞到了儿媳妇的手中。苏莲英不好抚了长辈的好意，打算意思意思的喝一口就行了。可水囊里散发出来的香味却让她有点愣了。怎么回事啊？她看了看自家婆母，又瞧了眼小儿子，再次忍住心中的惊疑，默默地喝了几口米粥。而喝了粥的众人是什么反应呢？当然是惊呆了呀。他们都以为喝的会是甜水呢，哪儿知道进入嘴里的竟然是白花花的米粥，而且还是带着虾仁山药的大米粥。虽然只有几口的量，但这一刻他们从未感到这寻常的虾仁山药粥竟是如此的美味。等一行女眷喝完了米粥，宋少卿神色自若地收起了水囊，直接忽视了大家火热的目光。待走上几步之后，众人又见宋少卿掏出了水囊，举止优雅地喝了起来。宋家众人震惊了啊，他们家少卿成仙了？不然他怎么会使用仙人的法术啊？他们喝的甜水跟米粥竟是少卿变出来的，真是神奇呢。你们俩也喝点吧。谢谢二哥。看着二爷拿出来的水囊，他就意识到不对了。作为主子的贴身小厮，说句毫不夸张的话，就是大太太都没有自己了解二爷。他隐约猜到二爷宝贝的那个瓷盘有些不一样，不过他作为主子的小厮，自然不会多说什么。只有主子好了，他才会更好。好香啊，是肉粥的味道。瞎说啥呢？这哪来的肉粥啊？娘，我真的闻到了肉粥的味道。好好好，是肉粥的味道，那你多闻几下啊。这是狗鼻子吗？走在后边的宋家人不由紧紧地闭着嘴巴，默默地与文家队伍隔开了好几步的距离。宋家人看着手里的黑馍馍，表情很是一言难尽。要是早上没喝到那虾仁山药粥，眼下呀，他们肯定拿起来就啃了。可之前他们才喝了美味的米粥，如今再次面对着黑馍馍，竟然有些无从下嘴了。少卿，你……白氏欲言又止，他其实很想问问少卿那个水囊的事儿。我知道你们想问什么，我之前跟你们说过，我因缘巧合下结交了一位海外朋友，这事儿你们都还记得吧？啊，这当然记得呀。二哥，你那位海外朋友送的东西真的好，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还想吃呢。对啊，你那个朋友那么大方，还送礼物给我们，怎么可能忘呢？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啊？其实早上的那些东西，就是我那位海外朋友送来的。什么？怎么可能？这是怎么回事啊？难不成你那位海外的朋友有什么神通之处？没错，他的确有些奇异的本事，他人很好，听说了我们家的事，就特意送来了东西。真的？这么神奇，怎么感觉就跟旧画本子似的？太好了，真的是谢谢他了。那你们……最后还是宋清泽问了出来。他隐晦地看了一眼二哥的肚子，显然大家很好奇东西是怎么来的。这个瓷盘就是我跟他联系的法宝。闻言，众人两眼发光地看向了宋少卿的肚子，准确来说是透过他的衣服看着他怀里的瓷盘。法宝呀，他们宋家真是走运了，竟然有幸能拥有一件法宝。然而还不等给时间让他们震惊消化，就见宋少卿从怀中掏出了几个油纸包，每一个油纸包都有成人拳头大小，隐隐约约间他们似乎闻到了肉香味。这一刻，
宋家众人眼睛都瞪圆了。这瓷盘全赖于少卿自个儿的机遇，咱们谁也不能起什么歪心思。你们记住了，少卿好了，咱们一家子人才能好。娘，你说什么呢？我们可不是那起子人，您老人家就放心吧，我们绝对保守秘密。对，祖母，我们绝不会对外泄露半句。祖母，我也不会说的。祖母、娘，你们放心，这件事谁也不会说出去的。你们心里清楚就好。如今咱们这个处境，要不是少卿有这个机缘，怕是很难撑到南蛮呐。好了，咱们快吃吧，时间不多了，别多问，偷偷吃就是了。我带着银姐儿去草林里佯装小姐，咱们分开吃吧。行，老二媳妇说的对，你们俩小心点儿。是牛肉？没错，是牛肉。娘，这个牛肉饭团好好吃，这牛肉跟你之前让我吃的那个不一样呢，特别的香。成哥倒是个会吃的，这牛肉啊，应该是经过某种调料煎炒过，所以吃起来比较香。好吃你就再多吃点儿。娘，我能吃完一整个饭团。咱们成哥可真厉害。不远处的文家队伍里，文老二目光微凝，一副若有所思地看向了宋家人所在的位置。注视片刻后，他默默地收回了目光。这宋家人藏得真是深啊。这是鞋垫，你们自己换上吧。咱们没有多余的行李，短期内这鞋子是没法换了，只能在里面垫个软垫，这样走起来也能松软一些。宋少卿一边发着东西，一边做着介绍。夏宁给他们准备的虽然都是一些小东西，但不得不说，这些小细节最能体现一个人的细心程度了。等大家换上了鞋垫，宋少卿又拿出了之前的水囊。快喝吧。咦，这是什么？酸酸甜甜的，还特别软滑，似乎有牛奶的味道。这叫坚果酸奶，确实是用牛奶做出来的，里面还有一些杏仁之类的坚果碎末，总之既能助消化，又能补充营养。酸奶真好喝。起来了，起来了，赶紧的，出发了。宋家人抿着嘴巴，整理了一下衣服后，就默默地走入了流放队伍中。少卿，那瓷盘就这么放着，能行吗？就是啊，我也总觉得不安全。要不然还是用布给裹起来吧，揣在怀里，最好时刻不离身。哎呀，我是真的害怕这个包袱啊，一不小心掉到了地上，会摔碎了瓷盘。应该没那么易碎吧？你们别这么紧张，这样反而引人注意。咱们表现得越是稀松平常的样子，这瓷盘才越安全。还有，你们放心吧，这瓷盘即便被人拿走了，他们也无法使用这个瓷盘，貌似只有我才可以。午间休整的那会儿，他跟麦冬在草林里就已经做过实验了。麦冬把一瓶药放在了瓷盘上，可几分钟过去，那瓶药却依然安稳地躺在瓷盘上，一点反应也没有。真的，那真的太好了。这样一来，我们就放心了。半个小时后，天空突然下起了雨。下雨了，快走快走！前面有个破庙，大家赶紧的进庙里躲躲雨。1刻钟后，流放队伍总算躲进了破庙里。宋家人十分自觉地找了一处最里侧的角落，最角落的地方不仅光线昏暗，且也是积灰最严重的地方。其他人都瞧不上，早早的就抢占了稍微干净又宽敞的地方。宋少卿朝着麦冬示意了一眼，后者立马心领神会。主子，我去后边瞧瞧，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用的柴火。麦冬，我跟你一起。好。说着，两人快速朝后院走去，而宋家女眷们扯着庙里的破布，开始打扫晚上要休息的地盘。至于宋少卿，早已精疲力竭了，
直接找了处位置坐着歇歇了。虽然有麦冬跟宋清泽轮流背着他，但他自己也走上了一段路，再加上刚才在雨中小跑，他这会儿的身体状况真经不住折腾了。因此接收物资一事也只好交给了麦冬与清泽。几位官爷辛苦了，瞧你们的衣服都淋湿了，赶紧喝一碗红糖水暖暖身体吧。嘿，我们也没啥好东西，望几位官爷别嫌弃啊。放在这儿吧。好，官爷要是还有什么差遣，尽管吩咐我们就是。我家大儿媳呀，在厨艺上还算拿得出手。你们若是想换换口味，我就让她来伺候你们的3餐。你有心了，有需要会找你的。胡大志略带深意的看了曹达一眼，敷衍的把人打发走了。呸！不愧是个贪官，真是心黑不要脸。这次押送的流放犯，他最看不过眼的就是收刮民脂民膏的曹狗，短短3年就贪没了近10万两银子。瞧那一群娇美的妻妾，就知道曹家的男人日子过得有多滋润了。你跟那种人气什么呀？你也喝吧，别受寒了。这荒郊野岭的，可找不到大夫看病抓药。谢谢老大，我拿去跟其他几个兄弟分一分。这时宋清泽与麦冬一脸喜色的回来了。你们瞧瞧，我们找到了什么？我们有瓦罐可以煮水了，还有几个碗，我们已经仔细清洗干净了。没想到这后院看着破旧，竟还能找到一些可用的东西。听到动静，庙里的众人纷纷看了过去。真是太好了，没想到你们的运气这么好。见状，那10来个零散的流放犯立马丢下了手中的破布，冲向了后院。大伯母、娘，火堆生好了，你们赶紧烤衣服吧。此时已经是晚间的8点左右了，夏宁正舒适地躺在沙发上晃着脚丫子，一边悠哉哉地吃着鸡肉饭团，一边刷着国风类的手工视频。他准备向这些研究古代手工品的大佬们多学习一下，没准到时候可以帮到宋家人呢。叮，熟悉的轻响声。晚好，夏宁，谢谢你为我们准备的吃食，很美味，很好吃，我的家人都很喜欢。现在我们已在破庙里，今晚将会在这里过夜了。我这边正下着大雨，你那里的天气如何？夏宁像是瞬间被电流袭上身，心尖上泛起了一阵酥麻。在这安静的夜色里，听着这缓缓如春风般迷人的声音，简直是直击人心呐。这一刻，他算是深刻体会到什么叫耳朵怀孕的感受了。谢谢你为我准备的伤药，我如今已经好多了，真的多亏了你的相助，让我们在今日行走的路上免受了不少的苦楚。我的家人也让我代他们向你表示感谢。还有前几日我传送过去的那些箱子，你也别光放着，喜欢什么就直接拿，不用与我客气，就是花光了也无所谓，我这边再想办法给你送一些过去。我们之后的餐食还需要你多多受累费心了，你看着挑一些值钱的珠宝去典当换些钱，不能光给我们做好吃的，你也要吃好一些。我这会儿是偷偷出来给你发的录音，差不多也该进去了。拜拜。夏宁忍不住笑出了声，突然觉得他很可爱，怎么办呢？原本听着前面的话还挺感动的，就是那种有人能懂你的付出，且还能回应你的好，让你清楚地感知到自己并不是单一的直线，这种双向回应的感觉真的很让人内心温暖。想着宋少卿那边听录音可能不太方便，他连忙找出了自己的耳机，又跟着写了一张说明纸条，就与录音笔一并传送了过去。饭团既然已经吃好了，那就再送点蛋花汤过去吧。光吃饭团还是有些干，得多补充点营养才行。说着，夏宁就冲进了厨房，手脚麻利地为宋家人打了一锅浓香的蛋花汤。东楚国郊外的破庙，宋少卿刚回到庙里的住处，就感到胸前的衣襟有动静。他暗暗扫了四周一眼，发觉周围的视线暗沉沉的，而庙里的其他人似乎都开始入睡了，根本没人留意他们这边。再加上有金泽用破布遮挡着的木架子，
也隔绝了其余人窥探他们一家人的视线。他放心地掏出了怀里的东西，借着柴火堆的昏暗光线，发现手里是他从未见过的东西。他又拿起纸条瞧了瞧，不禁嘴角微扬。这耳机好呀。你们都还好吧？淋了雨一定要及时的保暖，可别感冒了。听说古代的医药水平十分落后，一场寻常的风寒就能要了命。算了，保险起见，我等会儿还是再给你们冲一包预防感冒的冲剂吧。听到这里，宋少卿心间一软，他感觉自己的一颗心突然被柔柔的温情溢满，整个胸腔中涌现出了一股令人陌生的心悸感，却又让他忍不住沉入其中。总之啊，这是一种十分新奇的感觉，更是他这22年来从未有过的体验。但奇异的是，他一点也不排斥这种感觉。我这边的天气很晴朗，秋高气爽的。我今天在家打了一天的杂，真的是拆包裹拆得我手软。我家的客厅都被我改造成杂货铺了，保证让你们这一路衣食无忧。你之前送过来的那些箱子还堆放在我的房里呢，上次你们送我的那些礼物就已经足够了，用不着动那些箱子里的东西。放心吧，我夏宁吃什么也不会吃亏的。昏暗的夜色中，宋少卿微微笑了笑。夏宁这般性格明明就最容易吃亏，真是傻乎乎的。突然他感到平放着的双腿一沉，原来是瓷盘上多出来2个水囊，难道是夏宁说的感冒冲剂？宋少卿拧开水囊的塞子，放在鼻翼间嗅了嗅，是蛋花汤。他连忙挪动了位置，把水囊交给了自家母亲。赶紧分着喝了吧。苏莲英的手里猛地被塞入了一个水囊，还有些懵，就听到了小儿子的话，心里瞬间闪过了然。小夏这是又给他们送喝的来了。于是一家人躲在昏暗的角落里，偷偷地喝着香浓的蛋花汤。然而宋少卿再次递出来的水囊，让大家刚冒出头的美好画面戛然而止。啊，还有？二哥，我们已经喝饱了。对啊，肚子实在装不下了。要不留着明早再喝吧。这是预防风寒的，每个人都必须喝。预防风寒的？那这个必须喝了。赶紧的，别磨蹭了，喝完就好歇歇了。于是宋家众人轮着又喝完了一整个水囊的感冒冲剂。哎，这是中药吗？应该不是吧，喝着还有股甜滋滋的味道。口感确实有些独特。那这个药汁还挺好喝的。要是所有的汤药都这么好喝的话，那我绝对会爽快的干了。喝完感冒冲剂的宋家众人对水囊里的汤药很是新奇，在他们看来，预防风寒的药都是草药熬出来的药汤，那苦涩的味道完全是难以下咽的程度。但万万没想到，喝进嘴里的药汤跟他们预想中的味道完全不一样，口感还挺好的。这一刻不禁让宋家众人对海的那边产生了浓浓的好奇。海的另一边到底有着一个什么样的国度呢？为什么那边的东西都如此新奇？他们有生之年能否有机会去到那样神奇的地方吗？二哥，你能撑住吗？宋少卿缓缓摇头，没事，我现在还能走。自从服用了夏宁送来的那些伤药，他真的感觉身上好了很多。那就好。相比宋家的悠然，走在前边的文家人此时啊，就如那热锅上的蚂蚁，着急得不得了。文家最年幼的2个孩子竟齐齐发热了，现如今小脸都烧得红彤彤的一片。这可怎么办呢？用湿帕子再捂一捂吧。没用啊，温度越来越烫了。哎呀，我可怜的小孙孙呐！哎呀，不能再等了，再烧下去，2个孩子怕是要没命了。爹，我去求求那些衙差。说着，文家老大就冲出了队伍，朝着赶队的衙差苦苦一番乞求。然而衙差无动于衷不说，甚至还挥起了鞭子抽打着文家老大。这一变故让整个队伍都不由停了下来。大哥，
文老二冲上前挡住了押差的鞭子，赶紧搀扶起了自家兄长。滚回去，继续赶路。押差凶神恶煞地朝着文家兄弟俩挥打着鞭子，手上的动作毫不客气。怎么回事啊？好像是文家有2个孩子发热了，文家想找那些押差求点药，哪知道那个押差呀不耐烦地挥起了鞭子。闻言，宋家女眷们一阵叹气，这流放路上本就受罪，如今孩子还感染了风寒，那就更遭罪了。少卿，昨晚咱们喝的那个汤药还有吗？娘，大嫂，你想给文家送药？白氏此时的心情也很复杂，看着2个孩子受罪，他也于心不忍，可他们宋家的秘密却万万不能泄露啊。唉，我明白你们的顾虑，只是之前少卿昏迷的时候，文家好歹也借过瓦罐给咱们熬药，如今他们家有难，这……闻言，众人一阵沉默。少卿，你看这……没事，我这里还有很多的药。娘，你给文家送过去吧，当是还了之前的人情。倒不是他大大咧咧的没有任何的顾虑与防备，而是眼下的情况容不得多耽搁。当然最主要的是，文家人的品行做派都很好，他与文老爷子虽不在同一个衙署办事，但对他的为人还是有几分了解的。啊，真送了。宋少卿从包袱里掏出了一个小纸包，这是夏宁今早为他们预备的药丸，担心他们今天在路上万一有个什么感冒症状，就好及时的服用，说是退烧效果特别的好。对此，他倒不担心这药丸会泄露什么，除了他谁又认识呢？行，我送过去。文大太太，这是可以退烧的药片，先给2个孩子服用1片，如果还没有退烧的话，再喂1片。杜明真瞳孔微震，退烧药是他想的那样吗？拿着。苏莲英直接把小纸包塞进了对方的手中，就回到了宋家人的身边。杜明真呆愣地看着苏莲英离开，似乎还有些没回过神来。明真，文良，孩子们有救了。怎么回事啊？刚刚宋大太太给我的，说是可以退热的药片。真的？文良一脸惊喜，他不由侧头看了看后侧的宋家人，满眼都是感激之色。他是真的没有想到宋家竟会赠药给他们，这无疑比雪中送炭还要来得珍贵。在这儿呢。那赶紧给孩子们喂药。爹娘，有药了，宋大太太给的。这宋家给的？没想到宋家还有药。嘘，小声点。宋家有药也很正常。听说那位小宋大人从小就药不离身，估计这身上背了些吧。应该是那个小厮带来的吧，我看他来的时候有背着一个包袱，他不是犯人，押差应该不会为难他。唉，宋家人仁义，连府里的下人也如此忠心。唉，可不是吗？经此一遭，可算是看清了身边的人情冷暖呢。谢天谢地，菩萨保佑啊，总算退热了。这一刻，文家众人更是无比的感激宋家的赠药行为，而处在队伍后面的宋家人此时却并不好受。今日也不知道那些押差是如何安排的，竟让马六负责在队伍后面赶队，这让宋家人心里直发苦。走快点儿，磨叽什么呢？快点儿，再麻利点儿！走这么慢，存心拖后腿是不是？王八走的都比你们快！呸！还当你们是皇孙贵族啊？老子可不吃那一套！贱坯子，快点，走快点！你这个老东西，老子说的就是你！你再磨磨蹭蹭的，老子可不客气了！快点儿，你个老不死的！坐在马背上的马六神情悠哉地甩着手中的马鞭，看着前方满身狼狈的宋家人，他的脸上扬起了一抹十分鄙夷的嚣张笑容。
这狗东西！青泽，二哥，这个人实在可恶。放心吧，总有机会，不急之一时。我看祖母已经到了极限，你赶紧去背下祖母。哎，我马上去。趴在麦冬背上的宋少卿，目光深邃地扫了一眼身后的马六，神色不明。果然，午间休息的时候，马六又在事实上为难了宋家。官爷，这数量是不是不对呀？我们家有10个人呢，5个黑馍馍子咋够吃啊？其他家不是也照旧1人1个的定数吗？麦冬忍住心里的怒气，脸上努力地堆起了讨好的笑容。虽然他们现在不缺这点吃食，但明面上总要装装样子呀。官爷，你行行好，再多给几个吧。这都走了大半天的路了，不吃东西怎么行呢？你算个什么东西？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不是，官爷，这点馍馍真不够吃啊！你就滚！你个狗东西！哎呦，不够吃？你配吃吗？你可不在咱们流放犯人的名单里，没把你丢在这荒郊野岭就已经很不错了，竟还嫌干粮给少了。既然嫌少，那就别吃了，给老子滚远点儿！说着，马六再次上脚想要踹对方几脚，哪知道麦冬机灵的滚了一圈，拿着黑馍馍跑开了。呸！臭娘养的！不远处的曹家见此场景，忍不住幸灾乐祸地笑了起来。护国将军府又如何？身份再高贵，现在还不照样低声下气的求人，还比不过他们曹家呢。而文家人则面露忧色，那个马六显然不是个善茬，这才流放几天呀，就开始作践人了。麦冬，你没事吧？那狗东西踢你了？没事，三爷，我反应快，就挨着点皮毛，我那都是装的。走吧，咱们先回吧。回到休息处，麦冬拿出了怀中的5个黑馍馍，一脸愤愤不平地朝着众人说：那狗东西故意苛刻咱们的干粮，我看了，其他家的份额都没变，就我们少了一半。哎呀，算了，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这世道唯有小人最不好招惹。先把黑馍馍用水煮上吧，勉强也能当一碗粗粮糊糊喝。好的，娘。二爷，我瞧那边有些可用的药草，我去采一些回来收着。去吧，小心点儿。可恶！宋清泽正对着柴火堆撒气，心里还是有些意难平。可二哥又让他不要冲动，只能硬生生地憋着气。清泽，扶我去草林边。闻言，宋清泽立马顾不上生气了，连忙搀扶着自家二哥朝着山脚边的草林走去。他知道他家二哥肯定又要拿好吃的出来了，那个狗东西想饿死他们没门儿，他们不仅不会饿死，还会吃得饱饱的，气死他。我靠，这也太可恶了！听完录音，夏宁忍不住也骂起了脏话。不行，我得给大家多准备点好吃的。夏宁先把之前就已经备好的午饭传送了过去，接着就开始琢磨再给宋家做点什么犒劳一下辛苦了一上午的他们。夏宁一时间有些发愁了，空有一屋子的物资，可碍于宋家那边的环境却得不到合理的发挥，他想给他们做一顿丰盛的肉菜都没办法，实在是肉菜的味道太大了，而宋家一直待在押送队伍之中，但凡吃点什么味儿重的，很容易就暴露目标了。算了，还是要多吃肉才行，防守固然重要，但也得先保住命啊。于是夏宁立马下单点了一份外卖，想趁着午间休息的空档赶紧让宋家人吃了，以免下午他们没精力应付那个找茬的押差。我从来都不知道我自己的饭量竟然这么大。别说你了，就是我自个儿也没想到。咱们每天走那么久的路，胃口变大也很正常，不多吃点哪有力气啊？吃得下就多吃点，把这一锅面糊糊分了吧。先别喝了，还有加餐。宋少卿突然出声阻拦，他也没想到啊，夏宁又给大家送来了吃食。
他刚偷偷看了看，竟然全是肉。想到纸条上充满孩子气的话，他心里一阵温暖。他这是在心疼大家受苦了呢呀。啊？什么吃的呀？肉。宋京泽惊喜的双眼直放光，看向自家二哥的目光愈发火热了。宋少谦察觉到包袱的动静，也不敢多耽搁时间，连忙对着家人交代：一人一包，赶紧找个地方吃了。还有，吃完之后，用这个水囊里的水漱漱口。夏宁可说了，这是专门用来清除嘴里异味的漱口水，能保证大家在吃完肉之后，嘴里不会散发出什么气味来。行，我们知道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那曹家不闹着呢吗？听到与自家无关，偷吃回来的宋家众人瞬间松了一口气，他们还以为自家偷吃的行为被人发现了呢。曹家咋了？听说曹家有好几个人都发热了，曹老太太更是烧昏迷了。刚刚曹老二去找衙差求药，但被拒绝了，一家子人也没个人拿主意的，反而在那边相互埋怨争了起来。这家子人也是奇葩。那帮衙差可不是啥善人啊，没点好处岂会白白送药给他们呢？真是可怜了孩子。谁让他们不当回事呢？宋云熙难得发表了下意见。其实这一路走来，沿途都能找到不少的药草，并不是完全无药可医的地步。可惜啊，曹家人只会相互推诿抱怨，根本就不知道想办法。大哥，你说咋办呢？再这么下去，娘的身体可受不住啊！哎呀，实在不行，咱们就只能花钱找那些官差买了。曹大也很无奈，如今他们全部的身家加起来也就300多两，但这笔钱他没打算花在流放路上，而是准备到了南蛮以后，作为他东山再起的本钱。万不得已，他是不愿意动这笔钱的。那能多买几副药吗？天庆跟祥哥也有些发热。一旁的曹天荣听着他爹完全没提及自家，心里很是失望。他父亲的眼里只有大哥一家，好似压根就没有他们一家。好歹姨娘也尽心伺候了他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如今姨娘跟星哥都发着热呢，他却能视而不见，一点旧情也不念。难道嫡庶之别就那么重要吗？这一刻，曹天荣的心里蓦然生出了一股滔天般的愤恨。没过多久，曹家兄弟俩黑着脸回来了。怎么样，买到药了吗？买到了，但只有2颗退烧药丸。什么？只有2颗药丸？那哪儿够啊？先给娘吃1颗，剩余的那颗……哎，大哥，你之前可是答应给我退烧药的，我家还有2个孩子呢。二叔，你家祥哥都5岁了，我家梁哥可才3岁啊，这么小的孩子都烧得说胡话了，你就行行好，让我家梁哥吃吧。弟妹，我家杰哥也还小呀，你瞧瞧，咱们杰哥的症状明显比梁哥严重。再说了，咱们杰哥可是曹家长房长孙，这身份可不一样。你好了，吵什么吵？还嫌不够烦吗？曹大媳妇张氏立马呵斥着2个儿媳妇儿，见二房安安静静的，反倒他们大房的媳妇儿争抢起来了，脸色顿时有些不好看。老二，弟妹，咱们家这么多人受了风寒，这颗退烧药丸给谁吃都会觉得不公平。你看这样行不？这剩下的1颗药，我用水煮化了，给孩子们都喝上几口。具体效果如何，就看各自的造化，听天由命了吧。行，就按大嫂说的办吧。一旁的曹莹莹与曹天荣全程默默无言地看完了整个过程，一句争取的话都没有。果然，药丸煮好的水，张氏只给2房的嫡子嫡孙喝了，甚至曹家兄弟俩都跟着喝了半碗水。即便他们没有发热，就是用来预防，也没有数房的份儿。爹，
我想去山脚下采点药。哼，采药？你分得清那些药草吗？别去瞎折腾了，可别吃错了药耽误了行程。到时候要是柴爷发了火，我可拦不住。可星哥已经等不了了，再不吃药他怕是撑不下去了。爹，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不会耽误上路的，很快就会回来。随你。曹天荣跟自家母亲与妻子匆匆交代了一声，就义无反顾地离开了。看着曹天荣的背影，曹莹莹目光微闪，耳边又听着姨娘汹涌的咳嗽声，她果断地站了起来，跟在曹天荣的身后。你跟着我做什么？我姨娘也发热了。老实说，我压根不认识什么药草，你也别抱有太大希望。没事，你不认识，可有人认识啊，咱们去请教一下不就成了？你是说？没错，就是宋家。行，那走吧。正在看热闹的宋家众人，没想到会迎来曹家人。你们这是？宋大太太好，冒昧打扰了。家里的姨娘跟孩子都受寒发了热，可苦于没有药，所以我们来是想向您请教一下，可否告知下能退烧的药草长什么样子？我们想要去山上采些药草回来。宋大太太安好，我叫曹莹莹，是曹家大房的庶女。我们也是迫于无奈，只好自己想办法了。之前见你家有人认识药草，所以才想着来求一求的。我跟三哥都是家中的庶子庶女，适才我爹去找压差买药了，可就只有2颗退烧药丸，一颗让祖母服用了，另一颗煮成了药水，2房人分着喝了。说到这儿，曹莹莹不由红了眼眶，拿着丝帕抹了抹眼角。没有受寒的人都能分到几口药水，独独我们书房什么都没有，可怜我三哥家的儿子才4岁，躺在那里却无人在意，所以求宋大太太行行好，让我们认识下那可以退烧的药草，这份恩情我跟三哥来日定会相报。哎，使不得使不得，快起来！苏莲英反应快，惊得一把抓住了曹莹莹的手，及时把人拽了起来。曹姑娘，你不用如此，就是一些草药而已，万万担不起你如此的大礼。如今大家都是流放之人，能帮衬的地方我们自然也愿意。谢谢宋老夫人。麦冬啊，你那儿还有新鲜的药草吗？给他们一份，让他们对照着去采吧。还有呢，老夫人，我刚好又采了一些回来。别说，那处山脚边的药草还挺多的。曹三少爷，你拿好，退热就这2株药草，其他小的认识的药草也有限，目前就找到了这2味药。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希望你也别见怪。谢谢，小哥都绿了，能有药喝就已经是帮我大忙了，剩下的就听天由命吧。这个曹天荣倒不像是曹家人，为人还挺实诚的。唉，待猪出好笋吧。那个小姑娘倒是个有心眼的。反正啊，往后别过多接触，保持适当的距离就行。哪里啊，我看他也挺好的呀，还知道为自个儿姨娘找药，至少那也是个有孝心的呀。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谁知道他到底是不是个好的呢？就他刚才的那番做派，我就不太喜欢。娘说的对，娘老放心吧，就曹家人的德行，咱家也不会跟他们过多接触。祖母，娘，你们快跟2哥去吃饭吧，我们都吃好了。啊，对，我跟你们说，那可好吃了，香着呢。今日的午饭，他是真正的吃撑着了。那卤鸡腿可真香呀，卤牛肉的味道更绝。二哥，你一定要帮我谢谢那位小夏哥哥，以后还会再有吗？小夏哥哥，罪过罪过。怎么了？是不是受凉了？
我没事，只是呛了下，别乱喊人。啊，我怎么就乱喊人啦？不是你说你那位朋友叫小夏吗？他既然是二哥你的朋友，那我叫一声小夏哥哥也没问题吧？难不成你的那位朋友年龄很大，我应该称呼一声叔或者爷？宋少卿听得嘴角直抽抽啊，脑海中甚至都想到夏宁拿着鸡毛掸子的画面。我之前有件事没跟大家说清楚，就是我那位海外朋友其实是位姑娘。你刚刚说什么来着？我没听错吧？二哥，你开玩笑呢？啊，所以我该叫小夏姐姐。小夏是个姑娘，多大年纪了呀？麦冬没吱声，却双眼放光地看向了自家主子，心里总算是明白过来了，感情之前送礼的姑娘就是这位海外的夏姑娘呀。好了，你们别咋咋呼呼的。少卿啊，你仔细说说怎么回事啊？之前不方便透露太多，所以……你这孩子，你不说清楚，我们还都以为那位海外朋友是个男的呢。瞧这乌龙闹的。老实说啊，他着实给惊到了，万万没想到自家这个沉闷的小儿子竟然会结交一个姑娘，真是大大的出乎了他的意料啊。就是嘛，二哥，我差点被吓死了。那二哥，夏姐姐多大呀？我们应该叫姐姐吧？你们也没问我性别呀。她叫夏宁，与我同岁，比我小几个月。22，那确实该叫夏姐姐了。夏姐姐可真好，给我们送来了那么多好吃的。二哥，我们有机会见到夏姐姐吗？应该没那个机会吧，她住的地方离我们很远很远，我们根本过不去。啊，那么远吗？苏莲英这会儿的心情很是心塞，一颗心啊就像是被人抛了下来，忽上忽下的。好了，赶紧吃饭吧，没多少时间了。苏莲英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尘，既然没可能，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至于少卿的亲事，还是顺其自然吧。他现在想这些也无济于事，能不能把眼前的困难度过去，还是个问题呢。对，你们赶紧的。白氏也催促起来，这美味的食物还是要趁新鲜才更好吃。还真让你们找到退热药草了。确定这破草能退热吗？就是啊，可别吃坏了肚子。万一这药草真能退热，那咱们之前买的药岂不是都白买了？天荣也是，既然你能找到药草，那就早说呀，咱们也就不用浪费那个钱了。哼，我看他就是没安好心，故意让我们花钱。先别说话了，让他把那药草赶紧熬了，先让吴姨娘他们试试看，如果真的有效的话，那咱们往后也能省上一笔钱了。对，嫂子说的对。还愣着干嘛？赶紧去呀！曹天荣握着拳头，愤怒地看着眼前这些所谓的家人。之前有药丸的时候，他们没一个人想到他们朔方，如今他辛辛苦苦地采了药回来，竟让自己把药分给他们喝，太过分了。哼，是不是很愤怒，很失望？怎么，你现在才看清了，这家人骨子里就自私凉薄，除了他们自身的利益，根本就不会顾及别人的死活，甚至为了利益能够不择手段。咱们这些庶子庶女又算得了什么呢？只不过是他们牺牲的棋子而已。这么一打岔，曹天荣的情绪倒是渐渐平复了下来。听着堂妹满是讥讽的语气，他平静地看了她一眼，然后拿着药草默默地转身离开了。真是个木头，难怪这些年来被二凤压得死死的，都这样了还不知道反抗，这般窝囊性子，活该受欺负。曹莹莹气得直跺脚，她想要脱离曹家，但以她一个人的力量肯定不行。
所以他就想找曹天荣当自己的同盟。毕竟整个曹家也就只有他跟自己的处境相似。出发了，所有人赶紧的，该上路了。这是夏宁给大家的，一人一个，大家都必须贴身放着。啊，二哥，这是啥呀？啊，这个东西好特别啊！是啊，从未见过这样的玩意儿。这是铁吗？感觉不太像呢。就跟一根黑乎乎的铁罐子似的。麦冬更是激动不已，没想到他还有份啊！既是夏姑娘送来的，那肯定是好东西了。他这辈子跟定二爷了，要是能抱上夏姑娘的大腿就更好了。他可有太多的好东西了，眼馋死他了。别乱动！闻声惊得众人的手立马收了回来，均是一副后怕的样子。这玩意儿叫电击棒，是专门用来防身的。别看它跟个笔杆子似的，实则里面装有高压电。瞧见没有？这旁边有个按钮，这就是开关键。只要一按这个开关键，就能把人电晕了。这玩意儿是夏宁特意为他们一家准备的。他知道，肯定是夏宁听自己说了马六为难他们的事，心里为他们担忧，才特意送过来的。啊，电晕？什么是高压电啊？电击棒，这名字可真有意思啊。这个详细说来就比较复杂了。你们可以想想，天上闪现的雷电，只要把这个电击棒出在对方的身上，立马就能把人电晕。就像是被雷电劈晕那样吗？没错，差不多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开关键没事你们别乱按，这玩意儿个头小，也比较容易藏在身上，一旦有什么危险，就能及时拿出来防身了。宋少卿对这个电击棒非常感兴趣，要不是时机不对，他真的很想透彻地研究下。没想到日常天气中的雷电居然也能制作成武器，太不可思议了。这么厉害？你放心，我们铁定收好。对对对，有了这么厉害的防身武器，以后就不怕歹人靠近了。替我们谢谢夏姑娘。这玩意儿怕是不便宜吧？让它破费了。还有一事我忘了说了，之前你们交给我的那些匣子箱子，我都传送给了夏姑娘，咱家往后所需的东西全麻烦她帮着了。真的吗？给她，给小夏好啊。可不是，我宁愿送给小夏，也不愿意便宜了那些狗东西。走快点儿，速度这么慢，干粮都白吃了吗？看到宋家人这么利索，马六顿时不爽了，故意在他们的身后挥舞着马鞭，就想吓吓他们。真他娘的是怪了！中午的干粮我故意少给了一半，这帮人竟然还这么精神，难不成饿的还不够？坐在马背上的马六目光闪烁，也不知道在暗暗琢磨着什么。杜明真不动声色的一点点的靠近苏莲英。宋大太太，我这有几个黑馍馍，你们分着吃了吧。啊，拿着吧。你们午间那会儿，不是被那马六苛刻干粮了吗？你们那么多人，5个馍馍哪里够吃啊？我们家有几个孩子，他们胃口小，分着吃，每顿还能省出3个馍馍来呢。哎呀，不用了，妹子，我们都吃饱了的，你拿回去给孩子们吃吧，可别饿着孩子，这路还长远着呢，孩子们的身体亏不得。没事，1顿2顿亏不着，咱们还要走上1下午的路呢。你们先垫垫肚子吧，我也是担心你们没力气，那个马六会更加为难你们。杜明真听到苏莲英的话，心里很是舒畅，毕竟这几个黑馍馍确实是他们一家子从自己的口粮里省出来的。拿着吧，这是我爹娘的意思，他们的指令我可不敢违背。家里的孩子要是饿了，我再给他们冲点面糊糊就是。午间那会儿，他们不好给宋家送干粮，大家都盯着就太打眼了，而且公爹也不想让其他人知晓他们与宋家之间的往来，以免惹出什么是非来，所以才等着队伍重新出发，大家都在各自赶路的时候再给宋家送过去。妹子，
我们真吃饱了。之前家里的小厮带了一些干粮来，我没跟你客气，我们是真吃饱了的，没诓你，安心吧啊。真的？杜明真倒是没怀疑，毕竟宋家有那个能力，连那么稀有的药片都有，再藏点干粮什么的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千真万确，你们放心吧。那就行。赶紧点儿，天都快要黑了，给我麻利点儿。马六瞧着宋家人凑作一团，相互搀扶着走，就很不顺眼，又拿起马鞭在宋家人的后边催赶了起来。突然，他眼尖的瞧见宋家队伍中有个年轻女子踉跄了几步，跟着脚步就停缓了下来。他瞬间双眼放光，干什么呢？谁让你停下来的？故意耽误大家的行程是不是？这是招打！云溪小心！干什么？干什么？想造反吗？压差的鞭子都敢拦！见打算落空，马六顿时恼羞成怒，他都看准目标了，没想到挥出的鞭子竟然被一个半大的小子给拦住了。看来还是咱们太仁慈了啊！你一个小子竟也敢公然跟咱们官差作对，要是之后人人都像你这样，那咱们这帮官差还怎么带队了？倘若不教训下你，你怕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啊！小泽，好啊，你这是想造反呢？你知道阻碍官差办事是什么罪吗？我看你是胆大包天，是不是想要违抗圣意呀？马六的声音越说越高昂，嘴里的话更是格外的义正言辞，几乎整个队伍的人都听到了。你胡说八道！宋京则没想到这人竟混淆是非，于是他立马抓住了对方的鞭子，想直接把人从马上拽下来，让他摔个跟头受受教训。京泽，宋少卿出声提醒了一声，他们如今的身份本就比较吃亏，要是京泽真让官差摔下马的话，那问题的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闻声，宋京泽立马松开了手，暗狠狠地对着马六哼了一声。差爷刚才的话我们可担不起，如果我家小弟只是下意识挡住了比较危险的鞭子，就是造反的话，那直接甩鞭子想对我们动用私刑的官爷你又算什么？我们虽是罪犯，但该有的罪行与惩罚圣上已经做过审判，连圣上都没有差人对我们动刑，而你只是负责押送犯人的普通差役而已，却能给我们动刑，甚至能直接给我们定上罪名。如此来说，那你岂不是比当今圣上的权力还要大？不知马官爷需不需要我等跪下来向你请罪啊？你马六感觉自己整个人都不好了，然而宋少卿似乎当了真，眼瞧着就要掀袍下跪，坐在马背上的马六顿时心慌不已，额头冒出阵阵冷汗。且慢！胡大志跑了过来，狠狠地瞪了马六一眼，赶忙伸手拦住了掀袍的宋少卿。小宋大人，你这是作甚？马六的话你可别真，他就是个说话不过脑子的人，你别跟他计较。你放心，咱们押差的主要责任就是护送你们到南蛮，可不会越俎代庖，行使大人们的职责。对于宋家人，胡大志也有意卖个好，因此态度上倒没有拿桥摆谱。这事说来也是我管理上的疏忽，你放心，我后边会好好的说一说马六。那就谢过胡队长了，你跟我到前面去。老大！马六顿时不满了，心里极其不痛快。他没想到胡老大对宋家人竟如此和颜悦色，之前也没见他对宋家人有什么优待呀。马六，别让我重复第二遍，你知道我这人的脾气不是很好。胡大志微眯着眼，看着马六的目光充满了审视。这个马六心思还真不少呀。他之所以把马六加进自己的押送队伍中，也是觉得恶人要有恶人磨。闻言，马六不得不憋着气，跟着胡大志来到了队伍前面。马六，我不管你收了谁的好处，又或是打着什么样的主意，最好给我收敛点。
宋家不是你想动就能动的人，知道吗？我这也是为你好，所以你也别给我惹出麻烦来。马六一脸诧异地看向了胡大志，似乎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听清楚了吗？知道了。知道就好，下去吧，队委那边就不用你过去了。闻言，马六心里气得差点绝了过去，这显然是不许自己再靠近宋家人呐！妈的！二弟，你刚才是真打算给那个马六下跪的？我自然是做样子。早在与马六争议的时候，我就留意起了胡大志，我不过是想试一试他的态度罢了。如今这结果倒在我意料之中。我就说嘛，二哥肯定不会。你们饿了吗？要不要吃点东西啊？要！闻言，众人立马异口同声地答道：要不是马六那个狗东西一直紧盯着不放，他们早就加餐了好吗？等着。宋少卿拿起录音笔，借着宽大的袖袍给夏宁发了一段录音，随即就放进怀中的磁盘里。二哥，你方才手里拿着的是什么东西啊？好像有些像午间你给我们的电击棒啊。应该不是。你对着那东西说话，小夏就能听到了吗？啊，这么神奇的吗？那叫录音笔，就是可以把咱们说的话录下来，对方只要按下开关键，就能一成不变地听到我的声音，包括我说的每个字。哇，太神奇了！那玩意儿那么厉害的吗？这也是小夏给你的。我觉得他们那边的国家肯定很强大，这么厉害的玩意儿也能做出来。真想去夏姐姐生活的地方看看呢。你们要是喜欢的话，等我们安顿下来后，我找夏宁帮忙给你们也买一个。真的吗？啊，我们也能有。夏宁生活的地方的确很强大，有着很多我们从未听闻过的稀奇物件。等以后啊，你们慢慢就能见识到了。听宋少卿这么说，宋家众人就更期待了。21世纪荣城，可算是等到消息了。夏宁立马拿起录音笔听了起来，末了他露出了安心的笑容。宋少卿这家伙还挺能忍耐的嘛，这么快就把那个衙差给打发走了。加餐。夏宁立马去往厨房为宋家人准备下午餐点。算了算时间，他们都已经走上了3-4个小时了吧，想想都累人。厨房很多食材都是现成的，他动作麻利，很快就给宋家人打包了一份下午茶。小青，这是什么呀？啊，好可爱啊！我喜欢这个。这像是一种果子，但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般鲜丽的果子啊。这叫草莓，是一种水果，有着很高的营养价值。啊，好甜啊！饱满多汁，还清爽鲜甜。这又是什么？金灿灿的，还怪好看的。下边还有一个小碗呢。这叫蛋挞，是用鸡蛋面粉做的。吃完就把下面的那个锡纸交给我处理，那不是什么小碗，就是用铝箔纸做成的一个底托而已。反正是夏宁那边的一种工业产品。哎呦，那边的人太有巧思了，连名字都取得这么独特。这个好吃，好细滑呀，比蒸蛋可好吃多了。你们快尝尝。嘘，你小点声。这会儿那些人都累晕了，哪还有心思注意别人啊？好了，大家都别说了，赶紧吃吧。还有呢。没想到宋家人这么有能耐啊！曹莹莹低声嘀咕了一句，但她的声音刚好让大家都听到了。你们看着我干嘛？难道不是吗？方才那位官爷好像是押送队伍的领队吧？虽然他不常露面，但我有几次都看到他在吩咐指挥其他的押差，那他应该就是队伍中最大的官了。
可他方才却亲自搀扶起那位小宋大人，而且我见他脸上的表情也很恭敬的样子，这说明了什么？哼，这宋家人真够狡诈的，表面上装得这么可怜，私下竟然买通了押差的领头。你为什么要那么说？宋家之前可帮过我们的，你方才那话不是在给宋家招惹麻烦吗？我不相信你心里不明白。三哥，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方才只不过是说了下自己看到的感受，怎么就跟宋家招惹麻烦了？让曹家认识到宋家的厉害，不好吗？曹天荣深深看了曹莹莹一眼，最终道了一句：“你好自为之。”今晚咱们住驿站，大家都有序的进去，别吵吵闹闹的。一间大通铺可以住10个人，你们自行分配。我先跟夏宁打声招呼，你们都想一想，有没有什么紧缺的物品？借着这次入住驿站的机会，倒是可以让我们正大光明的拿一些东西出来。二哥，你这话是何意？你仔细说说呢？宋清则直接问。大家都知道咱家没行李，但谁也不能确定我们身上是否藏有银钱。再加上麦冬的到来，一切就更有可能了。之前不方便拿出来，那是周遭的环境不允许，总不能凭空就拿出来东西吧。现在有了驿站做遮掩，我们就装作私下找驿卒买来的，如此一来，我们多出来的行李也就过了明路了。对，二哥这主意好。太好了，买回来的物资总算有发挥的机会了。我先给你们准备晚饭，你们仔细想想近期什么物品比较紧缺，我立马就能为你们备来。准备什么食物好呢？火锅是吃不了了。烤肉干锅也不行。夏宁点开了外卖团团，开始搜索起了美食，让他现做肯定是来不及了，只好选择外卖让他们先吃上。好啦，晚餐搞定。夏宁，谢谢你送来的晚膳，太丰盛了，劳你费心了。夏姐姐，谢谢你送来的食物啊！哎呀，你让我说一句嘛，你们别拉我。哎呀，你瞎捣乱什么呀？你快起开！别！是宋家人吧？抱歉夏宁，方才说话的是我二叔家的堂弟堂妹，我没想到他们突然跑到我跟前说话，不过他们是想亲自给你道谢的。你送我们的吃食大家都很喜欢。对了，夏宁，有一件事要麻烦你，你能在箱子里找一些碎银给我吗？我打算等会儿找驿卒打点下，花点银钱，明面上总得做做样子。我记得我屋里的那个木匣子里应该还有些铜钱碎银，当时一并传送了过去，要麻烦你帮忙找一找了，实在是我们的身上都暂无分文。哎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儿给忘了？身上没点钱可不行。于是夏宁开始在卧室里翻箱倒柜的找碎银子，其他的金银珠宝目标太大，流放路上带着也是一种祸患，还是找一些碎银子靠谱些。估计宋少卿也是这么想的吧。塞好了没？白氏催着正在用破布条堵塞门窗的儿子，没办法，桌上的饭菜实在是太馋人了。好了，快来吃饭了。我太喜欢夏姐姐了，给咱们准备了这么多好吃的饭菜，夏姐姐真好。哎呀，别说了，赶紧的抓紧时间吃，别有人来串门撞见了就不好了。2刻钟后，桌子上的碗盘都干干净净，一扫而光。吃完你们赶紧整理下夏宁送来的那些东西，里面好像有驱蚊药水，你们拿出来在屋子里喷一喷，也好去酒屋里的味儿。我去找驿卒买点干粮之类的，再备点热水，大家都借此简单的梳洗下吧。那曹家这是在干嘛呢？宋少卿目光幽深的看着曹家人离去的方向。二爷，要小的跟去看看吗？小心点儿，打探个大意就行了。是，小的知晓。麦冬快速朝着曹家离去的方向追了过去，于是宋少卿只好自己找去了后院的厨房，找驿卒打点下，
让他们备一些热水，又换了一些馒头当干粮，就打道回屋了。然而走到半道，却突然被人挡住了去向。小宋大人好，我叫曹莹莹，冒昧打扰了，我来是有事相求。有何来意？说吧，别浪费我时间。曹莹莹嘴角顿时僵住，这人怎么回事啊？怎么总是不按常理出牌呢？宋少卿可不想浪费时间在这里看人发呆，他直接绕过曹莹莹，径直离开。等等，放手！宋二爷，我是真的迫于无奈才来找你的。方才我爹跟小叔想让我去伺候副领队，他们这简直就是卖女求荣。我也是清白人家的姑娘，岂能做出那般轻贱的事来？那我往后又有何脸面活下去？我是趁着他们不注意，偷偷跑出来的。说到此，他不由微微抬头，似偷偷看了宋少卿一眼，又满脸羞意地垂下头来，声音更低柔了。宋二爷，早在京城时，小女就仰慕你的才学了。然而我出身低微，根本就没有认识的机会。可没想到，如今你我竟沦落到同一个处境，所以，小女心悦于二爷。如你不嫌弃小女蒲柳之姿，出身低微的话，那小女愿意此生多常伴于二爷的身边，尽心尽力的伺候于你。手段不错，可惜选错了目标。宋二爷，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我刚才那番话说的都是真的，如有一句假话，就让我不得好死。宋二爷，我是认真的，你相信我。你什么意思啊？你愿意常伴我身边，还尽心尽力伺候，怎么，你曹家大小姐不当，想要卖身我宋家为奴为婢？可惜啊，我家选用下人的要求比较高，不仅要脑子好使，还要耐打。什么？宋二爷，你误会了，我并没有要卖身的意思啊。曹莹莹暗暗心悸，这男人到底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啊？哦，我的意思是愿意嫁与你。你愿意，我就一定要接受吗？你算个什么玩意儿？我宋少卿可不是渣斗，什么东西都收。就你为奴为婢我还瞧不上呢。我宋少卿即便身体有恙，也轮不到你在这里装模作样。你这般惺惺作态的样子，我看着就恶心。别在我面前自作聪明，你还不够格。记住，别再打我宋家的主意，否则我定让你知道什么叫后悔莫及。不信你可以试试。听到不远处有人走来，宋少卿瞬即收敛起脸上的冷意，神色温和，嘴角噙着淡淡笑意，一如既往那般温润淡雅的贵公子模样。曹莹莹彻底呆住了，看着眼前的男人变幻自如的样子，她浑身忍不住颤了颤。那警告的话语好似还回荡在她的耳边，不停敲打着她的心。蠢货！一想到自己被曹莹莹那种女人肖想惦记，宋少卿整个人都极其的不舒服。回到房间后，见家人还在纷纷好奇讨论着夏宁送来的东西，宋少卿自觉到大通铺的最边上坐下，再次拿出了录音笔，开始委屈巴巴地给夏宁说起了方才的事情。啊，宋少卿这家伙是在卖乖吗？怎么办？好可爱啊！听听这小可怜似的语气，多委屈啊！他仿佛看到了一只乖巧又可怜兮兮的小奶狗，正朝着自己摇晃着小尾巴。不过想到他讲的事情，夏宁又皱起了眉头，忍不住一阵吐槽：切，有没有搞错呀？不是说古代的女人很封建、很保守、很矜持、很害羞的吗？怎么还有人直接找上来说要嫁人呢？我这个21世纪的新女性都做不到好吗？想到宋少卿委屈巴巴地说了那么多，就为了求一身衣服，夏宁又忍不住笑了。
不过这家伙还挺洁癖的嘛，人家姑娘就拉了一下他的衣服，就嫌弃的不行。不过干得漂亮。很快，夏宁就找出了一身衣服传送了过去，接着拿起录音笔询问了起来。宋少卿，我能问一问你身体到底有什么问题吗？我并不是想要打探什么隐私，如果不方便说的话，你可以不用回答。我只是想着我这边的世界医疗水平很先进，也很高超，或许对你们那个时代来说很严重的病情，在我们这里就像普通感冒那么简单，完全能自己买药治疗呢。宋少卿拿到新衣服后，立马就把身上的外衣丢在了地上。二哥，你这是干嘛呢？脏了就扔了。宋少卿拿起了录音笔，坦诚地告知了夏宁自己的身体状况。这次他说得很详细，也没有任何的避讳。21世纪荣城，这次宋少卿倒是讲述得很详细，从他为何早产出生，如何发觉病因，以及他每次发病都会有哪些反应，包括他这些年来的医治历程。总之啊，经过一番讲述后，夏宁得出来的总结就是，常年面色苍白，皮肤湿冷，发病时会大汗、头痛头晕，严重时甚至会颤抖，乃至于昏迷。可他却有些犯迷糊了，这是啥病症啊？感觉这病症平时都没什么反应跟影响，如正常人一样，可一旦发病时又有些凶险，竟还会陷入昏厥，那这就不能马虎了。算了，明天还是找专业医生咨询一下吧。这事毕竟是他主动问起的，他也不想让那边的宋少卿跟着挂心。他连忙拿起录音笔给他发了一条宽慰的录音，且表示他明天找专业的医生咨询。听到夏宁的录音，宋少卿心里倍感温暖，对于他如此上心的举动更是十分感动。估算到夏宁那边的时间已经很晚了，他对着录音笔轻轻道了一声晚安，夏宁。宋少卿刚把录音笔传送过去，打探消息的麦冬就回来了。他凑到主子的身边，低声说着打探到的消息。我知晓了，你也想想有没有什么紧缺的，找静泽记一下，明天才好让夏宁帮我们准备。不用了，二爷，夏小姐送过来的东西已经很好，很周到了。行吧。发生什么事了呀？出什么事了？怎么了这是？没事，继续睡吧。真没事吗？我怎么听着声音有些不对劲呢？对啊，感觉叫得很惨的样子，别出什么事了吧？不用，都睡吧，是曹家人在作妖。真是的，这大晚上的，曹家人也不让人得安宁。好了，快睡吧，睡好了，明天才有精神。这曹家的男人怎么都把枷锁去掉了？对啊，这枷锁还能解开的吗？我以为咱们要一直带到南蛮呢。我看了，就曹家那几个男人去掉了，其他人都还带着呢。没呢，那个曹天荣还带着呢。不用问，肯定是曹家私下买通了押差呗，不然他们敢这么明目张胆啊？应该是了，这也太无耻了。也不知道他们花了多少钱打点，要是银子不多的话，我们也可以试试看。应该要不少钱吧？如果银两不多的话，那岂不是人人给点钱就能取掉枷锁了？要不我去问问看？是不用，我们先看看再说。万一是因为其他的情况呢？你这样冒冒失失的跑去问，惹怒了那帮押差，可就不好了。少卿，你怎么说啊？你们就没发现曹家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有什么不对的？不就是曹家男人取掉了枷锁吗？咦，曹家的人数好像不太对。啊？啥意思啊？少了几个人啊？少了2个。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少的应该是2位女眷。这曹家这是干嘛？家里少了人，他们不知道？我看这里面怕是有什么内情吧。你早知道了。
昨天我去后厨的时候，无意间看到曹大带着人去了前院，麦冬也跟去确认过。所以，咋了？曹家送人了。送人？啥意思啊？哎呦，娘，你打我干嘛？你问那么多干嘛？你管人家做了啥？白氏耳朵微红，他这会儿已经反应过来少卿说的是什么意思了。对，曹家的事儿咱们少沾，他们家少了人，你们瞧瞧，人家都不见着急呢，咱们这些外人关心什么呀？老大媳妇说的对，如今这处境，咱们管好自己就行了，也没那个能耐去管别人家的闲事，记住了吗？知道了，祖母。老大，前面的夹道被堵了。什么？夹道怎么被堵住了？是被石头堵住的，我估计是峭壁上落下来的石头，时日久了没人清理，就把路给堵住了。走，咱们先去瞧瞧。大家也瞧见了，我们的前路被石头堵住了，而眼下我们只有这条路可走，所以这些石头只能靠着我们搬开了。他也不给众人反驳或思考的时间，直接下达了指令。这样吧，女人跟孩子帮着搬小一点的石头，男人们就负责那些块头比较大的石头，大家齐心协力渡过难关，尽快清空道路，也好早点到达晚上的入住点。胡领头，清理道路倒没有问题，毕竟能早点住进驿站，总比露宿野外安全。但是搬运石头不容易，这枷锁是否能暂时取掉啊？否则太影响行动了。行，大牛，给大家开锁。是。于是，一帮押差开始纷纷给大家解开锁链。兄弟们，冲啊！紧接着，峭壁之上、陡坡之中，甚至不远处的草丛之中，瞬间纷纷冲出来一群手拿各种刀具的男人。真是一群大肥羊啊！哟，这么多标准的娘们儿啊，不错不错。老大，这次分我一个娘们儿呗，这天气越来越冷了，晚上总要有个人暖被窝的呀。没问题，每个人都分一个婆娘暖被窝。哦，谢谢老大。放肆！岂有此理！你们这帮土匪真是胆大包天！朝廷的押差队伍，你们也敢劫道？不要命了吗？别跟我提朝廷，老子不吃那一套。要不是朝廷不做人，连续3年加重税收，咱们这些老百姓又岂会吃不饱穿不暖，沦落成土匪流寇？老实告诉你，咱们抢的就是你们这帮朝廷的走狗。怎么样，你们是主动投降，还是要背水一战呢？不妨告诉你们，这方圆10几里荒无人烟，根本就没人能救你们。听到土匪头子的话，胡大志不禁皱起了眉头。没想到啊，这帮土匪竟是良民转变的。休想！尔等庶子，不足为谋。我是官，你是寇，就凭你们也想让咱们投降？我劝你们，还是赶紧回去做梦来的比较快。哼，既然你们不识趣，那就别怪咱们不客气了。兄弟们，给我上！不想死的，就给我一起抵御外敌！大牛、老赵，把多余的刀给其他人。男人们，把女人小孩围在中间。战役就在顷刻间爆发了，两方人员很快就打了起来，场面十分混乱，人喧马嘶。被围在中间的女人们更是吓得失声尖叫。麦冬与宋清泽背对背的靠着，麦冬甩动着铁链子袭击土匪，趁机打开电击棒给对方一下，立马就能让对方的身体颤抖不已，几秒后就晕厥了过去。而宋清泽则挥动着手中的军刀，一刀就能击倒一个。要是对方没彻底趴下，他再用电击棒补上一下，直至对方丧失战斗力。啊！救命啊！曹大兄弟俩完全没有战斗力，
甚至连抵抗的勇气都没有。他们俩完全是被几个衙差推出来的。小兄弟，救命啊！你放开，松手啊！另一边的麦冬也被拉住了，两人又是一番拉扯。被曹家兄弟俩这么一弄，原本背靠着全力应敌的宋清泽与麦冬也不得不被迫分开了。松手啊！再不松手，别怪我不客气了。你松不松？直接反手掏出电击棒，就往曹大的身上用力一戳。大哥，你咋了？曹二刚惊疑地看着倒在地上的兄长，忽然感觉一阵刺痛起来，紧跟着曹二也倒在了地上。大哥饶命啊！等，咱们先别打了行吗？你们不是想要漂亮的娘们吗？啊，我们队里多的是，我们队里还有侯府夫人跟小姐呢，长得哪叫一个好看呢？大哥，要是喜欢的，尽管带走就是啊。除了侯门的，还有官宦家的夫人小姐，女人多的是呀，随便大哥你挑。哟，还有侯府的贵夫人跟小姐，哈哈，老子长这么大还没见过侯府的女人呢。走，带我瞧瞧。大哥，你瞧，那几个就是侯府的女眷，你瞧瞧那身姿，根本看不出生过孩子呀。大哥呀，瞧见那位穿浅青色衣裳的姑娘没？那个呀，可是侯府的大小姐，在京城是出了名的才貌双全。马六把人引到了女眷队伍跟前，直接指向了宋家人所在的位置，甚至还不留余力的跟几个土匪推销着宋家女眷，那眼里呀，简直是装满了恶意。马六，你胡咧咧啥？老太太，我可没胡说。你们宋家的女人个个都是姿容不俗，如今能被这几位大哥瞧上，可是你们家的福气。跟着几位大哥走，至少你们就不用再跟着流放，受那流放路上的苦头，以后更是不用待在南蛮那样的荒凉之地。这么好的机会错过那才叫可惜呢。我呸！这福气我家可受不起，还是你自个儿留着吧。我们宋家可不是贪生怕死之辈，就是流放我们也乐意。狗碎的玩意儿！大哥呀，我说的就是这几个女人了，你们快带走吧，再晚就不好弄了。你确定这几个女人最漂亮？我怎么瞧着她们脏兮兮的？大哥，你相信我，她们这是故意在脸上抹了泥土，就是为了遮掩她们的容貌。大哥，你想想，不然这么多人，为啥就她们几个脏兮兮的呢？我赶了好几天的队了，她们长得如何，我最清楚不过了。是吗？你确定？你要是敢骗老子，我砍了你的狗头！狗子、铁牛，你们去把那几个娘们抓出来。哪知道两人还没挨着对方的衣角，就连续响起2道惨叫声，就见两人浑身一阵抖动，紧跟着就直直地倒在了地上。狗子、铁牛，你们对我兄弟做了什么？快说，不然我杀了你们！你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大哥，小心有诈呀！这个人极其的狡猾，最擅长糊弄人了。退后！说完，他就朝着土匪冲了过去，同时快速打开了手电筒，直接把灯光射向了土匪的眼睛。就在这时，宋少卿直接拿起手电筒，对着土匪的头就是一顿猛砸。夏宁说过，这个手电筒的顶端有特殊的设置，支出来的铁齿能对人体造成一定的伤害，而头则是人身上最薄弱的地方。哎，小心！突然响起了母亲的惊恐声，宋少卿反应极快地侧头躲开了马六挥来的大刀，还不忘把电击棒对着高个子土匪滋了一下，先彻底把这个隐患解决了再说。眼看着马六的第2刀又回了过来，宋少卿顺势一鼓就避开了刀尖。就在宋少卿起身准备全力应对马六之时，就愕然发现他竟然转头把刀挥向了宋家女眷。马六彻底气急败坏，竟拿着大刀朝着几个宋眷女眷一阵乱砍。而徐婉清抱着孩子速度有些慢，眼看着那刀就要落在他的身上了。而千钧一发之际，
宋少卿直接拿手电筒挡住了大刀，马六顿时勃然大怒，一个用力反手推开了宋少卿的阻挡，又以极快的速度砍向宋少卿。宋少卿想要把马六转移到其他的地方，以免伤到自家人。他顺势朝右边躲开，想要继续往陡坡的方向跑，却不料被马六的刀尖划伤了手臂。少卿，二哥，你没事吧？啊，二哥，你流血了。少卿，你伤在哪儿了？我没事，就一点小伤。糟了！紧跟着，他连忙掏出了怀中用布包裹着的瓷盘，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包布，看着完整无损的瓷盘，他总算松了一口气。然而就在这时，他猛地瞧见左手沾着的鲜血竟然一点点地被瓷盘吸收了。这……宋少卿惊讶地看着眼前的画面，同样惊愕的还有宋家众人。他们瞪着眼睛看着这诡异的画面，正当他们想开口询问少卿时，却发生了更加离奇的一幕。少卿，二哥，娘，别慌，肯定没事的。宋老太太到这会儿都还没缓过神来，他家孙子竟然眼睁睁地消失在了他们眼前，真的是眨眼之间就消失不见了。人呢？哪儿去了？哎，黑鲤鱼动了吗？然而还没等他仔细看清楚，突然瓷盆迸发出了一道耀眼的光团，夏宁下意识地退后了好几步，挡住了自己的眼睛。短暂的几秒后，白光又迅速消散，夏宁这才放下了双手，结果却不期然地对上了一双清冽的眼眸。夏宁吓得差点灵魂出了窍呀，下意识地想要后退远离，哪知道太紧张了，绊了下脚，结果扑通的一下，直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可这会儿他完全顾不上摔疼的屁股，只想知道自己的家里怎么会出现其他人呢？这仔细一瞧，夏宁再次傻眼了。男人？他家怎么会有男人呢？这人竟穿着古装，古装啊！而且这男人还格外的年轻俊美，比他看过的任何古装男主还要温润儒雅。最重要的是他的年龄、着装竟莫名的与他那位古代笔友相符合。宋少卿。而正处在无比震惊与蒙圈当中的宋少卿，听到这熟悉的女声，猛地抬头看向了对方，眼中迸发出了从未有过的惊喜。夏宁，是你吗？宋少卿万万没想到会有奇迹发生啊！前一刻他明明还在荒郊野岭之地，正惊讶于自己的瓷盘会吸血的事儿，下一秒就突然出现在了一个极其古怪又陌生的房间内。是我，真的是你啊！你怎么过来的？你真是吓死我了，我还以为家里有歹徒闯进来了呢。你没事吧？抱歉，我不是有意的。他是真没想到啊，有生之年竟然能见到自己的知己笔友。啊，不用，我没事。夏宁见宋少卿想要搀扶自己，连忙摆了摆手，而抬起的手蓦然一顿，他忽然想起，貌似刚才自己还用手拍了拍屁股，这么不雅的动作应该没被他瞧见吧？你怎么了？摔疼了吗？我没事，我只是太惊讶了。您老人家要是想安排咱俩见面，好歹事先给点提醒啊，要么给留点收拾的时间也行啊。这搞突袭什么的也太不道德了。谁第一次线下见网友像他这样邋遢呀？我也很惊讶，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呢。我以为我们只能靠磁盘交流，传送东西。听到他这么说，夏宁也顾不上自己的那点小心思了。哎，到底出什么事了？你是怎么过来的？我用了这么久的磁盘，之前还仔细研究过，竟然都没发现这磁盘还可以传送活人。你是怎么发现的？今早我们出发没多久，就遇上了一帮土匪，他们提前做了埋伏，堵住了我们的路。无奈
我们只好跟他们打了起来。接下来，宋少卿就把来之前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包括他跟马六对打，然后他发现自己的磁盘吸了血的事。你是说，你把手上的血不小心染到磁盘上，然后就冒出来一道光，就来到这儿了？对，就是这样。我甚至都没反应过来，眨眼的瞬间我就换了一个地方。宋少卿现在想起，仍然觉得不可思议。原以为两个世界之间隔着比千重山万重山还要遥远的距离，哪知道在眨眼间就能相见了。哎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啊，我真是……你这是做甚？好好的怎么拍打起自己的头呢？这脑袋是随意能敲打的吗？傻了怎么办？我是想起来，当初怎么没让你滴血试试呢？我还以为我的血滴在磁盆上，就是打开了时空隧道，两个瓷器之间有了联系就算成了。我一直以为时空隧道是由我这边掌控的，毕竟是靠我的血才解开了瓷盆上的阵法，所以就没往你身上想过，更别说让你试一试了。可是我之前也试过的，把整只手都伸进瓷盆了，也没有任何的反应，因此我才认为两个瓷具之间只能传物不能传人。这事也不能怪你，就是我天天用着磁盘也没发现这其中的奥妙，更何况天天碰着磁盘也没见任何的异常，你会那样想也正常。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想来光是一个人滴血还不够，只是让两个瓷器连接上了而已，所以只能传物不能传人。只有当我们俩都给瓷器滴了血，或许才算是真正的打开了时空隧道。其实现在发现也不晚，也算是意外之喜了。要不是因为这场意外，或许我还很难发现这其中隐藏的奥秘。你分析的有道理。哎，你的磁盘呢？给我看看。我过来后就没看见磁盘了。啊？夏宁微讶了一下，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哎，在这儿，你快来看看，是这个吗？宋少卿走到夏宁的身边，瞧着柜面上一上一下合在一起的瓷盆跟瓷盘，一脸讶然。还真是配对的呀，成双成对。不知为何，宋少卿的脑子里突然闪过这4个字。他买回来的瓷盘跟夏宁淘回来的瓷盆是一对的，有这么巧合吗？还是说他跟夏宁之间其实也有着某种缘分？想到此，宋少卿的耳根蓦然泛了红，他不由侧手看向身边的人，目光里满是轻柔。瓷盆底下这个托盘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瓷盘，我最初买回来的时候以为它就是一个盘子，可听了你的讲述后，我就意识到它并非是个盘子，比起瓷盘，它更像是某个瓷具的底托。如今看来，我之前的猜测没有错，他俩就是一对的。这也太神奇了吧！你说他们俩如果原本就是完整的一套，那怎么会流落在2个不同的时空呢？或许是上天刻意的安排吧，想让他们各自寻找有缘人，让这有缘人能够千里姻缘一线牵。或许吧，不管什么原因，能够让人穿越时空就是一件好事。夏宁大咧咧地笑了笑，心里还一阵暗喜。如此一来，他不是也能穿越时空了吗？穿越时空呀，这样的机会可不是人人都能遇到的。想想，别人只能在小说中过过瘾，而他呢，却能亲身体验下穿越时空的感觉，多炫酷呀！他要是能来去自如地穿梭在2个世界之间的话，说不定就能靠着两边的物资倒买倒卖，从此发家致富，走上人生的巅峰呢。沉浸在自己美梦中的夏宁不由翘起了嘴角，嘴角露出了明灿灿的笑容。你说的对。说完，宋少卿上前一步，打算把自己的瓷盘拿起来，哪知道这合在一起的瓷盆跟瓷盘竟然分不开了。见宋少卿拉扯了老半天也没分开瓷盆跟瓷盘，夏宁简直看得心急。我也来试试呢。说着，他直接上手就抓住了瓷盆的两端。然而正当他憋着气打算使出他的洪荒之力时，合在一起的盆盘竟然闪现出了一道极其耀眼的光团。两人迅速转过头避开了白光，但却一致的没有松开手。
而不等夏宁与宋少卿感叹惊讶，就见手中的瓷盆跟瓷盘竟直接脱离了他们的手，缓缓地升到半空中，而瓷盆跟瓷盘仍然契合在一起，立在半空中不停地转动。这是……忽然，在半空之中游动的2条鲤鱼化作了2道金光，分别飞向了处在惊愕之中的夏宁与宋少卿。在2人完全猝不及防之际，瞬间流窜进入了2人的身体里。怎么回事？他低着头仔细瞧着刚才金光消失的胸口，他完全没想到还会有这么离奇的事情发生。红鲤鱼，你快出来呀！咋回事啊？我身体不会有事吧？夏宁，你看。夏宁抬头一瞧，再次傻眼了。怎么回事啊？这瓷盆跟瓷盘怎么还越变越小了呢？照这速度下去，他们的盆盘岂不是要变没了？那没了瓷盆跟瓷盘，宋少卿还怎么回到他所在的时空呢？怎么办啊，宋少卿？这瓷盆和瓷盘不会消失了吧？没事，咱们先别着急，再等等看，或许这瓷盆跟瓷盘另有安排也说不定啊。你先说吧。怎么说呢？我好像隐约间感知到了一些东西。我也一样，应该是咱们得到了一些传承吧，是瓷盆跟瓷盘反馈给我们的一些信息。如果说他之前的想法只是一种猜测的话，那么经过这一系列突变后，他心中就越发肯定，他与夏宁之间必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感觉是这样没错。你瞧瞧你的手呢？闻言，宋少卿爽快地撸起了衣袖，露出了自己的左手。好神奇啊！难怪我之前滴血的时候只瞧见了红鲤鱼摆动尾巴，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现在回想下，当时我的血好像就是被这黑鲤鱼吸收了。看来往后咱们就要绑在一起啦。那岂不是你想回去我也要跟着，等我想回来的时候你也要跟着啦？你这才反应过来吗？不是吧？夏宁傻眼了，这是非要让他走上时空倒卖的路子吗？见夏宁如此，宋少卿不由笑了出来。只有他们俩才能在这时空隧道之中来去自若，且只有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开启时空隧道。这代表的含义还不够明显吗？只有他跟他，不是跟谁谁谁，他们就是命中注定的缘分啊，谁也少不了谁。也许只有当他们在一起了，才算真正的完整。你笑什么？你倒好，穿越时空还附带一个保镖。你可以换个角度想想，你去到东楚国我会陪同，你回到了自己的世界我也全程陪着你，所以你不会吃亏。即使夏宁还没那个意识也没关系，他明白自己是什么心思就好，反正他有的是耐心，连老天爷都在给他们制造机会。夏宁一时被这绕来绕去的关系给弄迷糊了，到底谁陪谁呀？哎呀，不管了，他俩都绑在一起了，无论谁来谁去，反正他们俩都会待在彼此的身边。哟，这就是有随身空间的体验吗？想着被收进瓷盆空间里的白色耳机，他不由在心里默念着。拿出白色耳机。蓦然，床头柜上就出现了一副白色耳机，平放的位置与之前一模一样，就好似从未消失过一般。你也试试看啊。我的瓷盘不能收入其他物品，只能收取你放入瓷盆里的东西。那也不错啦，好歹有个随身空间嘛。你说的对，能有这样的改变真是极好。这几日在流放路上我还一直担心，就怕瓷盘出个什么意外，从而影响到两边世界的连接。如今这般，我倒是放心了。见对方的神情不似作假，似乎真的不在意这点差异，夏宁也暗暗松了一口气，他还是挺在意自己笔友的感受的，
可不想因为这件事让他们彼此有了隔阂。啊，你受伤了！夏宁顿时急了，走上前直接扯起宋少卿的衣袖查看起了伤口。宋少卿甚至都来不及阻拦，他是真觉得这点伤口不算什么，就是挨着刀尖划破了一点外皮，这会儿伤口都没有再流血了，只是瞧着有些吓人而已。哎呀，你说你受伤了怎么也不吱一声呢？这么大个口子都不觉得疼啊？还跟我在这站了这么久。哎，你赶紧坐下吧，我帮你简单清理一下伤口。除了手臂，还有没有哪里受伤了？没有，马六那个人就是个贪生怕死之人，连挥个刀都还要防着我出手，畏手畏脚的，根本没使出什么力。宋少卿立马作答，他可不想让夏宁觉得自己很弱鸡。那就好，你坐着啊，我去拿医药箱。夏宁说着就转身去了客厅，留着宋少卿一人坐在椅子上。他不由打量着眼前的房间。老实说啊，这房间太小了，而且不仅面积小，还极其的拥挤。如果不是那些箱子的话，这屋子岂不是显得更空荡？难道这里的人居住的房子都这样吗？这么小的房子，住在里面难道不会觉得很憋闷？他之前传送箱子时也没有想太多，如今看来啊，是他欠考虑了，反而给夏宁增添了困扰。要不要给他换一套大房子呢？想来只要有钱，应该就能买到更大的房子吧。把袖子撸起来。我瞧你这个伤口有些长啊，怕是要清创缝合了。这个我可不会，我只能先给你做一下清洗消消毒，等一下我带你去附近的诊所，让医生给你缝几针。夏宁一边说着，一边开始为宋少卿的伤口进行清洗。我说真的，你帮我上点药就可以了，而且我来的时候事出突然，估计都吓着他们了，我必须尽快回去，以免押差那边不好交代。啊，对啊，我光顾着高兴激动去了，差点忘了这茬了。不过即便现在要赶着回去，那也要有所准备才行啊。放心，咱们两边的世界不是有时间差吗？所以也不用急在这一时。那些押差即便去陡坡下找你，也需要些时间，我们必须在回去之前做些准备才行。也好，那咱们抓紧时间准备吧，我担心时间长了恐生变故。好啦，你这伤口虽然不是很深，但被刀划得有些长，你不愿意缝合也可以，但是以防万一，还是有必要去诊所打一针破伤风，避免伤口后期发生感染。行。宋少卿见夏宁态度坚定，也不愿反驳他的意思。如果要带你出门的话，你这一身装扮还是得换一换，太显眼了。这样吧，你先想想咱们要准备些什么物资，我先下楼去给你买一套衣服，然后咱们再一起出门，你看行吗？好。啊，那你去客厅坐一下吧，我得换身衣服才能出门。好的。宋少卿微怔了一下，就红着耳垂站了起来，朝着房门走去。夏宁眼尖的瞧见了宋少卿泛红的耳朵，心里顿时乐了。没想到他一个大男人比自己这个女人还害羞呢。换衣服的人又不是他害羞啥呢？看不出一身金贵的宋二爷，内在还是个纯情的小男生呢。那我出门啦。夏宁朝着沙发上的宋少卿打了一声招呼。对了，你饿了没？你面前的茶几上都是些零食，你可以先垫垫肚子。厨房里的都是半成品，等我回来再弄吧。啊，还有这几个架子上的东西都是我为你们准备的物资，你可以先看看再做补充。茶几下面有本子跟笔。好，我知道了，你出门要小心点。原来21世纪大家的住所就是这样吗？宋少卿颇有些好奇地参观了起来，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新奇的目光。即便很多物品都不认识也看不懂，但完全不影响他的兴致与好心情。看到卫生间里的镜面，宋少卿眼眸瞬间明亮，他立马对着镜子整理起自己的仪容。好在脸上没什么脏污的东西，还算整洁。一番整理后，宋少卿脚步轻松地走出了卫生间，挨着参观了一圈厨房卫生间之后，宋少卿坐回了沙发上，
独独卧室没再踏入一步。起初他还能当是不清楚情况，现在他已经知道那个房间是夏宁的闺房，既是闺房，那自然不能随意进入。宋少卿不由看向了房门，虽然他对外面的世界很好奇，但想着夏宁的叮嘱，他老实地坐在沙发上等着夏宁回来。你回来了？啊，你就一直坐在那儿啊？也没有，在屋里随处走了走。这是你的衣服，你需要沐浴吗？我给你说一说怎么操作。那就有劳你了。大致就是这样了，看明白了吗？理解了。那就好。这是新的浴巾，就是用来擦身上的水的。谢谢。那个，衣服袋子里还有我找店员帮你买的贴身衣物，你看了就知道了。好了，你快洗漱吧，我去给你做饭。宋少卿原本也有些不好意思，这还是第一次有姑娘为自己准备贴身之物呢，想想都觉得有些难为情。但见夏宁急忙逃离的背影，他不由眼含笑意，嘴角微扬。看来这姑娘啊，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一点意识，如此甚好。换好了吗？换好了。宋少卿第一次穿现代衣服，全身上下都有些不自在，一时之间啊，竟有种手脚无措的感觉。怎么了？是哪里不对吗？我穿错了？没有，我只是没想到你穿这一身衣服还挺好看的，走出来就跟我们这里的男大学生差不多。是吗？听到夏宁的夸奖，宋少卿暗中欢喜。如此说来，自己的长相在他眼里应该能加分吧？没事吧？这第一次乘坐电梯可能会有些不适应，但多坐几次就习惯了。没事。宋少卿努力镇定地回，实则双脚还有些微微的发软呢。真是太神奇了，要不是走出房门，他还不知道自己竟然待在那么高的半空之中。他们人也能住在那么高的地方吗？那么高的房子是怎么建造出来的？而且从20多层的高楼乘坐电梯，一下子就能从半空中落到地面上了，这跟飞行遁地有何区别啊？那走吧。夏宁也体贴的没有多问，他心里也明白21世纪的一切会给古人带来的震撼有多大，他肯定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跟消化。走出小区大门的瞬间，宋少卿再次被眼前的景象给镇住了，刚刚才消化好的情绪顿时波涛汹涌的又翻滚了起来。宋少卿直愣愣地看着眼前一栋栋耸立半空之中的高楼大厦，街道上熙来攘往的人群，马路上飞快穿梭的各种汽车，红绿灯闪烁，嘟嘟的喇叭声，人声喧沸。这繁华又喧闹的街道场景一幻一真，让宋少卿不由一阵恍惚。这就是21世纪吗？果然名不虚传呐。此刻的宋少卿忍不住地想，什么时候东楚国才能达到如此强大的实力呢？建高楼，修平地，开小车，这里的一切都让他感到非常的好奇，恨不得立马就弄清楚这其中是什么样的构造原理。走这边。好了吗？宋少卿目光低垂，清浅的应了一声，整个人似乎都有些不好意思直视夏宁的目光了，心中感到十分的羞赧。方才夏宁在跟医生说话的时候，他压根儿没太注意听，注意力全在四周的景物之中。他以为治疗无非就是上药或者服用一些药物而已，哪知道啊，夏宁口中的打针完全不是他想象中的那样。那位大夫竟让他脱了裤子，然后朝着他的臀部扎针，真是岂有此理啊！什么时候扎针还要对着屁股治疗啊？真是有伤风化，不堪入目呀！要不是想着这是夏宁安排好的，他怕是立马就勒紧裤子走人了。他堂堂的将军府二爷，朝堂上的从3品官员，竟让他在外面直接脱裤子，简直就是有辱斯文。要是让其他人知晓了，还有何颜面啊？李医生，我还想问一问，就是我这个朋友还有点其他的病症，他是早产儿，出生之后……闻言，李医生微微皱眉。你坐下，我把脉看看。
把完脉象之后，李医生又详细的询问起了几个发病症状细节上的问题。你这个症状啊，应该是低血糖，不过这只是我的初步判断，具体的还得你们去医院做个详细的检查才能判定。低血糖？听到这个结论，夏宁微愣了一下，没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病症。那如果是低血糖的话，平时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呀？10分钟后，两人走出了诊所。我这个病情很严重吗？低血糖，这就是他身上的病症名字吗？没想到这里的大夫简单的把脉，询问几句就能看出自己的病情了，果真厉害呀！低血糖这个病说不严重也严重，具体还要到医院进一步检查，看你属于哪个等级，才来判断你这个病情的程度。其实你也不用担心啦，低血糖是能治好的，在我们这儿并不是什么疑难杂症，也不是无法治愈的重大病症，是可以靠着日常的饮食与药物控制的。只要控制得当，对你的生活甚至寿命都不会产生影响。可惜现在我们不能去医院做详细的检查，没有身份证就挂不了号。身份证就是你们那里说的户籍的意思。但现在时间比较紧，只有下次你跟我回来再想想办法了，看能不能弄出来一个身份证，这样你以后在这儿行走也要方便很多。哎，暂时不说这个了，我们还是先去采购物资吧。没事，我不着急，这么多年都过来了，如今能弄清楚我这是什么病就不算白费。走吧，我们打个车去批发市场。夏宁带着宋少卿站在街边上，直接拦了一辆出租车。上车吧。宋少卿对于在马路上跑来跑去的汽车感到十分的新奇，见夏宁带的乘坐汽车，满脸新奇地跟着夏宁钻进了车后座。坐在车上的那一刻，他突然感觉整个空间十分逼仄沉闷，连脚都伸不开，只能老实地保持坐着的姿势。这小汽车坐起来还没他的马车更舒适宽敞。你想想还有没有什么需要买的？你想的比我周到多了，方才买的那些也足够了。不过还有一样必需品咱们还没买。什么？防身的武器。我忘了告诉你，在咱们这边威力较大的武器普通人压根儿就买不到，只能买一些刀具类的防身工具，还有就是我之前送你们的那些防身小科技。抱歉，那就买一些其他的防身工具吧。在他的计划中，武器是必不可少的物资品，处在那样的环境下，他们只能靠武力镇压，这也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行，那我们再去其他区瞧瞧。还有要买的吗？夏宁嘴上虽然这么问着，但双手就捂着银行卡，一脸肉疼的模样。就这么2个多小时，他们竟然花了将近30万，卡上的金额瞬间缩少了一半啊！没有了。宋少卿肯定地表示，瞧夏宁这心疼花钱的样子，他要是说还有的话，怕是立马就能让他暴躁起来。那好，那我们现在就去仓库吧。瞧着夏宁拿在手里的手机，宋少卿的眼里充满了好奇与求知欲。你感兴趣？这个手机的确是有很多的功能，日常生活中非常的实用。你要是喜欢的话，等晚点我们收完货，我带你去买一个。可以吗？拜托大哥，我手里的钱可都是你的，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别说是一个手机了，你就是想买10个都没问题，跟我还顾虑个啥？不能这么算，那些金子既是我送给你的谢礼，那自然就是你的了。如今你为我们也花费了不少钱，我这心里也很过意不去了。不过听到夏宁最后一句话，他心里还是很开心的。嗨，这钱本来也是你给的呀，花在你们身上也是应该的。再说了，你们送了那么多好东西给我，我现在都不缺钱花了。那你再挑几箱子东西去换钱，换一套宽敞点的房子吧。夏宁瞪眼，这是什么霸总发言啊？真没想到啊，他夏宁这辈子竟还会遇上有男人挥手间就要送自己一套房子的。我也不太清楚你们这边的行情，倘若不够的话，就把所有的箱子都换成钱吧。
你放心，将军府虽然被抄家了，但宋家的家业可不止那些。不用，一个箱子都用不完呢。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现在的房子就挺好的，一个人足够了。房子太大的话，反而显得很空旷。之前送他的那些见面礼，他都消化了好久才接下，如今要把整个房间的箱子都给他，也不怕吓死他呀？行啦，买房的事就别说了，马上就到仓库了，我们还是赶紧收货吧。谢谢啊，慢走。送走了货车师傅们，夏宁迅速地关上了仓库，摸了摸手腕的红鲤鱼，召唤出了隐藏的瓷盆。收！搞定，咱们走吧。辛苦了，喝水吧。你也饿了吧？咱们现在就去夜市。一通采购再到收获，这会儿已经是晚上9点半了。就是之前吃的再饱，也该饿了。你们这边晚上都这般明亮吗？对啊，一晚上基本都会亮着。在咱们这里，晚上也有人上班工作，有些店铺还会通宵营业，就是凌晨饿了也可以去外面吃饭的。真好。你要是想的话，也可以创造一个像这样的国度。闻言，宋少卿怔住了，脸上的神色不禁有些恍惚。由他来创造吗？累死我了。见宋少卿还在整理物资，他不好意思地开口说：宋少卿，你也歇一会儿吧，那些东西不用整理了，等会儿我直接收进瓷盆空间里。还有，你看咱们什么时候过去啊？我也准备准备。之前你说过这边的时间流速要快一些，此时咱们这边已是深夜，东楚国那边应该到傍晚了吧？你歇息吧，咱们也不用急着赶回去。这个时辰他们没找到人的话，肯定也会休息，等天亮了再行动。没事，咱们还是早些回去吧。现在你过来了，我们也不清楚那边是什么情况，以防万一，我们还是早些过去比较好。见宋少卿还想再劝，夏宁抢先说：我只是太久没走这么远的路，坐着歇一会儿就没事了。你也别忙活了，坐着歇歇吧。你确定？我确定以及肯定。好吧。我不会古代的那些发型，就这样行吗？很好看，这身衣服很适合你。真的吗？好看就行，那我准备好了，你呢？我也准备好了。夏宁打开手机的手电筒，随即关上了屋内的电源，瞬间整个屋子漆黑一片，只独留一束光团亮着。手给我。宋少卿心尖一颤，伸出了自己印有黑鲤鱼的左手，缓缓握上了对方温软的小手。这就到了。到了，我就是在这里消失的，确实是这里，没错了。他不由四处打量了起来，发现不远处隐隐约约透着一丝火光，他们应该就在前方，咱们现在过去。什么？他们就在前方？夏宁原本想去拉一拉宋少卿，走远点说话，结果手微微一动，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他们俩的手还牵着呢。夏宁的小脸蓦然一红，好在这会儿天色黑，什么也瞧不见。算了，既然还牵着，那正好再牵一会儿吧。咱们走远点再说话。好。黑夜中，宋少卿也红了红耳垂，只感觉手心里握着一团温软。你跟着我走，小心些。好。这个距离应该安全了。那就好，我们最好拿一些物资出来，充当咱们明面上的家当，好歹装装样子。还有，你怎么跟他们解释我的身份啊？要不我伪装成跟家人走散的关外女，然后在你们的队伍后边找个机会认识一番，之后就跟你们结伴为伍，这样也就能明面上照应你们了。不用担心，我早就想好了。啊？你想好了？怎么说呀？
就说咱俩在很早之前就定下了娃娃亲，如今你不远万里找来了，却不巧我家出了事，于是你就追了过来，正好遇上了在找路的我。什么？娃娃亲？要这么说吗？你觉得合理？毕竟其他人也不是傻子，要不还是说我是你家远房亲戚什么的？只有这样的身份才更加名正言顺啊，如此还能说明你重情重义，信守当年长辈之间的承诺。可倘若按你的说法，反而有些不合理。以宋家如今的处境，谁还会投奔这样的亲戚啊？就是投奔乡下的庄户，也比我们这样的流放犯人好吧？再者，你说你跟家人走散了，巧合下遇上了我，退一步说，即便你救了我，可以我这样的身份，真要发生点什么事，又如何能护得了你？毕竟我们无亲无故的。夏宁微微皱眉，总觉得这样不太好，可仔细想想又说不出哪里不好，甚至被宋少卿这么一说，他反而还觉得很有道理。其实这个理由也最适合你的身份。见夏宁面露犹豫之色，宋少卿不动声色地继续怂恿着。所以啊，与其编造你是走散的富家女，还不如说你是来自海外。毕竟只要是这边的人，很多事情是经不起推敲的，反而世人对海外的世界知之甚少，怎么说还不是由你说了算。好像是这么回事呢。看来啊，还是他想的太简单了。这里是古代，21世纪的那套思维或许并不适用。而宋少卿毕竟是这里土生土长的人，他的思考方式更加适合古代。那好吧，就按你说的那样办。那咱们再把细节润一润，以免到时候穿帮了。行。见状，宋少卿微微勾起了嘴角，眼底一片笑意。于是两人又花了几分钟的时间，又对了一下细节，以此保证两人的说辞一致。好啦，身份的事就这么定了。现在来拿物资吧，我拿一辆人力3轮车出来怎么样？这个车子也没那么起眼，它既可以载人，也可以载物，有了它，流放路上能省很多事呢。可以，反正你的身份来自海外，这路途遥远，总要有个代步工具。世人对于海外充满了各种想象，这3轮车的确有些出众，但如果是从海外而来，那就好说了。只要夏宁没意见，他想做什么他都支持。那就好。听到对方也赞成自己的想法，夏宁瞬间高兴地翻起了物资。好啦，上车吧，我载你过去。天太黑了，这里的路并不平整，咱们还是推着过去吧。宋少卿看了看漆黑的前方，很是不放心让他骑着3轮车过去。其次，他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好让他一个姑娘家载着自己呢？这人力3轮车他明天就开始学起来，以后就由他来骑车载着夏宁。也行。我来推吧，你跟在旁边小心些。宋少卿直接上前抓住了车头。好，走。谁？是我，宋少卿。谁？就在这时，宋少卿推着3轮车走到了夹道口，完完全全地暴露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你没死？押差瞪大眼睛，很是意外。其实大家的心里都觉得宋少卿怕是凶多吉少了。那个陡坡还是有些高度的，虽然不至于直接丧命，但多少也会伤残。没看那个马六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吗？而且在找到他的时候，他的脑袋还流了不少的血，8成是摔下山的时候磕到头了。少卿，少卿，少卿，让一让啊！二哥，二哥，二哥，你没事吧？你真是吓死我了！没找到你人，我还以为你出事了呢。二爷，你回来了呀？你没事就太好了，下次你可别这样吓小的了。二哥，你回来就好。二爷，看着这感人的一幕，站在3轮车后边的夏宁不知为何莫名想笑。忽然听到一道浅笑声，
正在抹眼泪的宋清泽二人顿时僵住了，两人连忙抬头循声看去，怎么回事啊？他家二哥二爷摔下陡坡，竟带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回来了。少卿，少卿，你没事吧？这时，宋家的女眷们也终于越过了人群走了出来，而胡大志一帮押差也紧随其后，他们也想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祖母娘，我没事，让你们担心了。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娘，有位姑娘啊！你说什么？哎呀，你仔细瞧瞧二哥的身后呀！这，娘啊，快瞧瞧，少卿带人回来了，你们别光顾着少卿啊！此刻，不仅是宋家人盯着夏宁，其他人也紧盯着突然冒出来的年轻姑娘，眼里充满了探究与好奇。这荒郊野岭的，竟还能看到一个年轻貌美又衣着整洁靓丽的姑娘家，真是稀奇啊！这位是夏宁姑娘，来自海外。娘，你在20多年前的边关曾为我俩定下了娃娃亲，如今她特意从海外而来，履行当年的承诺。众人惊诧不已啊，纷纷露出了八卦的表情，竟还有这样的事儿啊！别说大家震惊了，就是被问话的当事人苏莲英也很震惊啊！什么玩意儿？他20多年前在边关给小儿子定了一门娃娃亲，他怎么不知道啊？你好，伯母，我叫夏宁。听我母亲说，20多年前因为你救了我母亲的命，所以当时她就许诺，希望我们两家结为姻亲，以此来报答你的恩情。这些年来，我们家发生了一些变故，所以一直不便给你家传送信件。如今我已成年，按照我们那边的习俗，已到了可以结婚的年龄，所以我父母特意让我来履行当年的承诺。哪知道等我跟随从赶到京城的时候，却听闻你们出了事儿，于是我就一路追了过来，但在半路上遭遇了变故，就与一帮随从走散了。好在我运气好，在赶来的路上恰好遇上了宋少卿。伯母，我可总算是见到您了，当年的许诺您没忘吧？苏莲英微愣了下，被夏宁这么说，她的脑子总算反应过来了。记得，我当然记得，我只是太意外了。这些年来你们一直没个消息，我就以为你们家只当是当年的承诺是玩笑话，所以就没当真了。没想到你能来。一旁的宋老太太也极快地理清了缘由，连忙上前拉住了夏宁的手，脸上的表情一片慈爱。你叫夏宁？我当年听老大媳妇提过你母亲的事，没想到你们如此信守承诺，真是辛苦你了，竟然爬山涉水的赶来东楚国。宋奶奶，我不觉得委屈，环境不好，但咱们可以改善嘛。这次我带来了不少的物资，你们不用担心。好好好，咱们家呀，多亏了有你。我也就帮着跑跑腿而已，钱还是宋少卿给的。那也多亏了你帮忙啊。对呀，因为你，咱们可吃到了不少的好东西。夏宁，正式给你介绍下，这是我的祖母，这位是我母亲。宋少卿每介绍一人，夏宁就跟着颔首问好。只是忽然之间，他怎么觉得眼下这个场景那么像男友带女朋友回家见家长呢？夏姐姐，你叫我云溪就好。谢谢你之前送我们的礼物，我很喜欢。好，那我就叫你云溪了。不用谢，你喜欢就好。这次过来，我还为你们准备了不少好东西，等之后再给你们。好。二嫂好。夏宁嘴角微抽啊，这是哪儿来的二货呀？二嫂，你送给我们的那个电棒可真好使，今天我们用那电棒还吓跑了那些土匪，真是太厉害了。今日的剿匪行动真的是多亏了有电击棒呀，不然光是以他们的武力，怕是没那么容易击退那些流寇。我也喜欢夏姐姐。夏儿子，你喊差辈儿了，你应该叫她二婶儿，这样子才对。才不是呢，
她就是夏姐姐。成哥真可爱，你没说错，我就是夏姐姐。夏宁心里直乐呵呀，这小家伙可以呀，有前途。叫夏姐姐多年轻，多好听啊！她跟宋少卿还不是那种关系呢，叫什么二婶儿啊？你们吃晚饭了吗？我带了些熟食。是啊。夏姐姐，我们方才也吃了点黑馍馍，我都没吃饱呢。银姐儿，没事的，小婶儿，既然大家都没吃饱，那就一起再吃点呗。正好我给你们也带了不少好吃的。好啊好啊，还是夏姐姐你最好了。我也要吃，夏姐姐，我想吃鸡腿。成哥儿，要喊对称呼才有鸡腿吃，你该叫的什么？你仔细想想。二婶婶，我想吃鸡腿。娘，我消失后有发生什么事吗？你突然消失，真把我们给惊着了。后来经过大家的一番推测，都觉得你消失不见应该跟小夏有关系，然后于是苏莲英就把后续的事情详细给小儿子说了说。他自知自己没有小儿子的头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所知道的信息都告诉他，剩余的他自然知晓该怎么做。我们这边的情况就这样了，目前那个马六还在昏迷状态中，他摔下山的时候磕到了脑袋，以他的伤势来看，恐怕是命不久矣了。那少卿你呢？去哪儿了？真去海外了？你问那么多干嘛？少卿，你怎么样了？你消失那会儿身上还有伤，现在如何了？祖母，你别担心，我没事的。我之所以消失，的确是被召唤到夏宁那边了。用手机。那边的国家确实很好，繁荣昌盛又国泰民安。我很是好奇，就跟着夏宁去见识了一番，因此就耽搁了一些时辰。夏宁已经带我去看过大夫了，伤口也已经包扎，甚至那边的大夫还看出了我身体自小带有的疾病，并且还有了对症治疗的方法。往后你们再也不用担心我的身体状况了。真的吗？你这个病症真可以治愈？那大夫有说你这是什么病症吗？大夫说我这是低血糖。紧跟着他就为家人讲解了下这病症的一些基本信息，也好让他们安安心。少到病症就好。那你一定要找机会去那边再仔细检查下，那边的大夫真是厉害，这么简单就看出了你的病症。对啊，这下好了，那就是说，这病症只要治疗得当，就不会对你的寿命有碍了。夏宁，谢谢你，真的太谢谢你了，你真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呢。这一刻，他突然觉得这或许就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吧。而夏宁就是那个被老天爷派来拯救少卿、拯救他们宋家的仙女。如今，苏莲英更加笃定，他们家少卿与夏宁有着天注定的缘分。以后你就当我们是一家人，有什么也别外道。好，我知道了。伯母，你们也不用跟我这般客气。小宁啊，你那边的大夫说少卿的病情并不算太严重，那为何这些年来他的身体总是反反复复的发病，甚至还越来越虚弱呀？大夫说了，宋少卿这种情况属于虚不受补，他的身体本就虚弱，但却时常喝一些大补的汤药，而他的身体根本就消化不了那些滋补的药材，所以才会导致他的身体越发虚弱。其实宋少卿这个病症，只要平时注意适当的补充糖分就行了，不用每天都吃药的。原来如此。至于之前说到的娃娃亲，也是为了让夏宁有个光明正大的身份，总不好让她一个姑娘家得了不好的名声吧。这次夏宁也是为了送我回来，才不得已跟着过来的。因为法器的限制，如果没有她的陪同，我也无法回来。所以接下来，她会跟着咱们一起前往南蛮。好孩子，让你受累了。原是我们不对，
倒是你跟着咱们吃苦了。嗨，你们可别这么说，我觉得这样的经历也挺有意思的，对我的工作也有帮助。更何况我还带了不少的物资过来。放心吧，我们都不会吃苦受累的。好啦，我们也别说这些了，还是抓紧时间休息吧。于是接下来，夏宁就指挥着宋少卿3个男性劳动力一阵忙活。等3个简易的帐篷搭好后，夏宁又给女眷们派发了一大包湿巾纸。大家用湿纸巾擦擦脸、擦擦手吧，就当是简单的洗漱了。哎呦，这纸巾可真方便呐！可不是吗？这纸巾明明是湿的，就没有破裂，还有一股清香的味道呢。有了这个湿纸巾，那往后咱们就不用非得用水洗漱了，那也太麻烦了。接着，夏宁又拿出了几条薄毛毯，你们自己分一分，先带孩子们进去睡吧。看着夏宁一系列的操作，别说宋家人看得一脸讶然，就是一直默默打量着宋家的流放众人，也是纷纷惊愕不已。但不得不说，那海外女子果然不同凡响啊！她拿出来的东西也很是别出心裁，几乎都是他们没有见过的东西。醒了，昨晚睡得好吗？他昨晚倒是迟迟难以入睡，一想到旁边的帐篷里住着的夏宁，他的情绪就一直处于雀跃之中。早安，我睡得挺好的。夏宁顿时从美色中回过神来，可如此近距离的直面美色，惹得他的心儿砰砰直跳啊！你站在这儿干嘛呢？我正打算叫醒你，外面的押差已经开始催促了。好，那我去准备早饭，你叫大家进帐篷吃吧。夏姐姐，咱们今早吃什么呀？喏，桌子上的都是。哇，这么多呀，感觉好丰富啊！你这个贪吃嘴啊，赶快吃吧，这么多的吃食也堵不住你的嘴，话真多。宋奶奶、伯母，你们先吃着，我把宋少卿他们的早饭给送过去。2刻钟之后，押送队伍整装待发。宋奶奶，你带着初莹跟成哥坐在车上吧，我载你们。夏宁在一众行李搬上人力3轮车的时候，就已经做了调换，所以别看行李一大堆，其实根本就没什么重量。不行，这人加上车子太重了，你骑起来会很吃力，不如你掌握方向，我们在后面推着走吧，这样也更省力一些。苏莲英不由看了小儿子一眼，瞧瞧啊，这开了窍的儿子就是不一样了。对呀，小宁，你一个姑娘家力气有限，别累着你了，让娘他们坐上去，我们推着走就已经很好了。见众人的态度如此统一坚决，夏宁想想也就同意了。要不是担心会吓着其他人，他都想直接拿出电力3轮车了，手把一拧，车子咻的一下就跑起来了，哪还用得着靠人力推呀？等出了家道后，众人的目光就总是有意无意地看向宋家的3轮车。昨天晚上因为光线的缘故，大家瞧得并不是很真切，如今看着这3轮车似乎没怎么使力，就轻轻松松地载着人往前走，比起那笨重的手推板车可省事多了呀，这代步工具还真不错。瞧着那宋家个个都空着双手，走起路来悠闲十足的样子，不像他们不仅要带着枷锁，还要扛抱着行李包袱，甚至还要背负家里的老幼妇孺。再想到早上从宋家帐篷里散发出来的食物香味儿，众人羡慕的牙痒痒啊。前边那一行人就是文家人。对，瞧着就挺正派的。哎，那你说说，哪一个是你之前提到的曹家大小姐啊？宋少卿表情微僵，没想到啊，他还记得自己之前提过的那个女人，就前面穿着藕粉色衣裳的那个。夏宁清灵灵的眼睛瞬间无声地瞅着他。怎么了？为何这般眼神看着我？哼，男人。见状，宋少卿更是一头雾水了。这是何意啊？哼，之前某人还说他压根就不认识什么曹家大小姐，跟他完全不熟，甚至以前从未见过面说过话，对他全无一丝印象。但我瞧这情况
似乎不一样啊。就让你指一指谁是曹家大小姐，你一眼就能认出她。可见你对人家的印象还挺深刻嘛。不然那么多人，你怎么立马就知道那个穿着藕粉色衣裳的就是她？闻言，宋少卿顿时愣住了，这都是什么跟什么呀？感情就因为他迅速指出了曹莹莹的位置，就是对她有意思了，这什么逻辑啊？他真是被冤枉死了。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得出这么离谱的结论的？我的记忆力自幼就比寻常人强，观察力也比较敏锐。前面队伍有3位女眷穿着藕粉色衣裳，但靠左边那位是妇人发起，而靠右边的那位处在文家队伍里，所以扫一眼就知道靠右前边的那个就是曹家大小姐了。夏宁一片哑然，所以是自己误会她了？我就是这么判断的，还有问题吗？没问题，我就是脑子一时犯抽，跟你开个玩笑啦。夏宁讪讪笑了笑，羞窘的恨不得带着瓷盆来个原地消失。他刚才都说了些什么呀？太蠢了。不对啊，人家留意哪个姑娘关他啥事儿啊？他在这儿哼哼唧唧什么呢？看来他真是脑子犯抽了。你没事也最好别跟曹家人接触，那都是些心术不正之人。放心吧，我知道的。你先歇一歇吧，我来推一会儿。辛苦小宁了。谢谢夏姐姐。有二嫂真好啊。他真觉得自从二嫂本人来了以后，他们家的氛围跟生活水平瞬间拔高了好几个水准。大哥，咱们就这么看着啊？哼，这宋家未免也太过放肆了。我看他们压根是忘了自己是什么身份了，如此招摇过市，这哪还是流放犯人该有的待遇啊？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找胡领头说一说才对。大哥说的没错，当今圣上判咱们流放千里，可不是来享受的。我看啊，就应该收缴了他们的物资。这流放犯人就该有流放犯人的样子。光是咱们去说还不行，人单势弱没什么效果，得多找些人一起抗议才更好。对，有道理。身后偷听的曹莹莹不由露出了一抹讥笑，这俩人怕是想屁事呢。2刻钟后，押送队伍正准备继续赶路，却不料被人阻拦了。等一下，你又闹什么幺蛾子呢？胡领队，曹某有一事不知，还望您能出面给大家解解惑。闻声，坐在马车里正品尝着美酒的胡大志神色不耐地皱起了眉头。对于他私下跟副队之间的勾当交易，他已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毕竟这是他们双方你情我愿的事，反正只要不触碰到他的底线，不影响押送队伍的行程就行。可如今瞧着，这人还真把自己当一回事儿了呀。何事？胡领队，咱们这帮人都是当今圣上判定的罪犯，之所以让咱们流放，也是为了让咱们在流放路上经历一番苦难后能改过自新。这流放的犯人就该有犯人的样子，岂能一路上只知道贪图享乐呢？这哪还有流放犯人该有的规矩？这不是完全无视了圣上的意愿吗？所以呢？胡大志黑沉着脸，说来说去，不就是眼红宋家的好日子吗？胡领队，宋家可是朝廷重犯呐，可你瞧瞧，他们哪有把当今圣上的旨意放在眼里呀？一路上吃吃喝喝笑笑的，哪个流浪犯像他们这样招摇的？我们都觉得宋家太过于放肆了，对其他人也很不公平。既然同是流浪犯，那凭什么他们好吃好喝的，还有代步车可以乘坐？这会不会有失偏颇啊？对，没错。曹大人说的有道理，既然都是流放犯，那就要一视同仁。宋家凭什么搞特殊待遇啊？太不公平了。这样没事吧？不会有事的，放心。胡领队是个有主意的人，不会被人随意摆弄。那就好。听他这么说，夏宁顿时就放心了，反而还兴致勃勃地看起了曹家的热闹。胡老大，我觉得他们说的有些道理，毕竟他们的身份是流放犯，不是什么贵人地主老爷。宋家的做派确实有些放肆了。
要是让有心人传到了圣上的耳里，岂不是咱们这帮兄弟们的管教不当？到时圣上怪责咱们怎么办？你这是在跟我谈规矩了？胡老大，我的意思是说，宋家的行为太过了，面上不好看，以后传出去也不好交代啊。赵青山虽是副领队，但对上胡大志的眼神还是有些发怵的。要知道，能当上押差的领头，可不是谁都能做到的。我就问你，宋家犯了什么规矩？那代步车是属于宋家的，他们吃的喝的是咱们给的吗？赵青山顿时哑口无言。至于宋家为什么取下枷锁，难道你们心里不清楚？昨日对抗土匪的时候，你们可都瞧见了，是宋家人冲在了最前面，也是他们对付土匪的时候最凶猛卖力。我胡大志向来赏罚分明，宋家在对抗土匪这事上有功，我才免去了他们的枷锁。往后在安全保护上，他们也能为咱们押送队伍出一份力。现在你来说说，曹家的枷锁是为何取下的？他们可出过什么力？为押送队伍建过什么功劳？也让大家伙听听，我们押送队伍有什么规矩？赵青山被臊得满脸通红，完全说不出话来。有些事情只能私下议会，哪能摆在明面上来说啊？那他还有何颜面可言？赵青山立马退回了原位，老实的不再吱声了。方才曹大找到他的时候，他就不太赞同。果然，平白的惹来一身骚啊！这曹大也真是多事儿。看来，往后不能再跟他们做交易了，麻烦事真多。你们方才说什么？我有失偏颇。话音刚落，还不等曹家兄弟俩有任何反应，胡大志手中的马鞭就迅速打在了曹大的身上。哎呀！你们算什么东西？敢跟我提规矩，竟还敢揣测圣意，拿圣上的名头来压我，你们配吗？给我打！方才发话的人都通通给我打！是。胡领队，饶命啊！官爷饶命啊！不关我的事啊，都是曹老大他们的主意。对，我们也是被曹家兄弟俩怂恿的。不管这帮人如何求情讨饶，押差们的鞭子还是挥打在他们的身上。你们都给我记住，在我胡大志的队里，那就得遵守我胡大志的规矩。我这人向来赏罚分明，我的职责就是把你们这些犯人送到南蛮，而不是押送名单上的人，也轮不到我管。他们要做什么，那是他们的自由，我也无权干涉。我不管你们私下做什么交易，但只要不影响我们押送任务，我也懒得跟你们计较。至于宋家，我可没给他们任何的优待，人家能有现在的一切，那是人家的本事。你们要是有本事，也可以拿出来，我胡大志一概不插手。可要是没那个本事，那就给我收起你们贪婪的嘴脸。以后谁要是再闹事，耽误了队伍的行程，那就别怪我胡大志心狠了。说完，胡大志眼神冷厉地扫了一圈押送队伍的所有人。这话我就说这一次，都记住了吗？记住了。押送众人不由扬声应答，而曹家人更是一脸凄凄然。好了，准备一下出发。胡大志说完就转身钻进了马车里，继续拿起酒杯悠悠地喝了起来。这酒真够劲儿啊，好喝。没想到啊，他胡大志有生之年还能喝到海外的美酒，这怕是许多京城贵人都品尝不到吧。不得不说，这宋家有运道，连海外的人也能扯上关系。想到眼下的世道，胡大志这心里没由来的有些不安，他忍不住一口闷下了满杯的酒。而马车之外，押送队伍也重新出发了。要不咱们之后的伙食吃差点儿？是啊，还是安全最重要，吃差点也好，省得那些人眼红找事。倒也不用如此，方才胡领头也发过话了，估计那些人暂时也不敢再闹事，咱们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没得为了他们，咱们放着好菜好饭不吃，一直啃着黑馍馍吧。祖母说的对，只要咱们站在理字上，别人就挑不出刺来。你们担心什么？我又不是押送的犯人，这些东西是我带来的，又不属于宋家的家当，他们就算有意见，也没权利处置我的东西啊。再说了，我的东西我想给谁也是我的自由，其他人管不着吧？我待在押送队伍里，又没有影响或是损害到谁，他们无权分配我的东西。我瞧着那位胡领头，人虽然凶了点，但为人还是挺不错的。这倒是，有他镇着那些人呢。宋少谦，你说我要不要给押送队伍表示点什么？我虽没有领取队里的口粮，可也受了押差队伍的庇护，多少还是给人家添了些麻烦。你看着挑一些吧，等天黑大家不注意的时候，我让麦冬送过去。夏姑娘好，小生曹尚文这厢有礼了，冒昧打扰了。这是我家杰哥，他这几日因感染风寒，身体一直不见好，这每日赶路让他病情始终难以得以休养。我这当父亲的也不忍心见他受罪，见你这带来的车子实在是精巧省事，就想冒昧的请求一下，能不能让我家孩儿也坐上车子休养一番啊？你放心，我们不会白做，我会给你报酬当做答谢，最多就叨扰几日，等他身体好点了，我们就不再打扰，还请夏姑娘成全我这一份慈父之心。瞧着眼前这个男人一番搔首弄姿的做派后，他顿时有一种被油到的感觉，太油腻了。虽然表面上端着一副文人书生的模样，可那眼神以及某些小动作却骗不了人呢。夏姑娘，抱歉，我家3轮车的空间比较小，装了行李后就没有多余的地方载人了。还有啊，你家的小孩既然得了风寒，那你更应该让他远离人群才对。更何况我家车上还坐着老人跟小孩呢，要是让他们待在一起，我的家人也被感染了风寒怎么办？你家负责吗？我这也是为了你好，减少不必要的麻烦。还有啊，你的一片慈父之心不应该由我来成全，你自己就能完成。既然你不忍心孩子遭罪，那你可以一路背着他走啊，要不抱在怀里也行。听着对方叭叭不停的一长段话，曹尚文整个脑子都转成了一团麻线了。傻缺，小宁啊，你这张嘴啊可真会说，听得我一愣一愣的。可不是嘛，小嘴一直嘚啵嘚啵的说个不停，我都被绕进去了。而跟在夏宁身边的宋少卿全程保持着安静，一副全权交予他自己处理的姿态。此时的他呀，满眼里都噙着宠溺的笑容，神情柔和地看着他。他就知道像曹尚文那样的男人，夏宁根本瞧不上，一般的凡夫俗子也配不上他。经过这几天的流放日子，如今流放众人似乎也已经逐渐习惯并适应了这种风餐露宿的状态了。押差一喊休息整顿，大家立马就圈地为营，找好自己的地盘。好香啊！这是什么味道？也太香了吧！有肉的味道。这味道够劲儿啊，闻着就有食欲。这宋家又在做什么好吃的呀？太馋人了。我感觉我肚子更饿了，恨不得吞下一头牛。宋家的这海外媳妇儿还真是找对了，给他们带了一车的物资来。哎，真是羡慕死人了！宋家这日子也太幸福了，天天吃香喝辣的。哎呦，还是宋家有口福啊！我从来都没有闻过这么鲜香的味道呢。哎呀，真想看看宋家做了什么好吃的。别看了，肯定没咱们的份。哎，都怪曹家那2兄弟，要不是他们出的馊主意啊，咱们也不会得罪宋家。也不知道之后有没有机会吃到宋家的美食。半个小时之后，夏宁的火锅菜就做好了。宋少卿，我盛上2碗菜，你照旧给押差宇文家送过去。他这个人是个小心眼儿，很记仇的。中午的那场抗议他可记着呢，
那些人不就是眼馋他的物资，嫉妒他们吃得太好吗？行啊，那他就彻底馋死他们，让他们深刻的体会下什么叫看得见吃不着的滋味。老大，这宋家真是大手笔啊，竟然送来这么多好东西啊！他们这也是想贿赂咱们不成？胡大志并未作答，反而是一脸稀罕的拿起了复古打火机，学着方才麦冬示范的样子，唰的一下就点燃了一撮火焰。这玩意儿可真稀奇啊！是啊，从未见过这样的火折子，还有这些东西，好多我都没见过呢，不愧是海外之物。胡大志若有所思地把玩着手中的打火机，脸上的神色忽明忽暗。这个宋二爷是个人物。方才的一番接触，对方虽然没有明确地表示过什么，反而闲聊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但现在细细回想，他才惊觉对方话里的深意啊。不愧是东楚国历来最年轻的状元郎啊，这份心思够深不可测的，要不是他是个老江湖了，恐怕还真反应不过来呢。不过他话里透露出来的讯息倒是值得好好的深思一下了。队伍中的文家人此时也吃得一脸满足。这是什么吃食啊，真好吃。是啊，吃起来特别的开胃，让人忍不住吃了还想吃。比我之前吃的饭菜要辣上许多，可就是这抹辣让菜肴更有味了。午间那会儿的腊肠焖饭也很好吃，我还是第一次吃到那么好吃的腊肠呢。今晚这个菜也很稀奇啊。这些应该都是海外的吃食吧？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海外之人，感觉跟咱们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咱们也是沾了宋家的光，今日享了一回口福，咱们要记恩，可别把人家的好当成是理所当然。做人呢，要惜福，要懂得感恩知足，明白吗？明白了，爹，我这里还有一块双面绣的丝帕，当初也是刚带在身上就遇上了抄家，那些官差见是女人家的东西也没收走。这封丝帕是我用上好的绸缎跟丝线绣制而成，寓意也好。你看，我将这封丝帕送给那位夏姑娘如何？多少也算是咱们一点心意了。这份心意好。明真的绣技当年可是得了余娘子的夸赞，送给夏姑娘一个女眷也很合适，也算是咱家的一点表示了。宋家的营地处，麦冬正在3轮车上挂着露营灯盏，而宋清泽则上手搭建着帐篷。经过昨晚的经验，他已经能自个儿摸索着搭帐篷了。而野餐垫上，宋老太太带着2个小的逗着去，宋少卿则在一旁煮着茶，抬手之间的姿态格外的优雅从容，看得夏宁直愣眼。这画面真是绝美呀，简直就是古言小说的男主照进了现实啊！这一刻他才发现，自己以往塑造的那些古言小说男主，在形象与言语上的表达都太过于薄弱匮乏了，根本还不及宋少卿1/3的风采与金贵。不过以宋少卿的才情与相貌，妥妥就是小说中的大男主啊，比他小说中的古言男主还更有那种感觉。看来还是他的比例不够啊，要不照着宋少卿这个模板写一个男主。喝点茶水解解腻。先给宋奶奶喝吧。祖母晚间没有饮茶的习惯，喝点白水即可。少卿说的对，这人上了年龄，喝多了茶水，晚上就不易入睡了。见状，夏宁接过了茶杯，浅浅的饮了一口，也没品出个所以然来，就觉得喝起来口感挺不错的。算了，她就不是才女那一挂的，还是别装什么文艺女青年了。这茶叶真不错啊，茶味很清香。随即夏宁就见他动作优雅又缓慢地喝着，小小的一杯茶水硬是让他品了好几口。夏宁一头黑线呐，有点尴尬。想到刚才他爽快的一口闷，他不由咂巴了下嘴，怎么喝不是喝呀？这时杜明真带着一男一女2个孩子走了过来。宋老夫人安好，我是特来感谢的，
谢谢你们今日送来的吃食，让我们一家也跟着饱了口福。这是我家小女儿景月，这是我二弟家小儿子清远。这俩孩子之前感受风寒，多亏了你们的帮助，所以我就带着他们俩一起过来向你们道谢。说着，2个孩子就纷纷作揖叩拜。好孩子，快快请起，咱们现在不兴以往那套，有这份心就够了，不用行如此大礼。如今我们身无长物，这是出使之前我绣好的丝帕，想送于夏姑娘当个见面礼，希望你别嫌弃。啊？给我的？对，这封丝帕一直被我收着，从未用过，上面绣着合欢花与并蒂莲，祝愿夏姑娘喜得美满良缘。啊，谢谢啊。夏宁微窘地笑了笑，这祝福的话说的怎么跟催婚似的？天啊，这是双面绣吗？太漂亮了，好精美的手帕呀！你要把这个送给我？对，这丝帕当不得什么，就是我平时打发时间绣一绣。倘若你喜欢，等到了南蛮安定下来后，我再给你多绣几幅。见夏宁欢喜的表情，杜明真心里也高兴。这对同心结是我家弟妹亲手编的，这是他对宋二爷与夏姑娘的一份祝愿，愿二位能喜结同心，百年好合。夏宁顿住了，啥玩意儿啊？怎么送个礼物都能扯上婚事呀？这话让他怎么接？他跟宋少卿哪来的喜结同心，还百年好合啊？本故事纯属虚构呀！宋少卿立即上前接过了同心结，眉眼含笑地表示了谢意。劳你们费心了，你们送的礼物都特别的好，这礼物跟祝福我们一并收下了，谢谢。见状，夏宁保持着礼貌的微笑，有问过他这个当事人吗？不客气，你们喜欢就好。见宋二爷如此郑重的样子，杜明真还颇有些受宠若惊。喜欢，那就好，我们就不打扰了。哎，等等，这是奶糖，当是姐姐给你们的见面礼吧。两孩子愣愣地看着突然被塞到手里的一大个油纸包。收着吧，这奶糖在我这边也不算什么，就是个甜嘴的。那收着吧，快谢谢你们宋二嫂嫂。谢谢宋二嫂嫂。夏宁微微抽动嘴角，这个称呼是过不去了是吧？这文家的家风可真不错呀，为人处事都光明磊落，倒是值得结交来往。是不错。那这个同心结属于你的，咱俩一人一个。你收着呗，给我干啥呀？你说给你干嘛？这是杜夫人指名道姓送与你我二人的。这同心结需要男女双方各佩戴一个，方显诚意。我一个男的如何佩戴2个同心结啊？我就不戴了吧，你应该留着，以后送给自己想要携手一生的姑娘才有意义。宋少卿嘴角微勾，再次把手中的同心结递向了他。夏宁呆呆地瞪着眼，脑子有些转不动了，只剩下他一颗心扑通扑通地跳跃着。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在照做啊。闻言，夏宁顿时心口发紧，感觉自己的心跳越来越快，似乎下一秒就会跳出来。你方才的意思我明白了，所以我正在努力地实现愿望。我是说让你以后送到喜欢的姑娘再送给我吗？宋少卿直接上前一步，亲手把同心结认真地系在了他的腰背上。想要相伴一生的人，我现在已经找到了。你呢？这是不是太快了点？我们认识也没多久啊。我一旦认定一个人，
就不会改变。而且我相信我们之间的缘分。在过去的22年里，我从未动过任何心思，直到遇见了你，夏宁。现在我很清楚，也很确信自己的心意。我知道你会觉得有些突然，我也没想让你立马给出答复。你可以好好想一想。我只是觉得今日收到的这份祝福很好，很希望它能成真。原本他也没打算现在就跟夏宁捅破的，只是文家送来的礼物简直是送到他心坎上了。如此美好的祝愿，他突然有些迫不及待的想要让它变成真的。夏宁闷声应着，这表白确实太突然了，简直让他措手不及。他这心里啊，都还没有做好准备呢。帐篷已经搭好了，早些休息吧。好，晚安。怎么还不出发呀？怎么回事？这是又出什么事儿了？瞧着好像出了点状况，那些押差都聚在了一起。哎，那辆马车上载的好像是马六吧？就之前摔下陡坡的那个押差。哼，摔下去也是他活该。嘘，小点声啊！不是说他伤得很重，已经无药可救了吗？这是发病了？谁知道啊，万一是人家醒了呢？少卿，要是那个马六醒过来怎么办啊？小沈，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咱们先别自乱了阵脚，如今瞧那胡领头的态度，也不会一昧偏向那个马六。娘说的对，何况那个马六犯罪在先。很快，押送队伍重新启程了，押差那边也没瞧见任何的异样，所以众人一时之间也不知道那个马六到底如何了。而经过2天的摸索，再加上昨天夏宁手把手的教导，今日宋清泽成功的登起了3轮车。哇！好黑！自然也引得其余人纷纷侧目，面露惊诧。原来这3轮车还能跑动起来呀！之前宋家一直是推着前进的，以至于大家都以为3轮车就是推动的车子，万万没想到他还能这样使，真是惊哉呀！午间，押送队伍在一处村庄停了下来。老婆子，你跟老大媳妇儿去找那些村民添一些生活物资，如果有棉絮粗布，最好买一些。咱家也该添置一些冬衣了。我看呢，这天气就要冷下来了，咱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老头子说的对，村里人家家户户都有干菜、腌菜什么的，我们也可以备一点啊。我们还得买点针线、鞋垫之类的。那咱们赶紧去吧，时间有限。好。老大，买肉。爹，我也想吃肉。祖父，吃肉肉，吃肉肉。最后，曹大拿出了一些钱，交给了2个儿媳妇儿，交代他们去村民那里采买一些吃食回来。没有新鲜的肉食，就是风干的老腊肉也行啊。对于众人向村民采买的事，宋家的态度当然是非常的乐见其成，甚至巴不得他们能多买一些东西。咱们今天吃点不一样的，吃红烧方便面吧，加点午餐肉和贡菜干，这个做起来就比较省事。夏宁今天不想做饭，实在是没有多余的精力了。昨天他还能兴致高涨，满怀欣喜地感受着古代的流放之旅，可今日一个上午走下来，他这会儿就直接瘫着了，太累了呀。得想想办法，尽快把代步的交通工具安排上才行，就是乘坐马车也行啊。好点了吗？没事儿，就是腿有些酸软，歇一歇就好了。要不我帮你按按小腿上的穴位吧，可以舒缓腿上的酸软。你还会按摩呀？你忘了，我自小身体有恙，常年跟各种药理方子打交道，多少都有些久病成医了。我也看过不少的医书，对人体穴位自是熟悉的。好吧，那麻烦你了。别说，按着还挺舒服的，真没看出来，这家伙还有这样的手艺，真不错。
可以加10分。宋老太太见此场景，不由笑了笑，转身带着2个孩子坐在他们对面的野餐垫子上，多少可以帮他们遮挡下视线。毕竟2人还没成婚呢，在外的举动还是要注意一些的。奶奶，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找村民买的呀？我这有银子呢。经过这2日的相处，他发觉宋家人都极其好相处，每个人的脾性虽有不同，但性子都很好的。而且大家对自己都很友善随和，对他这个突然出现的人接纳度也很高，甚至还处处迁就着他的喜好习惯。不用了，你备了那么多的生活物资，足够我们用了。夏宁还是掏出了一些零碎的银子，放在了小桌子上。那你们身上也还是备点银子吧，之后有什么想买的东西就能直接买。行，那我收着了，等会儿给他们每个人分1份儿。宋老太太也不跟他客气，坦然地接受了，反正都是一家人嘛。等泡面端上桌后，腿部按摩也差不多了，夏宁顿时感觉腿上的疲软感减轻了很多。谢谢你啊，宋少卿，我感觉好多了。不用跟我这边客气，等晚间休息的时候我再给你按一按，就会轻松很多。好。打听的怎么样了？我找押差打听到了，马六今儿早确实苏醒了，但因为伤到了脑袋，导致他开口说话很吃力，半天才能蹦出1个字来。那些押差根本没那个耐心听他慢慢吐字儿，所以目前还没人知道那天发生的事情。而且马六在押差队里跟其他人的关系并不好，到现在没人在旁边照料他，就定点送一些吃的给他。行，知道了。你准备怎么做？就由着他逐渐恢复吗？那个马六不足为惧，不用多虑，他有没有说话的机会还未必呢。你心里有数就行。还好吗？宋少卿一直跟在夏宁的身边，见他走的吃力，也是一脸的担忧。你还是上车坐着吧。不用了，金泽载着他们就够了，3轮车跟那些物资加起来也不轻的。你别逞强。这一刻他有些暗恼自己的身体不争气了，要不是他身上有伤，现在还能背着他走呢。我没逞强，只是刚开始还有些不适应而已。那这样吧，我拉着你的衣袖，你带着我，我有个支撑点也能省省力。还伸出手想去拉他宽大的衣袖，哪知道却被他一手握住。我牵着你。夏宁慢活了2步，直接被他拉着走。他瞧着2人相牵的手，感觉十分惊奇啊，这就牵上手了？那他们之间发展的进度还真是有效率啊。那他还考虑啥呀？然而目光一转，却蓦然瞧见他发红的耳垂。呵，原来他也会害羞啊。有了粉色气泡的加持，漫长的路程似乎也感受到了一阵阵的甜意。感觉一下就降温了呢。是啊，周围的空气都冷了不少了。这才秋末吧，怎么一下就变得这么冷了，就跟冬天似的。可能这边的气候跟京城不太一样吧。放心吧，我备了一些保暖用品，不会挨冻受冷的。不过他备的好像都是一些保暖神器，倒没有准备适合他们穿的冬款古装。没事，沿途要是遇上了小镇或市集，可以让麦冬去采办过冬衣物。你们俩是自由身，不用受押送队伍的管束，倒是可以随意走动。也行。好啦，咱们吃饭吧，我这肚子都饿了。今天外面天气有些凉，咱们就吃点热乎乎的食物吧。简单吃点就行，走了一天，大家也都累了，吃完泡个热水澡，就早点休息。苏莲英提议，也是不想劳累夏宁。其实他们完全可以出钱住几间好点的厢房，但考虑到陌生地方安全问题以及夏宁身上的秘密，他们还是决定一起住大通铺比较好。那行，我看看都有些什么。随后夏宁就不停地从瓷盆空间里掏着各种小吃，烧鸡、酱香饼、生煎包、肉夹馍、关东煮、酸辣粉、炸酱面、双拼披萨、珍珠奶茶、
热牛奶等，足足摆满了一张桌子。这些都是我那边夜市上的美食，咱们今晚就小吃杂烩了。哇，好多好吃的！哇，好香啊！门窗都关好了吧？放心，在二嫂拿食物的时候我就关好了，门缝都塞上了破布。那就好。大家快趁热吃吧。有了之前偷吃的经验，如今宋家人对这一系列的操作早就轻车熟路了。半个小时，满桌子的各色小吃都被众人解决得一干二净。哥，你是猪吗？怎么吃了那么多呀？我一个男子汉，当然要比你一个小屁孩吃得多呀。何况我骑了大半天的三轮车，费了不少力气，自然要多吃点才有力气啊。哼，你算什么男子汉？不过是比我稍微大一点点的大屁孩。哎呀，我想回家洗个澡。现在吗？对啊，反正咱们来回也方便，我还是习惯使用我家的卫生间。前2天住在野外也不方便，现在单独一个房间，别人又不知道咱俩在不在。行，我跟祖母他们说一声。宋少卿心里本就对夏宁有些愧意，让他穿越过来跟着流放受苦，如今对他的这个小心愿，宋少卿自然是无条件的满足他。好。什么？你们现在要走？都这么晚了，你们怎么走？什么时候回来呀？这一来一回的，来得及吗？可能是自小喝了不少黑芝麻糊吧。再者就是每晚入睡前，麦冬会用牛角梳为我顺发，待梳上一盏茶的时辰方能罢了。夏宁嘴角一顿，好吧，是他打扰了，梳1分钟的头发他都嫌累了，更别说15分钟了。古代贵族就是会享受啊。哦，难怪养护的这么好。10多分钟后，总算将他一袭长发吹干透了。好啦，我去洗澡了，你自己随意吧。客厅里的宋少卿看见茶几上摆放着类似书籍的书本，于是他随手拿起了一本看了起来。然而啊，当他看着书纸上一桌极其裸露又大胆的女人图片，猛地一下合上了书本。成何体统啊！夏宁家里怎么会有如此伤风败俗的书本？她一个姑娘家看这些书籍干嘛？宋少卿立马把书本搁得远远的，不愿多看一眼。你在干什么呢？我在玩俄罗斯方块。哟，你都会玩俄罗斯方块啦？可以啊。他快速走过去，坐在他的身边，小脑袋往他跟前凑了凑。嘿，玩得不错嘛。这学霸的脑子就是不一样啊，自学也能成才。你也洗头了？对啊，下次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洗头呢，索性今晚就一起洗了。那我帮你吹干头发吧，你说怎么弄？好啊，这吹风机很简单的，推动一下这个开关键就行。如此被人小心翼翼地对待着，夏宁的心尖蓦然发软，心里头不禁流淌出了一丝丝的甜意。好了。谢谢。宁宁，这是何书啊？你怎么会看这类书籍？刚刚的那声宁宁喊得他心间仿佛穿过一阵电流，酥酥麻麻的。宁宁？怎么了？夏宁忍住乱窜的心跳，他以前怎么没发现宁宁这个称呼如此动人好听呢？我是问你啊，这是什么书啊？你怎么会看这类书籍？这也不是什么专业书籍，我们称之为杂志，就是刊登一些时尚衣物、首饰之类的照片。这杂志有什么问题吗？放心吧，祖母，我们很快就会回来，不会被任何人发现的。啊，行，那你们小心点啊。走吧。娘，小宁真不是仙女吗？是啊，如果小宁不是仙女的话，怎会有如此大的本领啊？方才那一幕
真的就跟画本上讲的法术一个样。他家小儿子这辈子也不知道撞上什么大运了，竟然能认识仙女般的人。对呀，突然之间就仙光大显，咻的一下人就不见了。所以小宁是把少卿带回仙界了。哎呀，好了，你们俩也别胡猜了。如今想来，小宁那孩子并不是孙儿口中所说的海外之人吧？就方才录的那一手，其实普通之人能做到的。知道了，娘。啊，还是家里好啊。宋少卿沉默，这话他可不好接呀。虽然他私心里希望夏宁能一直陪在自己的身边，但他也会尊重他的想法及感受的。你要不要也洗个澡？我先看一下手机上的消息。行。架子上有你的衣服，你自己拿啊。好，我知道了。这么快就洗好了？你快去吧。不急，你赶紧过来坐着。这么晚洗头，必须要把头发吹干才行。夏宁立马起身去到抽屉柜里拿出个吹风机，又拿了一把木梳。你坐着别动，我给你吹干头发。闻言，宋少卿将双手放在双膝之上，身板端端正正地坐着，一副任人宰割的乖顺模样。突然的电动声响起，惊得宋少卿身体一抖，他一脸无措地转头瞧了瞧，只见夏宁拿着吹风机对着他的头发吹着。你这头发养得可真好，又黑顺又浓密。宋少卿蓦然一阵头皮发麻呀，他清晰地感受到夏宁的指尖在自己头发之间穿梭，偶尔夏宁的指尖还触摸着他的头，这让他不禁绷紧了身体。这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女人这般随意地摸着自己的头，也是第一次有女人为自己吹头发，这体验倒是十分新奇啊。杂志为何上面的图片？见他神色不自在的样子，夏宁就更好奇了，直接拿起他指的那本杂志翻阅了起来。这一看啊，他瞬间就明白了宋少卿在别扭什么了。你是说这些照片吗？这个叫比基尼，是专门在游泳的时候穿的泳衣。泳衣？游泳也不至于，着实有些暴露了。很暴露吗？还好吧，我们这里很多女人游泳的时候都会这么穿的，还会拍了照片在朋友圈里晒美照呢。宋少卿惊愕，真是世风日下呀。宋少卿突然发现，这21世纪有着很多稀奇的好东西，但有些方面却让人很难理解。你管别人干什么？反正我还没穿过。闻言，宋少卿顿时心口一松，别怪他性子霸道，他私心里啊，的确不愿意让其他人看见夏宁穿着泳衣的样子，那他会吃醋的，当然他除外。你这意思是你也想穿着这样去游泳？我的意思是我没有这样。好了，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快回去吧。这家伙呀，可是个古代出生的老古董，他跟他纠结这些干嘛呀？要是闹起了小性子，还得他来糊。算了，先糊弄过去再说。二哥二嫂，这大晚上的你们这么神出鬼没，真是吓死我了。大惊小怪的，都快休息吧。很晚了，快睡吧。被盖住了被子的宋京泽很是无语，他还没说完呢。谁？是我。一日，卯时5刻。擦点护手霜吧，今天外面风大，空气会有些干燥。夏宁拿出好几个护手霜放在桌子上，示意众人擦擦手。至于护肤品，他之前就给每个人都发了2瓶日夜护肤霜。这个擦手的好细滑呀，擦完后这手都变柔滑了呢。这擦手霜真不错呀。二爷，马六死了！众人惊默，怎么回事？
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突然就死了？是出了什么事吗？具体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只是方才我去后院倒水的时候啊，听到2个押差在议论，说是昨夜忽然就突发急症去了。啊？这么突然？死了才好呢。哼，他那种人留着也是祸害。你少说点吧，人都死了。这都是他的命数，怪不得人。就是，如今一来，咱们就能彻底安心了。好了，大清早的，不说这些晦气的事儿了，都收拾好了吗？差不多要出发了。你就没什么说的？有什么好说的？死了就死了吧，与我们又有何干？宋少卿微垂着目光，缓缓合上了茶盖，语气充满着轻描淡写。也是哈。夏宁讪讪一笑，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说了什么傻话呀。那个马六又不是什么好人，死了就死了呗，难道还要为他追悼一番不成？附近有小镇。夏宁满眼亮光，他来古代好几天了，看到的景象只是荒郊野岭，还没见识过古代城镇的面貌呢。宋少卿，我想去镇上看看。好，你先稍等会儿，我来安排。等会儿有几个押差进镇采办物资，你们也别说我胡大志狠心了，现在给你们一个采买的机会，你们每家可以派1个人跟着到镇上采买，也可以把银子交给几位押差，让他们代为采买，仅此一次。以后你们就别指望我再给你们什么优待了。谢谢胡领队。胡领队真是好人啊。闻言，流放众人十分欣喜。原本他们还在为无缘到镇上采买物资而感到失落呢，没想到惊喜来得这么快。方才他们都瞧见了，肯定是那位宋二爷对胡领队说了什么，才让对方给了他们这样的机会。看来这位宋二爷的面子还真是大呀，说的话如此管用。为什么宋家能去3个人呢？你没听清楚胡领队说的吗？流放队伍每家可以派1个代表，宋少卿就是宋家的代表啊。至于我跟麦冬，虽说我们一直跟着押送队伍，但我们可不是流放犯人。这位大叔，看你年纪也不大，怎么记性如此差呀？理解能力也很有问题。那现在你听明白了吗？我们可没有违反规定，您老人家还有什么问题吗？你……夏宁嘚瑟地对着曹老大的背影笑了笑，气死你个坏老头！2刻钟后，一行人抵达了三溪镇。而看着斑驳又破裂的城墙，夏宁的好奇心顿时就消散了1/3。这个小镇也太破旧了吧！走吧。哎，城门口都没有值守的士兵吗？是啊，怎么1个人都没有？这不是疏忽职守吗？要是来了一帮土匪，岂不是直捣黄龙吗？太不像话了。先进镇看看吧。接下来大家都分开采买吧，半个时辰后在这里会合，切记别忘了时辰。好，我们知晓了。时间有限，那宋二爷我就先走一步了，一会儿见。你请。等其他人都纷纷离开后，宋少卿这才对着麦冬递语交代了一番。小的知晓了。宁宁，给麦冬些银子。哦，好，需要多少啊？哎，算了，多备点吧。麦冬一脸难言地看了一眼自家主子。二爷啊，你这还没把夫人娶进门呢，就如此坦然向夏小姐伸手要银子了吗？这吃软饭吃得这么理直气壮，也就只有他家二爷了。谢谢夫人，小的去了。这个小镇肯定没办法跟现代的繁华街道相比，但胜在这小镇有几分古朴的气息，这是现代街道没有的岁月韵味。怎么好些商铺都关着门啊？这三溪镇也太衰败了。要不要进店铺看看？不急，先把这个小镇逛一圈再说。夏宁原本还想着尝一尝古代的街边小食的，可一眼望去，街边没一个小摊位的影子。一圈逛下来，夏宁高涨的心情瞬间蔫了。哎，怎么这么多人？一个小镇上
怎么会有这么多乞丐啊？不是乞丐，他们是流民。宋少卿面色微沉，望着破庙的目光更是晦涩不明。流民吗？看来附近一带必定是遭到了什么事。宋少卿微微皱起了眉头，不由联想到方才无人镇守的镇门口，甚至前些时发生的劫匪一事。要不送他们点吃食吧？可给多少才合适呢？一些吃食只能解决他们一时的饥饿，那之后他们又该如何？我明白你的意思，没关系，尽力而为吧。好，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我先把包子跟馒头给他们，等晚上我抽个时间回家再买些补上。夏宁想了想，瓷盆空间里的其他吃食不太适合给他们，倒是包子跟馒头比较实在，他储备的分量也比较多。好，突然夏宁的脑子里闪过了一个想法，他连忙从瓷盆空间里召唤出了一个土豆。宋少卿，我有办法了，我们送他们一些土豆吧，让他们开荒种土豆，这个周期很短，只需要2-3个月就能收割了。这个土豆你也吃过的，软糯糯的，既可以当菜，也可以当做充饥的粮食。而且啊，这个土豆产量还很高，也十分耐饥，很容易饱腹的。等他们有了土豆，就不用饿肚子了，至少有了粮食，这日子也就有了盼头。这产量很高吗？我们这里也能种，种植难吗？真的，这土豆正常情况下亩产量能达到2000至5000斤左右呢。但在你们这里的土壤种植的话，我不敢保证，但是我想相差应该不会太大。再说了，这土豆是真的很好种，也不会太挑土壤，一般沙土地都能种的，日常也不需要多精心的养护，跟其他的农作物都是差不多的种植方式。蓦然，夏宁似乎想起了什么，着急地说：哦，对了，这土豆一年可以种植2季，春季跟秋季。我突然想起来，如今这个季节就可以种秋季土豆了，时间上刚合适呢。1年种2季。宋少卿整个人怔愣地看着手里的土豆，眼里一片火热，这简直是神赐之物呀。对呀，我骗你干嘛？这土豆在我们那边也只是寻常的农作物，其实我这还有一个产量高的农作物，只是我觉得吧，贪多嚼不烂，他们能种好土豆，以后的日子就不愁吃了。还有，宋少卿真有些错愕了，他突然发现自己犯了一个很大的认知错误，他家宁宁才是神赐的大宝贝。这一刻，宋少卿暗暗决定，往后他一定要多看一些21世纪的书籍，也要跟着夏宁多学一些后世的知识。对啊，你也吃过的，就是红薯，那个产量也高。好啦，我们现在先不说这个了，等到了南蛮后，你可以找人种上一批。这位爷，敢问有何吩咐？老儿是他们的族长。你们从哪里来？发生了何事？怎么流落至此的？咱们是三溪镇50里外程家村的人。5天前的夜里，村子里来了一群土匪，洗劫了我们的村子不说，还放火烧了我们的村子。我们无处可去，只好来三溪镇寻求县门大老爷的帮助啊！原本他们抱着满怀的希望来到了三溪镇，想要让青天大老爷为他们伸张正义，为民除害，至少能搭把手，帮他们重建家园吧。可谁知啊，大老爷听了他们的陈述后，不仅没有派人查询真相，反倒把击鼓申冤的人打了一顿，把他们赶出了衙门。事情就是这般了。这三溪镇怎如此冷清？如今的税收是1年比1年多，今年更是征了2次的税收，大家也是苦不堪言。这日子不景气，饭都吃不起了，哪还有银钱到镇上闲逛啊？所以不少店家经营不下去，就关门去了别处谋生了。
太过分了！那帮土匪又是从哪来的？之前你们可有听闻附近不太平的事？听说是从临镇过来的，至于他们具体住在哪儿，老儿就不太清楚了。在此之前，三溪镇一带并不曾听闻哪个村子出过事，而那帮土匪在抢光我们的粮食和银钱后，就驾着马离去了。至于他们的去向，无人所知。听完了这一番话，宋朝清蹙着眉头，面露沉思。这事儿不简单，即便他弄清楚事件的缘由，又能如何？如今他已经不是朝廷命官了，宋家更是被安上了通敌叛国的罪名，以他现在的身份，又能做什么呢？这是包子跟馒头，总共有100个数量，怎么分配就交给程组长了。别的忙或许帮不上，但是送上一些吃食还是可以的。这，谢谢两位。哎，别这样啊！组长，你可别这样，我们2个小辈哪能受得起啊？这点吃食也不算什么，就想着你们能吃饱一些。二位真是大好人呐！接下来你们准备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村里的所有粮食都被土匪搜刮干净，什么都没有留下。如今天气越发冷了，地里也无粮可种，原本还指望镇宅大人能帮扶一二，如今也指望不上。我们打算等小山他们的伤势好了后，就回村里先搭草棚子住着，靠着山上的野菜野果撑过这个冬天就好。等到开春了，再想办法在地里种粮。伤重吗？有上药吗？被打了20大板，我们当初逃出来都是身无分文，只能在附近的山上采了一些草药，现在还不能下地行走。要不你去瞧瞧，我这还有点外伤药。行，一个外敷，一个内服，你知道的。谢谢恩人，谢谢。没事吧？无大碍，用了药就会好了。那就好。组长，这麻袋里装的是一种可以充当粮食的农作物，叫土豆。这土豆可以……听完介绍后，老组长满脸震惊。这世上竟有如此神物！我说的是不是真的，你们试过就知道了。我们不能在此久留，马上就会离开三溪镇。我刚才讲的你都记住了吗？你们尽快回村里把土豆种下，年前就能收获一批了。老儿信的，老儿信的。只是老儿一时太过惊讶，望恩人不要介怀。你方才说的，老儿都记住了。那就好，既然如此，我们就走了。等等，敢问两位恩人的名讳，又将要去往何处呢？也好让老儿知道之后该去何处报恩。组长可听说护国大将军？宋将军的大名，这天下谁人不知啊？那你可知，将军府已被皇上定罪，被判流放至南蛮。这怎么会呢？宋大将军护着咱们东楚百姓可几十年呢，那可谓是劳苦功高啊。宋家人更是忠心耿耿，怎会被流放呢？皇上的事，我们就是将军府的人，如今就要去那流放之地。什么？你们真是将军府的人呐？当真？当然是真的。夏宁语气肯定，他可不是那种默默无闻做好事不留名的人。那狗皇帝不是想给宋家泼脏水吗？那他们也可以刷名声啊。被打断的宋少卿默默地看了看夏宁，他自然明白夏宁的用意。原本他倒是不在意这些虚名，毕竟宋家从来不靠这些博前程谋取利益。可见夏宁如此维护宋家，他这心里也极为动容。不过更让他感到高兴的是，方才夏宁说他们是将军府的人，这是不是表明在他的心里也已经把自己当作宋家人了？没想到有生之年
老儿竟然能见到将军府的人，这真是老儿的荣幸啊！你们都过来，过来！这2位出自将军府，更是我们程氏一族的大恩人呐。他们不仅给咱们送来了吃食，还有1大袋的新粮种，咱们再也不用担心无粮过冬了。赶紧向2位恩人道谢呀！老族长的话还没说完，族人们就纷纷跪了下来。哎呀，你们别这样啊，赶紧起来，别跪了。夏宁哪里受得住这样的阵仗啊？快起来吧！闻声，众人纷纷起身，但面上仍带着满满的恭敬与感激之色。夏宁忍不住擦了擦额头上的虚汗，真是有够大手忙脚乱的。可结果他一通忙活，还比不上宋少卿的一句话有效果。果然，这将军府出身的人气场就是不一样。好了，时间不早了，我们也该走了。你们赶紧吃东西吧，尽快回村种上土豆。好的，恩人。那有缘再见。恭送恩人。恩人，一路顺风啊！愿菩萨保佑2位恩人平平安安，长命百岁。你有什么想买的吗？没了，这个破镇也没什么可逛的。时间差不多了，咱们还是赶紧回去吧。那行。等2人走回集合的地方时，只有文老二守在原地等候。他的脚边放了2个大包裹，可见是经历了一番大采购啊。你们不准备买一辆木板车吗？啊？还可以买木板车？谁规定不能了？对啊，你赶紧去置办一辆吧。真要有人说什么，你要不就说是我买的。谢谢2位，麻烦2位帮我照看一下包裹，我去就回。行，你放心去吧。文彦刚离开，几位押差与曹老大就陆续回来了。押差们本就自带了一辆板车过来，此时已经装得满满当当的了，几人倒是一副轻松的模样。反观曹老大，大包小包的。这时，一辆马车停在了众人的面前。二爷，小的回来了。东西都买齐了？都备齐全了。麦冬点头回应。看着眼前的马车，夏宁很是惊喜。不错啊，麦冬，这么短的时间就弄来了一辆马车。确实是费了一番心思，且还花了高价才让店家同意卖给我。辛苦您啦。不辛苦，都是小的应该做的。官爷，他们竟然买了马车，实在是太嚣张了。这宋家是想做甚啊？简直是没把你们放在眼里啊！你叫唤什么呢？不知道自己的声音很扰民吗？简直就是噪音。我们有钱买马车怎么了？哪条规定我们不能买马车？之前说过的话你都当耳旁风了是吗？我们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你管得着吗？我就是想让宋家人坐马车，不行啊？你有本事你也去买一辆回来，我们绝不拦着。去啊！曹老大气得直憋气，这死丫头又拿这个名头说事儿，就不能换一个吗？他都听烦了。几位官爷，你们说说话呀！宋家这是完全破坏了规矩，对其他人太不公平了。我们的任务就是护送你们到达南蛮，至于你们是如何到达目的地的，就不在我们关心的范围内了。曹老大登时气得脸红脖子粗，完全说不出话来。他算是看明白了，他们根本就是一丘之貉啊！你知道这位押差大哥叫什么名字吗？你问这个干嘛？你不觉得这人很不错吗？我觉得你有必要去好好的发展一下。宋少卿的眼神瞬间变得一片柔和，不过弄明白他的意思后，他颇有些意外，意味深长地说：“你倒是有眼光啊。”那是当然。哎，听你这意思，你认识他？他叫徐守志，家中排行第4，大家都喊他徐老四。你还真认识啊？以前在京城认识的？不是，前几日才认识的。刚离京的时候，我身受重伤，我们家没有任何的行李，更别说伤药了。当时金泽为了我跑去找那帮押差讨药，没想到迎来了一阵拳脚，而在混乱之中，有人却偷偷塞给了他一包外伤药。
那人就是徐老四。没错，就是他。既然以前你们并不认识，那他为何愿意帮你们？难道是你们宋家的粉丝？就是崇拜推崇你们的意思。在此之前我们确实不认识，不过他的兄长是宋家军的人，他并不想对夏宁隐瞒什么，更不愿说谎欺骗他。夏宁没问就不说什么，可他既然问起了，他肯定会坦诚相告。哦，原来如此，那晚上让麦冬给他送点好吃的吧。之前是不知道，他就重点关照了胡大志。既然这个徐老四是自己人，还为了宋家潜伏在押送队伍里照应他们，那自然不会亏待了自己人呢。行。就在这时，文老二也推着一辆木板车匆匆赶来。抱歉，我耽误了一会儿。你们太过分了，竟然个个都徇私枉法。不行，我也要买一辆牛车才行。夏宁默默地翻了一个白眼儿。之前就规定好了时辰，你自己不买，怨得了何人啊？现在可没多余时间让你再去买牛车，赶紧走吧。要是耽误了时辰，胡头领可是饶不了你。你也别气了，镇上也没有牛车可以让你买，就我这板车也是最后一辆了。曹老大气得胸口一阵阵发疼。回来了，他们回来了。哎，竟然多了一辆马车，后边还有一辆木板车呢，怎么回事啊？这推车的是文家人吧？难不成采办物资还可以添置板车？那照你这么说，那宋家岂不是买了辆马车？啊？还能这样？不可能吧？看着拥有2辆车子的富豪宋家人，队伍众人羡慕的眼睛一片直呼。然而他们却什么都不敢说，毕竟连胡领头都高看宋家人，又岂是他们可以招惹的？人群中的曹莹莹看向宋家的目光也充满了羡慕，而除了羡慕以外，就是满满的遗憾了。宋家这些日子啊，真是肉眼可见的越来越好了，看得他一阵心痒痒。这么好的人家，怎么就不属于自己呢？他不甘心呢。莹莹，你想什么呢？啊，怎么了？出发了，赶紧拎上行李。姨娘，这么多行李，咱们怎么拎得过来啊？我不是给你说了吗？叫你不要随便答应帮他们拿行李，你怎么就是不听呢？没事，我多背一个就行了。莹莹啊，今日已不同往日了，只有咱们多做点事，才不会被嫌弃啊！你再忍忍吧。曹莹莹扬起一抹讥笑，再忍忍？她真要再忍下去，那只有被贱卖的份儿。天荣，你还愣着干啥？赶紧过来背你祖母啊！爹，我姨娘也走不动了，我还要背着她。混账！你这叫什么话？这是你祖母，是咱们曹家的老祖宗啊！他老人家辛苦受累了几十年，让你这个当孙儿的背背他，那是你应尽的本分。你这个不孝子，这是想忤逆我的命令吗？我没那个意思，但姨娘她已经累倒了，如今根本走不动路。你可以让大哥背着祖母他老人家，他也是祖母的孙子，或者让大哥背姨娘也可以啊。我就去背祖母。我呸！你算什么东西啊？竟然还安排起我来了，派个侍妾也配让我背他？那行，大哥，你就背背祖母老人家尽尽孝吧，我就负责姨娘了。你这个逆子，老子的话你都不听了吗？老子让你去背你祖母，你就必须去，否则我让你大伯将你从曹家族谱上除名，你信不信？爹，你……天荣，别说了，听你爹的话，我没事的，可以自己走。曹天荣紧皱着眉头，心里既愤怒又憋屈，这样的日子他实在不想继续下去了。见此场景，曹莹莹暗暗地摇了摇头，心里很是看不上曹天荣，一个大老爷们这么窝囊，这辈子也没什么指望了。你们数蚂蚁呢，走得这么慢，快点儿，别给我磨磨唧唧的。瞧瞧前面队伍距离你们多远了，
是不是要让小爷挥鞭子才能走起来啊？这位官爷，你行行好吧，通融一下呗。我们实在是走不动了。他们都有马车跟板车，自然轻松，可咱们家什么都没有啊，又带着一帮老少妇孺。别跟我说这些，赶紧走。这位官爷，我跟你们副队有些交情，你应该也知道我们家安排人去照顾副队。你瞧瞧把他伺候的多好啊，我见你身边也没有一个伺候的人。要不这样，我安排个人跟在你身边照顾你，如何呀？或者你自个儿有喜欢的，也可以自己选个合心意的。你这是何意？官爷，我就是见你辛苦，安排个人照顾下你，没别的意思。既然是伺候你的人，那自然是任你差遣了。这可是你说的。我是一家之主，说话自然算话呀。那行，那你看看喜欢哪一个？就最后那个穿藕荷粉色衣裳那个吧。曹老大微愣了下，没想到这人竟看上了他的那个大女儿。他倒是会挑啊，这时还嫌弃上其他的几个侍妾了。他这算盘打得真好，还想白捞个黄花大闺女不成？怎么，曹大爷这是不愿意了？这倒不是，那位啊是我家闺女，只是有些不凑巧，她这2日呢，身体有些不适，恐怕没办法伺候官爷您。倒是我方才指的那几个，不仅规矩好，个个都温柔小意，肯定比一个黄毛丫头伺候的好啊。行吧，曹大爷你的好意我自然要收下。好，等晚上我就让他过去。行，既然你都这么有诚意了，我也不能没点表示。我们押差有2辆的牛车还有空位，曹大爷如果不嫌弃，倒是可以搭载一段路。真的？谢谢官爷。曹老大脚步轻快地回了自家队伍，叫上自家老娘跟长子，外加他的兄弟。毕竟往后靠二弟帮衬的地方还多着呢，如今总要适当的给些甜头给他呀。真的吗？谢谢大哥，果然还是大哥对我最好。大哥，那牛车就不能多挤一个吗？我想让天庆跟着。行吧，我再找官爷通融，再多就不行了啊。行，就我跟天庆就行。看着兄弟俩这般旁若无人的敲定了坐车的名额，一旁的曹家太太夫人们心里很不舒坦，这是当他们死了吗？老爷，咱们家小儿子呢？他身体也不好，还有啊，咱们家杰根可是咱们一房的长孙，就是要坐牛车也该带上他呀。大嫂，你这话就不对了，我家男人跟大哥。娘，我家2根还小。于是曹家一帮女人们瞬间为坐牛车的名额争吵了起来，谁也不退让，甚至还越吵越激烈，场面渐渐的开始失控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好像是队伍后边传来的叫声啊。出什么事了？是后边的曹家出了点状况，胡领头已经带人过去了。又是曹家。别说宋少卿很嫌弃曹家，就是夏宁听到曹家名字都感到有些不耐烦。这曹家是市经转世吗？宋二爷，求求你行行好，救救我家妻子吧。车厢内的女眷们都不由愣了一下，什么情况啊？抱歉，你找错人了，我又不是大夫，看不了病，更救不了贵夫人。宋二爷，我知道你们懂一些药理，求求你了，去看一看我家妻子吧。她现在流了很多血，再不救治，她就……夏姑娘，求求你行行好，救救我家妻子吧，她就要不行了。啊？怎么就不行了？她出什么事了？要说对曹家谁印象好点，也就只有曹天荣一家人了。她小产了。什么？小产了？怎么回事啊？你们都不知道她怀孕了吗？我们都不知道，方才她被推在地上，流了一滩血，这才知晓。曹天荣擦了擦眼角，
心里悲痛万分。那是他的孩儿啊，在自己刚得知他的存在时，他却离自己而去了。啊，怎么就被人推了呢？好了，先别问了，咱们还是赶紧过去看看吧。兰花，你再撑一撑啊！天荣去找人来救你了，你别睡呀。大徐氏又悲痛又自责，都怪他身体不争气啊！要不是儿媳妇为了护着他，他也不会被他们推倒在地，也就不会小产了。这些时，他们都忙着赶路，还要一直负责做饭等琐碎的事物，以至于儿媳妇越是推迟了，也没有留意到。娘，兰花怎么样了？还在流血呢，这可怎么办呀？要是再不止血，兰花如何受得住呀？哼，就她身子娇贵，只不过是轻轻一推就能倒在地上了，这怪得了谁？这么大个人脚还站不稳。要我说呀，这个孩子啊也是跟他无缘，嫌弃他这个当娘的不中用，又重新找了一家投胎了。刚走到人前的夏宁不由瞪大眼，这真是杀人诛心啊！这女人也太恶毒了，人家正在难受与痛苦之中，她竟然还火上浇油，这是生怕小徐氏死不了吗？这曹家真是让她大开眼界了呀！没错，搞得这么悲惨给谁看呢？不就是掉了一个孩子吗？又不是不能生了，用得着这么哭爹喊娘的吗？还不赶紧把人拉起来继续赶路，存心耽误官爷们的时间是不是？你还想说什么？你还嫌咱家的笑话不够多吗？赶紧把人扶起来啊！这人就是矫情。曹二太太说的就不对了，如今咱们的身份只有一个，那就是皇上判定的流犯。这里可没有你家他家的说法，都是被押送的犯人，全权由胡领队管理。你越矩了。没错，宋二爷说的极在理。如今你们都是流犯，何来的家规教导？在我这里，你们都是一样的身份，可没有什么高低贵贱。我也想问问曹二太太，在我的押送队里，你有什么资格替我教训人呢？你算个什么东西？还口口声声你们曹家的家事，笑话！你们曹家还有家可言？曹家众人顿时有一口老血堵在心口，这话太扎心了。我看你们曹家很有精神嘛，赶路途中也能打闹起来，显示还不够累啊。既然如此，接下来的干粮你们就别吃了，等饿上3顿饭，我看你们还有没有精力闹事。曹天荣一家除外。胡领头，你们要是再多说一句，那就2天不许吃饭。曹家众人的脸色瞬间大变，之前没吱声没参与的人很是觉得委屈，又不是他们做的，怎么还搞连带责任啊？谢谢大人。这样吧，他这个情况也没法赶路，你把你媳妇抱到我们牛车上吧，让你娘也跟着一起照顾吧。我们押送队伍行程有规定，我也不可能给你们时间慢慢调养，只能这样了。谢谢胡大人，谢谢，这样已经很好了。保持沉默的曹家人听到这里，脸上表情那叫一个精彩纷呈啊，就跟打翻了调色盘一样。他们方才费尽心思就为了能坐上牛车，可没想到最后竟让一个妾室轻轻松松地坐上了。哎呀，这曹家人简直是烂透了。唉，也是作孽呀，好好的一个孩子就这么没了。还是这宋家仁义，愿意出手帮忙。是啊，那夏姑娘更是人美心善，菩萨心肠啊。爹，我觉得宋家值得追随。够了，上天有好生之德，这好歹是条人命，人都这样了，你们就不能少说几句吗？不想着赶紧救治，还在这里吵吵闹闹的，非要再搭上一命，你们心里才痛快是不是？我们曹家的事与你何关？自古以来，甄氏夫人教导妾室跟小辈，那是理所应当的事儿。
他们就得老实的受着。夏宁拉住了气愤的宋母，转而看向赵氏：“你谋害了一条人命，你管这叫教导？你们曹家的规矩可真是了不得！瞧瞧，多威风啊！随便害人性命，也只不过是教导规矩而已。一条性命又算什么呢？是吧？都是他们活该。你可是正室夫人，就是把他们一并弄死也是你应有的权利，是不是？当真是威风，怕是连当今圣上都没你们曹家的规矩厉害吧？”说完，夏宁自顾自地拍起了手掌。你们放心，你们曹家家风如此之好，我肯定会帮你们好好的宣传宣传，也让世人知道曹家如何家规森严，家风优良。最好让圣上也听听，到时候没准还会给你们曹家赐下一个牌匾呢。曹家众人的表情变来变去，听的是一愣一愣的。这是什么鬼话呀？这满满的讽刺与嘲笑，当他们听不出来吗？伯母，你跟小婶快去帮着瞧瞧，把人安置到一处干净的地方，最好也换一身干净的衣裳，别再感染了。我那里还有些药，我现在回去找找。好，谢谢夏姑娘，谢谢两位宋夫人。谢谢你们。我让你们救了吗？这是我们曹家的事儿，不需要你们多管闲事。夏宁无语地撇了撇嘴角，有时候这人呐，真是越蠢越恶毒。滚开！赵氏惊得后退了2步。我去拿药，这里交给你了。另一边，赵氏见拦不住夏宁，顿时气得跳脚，还想继续撒泼耍横，却被曹老大呵斥了。闭嘴！赵氏，谁让你胡言乱语的？你一个妇人，什么时候能当咱们曹家的主了？滚下去！大哥，难道我说错了吗？这确实是我们曹家的事儿，旁人有什么权利管别人家的事情？还不住嘴！曹老大气得脸红脖子粗，真是个蠢货呀！伯母，你看我们要不要准备点东西送他们？你这是……在我回来之前，曹天荣就来找过我们了，态度坚定地表示说他想脱离曹家，追随我们。我猜方才那位文二爷也是一样的来意。还有啊，我今天才知道押差里之前有人送过伤药。既然大家对宋家如此信任与推崇，那咱们是不是也该表示一下，至少在当下送一些紧缺的东西？孩子，你真是有心了。苏莲英握住夏宁的手，为他如此为宋家操心的这份心意而感动。如果他自己有，那他必然会表示下他们宋家的心意。可问题是，如今他们一家都还靠着夏宁的资助，即便少卿之前把家里的那些私房都传送给了夏宁，但在他们看来，给了人家那就是人家的了，东西已经在别人的手中了，那岂有轻易要回来的道理？如今夏宁还愿意负担他们一家人的生活所需，这已经很不错了。要知道，这世上得了好处就翻脸不认人的例子可不少。这本来就是花的你们的银子，我顶多就是中间的转运工，我就是来跟你们商量看看送些什么比较合适。这还不简单，我们通常备礼都是一老一少，一男一女，根据对方家里的情况，准备这几类人都能用上的东西就行了。不过如今的情况比较特殊，倒不用再按以前的礼节来。我觉得如今最缺的肯定就是粮和肉了。其实也还有不少其他的急需品，比如药品、刀纸。宋云熙脸颊微红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毕竟队伍里有不少的女眷，怕是最苦恼的就是小日子来了吧。他家因为有了百宝箱夏姐姐，他给他们用的那个卫生巾简直太好用了，所以他们家完全没这方面的苦恼。有道理。还有吗？文二爷，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还请收下。这……接着吧，这流放之路还长着呢，以我们两家如今的关系，也无需见外。如此，文二就谢过了。你可想好了？我想好了，绝不后悔。那行，找机会啊，就去表表态吧。是。
宋二爷、夏姑娘，请二位收下我，我曹天荣自愿为仆，誓死追随二位，甘愿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等曹天荣离开后，夏宁转身询问宋少卿的想法。方才你不是都听到了吗？你知道我问的是什么意思？你现在开始收人，是有什么打算了吗？我之前跟你提过，我的祖父是在战场上牺牲的，他用自己一世英名得来了世人的敬仰与称赞，更为我们宋家换来了护国将军府的荣耀。如今就因为那位的猜疑，却给我们宋家安上了如此荒谬的罪名。倘若我们就此认下，岂不是愧对祖父的牺牲，更是辜负了他老人家对我们寄予的期望。所以无论如何，我们势必要洗脱这个莫须有的罪名，万不可让这个污名脏了祖父他老人家的清白名声。我想我爹跟小叔他们也是这样的想法。我们宋家即便不入朝为官，舍弃身上一切的头衔，那也要堂堂正正、清清白白的离开，而非被他们硬按着头的方式。我明白的。那你有什么打算？我能帮的也就是给你们提供一些物资了。这已经是莫大的帮助了，具体的还要等我爹他们会合之后再商议。反正首先要找出萧家勾结外族的证据。那你不想推翻这个王朝吗？没想到你倒是个胆大的，比我还敢想。不过这皇位谁都可以推翻，唯独我们宋家不行。为什么？如果我们宋家坐上那个位置，岂不是坐实了他们安在我们身上的污名？从祖父开始，我们宋家只当忠臣，为天下百姓谋福祉，护他们一方安宁，所以我们不会上位。夏宁微微凝眉，想想也觉得宋少卿考虑的有道理。这样也行，只要把那个狗皇帝搞下去，换个好的就成，这样你们也能堂堂正正的做自己的事情。所以我需要一些人手为我所用。翌日天还未亮，休息营地就开始响起一阵悉悉嗦嗦的动静声。为了能让肚子吃得饱一些，众人只能比衙差们更早的起来准备早膳。赶紧吃吧，等会儿其他人就要醒了。这腊肉焖饭真好吃，也不知道这腊肉是怎么做的，吃起来好香啊。或许是夏姑娘从她的家乡带来的吧。也是，那么一车的物资呢？仔细想想，咱们这几次吃到的荤油，好像都是宋家送的。是啊，要不是有宋家，咱们哪有这口福啊？你们说，海那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啊？我发觉夏姑娘送出的东西既新奇又精致，每一样瞧着都不是俗物。必然是一个很繁荣、很好的地方吧？肯定是了，我昨晚仔细看了，那2块布真不错，面料摸着跟咱们这边的布完全不一样，可以做几身礼衣穿呢。我之前无意中瞧见，夏姑娘好像拿着类似的布单，铺在了软垫子上睡觉。这么好的布用来铺着睡，会不会太浪费了？只不过是十分寻常普通的物件吧。那个卷纸呢？又软又白又细腻，瞧着不像是用来写字的。那是日用纸，就跟你们用的手帕差不多，可擦脸擦手，亦可当作如厕的刀纸。啊，那么好的纸呢？那算什么啊？那个手电筒才叫神奇，竟然能发出如此明亮的光。折叠刀也不错，做工十分精巧，而且刀刃也很锋利，我从未见过如此锋利的兵器。老实说，比那朝廷打造的官刀还要好。好了，宋家不是我们能妄加议论的。还有，昨晚我们收到的东西都省着点用，别指望宋家天天都会送东西给我们。再者，咱们也不能理所当然的去找宋家索要东西。
昨天的情况是比较特殊，也是宋家仁义慷慨，知道咱们家的难处，才特意备了厚礼。这是好意，也是对我们的信任，咱们万不能辜负啊！怎么回事？正在搬运软垫子的夏宁好奇地观望起来，却瞧见不远处的曹家人正围着押差争论着什么。不是吧？又来？真是不长记性！看来昨天的教训还不够，一大早又开始闹事。午间，押送队伍在一处山脚边休息，趁着他们在搭建石灶的空档，夏宁主动包揽了捡柴的任务。就在他准备往上走的时候，忽然瞧见不远处有一男一女正拉拉扯扯地往林间里去。夏宁不由发出一声讥笑，这曹家是摊上事儿了呀！这次的热闹，他倒是乐意瞧一瞧了。真是期待呢。以后遇上这种事就及时避开，免得脏了眼睛。切，我连18禁都看过，他们那种算什么？18禁是什么？没什么，男人还是不要有这么强的好奇心，知道吗？宋少卿微微蹙眉，总觉得他家宁宁在有意隐瞒什么。那18禁到底是什么呀？哎，你说要不要让曹天荣他们一家跟着我们呀？反正曹家已经自顾不暇了，继续跟着也没什么意义，没准还会被波及呢。你说的对，等会儿我就让麦冬过去跟他说一声。宋少卿正好也有这个打算，毕竟曹天荣都已经向他们投诚了，总不能还让他留在曹家受罪啊。反正如今押送队伍的局势已经很明朗了，其他人再也奈何不了他们宋家，反而还想扒着他们家得好处呢。午后，押送队伍再次启程的时候，众人惊愕地发现曹天荣父子俩竟然跟在了宋家的车队中。他家那病殃殃的儿子还坐在3轮车上，而曹天荣则跟在宋敬泽的旁边，似乎在学着如何驾驭那3轮车。这个逆子，他竟敢二弟，你可别冲动，宋家不是我们能对付的。还有，你忘了胡领头的警告了吗？你还是看开点。既然那个逆子要去当宋家的走狗，那就随他去吧，咱们就等着瞧他能混成什么样。曹老二不得不忍下满腔的怒火，一旁二房的婆媳更是气得直咬牙，嫉妒的眼睛都发红了。万万没想到，从未被他们看在眼里的妾室庶子，竟然搭上了宋家，这可如何是好啊？咱们东楚会不会又要打仗了？如今咱们这队伍连一半的路程都没走到，之后还能顺利到达南蛮吗？怕什么？就是打仗也打不到南蛮那种地方去。不会是内乱了吧？嘘，别说了，这不是咱们该议论的。打听到了？回夫人，我们俩各自询问过一些乡亲，得到的情况差不多，可以确定事情8、9不离10。这些乡亲都来自附近清河县下属的几个村落，他们之所以举家逃难，也是因为清河县在半月前爆发了一场瘟疫。什么？瘟疫？知道是什么瘟疫吗？他们也不是很清楚。我听一个村民说，感染瘟疫后会出现高热，严重的还会咳血。夏宁忽然觉得这症状听着有些耳熟，但却一时想不起来是什么传染病毒。一旁的宋家人也纷纷被这个消息惊得说不出话来。你们继续说。清河县爆发的瘟疫已经波及了周围好几个村子，而这些逃出来的村民也是因为所在的村子离县城有些远，但他们担心瘟疫最后还是会传过来，所以就只好举家避难了。那当地县令官衙如何处理的？现如今又是怎样一个情形？糟了，你们俩赶紧把口鼻捂着。怎么了，夫人？你们刚才跟那些村民有近距离说话是不是？你们仔细回想一下，跟你们说话的那些人有没有面色潮红，还时不时咳嗽，或者是捂住胸口呼吸不畅这些表现？夫人，我在回来的时候有听见几个人都咳嗽了几声，这是不是他们已经被感染了？曹天荣猛地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实在是被吓得双脚发了软。怎么会这样啊？啊，这可如何是好啊？那我们现在离开还来得及吗？大家先别慌，咳嗽不一定就是感染了瘟疫，有可能只是寻常的风寒，单凭咳嗽这个症状也做不了准的，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他们是否具有其他的症状才行。麦冬，你立马去寻胡领头过来，就说有要事相商。田荣，你去把文老爷子他们也请过来。等等，伯母、小婶儿，麻烦你们把所有的布料都剪成一块块能遮住口鼻。夏宁详细的描述了一下口罩的结构，以图让他们先赶一批出来戴上。好，我们明白了。你们俩赶紧去通知胡领头，跟他说一声这边的情况，让他立马把两边的人隔开，最好离得远一些。啊，还有，必须让所有人都戴上口罩，捂住口鼻，不要近距离的说话接触。这瘟疫的关键就在于口沫的传染。金泽，你留在这儿护着家人的安全，防止一切意外与变动。那你跟二哥呢？我要跟他回去一趟，所以在我们离开的这段时间，你们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不要再接触任何一个难民，明白吗？我们很快就会回来。好，你们放心，我会好好守在这里的。若有人问起，就说我们去想办法了。好，知道了。夏宁迅速进入了马车里，偷偷地从瓷盆空间里拿出了一些干粮，以及一些可以充当防身的武器。金泽，你过来，这些东西。夏宁实在不放心宋家人，很担心在他俩离开后，这边后续的维安工作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状况，所以他必须要多留一些防身的东西，以防万一。好，二嫂，我都记住了，你放心。宋少卿，我们骑3轮车离开。行。文家很是诧异，这是出什么事儿了？宋二爷他们俩怎么如此神色匆匆地驾车离开？胡领头，有犯人跑了呀！你闭嘴！你瞎叫什么呢？小心我揍你啊！啊！你别过来啊！哼，胆小鬼！你说什么？确定是瘟疫吗？暂时还不能确定，但夫人已经说了，不管那些难民中是否感染了瘟疫，当下咱们最要紧的就是做好预防措施。夏姑娘所虑有理，咱们如今已处在清河县的地界上，理应多谨慎一些。爹，那我跟弟妹过去帮帮忙吧。也好，你们过去听从安排就行。是。另一边，坐在马车上吃着晚膳的胡大志，听完麦冬的讲述后，顿时就坐不住了。竟是瘟疫！只是他万万没想到，竟然会是瘟疫。宋二爷人呢？我家主子样小的向你转达一声，他与夫人去想办法了，所以暂时要离开一阵儿。不过他们有交代。是夏姑娘交代的。如此说来，可是夏姑娘有治疗的办法？这小的就不知道了。不过我家夫人见多识广，确实知道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儿。既然如此，那想必夏姑娘是知道一些了。那好，我这就去安排。胡大志不由松开了眉头，心里暗暗祈祷宋二爷两位能带回来好消息。21世纪，荣城。来，先杀杀细菌病毒吧。回到熟悉的现代家中，夏宁立马找出了家里的消毒酒精，照着两人全身上下就是一阵狂喷。赶紧换衣服吧。夏宁完全是争分夺秒，一边走路一边拿着手机快速下单。走出小区后，两人直奔附近的大药房，按照清单上的物品就是一阵买。接下来的时候，两人打着车穿梭在附近的各处药房，开启了疯狂采货的模式。走吧，该回去了。好。你想好怎么解释了吗？走，
咱们先去附近的镇上瞧瞧。这时候去镇上干嘛？现在周围的村镇恐怕都被传染了吧？去镇上给你买几个随从。给我买随从？男仆啊？你在打什么主意呢？当初对外介绍你的身份时，不是说你跟随从走散了吗？如今想要这批物资名正言顺的出现，最好的方式就是你突然收到了随从发送的信号，所以咱们才会突然离开。到时咱们就说你从海外来东楚，当时带来了一个车队，而3轮车上则装了不少的生活物资用品。现在刚好有2个随从在附近发现了你的踪迹，所以咱们是赶来接应他们的。这主意好啊！既然如此，那咱们还不如直接把电动3轮车拿出来。你们这边的泥巴路蹬起3轮车来确实有些费力，而电动3轮车就不同啦，驾驶起来要轻松很多的。如今大家对人力3轮车已经完全接受了，甚至对它也有了一定的认知度。现在再拿出电动3轮车，也不算太过怪异了。去镇上有多远啊？咱们直接骑车去吧。走路的话，大约需要2刻钟吧。啊，那岂不是要走半个小时？算了，咱们还是骑车去吧，也能节省点时间。好，夏宁立马从自喷空间里拿出了一辆解放蓝的电动3轮车。宋少卿跟着坐在了他的旁边，下意识的他抓住了身侧的扶手。坐好了，那我们出发喽。见状，夏宁一脸笑意的转动着手把，接着3轮车瞬间往前冲了出去。宋少卿在车子启动的那一瞬，心跳不由加快了好几下，好在他很快就调整了过来。等电动3轮车稳定的向前方行驶后，宋少卿忍不住好奇打量起了这3轮车，他也想开车载着夏宁。怎么，你也想学？瞧这不是很难的样子。确实不难，只要掌握关键的几步就行了。随后他就仔仔细细地给宋少卿讲了讲骑电动车的技巧与注意事项。明白了，那我试试。果然，宋少卿一上手就立马掌握了窍门，稳稳当当地驾驶着3轮车。不错嘛，上手很快哦。主要是你们那边的人比较厉害，这样的操作很容易上手。就这样，2人坐着电动车一路闲聊，悠哉哉地绕着路往一个远离清河县的方向驶去。没想到这么个小镇还有牙行呢。也是咱们的运气好。宋少卿也感到有些意外。说来他发现，自从遇见夏宁后，似乎做什么事情都顺畅了很多。想到此，宋少卿不由看向了夏宁，目光很是温柔。他确实是上天赐给自己的福星啊。嘿嘿，两位人都在这里了，你们仔细瞧瞧啊。你们放心啊，我这里的人啊，家世身份上都清清白白的。可有会拳脚功夫的？回公子，小的会点拳脚。之前是做甚的？小的叫李江，今年20，小的时候就被买进镇上马员外家当家丁，长大后就负责看家护院，跟着领头学了点皮毛。前几日因担心瘟疫传染，马家打算举家外迁，但嫌家中的下人太多了，因此小的就被转送到小的还识了一些简单的字。你先退到一边候着吧。其余人呢？小的叫虎子，今年18，之前是在富春楼跑堂的。小的不会什么拳脚功夫，但力气比起常人要大一些。为何来这里？家中可还有人？小的自幼就失去了双亲，好似被亲戚卖进了牙行，然后辗转进了富春楼做事儿。掌柜嫌小的吃的太多了，所以就他俩了，多少银子？哈哈，既然公子如此爽快，那我也爽快一回。2人
一共18两，如何？在我这儿，像他们这样的成年男子，原本都是10两一人的。行，把这个带上。是。两人微愣了下，就连忙接过了口罩，但不清楚眼前人的身份关系，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才好，只好干巴巴地应了一声。敢问夫人，这是何物？做甚用的？我这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物件。这叫口罩，是一种卫生防疫用品，可以遮住我们的口鼻，帮我们防止或过滤空气中的有害气体，以防病毒传染。这口罩可是能防止瘟疫传染？闻言，屋里的众人均是一脸惊色，瞬间看向宋少卿二人的目光不一样了。夏宁不由笑了，忍不住提醒：可没你说的那么夸张，但戴着口罩确实能很大程度的减少病毒感染的机会。你们之后出门也要多加注意，不要近距离与人接触，只要不是面对面说话，沾上了对方的口沫，基本都还是安全的。夫人是神医吗？夏宁哭笑不得，她这是要在古代发展多个身份呀。先是被当成了小仙女，现在又被认为是神医，她真要有这么牛逼哄哄就好了。我不是，只是知道一些防疫知识罢了。好啦，送你一个吧。夫人，这是我身上现有的所有银子，你看能不能多给我一些这个口罩啊？实在是我家中还有老人跟妻儿啊，我也想给他们买一个。啊？夏宁没想到事情还有这样的转折。怎么了，夫人？可是这些银子不够啊！那我屋里还有些值钱的物件，我也可以啊。不用，够用了。你家里几个人啊？5个人。那你这个牙行总共多少人？再加上家中的仆人，正好40个人。这样吧，我给你80个口罩，你给所有人都戴上，再给你们备上一个。这口罩不能沾水，否则就没效果了。可以是可以，只是这银子……就这些银子就够了。虽然两边的货币换算确实差异很大，但他又不想让他们觉得这口罩很廉价，很容易弄到手的样子，所以他只能昧着良心当一回奸商了。真的够吗？夫人你……够啦，就这样吧。咱们现在去衙门，你带他们进去办手续，我们一会儿过来与你们会合。好。敢问两位怎么称呼？小人姓赖，名大海，大家都叫我老赖。今日我老赖成了二位的情，改日有机会定当报答。夏宁憋着笑，老赖，这名字可真有意思啊。我们是京城宋家人，接下来将要去往南蛮，有缘再见吧。老赖站在衙门口，目送宋少卿等人离去，他心中满怀感激。哎呀，真是好人呐！京城宋家，莫不是将军府的人？呸！狗皇帝！你们俩在这里稍等下，我们取个东西，很快就回来。是。我的老天爷呀，那是啥玩意儿啊？哎，那是夫人吗？什么？还不待两人仔细看个清楚，夏宁就骑着电动3轮车停在了他们的面前。真是夫人啊！这也……两人一脸的呆愣，结果就瞧见跟在后面缓缓而来的主子爷，他脚上踩着的又是何物啊？他们今日真是开了眼界了。主子，忙了大半天你也累了，你坐着歇歇，我来指导他们俩。行啊。我之前就说待在村子里最好，可你们呢，就是不听。你看吧，如今咱们都要暴尸荒野了，这还不如死在自己的家里，好歹也算是落叶归根了。难不成待在村里就能保命了？
好了好了，别吵了，耐心的等着吧。现在再多说也无用。渴死你算了！真是个害人精啊！咱们这么多人都要跟着你陪葬了，你满意了？你说你，既然都已经被传染了，干啥还跟着逃出来呀？就是嘛，这不是祸害人吗？老实点儿。哎，官爷，既然他们几人有可能染上了瘟疫，那就直接把他们烧死好了呀，干嘛把我们也圈了起来呀？我们又没有感染。对呀，我们都好好的，身体也没什么毛病。你们怎么能这样啊？我儿子没被传染，他只是染了风寒而已，过几日就好了。不要烧死我们呀！我们只是前日受了凉才引起的咳嗽啊！都给我闭嘴！谁要是再嚷嚷一句，老子直接鞭子伺候。哎，他们回来了！哎，是宋二爷！夏姑娘他们回来了。我的娘哎，他们这是架着什么玩意儿啊？啊！他们正朝我们冲过来了，速度好快呀！天哪，那是什么东西啊？比马车还快呢！后面好像还坐着人。宋二爷看着宋少卿与夏宁从车上下来，胡大志满怀激动。这一刻，他没有发现自己已经渐渐以宋少卿为首，把他当成了队伍的主心骨信赖着。辛苦你了。你们回来了就好。夏姑娘，这两位，这两个是我的随从，之前我收到了他们的信号，所以我就带着宋少卿去接应他们了。什么？那……胡大志顿时急眼了，不是说他们俩去想办法了吗？怎么去接了两个下人了？那瘟疫怎么办呢？哎，胡领头，你别急嘛，我们之所以急着去接应他们，就是为了他们车上的东西。你看，真是，夏姑娘，你就别卖关子了，真是要急死我老胡了。当初我从家里带来了一支庞大的车队，可惜路上遭遇变故，大家被迫四处分散。好在我这两个随从找来了，他们的车上刚好带着医药物品，暂时能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医药物品？夏姑娘，你是说这些药品能救治瘟疫吗？不能。不能？你不是说这些药品能解我们的燃眉之急吗？怎么又不能治瘟疫了呢？我的意思是，这些不是什么神药，不可能什么人都能救活。如今我们也没个大夫诊治，也没法弄清楚他们身上的具体病症。即使都感染上了瘟疫，但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等原因，表现出来的病情也会略有不同，不能把所有人都混为一谈。我带来的这些医药用品，更多是在预防和减缓的作用上，并不能100%保证就能药到病除，还得根据每个人的病症下药才行。开什么玩笑啊！有些承诺可不能随便应下。就是现代爆发大规模的病毒感染，在那样先进的医疗水平下，也仍然有死亡的病例出现呢，更别说古代了。更重要的是，他不是专业医生，没办法下诊断啊。啊，能预防缓解吗？夏姑娘，我真是被你说话的方式吓死了，也是我太贪心了。其实这些能管用就已经很好了，总比无药可治好吧。这样，你现在先给每个人发一个口罩，这个口罩可以有效的隔绝阻挡空气中的病毒传染。简单来说，戴着这个口罩，咱们就能放心的交流说话，不用担心瘟疫的传染。所以等大家都戴上口罩了，我们再来进行下一步安排。口罩？就是你们脸上戴着的这个吗？对，时间紧迫，赶紧让大家都戴上。我的两个随从可以配合你们。好好好，真是谢谢夏姑娘了。随后，胡大志立马安排手下派发起了口罩，然后
由李江二人在旁边做着解答工作。谢谢，谢谢，官爷，你们真是大好人呐！谢谢你们。你们要感谢就感谢夏姑娘吧，这都是她从海外带来的防疫用品，这玩意儿可厉害，可神奇了。等会儿让那俩小哥给你们详细的说说吧。夏姑娘，夏姑娘是哪位啊？她也是你们押送队伍的犯人吗？这个口罩可真白呀，感觉不像是布料做出来的。那位夏姑娘可有本事，能做出这么新奇的东西来。夏姑娘可是海外来的贵女，你们知道海外吗？那可是要跨越很大很大一片大海才能到达的国度。听说海外的国家生活十分的繁华富足，那里的东西都稀奇古怪的，反正是我们这里从未见过的稀奇东西。方才你们也瞧见了，那个跑得很快的大东西吧？村民们不自觉地点了点头，脸上的表情很是专注好奇。那是从海外来的三轮车，知道什么是三轮车吗？你们肯定不知道，就是不用牛马牵引，靠着我自己双脚就能驾驶的车子。哎呀，总之海外东西稀奇着呢，但凡夏姑娘拿出来的东西就没有一个不好的。重要的是夏姑娘为人善良，还特别的平易近人。宁宁，你回来了，怎么样，还顺利吗？夏宁眉眼一弯，很顺利，我的事儿晚点再说吧，咱们现在先把防疫工作安排起来，事情还多着呢，赶紧先把口罩戴上吧。啊，你们缝制的口罩暂时就不用了。好。夏宁从电车上拿出了一支体温枪。天荣，你去让文家都过来一下。好嘞，夫人。你们都站着别动，我给你们测一测体温。一排人扫下去，夏宁不由松了一口气。目前宋家人的体温都很正常。怎么了？我们都没事吧？放心，目前大家的体温都很正常。等我再统一给你们讲讲如何个人防疫。真的吗？没事就好。这时，文家众人跟着曹天荣走了过来，于是夏宁又拿着体温枪给他们来了一遍。体温都正常。太好了。夏宁把手中的体温枪塞给了宋少卿。接下来这个工作就交给你了，你找几个人来教他们使用这个体温枪，让他们给两边的队伍都测一遍体温，有发烧现象的就单独列出来。我去找胡领头交代另一个工作。在回来的路上，两人就交流过了，如今就是收编押送队伍最好的时机。虽然借助这件事的性质不太好，但确实是不可错失的良机呀。夏姑娘，你来了，口罩已经发完了。麻烦胡领头啦，二爷正带人准备来给大家测一下体温，而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给周边的环境杀毒，以保我们所在的地方不会滋生出病毒。这一个陌生的词汇听得胡大志糊里糊涂的，但他知道照着夏姑娘说的做总不会有错的。好，夏姑娘，你直接说怎么做就是，我们听你指挥。有关防疫的知识我会晚一点做统一的讲解，但现在我们首要的任务是要先确保我们所在环境是安全的，所以我们首先要把所有人的身体情况摸查一遍，然后把周围的环境进行消毒，这样咱们才能安心开展下一步的防疫工作。我明白了，咱们都听夏姑娘你的吩咐。这里面是消毒器，你安排几个人跟我学一下，然后把我们所在的这片地方都挨着喷洒一圈，消灭有可能携带的瘟疫病毒。好，没问题，送我一个吧，我也跟着学习下。胡大志很是积极主动，这样难得的学习机会，他要是不跟着多学一学，长长见识，那真是白白错失机会了。试问，这世上有几个人懂得防疫呀？好啦，消毒液已经装上了，你们照着我方才说的喷洒就行了。
好。接下来，曹天荣与胡领头各自带着2人，一左一右的开始了消毒工作。看着这一波又一波的操作，两边队伍的人员都很茫然无措。不过谁也没有出声干扰或者抱怨什么，因为他们看到了希望。你有认识或是可信任的大夫吗？在穿回现代采购医药物资的路上，其实夏宁在网上又详细的查阅了一番，找到了一个公认可以治疗肺鼠疫的中药配方。有，你也知道我自幼身体不好，我爹娘费了不少心思为我找寻名医。前些年我的病一直都是由宫里的一位御医帮我治疗的，他医术很好，为人品行更是高风亮节。5年前，他因为得罪了宫里一位受宠的娘娘，被皇上罢免了官职。刘太医一家不再想受到皇家纷争的干扰，一家人就回了老家宁州。宁州？那宁州离这儿远吗？我这不是有个治疗瘟疫的药方吗？我想找个信得过的大夫来负责。什么？你有可以治疗瘟疫的药方？我没跟你说吗？抱歉啊，当时可能是忙着买东西，没来得及告诉你。宋少卿也是哭笑不得，这么大的一件事，他竟然也能忘了。先说正事嘛，你说的那位刘太医离咱这儿远不远啊？要是太远的话，就是我有药方也来不及的。从这里赶马车到宁州府城的话，约莫要个10来天吧。10多天？那岂不是黄花菜都凉了？还有别的人选吗？这瘟疫必须要尽快控制才行。要是这里的瘟疫外溢到其他的州府，那局面真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我倒是还认识一位游医，医术也很了得。这几年我身体能逐渐好转，也是吃了他开的药方。不过他常年四处游历，无人知道他的具体行踪。你这说了不是等于没说吗？那咋办？你别急，我再想想办法，看能否找人介绍1、2位可靠的大夫。这时胡大志喷洒完消毒液，一脸高兴地走了过来。负责测温的文二与宋清泽也紧跟其后，显然摸查工作也完成了。怎么样了？夏姑娘，我们测温检查一共发现了有34人处在发热状态，其中有9人出现了你说的高烧现象，而我们押送队伍这边一切正常。把他们单独安置了吗？逃难的村民来自附近的2个村庄，也是在半道上遇见的。他们的人数加起来有120多人，可如今就有30多人出现了发热症状。之前那5个人有给他们测体温吗？测过了，其中有3人是发热现象，另外的1对母子体温正常。那赶紧把他们分开，让那对母子重新找个地方休息。他们或许只是普通的风寒引起的咳嗽。已经单独分开了。那就好，现在咱们就开始下一步安排吧。随后，夏宁开始有条不紊地按照现代的防疫步骤执行起来。这一通忙完后，已经过去小半个时辰了，天色也暗了下来。差不多了，让大家都围坐起来吧，记得戴好口罩，感染者单独坐在一边。好，我立马安排。如今看来都不用我做什么，你就已经收服吴大师他们了。你瞧瞧，你一开口，他立马就听从了指令，可见他已经打心底信服了你这个人，以你为首了。是吗？宋少卿嘴角微勾，他家宁宁啊，确实是一个让人很愿意去相信他的人。他真诚善良，坦率大方，待人随和有礼，且性格明朗，总是充满希望。喂，听得见吗？夏宁手握着扩音器，再次出声示意。大家都听得见吗？能听到我声音的就举手示意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的声音好像变大了。难道这就是画本上描述的传音术吗？就是那些仙家成道者使用的法术啊。我看你呀，是画本子故事听多了吧？他手里拿着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呀？我感觉他的声音就是从那个怪东西里发出来的。那肯定是一个法器了。你们忘了官爷说的了，那位姑娘可是从海外来的。是了是了。好了，大家安静点儿。接下来请大家暂时不要说话，专心的听我说。等我讲完了，大家有什么疑问再举手提问。都听明白了吗？众人还有些懵，不知道这一出是在搞什么名堂。听明白了就举手示意一下，我们就立马开课了。这下众人听明白了，纷纷僵硬地举起了手。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讲一讲瘟疫是如何造成的，在爆发瘟疫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防止瘟疫的感染，以及染上瘟疫之后，我们又该做些什么。什么？瘟疫还能防止吗？他们耳朵没听错吧？染上瘟疫后不就是等死吗？还能做什么自救啊？好啦，我的防疫知识已经讲完了，大家都听明白了吗？有没有哪里不懂的，可以举手提问。闻声，宋少卿端着装满果茶的杯子，旁若无人的径直走到了夏宁的身边，喝点水再说吧。好。众人懵了呀，这是真当他们不存在呀？大家有提问的吗？没有的话，那就可以解散休息了。那个夏姑娘，那我们怎么区分是风寒还是瘟疫啊？我们也没有你们那个滴滴滴的东西啊。这个简单，一个是借助医疗用品，一个就是观察对比症状。感染瘟疫与风寒的时间及症状表现是有不同的。接着，他把自己所知道的知识以及经验又详细的讲了一遍。我这里还有一样可以明确判定是否高烧的东西，可以让大家省去不少麻烦。夏宁微顿了一下，他怎么突然有一种现场营销的既视感呢？所以他这是在古代当起了营销头头了吗？什么呀，夏姑娘？夏姑娘，你说是什么东西啊？体温计，一个可以快速帮大家测量身体体温的医用品。多少是低烧，多少又是高烧，一测就知道。总之非常方便。体温计，那个东西是不是很贵啊？是要我们买吗？对啊对啊，我们都是种地的村民，家里也没啥银子。夏姑娘，咱们都是逃难出来的，身上哪有啥值钱的东西呀？你行行好，帮帮大伙吧。是啊，夏姑娘，您就行行好吧。官爷都说夏姑娘你是个大好人，你有好几车的东西嘞，就帮帮咱们吧。闭嘴！都嚷嚷什么？当真是赶集啊！叫嚷着的众人吓得够呛，立马闭上了嘴巴，缩着脖子，一脸后怕的样子。呸！什么玩意儿？有东西卖给你们就不错了。要知道，夏姑娘带来的那些东西，那是整个东楚都买不到的好东西，岂是你们想买就能买的？还尽想着一文钱不花的美事，你们趁早有多远滚多远吧！夏姑娘，谢谢你的救命之恩，要不是你，我们母子俩就要被当成感染瘟疫的人了。听说之前我们喝的那些药也是你们提供的，真的谢谢你们。我儿子喝了药，现在也好多了，感谢你们赠的药，还给了我们口罩，甚至还教了我们那么多防疫知识。这份恩情我们定会记在心中，日夜祈祷菩萨保佑你们。你放心，我们不是不知感恩的人。实在是一年到头，我们庄稼人也攒不了多少钱，但我们可以拿别的东西跟你交换，你看行吗？当然可以。
谢谢夏姑娘。紧跟着，村民们竟也纷纷跟着跪拜起来。这份感激之情早就该表达的。大家赶紧起来吧，咱们还是说说体温计的事儿吧。果然，杀手锏一出，村民们瞬间欣喜地站了起来。这体温计我带来的也不多，没办法让你们人手都有一个，所以你们商量一下，大家组团买一个共用的吧。这样一来，你们也能少花一些钱。那多少银钱一个呢？288文吧。这个价位也是他估摸着大家的经济能力定下的。如果是10人组团购买的话，平摊下来不到30文钱，这应该在村民们能承受的范围内。谢谢夏姑娘，多谢夏姑娘便宜卖给我们。谢谢。不用谢，能帮到大家我也很高兴。夏姑娘，你真是大好人呐！对呀，也是咱们运气好。娘让我告诉你一声，你说我好了。好，我知道了。乡亲们，忙活了这么久，也到饭点了。宋家的2位太太为大家熬煮了1锅米粥，晚上气温较凉，大家吃点热乎的，身体也能暖和一些。还有米粥喝。哎呀，菩萨保佑啊，咱们真是走了运了。这宋家真会来事儿啊，了不得呀！今日我算是见识到了护国将军府的底蕴了。可不是嘛，瞧瞧，同样是流放犯，人家一路上还能收获人心，咱们一家都干了啥？这能耐可不是寻常人能有的。你们还好意思说呢？要不是你们，我们也不至于落到现在这个尴尬的处境啊！都怪你们爷几个，没事去招惹宋家干嘛？你瞧瞧文家多聪明啊！如今在宋家后边混的那叫一个风生水起，什么好处都少不了他们文家那一份儿。靠着树枝休息的曹老大，听着儿子儿媳妇们的对话，心情更是怅然若失。一步错，步步错呀！他们当初就不该打宋家的主意，是他们太自以为是了。爹，该喝药了。看着手中的空碗，曹莹莹的嘴角扬起了一个浅浅的笑意。府城那边到现在都没动静吗？宋少卿神色肃然，这显然是府城不想沾上清河县这个麻烦啊。我估计清河县的情况怕是严重了，我派去的人并没有进入县城，据说这几日已经禁止任何人进出了。这些消息还是从守门士兵那里打听到的。这事儿整的，距离瘟疫事发已有1个多月的时间了，至今却没有任何的动静与指令，这其中是什么意思，不言而喻。难道就这样放任不管了，由着他们自生自灭吗？夏姑娘，你来自海外，或许不太清楚我们这边的事情。在咱们东楚，根本没有医治瘟疫的办法，每次爆发瘟疫也只能硬扛着，实在没办法控制了，就会选择封锁处理。老实说，要不是今日听了你的讲解，见识了这一系列的操作，我都不知道原来瘟疫是有药可治的。我这还是第一次知道，这瘟疫还可以预防。可惜呀，我们这边的人都不知道这些知识。胡大志不由解释了几句，回顿了下，他神情踌躇地看了看夏宁，又看了看宋少卿。你想说什么？我就是想问问，你们接下来准备怎么做？胡领头，你怕是忘了，咱们宋家如今还是戴罪之身吧？我们一介流犯能有什么打算？暂时听从押送队伍的安排。胡大志顿时噎住了，要不是对方这么一说，他自己还真忘了呢。二爷，你这话岂不是折煞我胡大志了吗？以宋家的本事，如果真想走的话，又岂是我等小喽啰拦得住的？我也是听手下说，
清河县县令似乎打算在近日就要处理那些被感染的人。我的意思，要不要把今日防疫的知识传授给他们？或许事情还能有一线转机呢。这事怕是不好办。我们现在能这么顺利地开展工作，那是押送队伍的众人对我们有一定的信任度，再加上胡领头你对我们的支持与配合，所以才能这么顺利。但县衙那些人根本就不认识我们，还有宋家的身份还这么敏感，并不适合明晃晃地出现在那些官家人面前，所以如何让县衙的人信任我们？我有个主意。啊，快说说。很简单，让一切事情合理化就行。好主意，就这样办吧。行，那我现在就快马加鞭，给清河县传个消息过去。早膳过后，夏宁就开始清点自己的库存了。宋少卿，你让金泽帮我们守着点帐篷，我们现在得回县代收一批货。夏宁估算了下时间，他们这边现在差不多是7点左右，那21世纪应该就是11点左右，临近中午的时间了。而他昨天下的订单，估计现在已经陆续在派送了吧。好，我去安排。21世纪荣城，眨眼间两人又站在了现代房子的客厅里。你先换洗吧，我看一下手机里的消息。选哪个好呢？怎么了？是货件出什么问题了吗？这屏幕上有50组数字，你帮我选一个呗。这是作何？你先别问，凭着你的感觉，从中挑选一个号码牌吧。宋少卿出身高门权贵，他这绝对算得上含着金钥匙出身的贵人了。会投胎，绝对是一种好福气了。没准他就自带福气，手气特别旺呢。快抽吧，不管什么结果我都认了。就他了吧。19号。怎么？这数字不好吗？夏宁笑了笑。没有，挺好的，就等5天后公布结果了。啊，那就好。啊，你都画好了？等我一下，我马上收拾好。为了抽奖，差点都忘了正事儿了。随即，夏宁就冲进卧室里更换了现代装，然后在全身上下进行了一番消毒防疫，把更换的衣服也单独装在了一个袋子里，准备等会儿带回古代处理。搞定，出发吧。东楚国陕州境内。你们回来了，这么快？哼，你以为要多久啊？也是，以二嫂的本领，岂能拿凡人相比？怎么样？刚才有人来找过我们吗？没有，就胡领头问了一句，我说你们俩正在说事，他就带着人给那些村民测体温去了。行，我知道了，你去做你的吧，不用在这守着了。那好，二嫂若有事叫我一声。哪知道宋金泽刚出去还没有1分钟，就立马返回了帐篷里。怎么了？二哥二嫂，外面来人了，来了一群人都戴着咱们的口罩呢，现在正跟胡领头说着话呢。夏宁与宋少卿对视了一眼，眼里有着默契的目光，鱼儿上钩了。你去叫李江与虎子过来一下。好。胡领头，你说的那位海外友人现在何处啊？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愿意出银子购买他手中所有的防疫用品，能否帮我们眼见一二啊？你们稍等片刻，我去请示一下。好，那就麻烦了。等胡领头离开后，10多个县城富户们就忍不住议论起来了。这什么人呢？咱们都主动登门了，这还把咱们拦在外面。就是呀，我方某做了这么多年的生意，还不曾遭受这样的待遇。刘大人，
你好歹是一县之长，用不着对一个押差的小头头这般好脸色。要我说呀，咱们根本不用这么低声下气来求人。要知道，如今可是在咱们的地盘上啊。没错，他一个海外来的人，在咱们的地盘上，还能蹦跶出什么水花来不成？刘大人还不如派人直接把他们抓起来，如此就能收缴他们物资了，岂不是更省事儿？对呀，这还不是你刘县令一句话的事儿吗？难道你们就没想过，这支商队是如何跨越整个海面来到东楚的？倘若没点本事，他们如何护得住带来的物资啊？还有，敢跟我们做生意，如果不是有全身而退的自保能力，你们觉得他们一个异国商队敢在别人的地盘上赚银子吗？刘县令不由抛出几个关键点，也是他琢磨不透的地方，所以他不敢小觑这支海外商队。诸位别忘了，眼下最重要的是防止瘟疫再生，保护自家的安危呀。倘若咱们心思不正，惹恼了对方该如何？毕竟物资还掌握在对方的手中呢。还有，你们没看见吗？这里很不一样。之所以在这里拉着线，其实也是为了咱们的安全着想。这应该也是海外之人提出来的吧？这海外之人真有防止瘟疫的办法吗？咱们如今不是正带着吗？究竟如何，且看着就是。哎，人来了！为首的夏宁努力地绷着一副女霸总范儿。他知道，古代是没有女人会出面做生意的，以免被这帮老板们小瞧。他还特意换上了现代的服饰，打算一亮相就从气场上镇压他们。装逼嘛，就得拉风一点。你好，我是夏宁，来自海外的一个国家，很高兴认识你们。看着站在眼前的年轻女人，一帮富户还有些反应不及，最终还是刘县令反应快，立马上前几步。正当他要拱手示意之时，枪的一声，只见两个随从立马上前站在了夏宁的面前，而发出声音的正是他们手中握着的一根铁棍。方才他们看得一清二楚，两个随从的手里明明没拿着任何武器啊，可刚才却见他们迅速向下挥了一下，他们的手中就直接冒出了一根铁棍来了。所以这又是何种神秘武器啊？众人不由缩了缩脖子，心里有些凄凄然。好在他们歇了打主意的心思，这海外人果然不容小觑呀。大江小伙，还不退下？是，大小姐。于是众人又见来人向上挥动了下，约有半臂长的铁棍瞬间就不见了，准确来说应该是变短了。不好意思啊各位，这是我家族派来的保镖，不太懂你们东楚这边的礼仪，方才之举也是为了保护我的安危。没事没事。夏姑娘好，我是清河县的县令刘明章，这10几位啊都是咱们县城的富户，此番前来呢也是听闻姑娘手中有防止瘟疫的物品，因此我等特意前来，就是为了想与姑娘你谈一桩买卖。行啊，咱们慢慢说。富户们就看着两个随从抬来了一张小方桌，桌上摆放着好几样的防疫医药用品。大小姐，您请坐。虎子摊开一个折叠凳，摆在了夏宁的跟前儿。啊，谢谢。老赖。哦，是我认识的人，麻烦你放他们过来吧。夏姑娘，近日可安好啊？还不错，有劳你挂念了。不知你今日前来所为何事啊？夏姑娘，这几位是隔壁安陵县的商行老板，前几日啊，他们从我这里得知了海外防疫医药用品的事情，对此事非常感兴趣，也想购买一批货带回安陵县。夏姑娘好，
我是张氏商行的东家。嘿嘿，夏姑娘好，我是柳氏商行的东家，我也想买一批防疫。夏姑娘好，我是同仁堂的头家，我对你手中的药片十分感兴趣，不知可否？我说几位东家，你们懂不懂规矩啊？就是，没看见我们还在商谈吗？好了，大家不要吵了，价钱我刚都说了，不议价。各位要是能接受，就在这里登记一下，我立马让人给你们安排货物，咱们当场就钱货两讫。我要50套，我也要50套。夏姑娘，这些东西多少银钱啊？老板跟我们说一说。哎，别急，桌子上的这些物品我直接打包成一套，100两不议价。当然也可以分开购买，每个人限购100份。100两吗？行，我们张氏商行要了。我们同仁堂也要。1个小时后，夏宁送走了众位商行老板，看着手里一大叠银票，他不禁喜较颜开，发财了呀！这门生意真不错呀，短短1个小时就赚了17万两银子。然而这些物品他在现代也才花了几千块钱而已，简直是赚翻了呀！胡领头，方才真是麻烦大家帮忙搬货了，这是我的一点心意，给各位买酒喝。这哪行啊，我们不能收，反正大家现在也是闲着，帮忙搭把手而已，算不上什么。再说了，之前你还送了我们一套防疫物品，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才好。如今能帮你做点，大家心里也舒坦，哪能再收你的钱呀？胡领头，一码归一码，刚才大家辛苦一场，我给大家付点酒钱也是应当的。夏宁直接把银票放在胡大志的车辕上，就转身回宋家营地休息了。一大早就忙个不停，先是穿回现代收货，又穿回古代卖货，不知不觉他还真成了时空倒卖商了。这桌上的东西想必你们都见过了吧？现在我再详细的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一套防疫医药用品介绍下来，彻底把富户们镇住了，听得那是一愣一愣的呀，惊掉的下巴就没有合拢过。敢问夏东家，这些东西都价钱几许啊？全部一整套打包的话，一口价100两。如果你们要分散着购买的话，价钱就各有不同了。什么？100两？那请问这里的每一样有多少分量啊？我数了一下，桌上总共有9样物品，岂不是每一个物品就要11两银子？这定价会不会太高了点儿？对呀，药物贵一点咱们倒能接受，可这手套还有什么温度计的，也值10来两银子吗？夏东家，这价钱就不能再便宜点吗？抱歉啊各位，100两不议价。要不是想着有更多人能用上这些医药用品，我的定价只会更高。而且诸位仔细瞧瞧，这口罩一袋里可是有100个那么多。还有，这一桶消毒液可以分成多少个小瓶子？再者，这冲剂一包里可有50个小袋呢。还有这个，分量很足啦。可这……大牛，你带人去看看。哦，好嘞。哟，几位差也好，小人来自玉溪镇，此番是特意来寻人的。敢问这里是否有一位海外来的夏姑娘啊？你是何人？找夏姑娘何事？啊，小人姓赖，名大海，之前与夏姑娘有过一面之缘，此次前来是有要事找夏姑娘相商的，麻烦差爷通融一下。至于宋二爷的名头就不便对外提起了，毕竟他如今的身份还是有些忌讳的，不宜有过多的牵扯。更重要的是，他也不敢随意暴露那位爷的行踪啊。行，
你先候着。见大牛前去禀报，老六这心里啊总算安稳下来了。他连忙走到后面的几辆马车跟前，知会了一声：“几位老爷这边请。”夏姑娘，有个自称叫赖大海的人找你，他说他来自玉溪镇，有事要找你相商。今天真是辛苦你了。看到这么多银票，瞬间就觉得不辛苦了。这些银票都是你的了，快去收起来吧。闻言，夏妮也不再犯财迷了，利索的把银票收进了瓷盆空间里。要不把配方就交给那个刘县令，我瞧着他人还不错。我已经让麦冬去打听城里的大夫了。是吗？那就好，还是得先摸摸对方的品性才能放心。二爷，大小姐，麦冬带人回来了。古神医。哦，是你小子。你们认识？宁宁，这位就是我之前跟你提起为我治病的大夫。你好，古神医。这女娃是？古神医，她叫夏宁，来自海外，是与我定下婚约还未过门的妻子。一旁的夏宁在听到妻子这个称呼时，不禁有些脸红心跳，实在是宋少卿的态度特别的郑重，从他的语气里竟让他感受到一种格外的重视与认真。你小子什么时候定过亲事了？这事说来话长了，总之是在我出生之时就定下的，因为这些年断了联系，所以就不曾对外提起。我们也是前段时间才相认的。哦，原来如此啊。古神医怎么会在此啊？你不是周游列国去了吗？难道你也是为了清河县瘟疫一事来的？没错，老儿前段时间就返回了东楚，今日正好在安陵县施诊，却听到清河县这边闹起了瘟疫，于是就赶过来瞧瞧。没想到半路上听闻有神药出现，可医治瘟疫，老儿对此很是好奇呀。这千百年来无人能够完好的治疗瘟疫，因此我就跟着马车一路追了过来，恰巧在路上遇见了麦冬，所以有神药的就是你们。如果传言说的是海外之人的话，那应该就是宁宁了。哦，真是传言不可信啊！我可没说自己有神药啊，只是一些有助于预防与减缓病情的药物而已，可当不上神药这个美誉。可预防瘟疫、减缓病情吗？能否给老儿瞧瞧啊？哎呀，我这一生钻研了无数个配方，也翻阅了不少的医术秘籍，迄今为止也没能研究出一个可针对瘟疫的完整配方啊！这也是老儿心中一大憾事。倘若你这药物真有奇效的话，或许这瘟疫就有办法彻底医治了。古神医真是人心仁术，令人敬佩。我们先进去再说吧。这棚子与草原牧民搭建的毡帐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处啊。古神医果然是见多识广，要是有一天我也能像古神医一样周游世界的话，那真是一桩美事。你这女娃倒是有志气，不错不错，老儿喜欢。谢谢古神医的夸奖，我定当努力，争取早点实现周游世界的梦想。梦想？这个用词很是贴切呀。周游世界，这就是宁宁最大的心愿吗？听着确实很不错。如果他能陪着他一起周游世界，那就更美好了。不过是周游古代还是周游现代世界呢？但不管是古代世界还是现代世界，他都可以陪着他一起实现梦想。古神医，你跟宋少卿已经认识多年了，我也就不跟你绕什么圈子了。我之前卖出去的药品确实有一定的缓解效果，但是并不能完全对症。
光靠那些药物想要治好瘟疫，显然不太可能。其实我这里还有一个针对瘟疫的中药配方，想给古神医你研究研究。哦，快给我瞧瞧。妙啊，这配方太妙了，简直妙不可言呐！古神医，你看这配方能防治当下的瘟疫吗？可行啊，这上面有不少药材，我之前就已经研究过，只是有几味药我还不太确定药性如何。但是老儿认为啊，这方子的搭配没有问题，完全可行。如今瘟疫日渐严重，老儿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慢慢琢磨了，最快的方式就是照着这个方子煎药熬煮，找几个病重之人服下试试看。那事不宜迟，这事就麻烦古神医费心操劳一番了。你这话是你们不管，全交给老儿了？古老，你应该也知道如今我们宋家的处境了，这时我们不便露面，也没有找来小人。这功劳老儿可担不了。那古老照实说便是，只是尽量别谈起我们宋家即可。那我就给大家说是你媳妇儿吧，总归你们是一家人。古老你看着办就是。行。哎，宋少卿，要不你给那位刘县令再写一封信吧，给他说说古神医的事儿，希望他能尽衙门之力配合一下古神医的救治工作。当然了，我们也不会让衙医们冒着风险，我们可以无偿给衙门提供30套防疫用品，算是我们对衙门工作表示的一种支持和心意吧。丫头够大气啊！呵呵，你小子真走运呐，不费什么心思就白得了一个这么好的媳妇儿，该你的福气。夏宁一脸傲娇的朝着宋少卿使了个眼色，心里对古神医的话表示大大的赞同。想到此，夏宁突然觉得，要是就这么接受了他的表白，那岂不是太便宜他了？看来很有必要让他也费一费心思才好，否则岂不是显得自己很好追？古老说的对，我完全认同，是小子的福气。算你识趣。什么？他方才听到了什么？防治瘟疫的方子？他们手里竟还有治疗瘟疫的药方？不用这么震惊，之所以隐而不说，也是为了避免其他的麻烦事。咱们现在可以安心收拾行囊，重新启程啦。你安排人让那些村民都回去吧，或是转到居清河县。要不了多久，县衙就会开始施药。他们如今的情况并不严重，喝上1-2天药也就没事了，没必要再举家逃难了。好，我立马安排。胡大志顿时回过神来，果然他没看错人，这2位完全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厉害。你们有没有觉得这几天曹家特别的安静啊？也不吵也不闹了，安安静静的做着事，还真不像他们往日的做派。你这小子还整天盼着别人不好不成？我这不是有些纳闷吗？好了，咱们快收拾行李吧，等会儿就要赶路了。好。半个时辰后，押送队伍再次踏上了流放之路。今晚应该可以住驿站。是吗？那太好了，我们都住了10来天的荒郊野岭了，总算可以好好的躺在床上了。差不多还需要15日左右，咱们就能到达南蛮了。那也不远了，我们都走了2/3的路程了。夏宁此刻回想起来，仍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他竟然来到了异时空的古代，跟着流放队伍一起行走了大半个月的时间。那接下来的路况怎么样啊？行走方便吗？他打算再拿出2、3辆电动3轮车，这样就能提高整个队伍的赶路速度了，争取在入冬之前赶到南蛮。出了陕州后，路况可能就不太好了。我看了下地形，大多都是靠着陡壁悬崖的山路。如果是如今这样的大路，估计只需要7、8日，我们就能到达南蛮了。这么艰难啊！那确实要想想办法给大家减负才行，不然又要赶路，又要背负行李，这些大家怕是吃不消的。闻言，夏宁忍不住思索了起来，
有什么办法能让大家在山路间好走一些呢？这南州府又叫梁城，就是因为整个府城地广人稀，常年都荒无人烟。因为南州2/3的土地都属于沙地，并不适合种植粮食，也因此很多当地的老百姓为了生存，不得不搬离了南州。如今南州府总人口数量恐怕还不及陕州的1/3，其中以南蛮这片地方更为荒凉。夏宁认真地听着，却见宋少卿不由看着自己，他一脸莫名。干嘛呢？做好准备了吗？什么准备？南蛮的条件或许比你想象的还要艰苦。放心吧，我这人适应能力挺强的，最坏也不过是什么都没有，一片荒芜呗。其实这也没什么不好的，你不觉得靠自己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家园更有意义吗？你说的没错，那样确实更有意义。最重要的是，有夏宁的参与，赋予了这个过程更美好的意义。有时6刻，押送队伍终于赶在天黑之前，顺利驻进了盘龙镇6公里外的驿站。那我跟宋少卿一间。被提名的男主角宋少卿也是一脸错愕，难得一次没稳住自己的表情，耳根子更是控制不住的发烫，甚至整个耳朵都变得粉扑扑的。怎么了？你们这是什么表情啊？不是啊，夏宁姐，虽然我平时喊着二嫂，可你跟二哥毕竟还没行礼成婚呢，现在就住一起不太好吧？我们倒是没什么，就怕别人知道了胡说八道。夏宁眨了眨眼，纳尼？他们这是想到哪儿去了？你个憨憨懂什么？别瞎说。我怎么就瞎说了？我今年13了，又不是成哥那样的小屁孩。那个小宁啊，要不你跟云溪一个房间吧，你们2个姑娘家待在一起也有话聊。伯母，你们误会了，我是想带着宋少卿回我家一趟，所以就想着我们俩一个房间也方便行动。啊，这样啊。我们也没多想什么。夏宁嘴角微抽啊，这不解释还好，一解释就显得更欲盖弥彰了。宋少卿也是一阵哭笑不得呀，他都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失落了，也是他想差了，怎么会认为夏宁想跟自己睡一起呢？按夏宁的说法，自己的表白还在他的审核期当中，连基本的男女关系还没确认呢，他怎么可能突然就迈出这么一大步？重要的是，他也不是那样随意的人。最终，夏宁与宋少卿分到了一间房，但宋家人为了帮2人打掩护，特意选了一间最里面的厢房，且明面上还是表明夏宁与宋云熙同。你说咱们什么时候再拿几辆电车出来呀？干脆我们再去买几辆电瓶车吧，那个体积小，行驶速度也很快，小路也能骑行。再等等。好吧，不管怎么样，我们之前储备的代步工具还是少了点，我们还是抽个白日的时间回去，再好好添置一批物资用品才行。你们下去休息吧。是。那我们也走吧。好。你先去洗漱吧，我查看一下消息。宁宁，我的寝衣呢？寝衣？之前也没买过睡衣啊，要不你就穿上次买的那些 T 恤运动裤，衣服在我房间的衣柜里，你自己去拿吧。行。再一次进入到夏宁的闺房，宋少卿倒是比上次自在了不少。这房间着实太小了，不对，这整套房子都太小了。这么小的房间怎么能住得舒适呢？宋少卿一边走向衣柜，一边思索着，是不是该传信让下边的人再送几箱金子过来，如此他也好为夏宁买一座宽敞的院子。打开衣柜，看着各种漂亮的衣裙，他的眼神亮了亮。对了，他还要给夏宁买漂亮的衣裳，所以几箱金子会不会不太够呀？一件，他的目光扫到了衣架上的某件小衣，宋少卿惊得立马转头，脸上一阵发烫啊！哟，咱们的夏大作家，你最近在忙什么大作呢？平时约不到你人，怎么在网上也没你一个消息啊？
你这整天也搞得太神秘了吧？我都以为你活在4元空间了呢。哼，我说你傻笑什么呢？啊，你最近到底在忙什么？咱们在小群里艾特你好几次了，也没见你回个消息，整的就跟失踪人口似的。也没什么啦，就是我最近需要创作一本新书，但是没什么灵感，就出门旅游了一趟。为了不受外界干扰，我就把手机关机了几天。就这？哎呦，那你好歹说一声啊，搞得我们都以为你玩失踪了呢。啊，那你现在回荣城了吧？回了，但是我打算接着去一个安静的小镇，专注创作我的新书，可能会待上一段时间。不是吧，又走？那你什么时候出发？咱们这2天约个时间聚一聚吧。啊，你刚也看到了吧，我们3个都交了男朋友了，打算正式的给你介绍一下。什么时候啊？晚点在群里商量吧。反正先给你这个大忙人啊敲定好行程。好。夏宁应道，倒是再想办法穿越回来就是了。啊，我跟你说啊，我男朋友有个好哥们儿，长得超帅，身材又好，是做游戏研发的。我觉得你跟他很有 CP 感。哎，要不要介绍给你认识一下？他现在还是单身哦。我跟他见过几次面了，人很好的。反正你现在也是单身，可以。我去。怎么了？夏宁不解地问道。见原本说的正起劲儿的好姐妹，突然一脸震惊地瞪大眼睛，表情似乎很是难以置信的样子。宁宁，你在跟谁说话？我去，不是我眼花呀！夏宁惊了一下，下意识反手倒扣住手机，想要隔开两边的视线。好你丫个夏宁啊，竟然都把男人带回家了，你可以啊！一声不响的就交上男人了，哼！亏我们还想着给你介绍呢，你也太不够意思了。我不管啊，这次的聚会必须由你来请客。我现在就去群里号召姐妹们开批评大会。听着从手机里传来的一阵阵嚷嚷声，夏宁手忙脚乱地关掉了视频电话。怎么也不吱一声呢？就在你们说有个好哥们儿，长得帅，身材又好的时候，宋少卿颇为幽怨地看着他。宁宁，你这是要去相看对象吗？你瞎说什么呢？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夏宁不自在地挪动了一下屁股。不对呀，他为什么要心虚啊？他又没有答应佳佳去见那个男人。所以，你现在是单身吗？我……夏宁懵懵地眨巴着眼睛，他很想反问一句：难道他现在不是单身吗？接着说啊，你如何？说什么说呀？该我洗漱了，好好擦你的头发吧。行吧，策略失败。宋少卿默默地拿着毛巾擦着头发，倒没有太失落。虽然没有得到名分，但好在最终结果是好的。要不是他出现的比较及时，他的娃娃亲对象恐怕就要被人拐跑了。不过，这边世界在男女相看一事上，竟如此随意的吗？不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好友之间相互引荐一下，就能直接私下相见了。确定这样不会乱了套？你们啥时候认识的？你们第一次亲亲是什么时候呀？哎，你们有没有全雷达？真是交友不慎啊！这群色女问的都是些什么问题啊？夏宁立马编辑文字，一条条对了回去。这帮色女脑子里全都是一些黄色废料，当自己跟他们这帮有了男友的女人一样吗？亏他们问得出来，别说全雷打了，连波波都没有好吗？不对，他跟宋少卿压根还没有走到恋人那一步，跟他们扯这些干啥？真是的，我这脑子都被他们带偏了。你家那位干什么呀？哎，有照片吗？赶紧发一张出来让我们瞅瞅啊！我跟瓶子还没见到人呢。对啊，我想看，佳佳都瞧见了，我们今晚也必须见见人。嘿，我也就是瞟了个大概，当时啊他擦着头发呢，瞧着是高高瘦瘦的。哎，不过姐妹们，他侧颜瞧着还挺好看的。但是正面我就没看清楚了。就侧颜啊，我要看正面。艾特一颗柠檬。
赶紧放照片。艾特一颗柠檬，赶紧放照片。来，夏宁，赶紧放照片。被群消息炮轰的夏宁不由苦着一张脸，这不是为难他吗？可如果不满足这帮女人的要求的话，他今晚怕是没法睡个安稳觉了。那个，我家这位有些害羞，不太喜欢拍照，有机会你们直接见本人吧。行，明晚还是后天晚上，我们下班后就可以约见。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就是有事也会赶过来。夏宁，你就说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见吧，正好啊，我们也很久没有聚一聚了。那我问问他，等敲定了再提前通知你们。行，咱们等着。OK， 坐等 GPG。这下好了，不见也得拉着他去见见了。怎么了？你没事吧？我见你迟迟未出，便来问一问。我没事，我在跟我的几个朋友聊天呢，跟他们很久没见面了，而且他们最近都交了新的男朋友，就想约着聚一聚吃顿饭，也好让大家都认识一下。刚才我有个姐妹在视频里看到你了，反正她已经认定我们俩是情侣关系了，就想见见你，让我带着你一起去。情侣关系？宋少卿直接跳过其他内容，敏锐地抓住了一个他十分好奇的词汇，总觉得这个词汇会是他感兴趣的，甚至想要的身份。夏宁暗暗啧舌呀，不愧是状元郎宋大人，就是会抓重点啊。情侣关系在我们这儿就是男女正在密切交往，可以奔向结婚的意思，就像你们东楚的未婚男女之间产生了爱慕之意，相互往来差不多吧。宋少卿直接惊呆了，没想到这里的世界远比他想象中的还要随性而为，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夏宁见他整个人都愣住了，心里很是理解，于是他在手机上找了一部甜甜的偶像剧，然后点击了播放。你慢慢看吧，我们这里的恋爱差不多就是这样了，我去洗漱了。夏宁把手机塞到了宋少卿的手中，就拿着自己的睡衣去卫生间洗漱了。殊不知啊，他此时的行为无疑是引狼入室，直接把小狼狗养成了大狼狗。那怎么样了？有大概的认知了吗？你放心，我会认真学习，与你一场现代式的恋爱。啥？你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呢？我既然来到了这里，那就该入乡随俗，遵循你们这里男女交往的方式才对，所以我会尽快学好你们这里的规矩。现在他总算知道自己哪里没做好了，难怪夏宁迟迟没有表示啊，原来是自己不够罗曼蒂克吗？那行，那你好好学吧，啊，用你自己的手机看吧，我还要用手机在网上买些东西呢。宋少卿拿起自己的手机就开始研究了起来，很快就找到了跟夏宁播放给他看一样的图标软件。看着五花八门的图画，他不由翻看着电视剧的名字，最终点开了一部名为《全世界都不如你》的电视剧。这名字好呀，肯定很罗曼蒂克吧，他要好好的学一学。早安，睡得可还好？早。一睁眼就看到一张盛世美颜的俊脸，简直就是暴击呀！不过他们俩怎么睡一起了？现在算是体会到被美男唤醒是什么感觉了。大清早的就这么勾人，真的好吗？感觉都听到自己心跳加速的声音了。早安吻，夏宁惊诧，好家伙呀，现在都学会早安吻了。他不禁想到，自己让宋少卿追剧学习，是不是做错了呀？不然怎么有一种带坏小朋友的感觉呢？时间差不多了，
咱们也该起了。啊，那快起来啊！我都差点忘了，赶紧的。还好没晚点。我昨晚是什么时候睡着的？还有，你怎么跟我睡在一起了？差不多12点左右吧。屋里就这一张床啊。其实是他昨晚见夏宁睡得太香甜了，模样也很乖巧，他实在移不开眼，忍不住想要多看一看。这还是他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着夏宁的睡容，这样难得的机会，他岂会与他分开呢？于是他侧躺在一侧，静静地看着夏宁。或许睡意会传染，不由得宋少卿也跟着睡着了。算了，我们回去吃早饭吧。我都行，看你。那咱们回去吧。等等，你朋友那边怎么说？你想去吗？或者你介意在公众场合行走吗？这跟我们之前去购买东西不一样，而且你这头发有些显眼，到时候可能会受到很多的关注与打量的目光，你能接受吗？没事，我想与你一起去认识下你的朋友。放心吧，我没你想的那么敏感脆弱，他们要看就随他们看好了。真的啊？真的。难道你不想让我陪着你？没有，我是担心你到时候会感到不自在。就这么说好了，你跟你朋友定一个时间吧，到时咱们想办法早点过来。大宁子这么有效率，一大早就直接定好了，不错不错，点赞。嘿嘿，昨天晚上肯定是跟她男人度过了一个火热的夜晚，今早就这么干脆的定下了。艾特佳期如梦，你个色女，大清早的脑子就装满废料了。你敢说你昨晚没跟你男朋友鬼混在一起？我懒得跟你说，我今天一定要打扮的美美的，可不能给我们家柠檬丢份了。对，大家都整漂亮点啊。OK， 艾特一颗柠檬，今晚见哦。艾特一颗柠檬，一定要带上你家男人哦，不接受任何临时不出席的理由。附议。放心吧，晚上见。夏宁蓦然感觉一道黑影投下来，他转过头就瞧见宋少卿一脸好奇地瞄着他的手机。你想看吗？你看得懂吗？宋少卿目光深邃地看了眼夏宁，很是干脆地拿过了手机看了起来。你真看得明白？装的吧？见他还认认真真地看起了群消息，夏宁微微诧异了下，又觉得不太可能。看来你朋友的性格挺开放的。不是吧？你真看懂了？这些简体字你都认全了？基本上日常的话语都能理解了。你怎么学的？昨晚看电视剧学的。他们说话的时候，屏幕上不是会同时出现字幕吗？我跟着他们的对话，再对上字幕上的文字，就学会并记下了。牛逼！学霸就是不一样。夏宁直接竖起了大拇指，心中很是佩服呀。走吧，咱们赶紧回去吃饭，等安排好那边的事情之后，也好早点回来。好。好冷啊！怎么突然这么冷了？你先拿点保暖的东西暖一暖，我出去瞧瞧。哎，你也披件衣服啊？怎么这么冷啊？是下雨了？这气温有些异常，你们赶紧去把其他人叫醒，别睡冻着了。是。真要感谢宋家，要不是他们及时来敲门，咱们怕是不好了呀。对啊，宋家又救了咱们一命呢。这天气怎么突然就冷下来了？可不是嘛，往年至少也要到10月中旬过后呢。少卿，怎么回事啊？听说是下雪了，好在我们提早准备了冬衣。今年这个冬天怕是难熬了。我觉得今天这气候有些不对劲，喝几口暖暖身体吧。我去看了，外面正在下着雨雪，虽然下的不是很大，
但气温相较昨日低了很多，地面上也是一片坑洼水泥，估计从半夜就开始下了。为了安全着想，还是暂且在驿站休整吧，或许明天就能放晴了。昨晚麦冬带回了广白传来的信件。真的？有你小叔的消息了，他们没事吧？广白信上说，他们赶到边关的时候，爹与小叔已经被严守关押起来了，他们并没有见到他们，所以他们先去找寻了大哥的下落。如今爹跟小叔已经被他们押送回京了，按照广白信上记录的时日来说，他们现在应该已经出了关州地界，最多10日就会到达京城。那怎么办啊？绝不能让他们进京，那还有活路吗？都别慌，少卿，你有何主意，说给大伙儿听听。我早已经想好了，祖母、娘、小婶，我跟宁宁会赶去救爹跟小叔，但在此之前，我们要先把你们送去安全的地方安置。不用，少卿，你们现在就去救你爹他们，我们这边跟着队伍走，不会有事的。二哥，我跟你们一起去。哎，你要是走了，咱们家里的人谁来保护啊？我眼下最重要的是如何让大家度过这个恶劣的天气。队伍里应该还有不少人没备有冬衣吧？倘若接下来的天气都这么冷的话，那咱们很有必要再储备一批物资才行。即使我跟宋少卿要离开，也要先把你们所需的物资准备充足才行。就让你们这么跟着押送队伍上路，我们也不放心啊。小宁说的对，咱们太急躁了。这路途遥远，路上要有个什么事儿，谁也说不准。没个完全的准备，哪能说出发就出发呀？还是那句话，小宁、少卿，你们俩直接安排就是，我们全力配合。我们现在要回我家乡一趟，采购充足的物资回来。二爷，您请说。队伍里的物资问题你不用操心，宁宁自有办法解决，甚至我们还能让整个队伍提前到达南门。当真？自然当真，晚上我们就能带回来。感谢夏姑娘，二位放心去就是了，驿站这边有我看着呢。胡大志连忙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如今队伍里的众人都已经彻底被他们二人收服了，谁还敢唧唧歪歪找他们的麻烦呀？后续的事情我们回来再说。好，那我就不打扰二位了，你们外出一切小心。伯母他们的提议你怎么想的？等我们今晚回来后，我再找胡大志与文家人细细商讨看看，如果他们表示没问题的话，那咱们就启程赶往宁州。也好，想必有了充足的物资，他们也能安心一些。21世纪荣城上午9点。看来我还是有必要尽快去把驾照考了，这样以后买个什么东西也能方便很多。学开车吗？你也想学？可以吗？应该不行吧？上次你说过，你们这里做什么事都需要户籍。你想学开车倒不是问题，只是你没身份证，就没办法考驾照啊。没事，能学就行。宋少卿对这个证件倒不是很在意，他只要学会开车的技术就够了。那行，等以后我学了教你就是。好。这一圈走下来，又花了近7、8万块钱，这还是他们买的东西都比较便宜的情况下，完全胜在数量多。只能说现在的钱太好花了。好了，钱花了就花了，还会再有的。而且这些钱我们也不算白花，还买了那么多物资呢。直到走出商贸批发市场，见夏宁一副心疼的模样，宋少卿倍感好笑。这样的宁宁还真是可爱呀。他心里还琢磨着，这次回去后就让麦冬给下边的掌柜们传送消息，让他们尽快送一些银子过来才行。瞧把他家宁宁心疼成什么样了。我知道，
我就是单纯的为花出去的钱哀悼一下。走吧，咱们赶紧去吃午饭，下午的事情还多着呢。好。夏宁与宋少卿从仓库收完所有的物资后，已经是下午的4点左右了。而夏宁与好友们约好的时间是6点半，所以他们现在只有2个小时收拾的时间。走，去下一个目的地。夏宁拉着宋少卿坐上了出租车，直奔市中心名牌男装店。这男人在穿着上的讲究跟女人不一样，衣服可以少，但必须质量很好。这人长得真好看，真是怎么混搭都好看。这样的宋少卿，又是一种全新的感觉。如何？很好看，特别的帅。得到夏宁的夸赞，宋少卿的嘴角不自觉地扬了起来。那我这头发……就这样竖着吧，多看几眼，感觉也挺搭的。是吗？真不用遮起来？真不用，在我们这儿，男人虽然都是短发，但也不乏有个性的男生，大家对彼此的包容性还是挺强的，顶多就是有些看稀奇吧，单看一会儿也就没什么了。晚上会有些冷，我给你挑了一件秋款的薄风衣，你再试试看。好。宋少卿很喜欢夏宁为他挑选衣物，打点琐事，这会让他有种他们已是一对恩爱夫妻的感觉。不错不错嘛，这一身跟你特别搭。这一刻，夏宁不由反问自己了，放着这么一个俊美的男人，他在犹豫什么呀？有这么一个出色又优秀的男朋友，完全是他赚了好吗？反观自己，长相顶多算个中等偏上，身材也就7、8分的水准，才华学识更不用说了，远远比不上状元出身的宋少卿。可老天爷偏偏让他们有了这番奇遇，这么一想，他顿时觉得自己是暴殄天物了，竟放着这么优质的男人不下手，他应该早点把宋少卿变成自己的才对呀。那好，就这一身吧。宋少卿见夏宁看着自己的眼神透着光，心里十分的高兴。走吧，现在去给你买衣服。女人的衣服买起来可比男人方便多了，颜色跟款式都很多样性。他放下购物袋，就开始跟着夏宁在衣架上为她挑选起来。只要他觉得夏宁穿起来好看，适合夏宁的衣服，他通通挑了出来。够了够了，你别拿了。开什么玩笑啊，这家女装的价位可不低呀，最便宜的都是1000起的。可以了，就这身吧。不再多试几身吗？宋少卿不死心地怂恿着，看向自己挑选出来的那堆衣服，目光很是可惜。这些衣服穿在夏宁身上肯定很好看啊。他见夏宁也不像是不喜欢的样子，多半还是钱的问题，他肯定又在心疼花钱了吧。说来也是他的不对啊，给他的那些东西太少了，以至于他花个钱如此心疼。倘若他有足够多的金银财宝，那他自然就不会舍不得了。不用啦，等会儿咱们还要去吃饭呢，拿着太多东西也不方便，等以后有机会了再来买吧。好吧，宋少卿也不再勉强了，还是等下次他带够金子再来带夏宁买衣服比较好。宋少卿拿出一张银行卡递给了店员，麻烦帮我把换下来的衣服装起来。好的，先生，请稍等。不错，挺像模像样的。是夏老师教的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两人穿着一身新衣服走在繁华的步行街上，准备前往他们下一个目的地。果然，发型独特又颜值出众的宋少卿简直就是人群里的发光体，瞬间就吸引了四周人的眼球，引得众人纷纷侧目观看，甚至还有女生拿着手机偷拍着他们俩。要不戴个墨镜？好。哇，这个包间不错哎，不枉我多给了一笔包间费。这环境太适合拍照了，快趁着他们没来，咱们拍几张照片。难得他今天盛装打扮了一番，而且今晚的场地还这么的优雅浪漫，不拍几张照片留作纪念，岂不是浪费啊？来，对着镜头笑笑，我们拍个合照。宋少卿完全一脸懵啊，愣愣地看着手机，俨然一个拍照工具人。
这又是作何？他现在还没把所有的手机功能摸索完呢。喏，你看看，好看不？这是我和你吗？这是怎么弄的？太像了，简直跟真人一模一样。就是皇宫里画技最好的画师，也画不出如此逼真的人物画来。对啊，这就叫拍照。这个手机里有个摄像头，不管是人还是其他的东西都可以拍下来。但是这个拍照只能定格某个瞬间的画面。如果想要记录我们一直说话的画面，那就要开启摄像功能。宋少卿听得一阵恍惚，这拍照功能比他们画师还要厉害。喏，就像这样，点击一下，画面就定格了。哦，记得拍照的时候要注意聚焦，就是这个小圈圈。听明白了吧？那我站在窗边的位置，你用你的手机帮我拍几张。我试试。看着画面中的夏宁一直笑着，宋少卿忍不住伸出手，轻轻触摸着手机屏幕。真好啊，希望他的宁宁能永远这么灿烂的笑着。怎么样啊？你拍没拍啊？好了。啊，你这照片拍得很不错嘛。不错不错，那你再多给我拍几张吧。好。宁宁，你过来，方才的合照不太好，我们重新拍一张。之前夏宁拍他们合照的时候，他还什么都不知道，感觉表情有些呆呆的。还有那张合照在夏宁的手机里，他也想在自己的手机里保存他们的合照。好啊，再来一张，换个动作。怎么弄啊？把你的手搭在我的肩上。夏宁眼眸一转，很快有了主意。他们独处的时候不多，正好现在可以培养下感情。宋少卿表情微顿，眼带疑惑地看向了夏宁，似乎有些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哎，就这样啦。就这么拥着他，竟让他有一种拥有了一切的感觉。快拍啊！这就叫拍情侣照，知道了吗？关于拍照的 pose， 你还有的学呢。情侣照，宋少卿眼眸微亮，他现在已经不是最初的那个小白了，早就知道情侣代表着什么意思。快看看照片。于是两个脑袋凑在一起看起了他们的合照。整体感觉还不错。这次宋少卿的表情仍然有些呆呆的，但配上夏宁突来的亲吻，倒是恰如其分，有点粉色气泡的气氛了。你觉得呢？很好。宋少卿看着屏幕上的照片，目光很是温柔，久久不舍地从照片上转移。这是夏宁第一次亲他，没想到能永久地记录下这个瞬间。如此重要的一刻，能被拍成定格的照片，确实很有意义。再拍一张吧。还拍？看来你这也是拍上瘾啦。但时间不多了，佳佳他们应该快到了，等回去后再慢慢拍吧。反正手机在你手上，你想怎么拍就怎么拍，时时刻刻随时随地都能拍的。好吧。是这里吧？大娘，哎，佳佳你干嘛呢？杵在门口干啥？你们来了，快坐快坐，我们也是刚到。夏宁连忙上前迎着，一手拉住了王佳佳，一手拉住了紧跟其后走进来的林静，而两人的身后跟着两个年轻男人，身高差不多都在1.78米左右。晃眼看去，两位男士显然也是特意捯饬过的。几人走进包厢，一眼就看到站在落地窗跟前的宋少卿，没办法，实在太显眼了，难以忽视啊。两位男士默默地对视了一眼，眼里透着一抹苦笑。啊，你们这位……几人中还是一向比较沉稳的林静开了口，但她的心还在一阵的猛跳，完全是被激动的。她家姐妹牛逼大发了呀！瞧瞧这脸，这气质，这是从哪里搞到手的极品男人呐？
给你们介绍一下，我男朋友宋少卿。你们好，幸会。啊，你好，你好。你好。瓶子怎么还没来呢？估计路上有些堵车吧。哦，这个时间点的交通确实有点拥堵，我们俩都是坐地铁过来的。怎么，你们俩不打算介绍一下吗？啊，我男朋友秦宇是做房屋设计的，大我2岁。你们好，多多关照。房屋设计，哎，这个好啊。那以后我们要是装修房子了，找你能打折吗？你们都是静静的朋友，设计这块我免费给你们画稿。哟，够爽快呀！那肯定不能让你白干活啊，亲兄弟还明算账呢，我们哪好意思白占你便宜。我男朋友方培文，他应该比我们都大吧，今年26，在 4S 专卖店做汽车销售的。你们好，很高兴认识大家，经常听佳佳提起你们，今日总算是见到各位了。以后大家在汽车方面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找我。行啊，一定找你。瓶子说他们现在在地下室停车了，很快就上来。那我让服务员上餐啦。我去就行了，难得一次姐妹聚会，她也想让夏宁跟她的朋友好好聊一聊。啊，好啦，人都出去了，还看什么呢？哎，柠檬的男朋友长得那么好看，当然要时时刻刻的看着呀。哎呀，也是啊，换成是我，那肯定是恨不得自己的眼睛都长在他身上了。啊，大娘子，你老实交代啊，你怎么认识他的？你也是厉害啊，平时都宅在家里搞文学创作，一声不响就交了一个这么帅的男朋友啊。我说我们是无意中网上认识的，你们信吗？什么？啊？钻嘟假嘟啊！我要骗你们的话，有必要编个这样的方式吗？我们又不是那种特意加网友聊天的人，真的是机缘巧合下成为的网友。我们也是聊了很久才见的面，感觉对彼此都很有好感，然后才确定了男女关系，打算谈一场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那你们挺有缘的。不是吧？你们一谈上就打算结婚啦？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啦。呵，可以啊，姐妹，佩服佩服！你大学几年坚持不谈恋爱，这一谈起来就一鸣惊人啊！不好意思啊，我们晚到了。哎，就等你们俩了。我跟你们说，我刚进来的时候，在大厅看到了一个超级大帅哥，真的，那颜值真是绝了。那长相简直能吊打娱乐圈无数男明星了，你们是没看到？停，我们早就看见了。我们不仅看见了，还跟他近距离的说了话。不是吧？你们也太幸运了，所以我是来晚了，错失机会了。我跟静静那也就是沾沾光，大宁子，才是那个最幸运的人呢。什么意思啊？就在这时，包间门再次打开，众人下意识看了过去。啊，那个他，周萍萍看着进入包厢的宋少卿，既激动又惊讶。萍子，这是我男朋友宋少卿。周萍萍不由咽了口口水，有些反应不及了。你们好。你好，我是萍萍的男朋友刘俊。周萍萍还处在自己看到的极品小哥哥竟是自己姐妹男朋友的震惊中。幸会。哇，这摆盘好高级，好精致啊！哎，别动，等我先拍几张。今晚让宋先生破费了。对啊，这家餐厅挺贵的。严重了，大家吃得开心就好。我应该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宁宁的照顾才是。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与大家聚餐交流。那肯定的呀，咱们轮着来。嗨，你客气了，我们是相互照顾，柠檬也帮了我们很多。好啦，咱们都不要相互见外了，快用餐吧。来，咱们先碰个杯，祝咱们一直幸福快乐。是该庆祝一下，祝我们脱单快乐，干杯！干杯！众人一边吃一边闲聊了起来，然后话题不知不觉就转到了宋少卿的身上。
宋先生，你做什么工作的呀？忽来的提问让包厢的氛围静默了一瞬。国学，我是做国学研究的，方才的介绍也没说清楚，现在我一并说说吧。我家里历代都是从事国学工作，与文化传承和国书记载有关的我们都有涉猎，也因此我们家有些传统，在很多方面都比较遵照传承文化，也一直恪守着老祖宗留下来的家规家训，所以有些习惯或许会和大家不一样，还望大家多多包涵。哇，听着好酷啊！难怪你还留着长头发呢，真跟古代人差不多了。国学研究，还有这样的工作吗？感觉好高大上的职业啊！你们家还真特别，都21世纪了，竟还保留着过去的那套习俗啊！原来如此啊，这么说你们家也算是祖传家业了。我有些好奇啊，这国学具体是做什么的呀？我还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行业呢。听到王佳佳的提问，夏宁心里又咯噔了一下，忍不住为宋少卿捏了一把汗。老实说，宋少卿刚才的答案真的是超出他的预料，没想到他回答的这么好。不过这个答案倒是与他本来的身份十分符合。夏宁看着他的目光渐渐凝住了，他在想，好像面对任何变故，这个男人始终都能这般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哪怕在他最为狼狈的时候，他的姿态似乎都不减丝毫。这一刻，他好似感受到了宋少卿的魅力。从字面上来说，国学指的就是古代学说，也就是研究古代的文学文化。但从更深层的广义上来讲，国学是指历代的文化传承和学术记载，包括古代历史、哲学、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书画、古乐、易学、术数、医学、星象、建筑等等。不是吧？要学这么多科目吗？牛逼了呀！我学一门科目就已经很头疼了，真要掌握这么多科目知识，那我肯定会崩溃的。没想到国学这么难，我还以为跟文科差不多呢。该不会你精通这所有的科目吧？谈不上精通，只是都略有涉猎。哇，那也很厉害了好吗？我之前都不知道国学要学习这么多的知识啊。没想到宋先生年纪轻轻就这么有学识了，感觉现在很多年轻人呢都接受不了这么沉闷的工作呢。不过宋先生给人的感觉跟国学这个工作挺相符的，很有文人气息。太对了，要是你再换上古装的话，那绝对是活脱脱的古代贵公子了。哎，别说，还真有那个份儿。真是凑巧了，我是做文化展工作的，说来我们也算是半个同行了。宋少卿微微颔首回应，并没有什么言语。就冲这个，我也得敬宋先生一杯，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合作啊。叫我名字就行，有机会的话一定多多交流。于是两人爽快地干了杯里的红酒。我这个人啊，最敬佩的就是文化人，我这个耍嘴皮子的有失敬仰了。来，我敬你们一杯。谢谢。你们都喝了，我这杯也不能少啊。那是肯定的啊，咱们轮着来。眼见他们几个男人热络地喝了起来，一副不把对方灌醉不罢休的架势。夏宁忍不住在桌下用手指戳了戳宋少卿的腰，想示意他少喝点，多顾及下自己的身体。宋少卿顿时全身发僵，他的左手不动声色地从桌上放了下来，然后迅速抓住了那只作乱的小手，紧紧地握在手里。我是想让你少喝点酒，注意你的身体啊。放心，我身体一好，喝点酒不会有事的。对于夏宁的关心，他感到十分受用，整个胸腔都激荡着一股柔情，这让他更舍不得松开夏宁的小手了。来吧，我敬你们小两口一杯，祝你们相亲相爱到永远。谢谢。谢谢，同喜同贺。快松手，你想饿死我吗？你们俩说什么悄悄话呢？瞧那亲密的样子，当我们这些电灯泡不存在吗？说什么呢？我们就正常说着话。宋先生这样的才貌，你身边怕是围绕着不少的女孩子吧？这还用得着问吗？像宋先生这样的男人，那肯定招女孩子喜欢呢。并没有，这是我第一次与女孩子交往，当然也是最后一次。
啊？第一次谈恋爱吗？不是吧？怎么可能啊？确实如此，我之前就说过了，我家一直遵循老祖宗定下的祖训家规，很多方面都保持着一些旧式的规矩。在婚事上，一旦定下关系，那就是认定了对方，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一生只有他一个妻子，万不能有辜负对方之心，只能忠诚于他一人。众人目瞪口呆，啥玩意儿？这年头还有如此守旧的规矩啊！哦，你们家这规矩真挺好的。他现在都有些羡慕好友的狗屎运了，随便在网上聊个好友，也能钓到这么优质的极品男人。是啊，这样的家风可不多。要是大家都保持这样的优良风气，这个世上的男女关系肯定是和谐无比，不知道能少了多少怨男怨女呢。那万一之后你不爱对方，感到后悔了，难道也还要继续跟对方做一对没感情的夫妻吗？这个万一不成立，如果我不爱对方，根本不会与他定下关系，更不会与他结为夫妻。结成了夫妻，那我对他的爱就不会变，谁也无法撼动他在我心中的地位。或许这个世界有很多人对待感情不够坚定，但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并不代表我也不行。我是我，别人是别人，我无法要求别人，我自己做到就好。微顿了下，宋少卿目光看向身边的夏宁，于我而言，只钟情于一人并不是什么难事，时间会是最好的证明。过去22年，他从未对谁动过心，更不曾有成亲的念头，但如今他有了动心的人，迫切地想要与对方厮守一生。既然他已经遇上了所爱之人，那对他来说此生就足矣了，他又怎会再看其他女人，甚至爱上其他女人？他的心很小，也只有一颗心，所以只容纳得下一个人。如今他的心里已装了一个叫夏宁的人，早已被他填得满满的了，又如何再容得下其他女人？夏宁感觉自己的心止不住的砰砰直跳，对上宋少卿那满含柔情的目光，他感觉整个人都被吸入了他那深邃的眼眸里，不断的沉溺在其中。怎么回事啊？他明明没有喝醉，怎么现在忽然有一种晕乎乎的感觉？众人一脸讶然，表情更是一言难尽。他们这是被迫塞了一嘴的狗粮吗？这么多人他看不见吗？竟还当着他们的面公开秀恩爱表深情。三个男人默默地对视了一眼，顿时感到以后的生活压力山大呀。来，宋先生，我敬你一杯。既然风头都被他一个人占了，那今晚这酒必须得喝痛快了，最好把他喝趴下才行，总不能让他一直春风得意吧。对对对，我们也敬宋先生一杯。你们路上注意安全。到家了发个信息啊，这份礼物谢谢啦。好，拜拜。拜拜，改天再去。你没事吧？坐在出租车上，夏宁忍不住询问着身边的男人，只见他不停地揉着太阳穴。我没事，就是有些头晕。你要不眯一会儿吧？嗯。这个是解酒药，快吃了。宋少卿很是顺从地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水，服下了解酒药，随后他就瘫在沙发上不想动了。要不今晚我们就不回去了吧，在这边好好休息一晚，明早再回去。嗯，好。不舒服的话就快去洗漱，早点休息吧。嗯。夏宁无奈地摇了摇头，都这样了还说没喝醉。他先去了卫生间放了热水，把一切洗漱物品准备妥当后，又来到了沙发跟前。宋少卿，宋少卿，快去洗个澡。宁宁。是我。热水已经放好了，快去洗个热水澡，再上床睡觉。上床睡觉？宋少卿小睡了会儿，这会儿脑子的反应有些迟钝，抓住心爱姑娘的手，他的脑子里就听懂了这几个字眼。显然他想到的上床睡觉跟夏宁表达的意思完全不一样。快去洗澡吧。好。宋少卿眼眸亮了亮，脚步虚浮地进入了卫生间，而夏宁进入了厨房，打算煮一杯热牛奶，
今晚宋少卿根本没有吃什么东西，大多都在跟他们3个男人拼酒，也不知道这酒有什么可拼的。他们几个人非得争个输赢，只能说这男人该死的胜负欲呀。10多分钟后，宋少卿从卫生间里走了出来，冲了一个热水澡，让他的意识又清醒了不少，只是脑袋仍然有些轻飘飘的。快来喝牛奶，喝完了就去休息。夏宁把牛奶杯子塞到了宋少卿的手中，交代了一声后，他就去洗漱了。20多分钟后，夏宁洗完澡出来，发现客厅空无一人。他关掉了客厅的电灯，进入了卧室里，果然看见躺在床上睡容沉然的宋少卿。他走到床跟前，却见宋少卿的脸红扑扑的，莫不是受冷感冒了。夏宁担忧地伸出手放在他的额头上，想要感受下他的体温是否正常。哪知道他的手刚接触到宋少卿的额头，就直接对上了一双清灵灵的眼眸。好点了吗？还难不难受？实在不舒服，我们就去诊所瞧一瞧。我没事，你快上来盖着被子，别着凉了。真没事吗？你可别憋着逞强啊。夏宁，你这满脑子到底在想些什么呢？你今晚也喝多了不成？快睡觉，快睡觉，停止一切胡思乱想。突然，夏宁浑身一僵，因为薄被之下，他似乎感到有个温热的物体正逐渐靠近他的手。慢慢的，他的手被一只大手包裹住。宁宁，脑子乱糟糟的夏宁下意识就应了一声。才意识到自己竟然发了声，他恨不得立马咬断自己的舌头啊！他真是被自己给蠢死了。他回应对方，岂不是在告诉他自己在装睡吗？夏宁心里羞恼不已，直接不想搭理他了。他也要面子的好吗？真睡了。宋少卿撑着手肘侧身看着他，见他睫毛微微颤动，他眼里一片笑意。他家宁宁真可爱呀，这是恼了。宁宁，不睡了。宋少卿轻笑出声，夏宁瞬间对上他含笑的眼眸，那眼底似噙满了一汪春水，温柔又多情。而此时，这双眼眸里只有自己。夏宁微微怔了怔，积攒了一晚上的异样情愫，瞬间在他的胸腔里绽放出了一朵朵新花，满是意乱情迷。宋少卿不由被夏宁的眼神怔愣住了，就是这样的眼神。今晚吃饭的时候，他就是以这样的眼神凝望着自己，是那么的专注，那么的明亮，仿佛自己就是他世界里唯一的光。这一刻，他忽然明了，他们之间的感情是双向的，他心里有着他。为何这般看着我？我在看你眼睛里的我。我的眼里全是你。看来大家都还没起呢。时间还早，你要不要再眯一会儿？不用，我睡够了。你也别吵着他们，让他们多睡一会儿吧。宋少卿满心眷念地嗅着他发间的香气，舍不得放开怀里的人，脑中不由回味着双唇相缠的美妙滋味。在此之前，他根本没有亲吻的概念与认知，压根儿不知道相爱之人的拥吻竟会是一件如此美妙的事情。反正也是闲着，我去厨房做早饭吧，也有段时间没给大家做饭吃了。好，我给你打下手。哎呀，你们回来了。对呀，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回来的？还顺利吗？哇，好久没有吃到夏姐姐做的饭了。今日的早膳好丰盛啊！好啦，咱们先吃饭吧，一边吃一边回答你们。于是，宋家众人热闹地吃起了早饭，而两人回来的消息也迅速在驿站传开了。昨天没什么事儿吧？曹大病重了。
啊？真的，人已经进气多，出气少了。怎么回事？前天不是看他还好好的吗？听说前几日曹大就有些受凉，他们也采了草药熬药给他喝，但不知道为何，连喝了几日，曹大不仅没好，反而更严重了。直到昨日中午，曹家的女眷才闹着找大夫，说是人已经昏迷不醒了。可这雨雪天路，四周有荒无人烟的，哪儿去找大夫啊？最后，我把你之前留给我们的药片送了过去。不管如何，咱们家也算是尽了仁义了，剩下的只能听天由命了。那他吃了药还是不见好转吗？唉，主要还是发现的太迟了，人已经烧糊涂了。我估计前晚开始，曹大就不大好了，而曹家那些人都不太乐意伺候他，所以就把人给疏忽了。等到昨日午时才听到曹莹莹的哭喊声，大家这才知道曹大的病情很严重，虽然为他吃了药片，可人却一直不醒，怕是身体早已耗空了。啊，阿弥陀佛，一切都是命数啊。二弟、小宁，你们准备何时出发啊？对呀，你们想好了吗？我们这边能照顾好自己，你们俩不用担心我们的。你爹他们那边更要紧。想好了，等今日把你们这边安排好以后，我们明天就出发。真的？太好了。那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吗？啊，不用了，该准备的我们都备好了。今日请各位过来，是有一事需要大家帮忙。诸位应该也知道，我们宋家如今的……这会不会太冒险了？就你们两人能行吗？对呀，宋将军那里肯定是层层把守，你们打算如何解救啊？万一那边有诈呢？倒不是我质疑二爷的能力，实在是双方悬殊太大。你们这样贸然前去，要是反被搭了进去，可如何是好啊？望二爷三思，真要救人，咱们再琢磨个更稳妥点的办法吧。你们的顾虑我都明白，但我心意已决，这一趟我必须去。不过诸位放心，我自不会冒失冲动，必然会采取稳妥的法子在行动。只是我们这一去，也不知道会耽搁多少时日。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的家人，只好帮托诸位多多照看一二了。二爷客气了。就是大家互相帮助。这一路我们都受了你们一家的照顾，你不用说，我们也会做的。既然你已经做好了决定，那我们自然尊重你的选择。你们放心去吧，这边有我看着，不会有事的。你们也别这么消沉啊，有我在，你们安心吧。两位宋将军肯定会跟我们一起平安归来。对，差点忘了。有夏姑娘在，我们确实不用太担心。可不是吗？夏姑娘这么厉害，又有着不少的神兵利器，此番定会安然无事。好了，那咱们来说说接下来你们的路线吧。二爷，您放心，我们会守好队伍。有劳文老费心了。胡领头，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出发？外面的雨雪已经停了，但我瞧着那路面还不太好走，我打算明日再启程，今日也好再做一些安排。这个叫工兵铲，给队伍里的男人一人配一个吧，最好随身带着，以便随时可以应付突发状况。这个工兵铲用途很多，你们可以慢慢摸索。这个是开山刀，是为队伍的女眷们准备的，7岁以上的孩子也可以给他们配备一把，但是要仔细叮嘱他们注意安全，平时让他们随身携带，也好有个预防。好，这武器好呀！这个开山刀好锋利啊！不错，是把好刀。这是什么材质打造的呀？与我们东楚的兵器完全不同啊！这还用问吗？必然是夏姑娘家乡那边的兵器。夏姑娘所在的国家着实厉害，不得不佩服。这里面是汽油，是一种易燃液体，你们要多加注意，不能让这个小桶接触到火源，不然很容易燃烧起来，甚至还会引起爆炸。
这东西有些危险，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最好不要轻易使用，以免误伤自己人。之所以为你们准备这个，也是为了应付比较棘手的问题，比如在路上被大规模的劫匪包围，无法逃生的情况下，就可以点燃这个汽油。我们还配备了一些玻璃瓶，在瓶子里装上一些汽油，然后往里面丢入火种，就能引燃爆炸，为你们争取逃离的时间。记住了，如若无事，轻易不要点燃汽油，危险性太大了。要不是他实在不放心他们在路上的安危，他肯定不能把威力这么大的武器拿出来。一旦使用不当，就有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我们记住了。放心吧，二爷，我们会小心的。那个，有之前麦冬使用的那个武器吗？我感觉那个铁棍挺厉害的。啊，有呢，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到时候让青泽跟麦冬教你们。太好了，谢谢夏姑娘。好啦，你们赶紧做下整理吧，该分的就分了。好。青泽，这个叫充电桩，是专门为电车充电用的。之前我给你讲的，这电动三轮车是靠着电力行驶的，你还记得吧？记得。之前电车都是我在晚上充的电，明天我们分开后，这差事就交给你了。没电了，你就用这个充电桩补充电源。一个充电桩可以给电车充10次电，这2个充电桩应该能撑到我们回来了。好。不好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那个曹老大死了！啊？真的，曹家都已经乱起来了。就在这时，夏宁就隐约听到了女人的哭喊声，看来曹老大真的去了。走，我们过去看看。真没救了？霍连涛已经看过了，没气了。怎么会这么严重？他没吃药吗？药是喝了，但听说是这几日都吃不下什么东西，人也消瘦得厉害。刚才突然就咳血，然后就倒了下去，一摸就发现人没气了。唉，这人走的确实是突然了点儿，完全没想到。对于曹老大的突然离世，众人也只是感触了一会儿，随后大家就恢复如常，继续忙着自家的事儿了。今天可真是个好日子，又有新衣服，又有这么丰盛的饭菜吃。可不是嘛，就跟过年一样。夏姑娘当真是女中豪杰，出手就是大方。是啊，我真没想到每个人都有份儿。听说明天大家都能坐电车赶路了。那太好了，我早就想做了。果然跟着宋家与夏姑娘啊，这日子啊不知好了多少。以后我一定以宋家马首是瞻，跟着他们绝对有肉吃。往后在南蛮的日子或许就不那么苦了。就只以宋家为尊吗？没有夏姑娘？嗨，瞧你说的，夏姑娘不是二爷的媳妇儿吗？那她自然也是宋家人呢，用得着区分开吗？你说的在理，宋家仁义，肯定不会亏了追随他们的人。感觉有宋家在，完全不用担心太多了。我也是。这一天，押送队伍的众人都过得很开心，很踏实，心中对于南蛮也没有了最初的恐惧了，因为有宋二爷与夏姑娘在。宋二爷跟夏姑娘就这么走着去吗？不仅没有驾车，连一个随行包袱都没有，就这么两手空空的上路了。闻言，众人默默地瞅了他一眼，一言难尽的摇了摇头，就转身回院里了。哎，你们这啥表情啊？我说错了什么吗？老大，他们啥意思啊？嫌你蠢呗。啊？我哪里蠢了？二爷与夏姑娘出门一趟，就带回来2车的物资，你就没仔细想想，他们从哪里弄来的吗？你觉得以他们俩的能耐，可能就这么走着去吗？啥意思啊？那些物资不都是夏姑娘从她老家带来的吗？还能从哪儿弄来啊？你自己慢慢琢磨吧，我去整队了。大牛傻愣在原地，苦苦地思索着问题。另一边，夏宁与宋少卿在远离众人的视线后，就立马从磁棚空间里拿出了一辆电动4轮车。你确定没问题？夏宁坐在副驾驶座位上，
不太放心的向着自家男友做着确认，毕竟这家伙只在买车的时候找工作人员学了半个小时。哎呀，放心吧，快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好吧，先开慢一点，上手了再提速。夏宁一边系着安全带，一边不忘叮嘱几句。于是不太平整的泥巴路上缓缓地行驶着一辆浅蓝色的小车。总算是到了。今晚就不赶路了，好好的休息一晚。连续5天起早摸黑的赶路的确很疲累，要不是他们借用了时空差多休息了几个小时，这身体啊恐怕真吃不消。可以啊，这几日你最辛苦，你才应该好好休息一下。那晚饭回去吃。怎么了？你在看什么呢？我们刚才好像被人偷拍了。啊？你确定没看错吗？偷拍我们干嘛？我没看错，我听到拍照的声音，看过去的时候，有2个小姑娘的神情表现得很慌张，她们的手里还拿着手机，角度正好朝着咱们。见我发现了，她们立马就跑了，很是可疑。你笑什么呀？他们应该没有拍我，而是在拍你。拍我作何？那当然是见你帅，长得好看才会拍你啊。在我们这里，这样的举动其实很平常的，并没有什么恶意，就是单纯的喜欢帅哥美女而已。我们这里有一群人叫颜控，就是特别喜欢脸长得好看的男女，见到了就忍不住想要拍照，以便能够实时欣赏，或者与其他朋友分享。你也不用太在意。可我不想出现在别人的手机里。他只喜欢跟宁宁拍照，也只乐意收藏他们俩的照片，十分不愿意自己的照片存在别人的手机上，而且还被人拿来观赏，这总让他有一种被偷窥的感觉。他的样子只想留给他家宁宁欣赏。没办法，谁让你长着这么一张俊脸呢？完全就是人群中的发光体，绝对是颜控们追寻的对象。如果你实在不习惯的话，就戴上口罩吧，这样就能减少一些焦点。给我一个口罩吧。晚上10点左右，2人慢悠悠地散步走回了公寓。差点忘了抽奖的事儿了，应该出结果了吧？老天爷保佑，一定要让我中啊！拜托拜托。很重要吗？你真要喜欢，我们可以花钱自己去。这你就不懂了，这个就是抽奖的乐趣，白嫖来的快乐。说完，夏宁就不再搭理身边的男人，神色紧张地瞄着手机屏幕，指尖一点点地划拉着。抽中了！抽中了！我们的19号被抽中了！兄弟，你这手气真是绝了，我还没有过这么好的手气呢。兄弟？我是你兄弟吗？太高兴了嘛，一是嘴瓢，你可别在意啊。避免对方深究下去，他连忙把话题转了回来。我们的运气太好了，可以免费出国旅游呢。你想好了去哪儿吗？希腊，我选了希腊，那是我最想去的国家。希腊？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大概是一个很浪漫，会让人着迷的地方吧。说完，他拿起手机搜索了一番，然后点开了一个视频。那你自己看看吧，这是希腊的推广视频，我先去洗漱。晚上11点左右，夏宁一边抹着晚霜，一边躺上床。一道惊呼声乍起，夏宁就被宋少卿一把搂进了他的怀里。吓我一跳，我脸上的精华还没抹干净呢。你准备什么时候去啊？等我们到了南蛮稳定之后再做安排吧。现在这情况，我们也无心去国外旅游啊。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你没身份证，怎么跟我一起出国旅游啊？没事，咱们还有时间，总能找到其他的办法。也是，时间都还没敲定呢，我们慢慢想办法吧。宁宁，在不戴口罩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适当遮掩下我的面貌？
你想干嘛？我们回去后不能开车了，得沿着那些押差的路线巡过去，估计时刻会遇上其他人，再开车就不方便了。再者，我担心押送我爹他们的队伍里有萧家的人，如今我的身份不宜暴露出去，所以我就想着，你们这边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稍微改变或者遮掩住原本的容貌？这样啊，那简单啊，包在我身上。半个小时后，夏宁拿着新买的化妆工具，就开始在宋少卿绝美的脸上肆意折腾了。如何啊？你自己看吧。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宋少卿忍不住嘴角直抽抽。这真是他吗？宁宁，你确定要跟这样的我一起走在街上？确实太丑了点哈，要不我把你脸上的麻子去一些，眉头再秀气一点。说完，夏宁拿着化妆工具又在宋少卿的脸上一阵擦擦涂涂。好啦，你再瞧瞧呢。不错，辛苦宁宁了。走吧，该回去了。怎么走啊？放心，有我在，肯定不会让你走丢了。哼，我才不担心呢。真要是走丢了，反正也饿不着我，小日子绝对过得又舒适又滋润。那倒是。宋少卿满眼笑意，对于这一点他十分认同。即便夏宁没办法穿回现代，但凭着瓷盆里的东西，他也能在东楚混得风生水起。午间，两人在一处茶摊歇了下来，距离此处差不多4、5里就是县城了。老人家，向您打听一下，这几日有没有很多人路经这里啊？这几日嘛，我最多就瞧见5、6个人结伴的。眼瞧着这天气越来越冷了，谁还愿意出远门呢？你说的在理。接下来咱们怎么走？他们应该还在我们后面，咱们找一处地方等着吧。那不进县城了？不了，他们队伍人多，应该不会选择进入县城，那样不但容易暴露他们的行踪，还特别引人注目。我猜他们应该不会让我爹跟小叔暴露在世人面前，他们心里还是比较忌惮宋家军在民间的影响力，恐怕根本不敢暴露我爹跟小叔的身份。所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们应该不会进入府县这样人多的地方。何况他们队伍人多，进入府县晃悠也不合适，目标太显然了。他们应该会选择人烟稀少的地方扎营。厉害！走吧，找处地方休整。宋少卿站起身，从衣兜里掏出了10文钱，放在了桌子上。2位客官慢走啊！两人朝着县城的方向继续走了10多分钟的路程，找了一处小山坡停了下来。这个小山坡就处在沿途的马路边上，正好可以清楚地看到马路上的情况。坐吧。午饭想吃点什么？我都可以，你看有什么就吃什么。宋少卿不挑食，回答的也很随意。他微微晃动了下右手，就从共享空间里拿出了一个望远镜，这还是他在批发市场瞧见的，为此十分感兴趣，就买了10多个备用。行吧。夏宁先拿出了一张折叠桌摆在两人的面前，接着就拿了2份卤肉饭，还配了1份凉拌鸡块，1份蒜蓉凤尾，然后就是2杯咖啡，1杯香草拿铁，1杯意式浓缩。不用问，意式浓缩肯定是他新上任男友的口味。赶紧吃饭吧，一会儿场风就凉了。好。你有具体计划了吗？有大概的想法，但没仔细计划，毕竟现在还不清楚他们那边什么情况，等摸清楚了他们的情况后再随机应变吧。行，先探探对方的底吧。就这样，两人一边吃着午饭，一边愉悦的闲聊。突然不远处传来一阵马蹄声，宋少卿立马放下筷子，拿起了桌上的望远镜，朝着远处的方向观望着。宁宁，快把东西收起来。应该是了，领头骑在马上的就是萧家子弟。好，看清楚了吗？是不是他们？
看到你爹跟小叔了吗？是他们。宋少卿的脸色黑沉的厉害，短短的3个字，他咬得格外重。夏宁的目光颤了颤，有些看不下去了。现在的囚车里，哪儿还有昔日威风凛凛的宋将军啊？简直是连乞丐都不如。此时2位将军整个人都依靠在囚车的木栏上，闭着眼睛，也不知道是昏迷还是睡着了。显然他们很疲累，身体消耗了很多。狗皇帝！他不由转头看着身边的男人，发觉他整个人都处于极度抑制自我的状态中，脸色更是一片沉色，可见忍得有多辛苦。你别气了，我们已经赶来了，很快就能救出他们。现在已经遇上他们了，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先静观其变，摸摸他们的底再做决定。那现在呢？咱们先远远地跟着他们，顺道仔细观察下他们的情况，然后再找机会下手。半个时辰后，军队在县城近郊处停了下来，夏宁与宋少卿紧跟着就躲进了附近的草丛里，齐齐拿着望远镜观看起来。怎么样？什么时候出手？再等等，现在还不是最好的时机。那什么时候才算好时机啊？天黑的时候。明白了，等他们熟睡之际，确实是下手的好时机。人不知鬼不觉的出其不意，他们肯定是防不胜防。走吧，咱们也找一处地方休息。宋少卿，你有没有发觉你爹跟小叔有些不对劲儿？这么久了，他们好像都没动过，始终维持着一个姿势没变。宋少卿连忙拿起望远镜，对准山下的囚车，仔细地观察起来。他方才一直埋首写东西，还真没有注意到。果然，他看了几分钟的时间，他爹跟小叔连手指头都没有动过，两人就像是沉睡了一般，对外界似乎没有一点意识。不对劲儿，这很不对劲儿。宁宁，你的感觉没错，我爹跟小叔的确有些不对劲。那怎么办？宋少卿忍着气，等天黑。2位将军不会有事吧？不会，我爹跟小叔都是心性极其坚韧又强大之人，轻易不会被眼前这点粗末打倒。我们赶了这么多天的路，也不急于这一时。为了之后更稳妥的脱身离去，眼下只能多加忍耐了。你在写什么？在清点我们可利用的武器。我看看呢。如何？我觉得你写的这几个方案都挺不错的，但怎么说呢，我感觉太正了，对付他们没必要如此费心费神。哦，宁宁是有什么想法吗？是有些想法，虽然有些旁门歪道，但只要解决了问题，那就是好办法，不是吗？说的在理，你说说呢？靠近点，我给你说。几分钟后，宋少卿表情有些呆滞，嘴角还微微抽搐了一下，似乎很是一言难尽的样子。如何？我这个办法还是可行的吧？不错，确实比我想的要简单好操作一些。他从未想过还能有这样的操作，简直就跟玩儿一样。你怎么会想到这样的主意啊？这算什么呀？如果你也生活在网络时代，肯定知道的比我还多呢。那些电视剧、电影、网络视频里，像这样的把戏多着呢，稍加改一下就行了。宋少卿哑然，不得不说，21世纪的人真会玩，不管在哪方面都能整出特别多的花样，简直是层出不穷。那就这么说定了，我们现在准备一下，等夜深人静的时候就行动。总兵，2位犯人醒了。醒了，今天倒是醒的比前几日要早一些呢。不愧是威名远扬的宋大将军啊！既然醒了，那就一切照旧吧，别一点小事就来烦我。他们押送队伍已经赶了半个多月的路程了，起初他或许还有兴趣折腾那俩老货，谁让他们是他们萧家的死敌呢？快吃吧，这是你们今日的干粮。看你们能逞能到什么时候。
吃吧，吃了才有力气。也不知道玉福他们如今怎么样了，肯定吓到了吧？放心吧，有少卿在，他们不会有事的。或许他们还在等着我们呢。大哥说的对。别急别急，再忍一忍，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休息了。宋少卿不由深深地呼出了一口气，慢慢地平复自己的情绪。很快就到点了，再等一等。于是两人默默地藏在暗处观望着，看着不远处的士兵纷纷入睡，只留了2个人坐在火堆跟前值守。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我听到了，好像有人在哭。好像是女人的哭声。这话一出，2个人齐齐瞪大了眼睛。女人的哭声？这荒郊野岭的哪来的女人啊？怎么办呢？别问我呀，我害怕。这一刻，2人连叫醒其他人的勇气都没有，生怕自己稍微动一下就会引起某物的注意。于是2人缩着脖子埋着头，一副装睡的样子。我好可怜呐！什么声音？怎么回事啊？他娘的，谁在哭啊？谁大半夜不睡觉哭哭唧唧的呀？也真是烦死了！他娘的，别哭了！救救我！谁来救救我？我死得好惨啊！好惨啊！什么东西啊？不是我想的那样吧？谁去瞧瞧？慌什么慌？有什么好怕的？我看是有人在装神弄鬼吧。给我滚出来！快出来！话音刚落，不远处的草丛忽然簌簌作响，似刮起了一阵风，所有杂草都随风摇摆着。众人大惊，那片草丛怎么无风自起了？他们明明没有感觉到四周有风啊！就在这时，只见草丛唰的一下骤然亮起一团红光，而在红光之中有一个左右晃动的身影，一身白衣，披散的头发，微垂着的脑袋。快来陪我玩啊！不要过来！你要跟我玩吗？女鬼停在萧元的面前，缓缓地咧开了嘴角，朝着他伸出了一只手。萧元早就吓得说不出话来，只能眼睁睁看着女鬼那长长的红色指甲伸了过来。就在那指甲尖刚刚挨在他的脸上之际，他终于撑不住，眼前一黑，彻底吓晕了过去。来啊，一起玩啊！女鬼嘴角阴森森地说着话，双脚径直往地上迈开脚步，修长的身影似顿时就矮了一截。你是人？嗨，你们好。哎呦，我的个娘啊！他连忙用袖子擦了擦嘴巴上的番茄酱，又抠掉了左眼上的血窟窿装饰道具，这才扬起微笑，朝着2位长辈再次问好。2位宋叔叔好，我叫夏宁，是宋少卿的女朋友，我是来救你们的。啊？什么？不是，女朋友是何意啊？反正我现在是宋少卿定下婚约的未婚妻。未婚妻？少卿何时定亲啊？兄弟俩一脸讶然，他们离家还不到半年吧，少卿都有媳妇儿了，真是让人诧异。还不等夏宁回答，就听到不远处响起一道惨叫声。夏宁立马转身看了过去，就见宋少卿手里的刀正滴着鲜血，而他的脚边躺着一个人。夏宁微微愣了愣，目光略显呆滞。宋少卿杀人了？
他来了古代这么久，这还是他第一次面对杀人的场景。也是在这一刻，夏宁才真正且清晰地意识到，这里不是他生活的地方，而他穿越到这里并不是旅游玩玩而已，他的存在是会产生影响力的。不好，还有人醒着。哎，那个少卿媳妇儿，你赶紧找下钥匙，把锁链打开。好的，处理好了。放心吧，处理好了。宋慕瑶大大咧咧地回道：那就好，你们赶紧换身衣服吧，我们要准备下一步计划了。宋父兄弟俩刚点头回应，就见夏宁凭空变出了2身男装。你，小叔，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有些事情晚点我会给你们解释。现在你们先换衣服，我们离开这里后再慢慢说。听少卿的。好。于是宋父兄弟俩走向了不远处的草丛更换衣服，留下夏宁与宋少卿2人。你还好吧？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没那么脆弱，我也能明白你的立场。只是你也知道，我出生在一个很和平又安定的国家，没经历过这样的事儿，我还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谢谢你，宁宁。谢谢你的理解，也谢谢你没有因为害怕而推开自己。好啦，叔叔他们要回来了。夏宁轻轻拍了拍宋少卿的后背。如果他真拿现代那一套思维与标准要求宋少卿的话，那对他就太不公平了。那些人你准备怎么处理？宋少卿沉吟，肯定不会留在这里，等会儿用电车把他们拉到另一处地方掩埋了吧，就装作被女鬼吃掉的假象。好。少卿媳妇儿，你能变一些吃的出来吗？我们已经很久没填饱肚子了，现在饿得手脚直发软。有的。鸡肉粥、肉夹馍、肉末蒸蛋、红烧冬瓜、芹菜炒虾仁、蒜泥白肉。够了，别变了。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明天我再给你们准备些好吃的。这些饭菜已经很好了，让你费心了。夏宁紧跟着又拿出了一张折叠桌跟2把椅子，就把所有的饭菜都转移到了桌子上。见此画面，宋父2人的表情忍不住抽搐了下，麻了麻。少卿这是从哪里找来的精怪呀？不仅能变出美味的食物，还能变出如此奇特的桌椅。少卿媳妇儿，这些饭菜真能吃吗？不会那啥？放心吧，小叔，这些饭菜都是真真实实的，不是我变出来的。这么说也不对。总之，这些饭菜不是我用法术变的，而是厨师做好了以后被我收藏了起来，等到吃饭的时候我再拿出来而已。原来如此，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吃吧，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吃好了，有没有什么我们能做的？把这些人带走掩埋掉就可以了。怎么带走啊？咱们只有4个。宋慕瑶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见他们的眼前凭空多了一个造型奇特的大物件。哎呀，这是什么？这是电3轮车，之后再跟你们慢慢说，咱们先走吧。好，先搬吧。就这里吧。夏宁坐在电动3轮车里胡思乱想着，另一边的树丛中，宋父2人看着宋少卿凭空变出来的几个铁铲子，惊了。这是怎么回事？少卿啊，你也会法术了？没有，只是我能使用宁宁的物资而已，相当于宁宁在某个大家看不到的地方储放了一批物资，而我因为跟她的关系就有了使用权，所以我想要什么东西只需要在脑子里想一想，就能从那个地方拿出自己需要的东西来。这么神奇吗？对你身体没什么影响吧？放心吧，爹，不仅对我的身体没有影响，就连我以前的病因也找到了解决的法子了。当真？难道也是小夏治好的？算是吧。宋少卿笑应，
是宁宁带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他的病情虽然不是他直接解决的，但是跟他也有着莫大的关系。好啊，太好了！这么说，我们还真该好好的感谢下小夏，他真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宋慕瑶也很激动，心里更是对夏宁充满了感激。哪怕他真是妖魔鬼怪，那也是顶顶好的精怪，他绝对不会对他有任何的意见。小叔说的没错，宁宁确实是我们一家的恩人，要不是有他在，我们一家人如今还不知道是何种境地。少卿，你快给说说，这前后都发生了何事？你祖母他们如今可都安好？咱们边挖边说吧。小夏真是咱们家的福星啊！我有些听糊涂了，按你这么说，小夏到底是人还是……对呀，方才那女鬼又是怎么一回事啊？小夏确定不是精怪吗？不是，我可以肯定的回答你们，宁宁跟我们一样都是肉体凡胎，只是她生活的地方与我们有着很大的不同，很多习惯与想法都有些独特，但她确实有些不同寻常的能力，全因她有些奇遇罢了。我能跟她相识，或许也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吧，至少刚才的女鬼只是借用了一些道具，使用障眼法而已。啊，我明白了，你放心，我们以后也不会再多问。那之前小夏是怎么飘起来的？还有那个红光又是怎么回事？还有啊，地面上突然炸开又是为何？宋少卿也不想多废话，直接从瓷盆空间拿出了相应的道具来。这个叫平衡车，两只脚踩在上面就能直接滑着走了。因为宁宁特意穿了长裙遮住了脚下的道具，所以你们看着就像她是飘着走的。这个叫烟雾机，点开这里就会冒出源源不断的白色烟雾。还有这个是鞭炮，我只要点燃这个线头，它就会连续的发出炸响声。这都是我们在趁他们入睡后偷偷埋伏的。至于那个红光，就是一种带有颜色的灯管，其实白天看了完全没什么，只是漆黑的夜里，在白衣女鬼的衬托下就显得有些瘆人了。大概就是这样。总之这些都是宁宁家乡那边的道具。真神奇啊，太神奇了，确实很令人惊奇。好了，差不多了，咱们走吧。宋父二人十分自觉地把手里的铁铲归还给少卿，接着只见铁铲被他握住的那瞬间就消失不见了。当真神奇啊！好了吗？处理好了。宋慕瑶看着恍然一新的夏宁，笑觑着。的确是个凡人姑娘。闻言，夏宁顿时问号脸，啥意思啊？小夏，不用搭理他，趁着天黑，咱们还是先赶路吧。好。随即，他一挥手就把电三轮车收进了瓷盆空间里，又再次把电动四轮车移了出来。我的娘嘞！这是……宋父稳了稳心神，他觉得自己过去几十年都没有今晚受到的惊吓多。多亏他这些年上战杀敌练出来的定力，否则他怕是都受不住这接连的惊喜。这是电车，也是宁宁家乡的一种代步工具，相当于我们骑的宝马与马车的结合体吧。伯父想说，上车吧。见两人坐好后，夏宁关上了车门。我来开吧，你休息会儿。行，那等你累了再换我来。坐好了，咱们要出发了。这就跟飞行似的。宋慕瑶忍不住笑着说，尤其是看到侄子在前面驾车的画面，他就更心痒了。少卿，这电车其他人可以学吗？当然可以啊，青泽他们都会开电三轮车，等到了南蛮，想学什么车都可以。太好了，那我一定好好学学，这驾车感觉真不错。宋慕瑶很是激动，看着前边驾驶座的目光一片灼热，就连身边的宋父对学开车一事也饶有兴趣的样子。萧将军，萧将军，你醒醒啊！哎呀，别吃我，求求你别吃我！萧将军，是我们啊，那女鬼已经离开了。走了？对，已经不见了。闻言，
萧元顿时松了一口气，他没事了，他还活着呢。我知道了，大家都如何了？听到这个问题，几位领队纷纷沉默，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怎么回事？萧将军，我们醒来后就已查看过了，少了6名士兵，而且什么？说呀！关在囚车里的2位犯人也不见了，只留下一片血污的衣服，跟零碎的几根骨头。什么？那2个老货不见了？等等，你方才的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只留下血污的衣服跟骨头？是他想的那个意思吗？萧元的脸色瞬间白了几分。萧将军，你要不亲自去瞧瞧？你看过之后应该就明白了。走。囚车的钥匙还在小兵的身上，铁锁链也完好无损。这里的情况与那6个士兵的情形一样。最重要的是，你看这里的划痕，根本不是常人能做到的。这事儿你们怎么看？一群人默了默，显然也明白问题所在。可这样的事情说出去，会有人相信吗？在此之前，我们也讨论过了，大家都一致觉得那些不见了的人，怕是已经被害了。我们还特意问过其他的士兵，想看看他们中有没有人对半夜的事情有印象的。但一圈问下来，大家基本都在女鬼飘过来的时候就吓晕过去了。倒是有一个士兵提到，说他在意识模糊之际，隐约听到什么嗡嗡嗡的奇怪声响。他说有可能就是那个嚼食东西的声音。那你们说说，我们该如何交差？要不如实禀报？哼，你觉得上面的人会相信吗？怎么就不相信了？我们都亲眼瞧见了。可问题是其他人并没有看到。这理由换作他人说出来，我自己都不会相信。确实有些站不住脚，主要是咱们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来啊。没错，这才是关键。好了，如实说肯定行不通，你们想想找个什么样的理由交代吧。我看要不就说他们俩得急症去了。不行，到时候肯定会让仵作查验尸体，可如今人都被女鬼吃了，咱们连尸身都拿不出来。那要不就说马失惊了，冲下悬崖摔死了。这个倒是不错，可上面会不会责怪我们看管不力？这个主意倒是不错。众人一脸微讶，没想到萧将军竟会赞同这个提议。如今不是到处土匪横行吗？咱们就说遭遇了土匪袭击，一时不备，拉着囚车的马受了惊，就冲下了悬崖，导致宋氏兄弟俩当场就丧了命。然后你们想办法找2个跟他们身形差不多的尸身，到时候把他们的脸弄模糊掉，就说摔到了悬崖底下毁了脸不就行了？正好我们还失去了6个士兵，人员都是有册子登记的。回京后我们也想法交代的，就说他们命丧土匪的刀下吧。这样一来也能消去他们的名单。还那个交代了。高明啊！伯父，你们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这事儿说来也怪我管理不善，又识人不清，竟让自己的队里出了奸细。想来应该是被萧家人收买了吧。当时他给我们传了一个假的情报，我们就带兵追了过去，想要一网打尽，结果反倒中了圈套。等我跟二弟想要挣脱他们的包围时，却突然发现全身使不出力气，紧跟着就晕了过去。等我们醒来的时候，就发现被关在了一处地下大牢里。那段时日我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半月后我们就被押上了囚车，这才得知圣上竟然定了我们的罪。幸亏大哥反应快啊，立马让安邦带人先走，不然我爷仨就要关在一起受罪了。不过现在看来，也不知让他提前逃走是好还是坏呀。那你们的手下呢？
他们就没想着来救你们吗？宋家军虽是我们宋家训练出来的，但编制还是隶属于朝廷，他们也不敢贸然违抗皇命。我猜萧家之所以用如此卑鄙的手段控制我们，就是为了镇压，甚至控制。原来如此。放心吧，那些人轻易调动不了宋家军。啊，那就好。看样子，宋家还留有了后手。十二爷他们回来了，夏姑娘回来了，太好了，可算是回来了。怎么回事？这是干嘛呢？来了什么大人物吗？那会不会赶咱们走啊？咱们也没做什么憎恶的事吧？应该不会吧？宋奶奶、伯母，我们回来了。夏姐姐，你可算是回来了。刚抬起双手的宋慕瑶顿时感觉自己的心口扎了一刀，她的小棉袄漏风了。我看你是在惦记我的零食吧？哎，哪有嘛！哎，爹！咋地？不认识你老子了？真是我爹！宋慕瑶一把抱住了自家闺女，脸上终于露出了爽朗的笑容来。爹，你快放我下来！咋了？爹，我已经是大姑娘了，不能再弯举高高了，要注意形象哦。娘，儿子不孝，让您担忧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莲英，这段时日辛苦你了。我不辛苦，你平安归来，这一切都值得了。边上的徐婉清牵着儿子的手，默默地看着眼前相聚的画面，目光不禁有些黯然。嫂子，你别担心，大哥那边肯定会安然无事，有广白他们照应着，相信他们很快就会与我们会合了，没准儿现在已经在来南蛮的路上了呢。谢谢你，小宁，我没事，只是看到爹跟小诗回来了，忽然想起了他而已。我也相信他很快就能与我们团圆了。那就好。宋大将军，宋大将军，小宋将军，我已经听少卿说了，这些时日多谢各位对我家人的照拂。宋大将军言重了，该是我们感谢宋二爷与夏姑娘的照应才对。对啊，这一路多亏有宋二爷与夏姑娘在，否则咱们也不可能毫发无伤地站在这里。好啦，咱们也别处在这儿了，过去坐着说吧。对，老太君说的对，两位将军一路上也辛苦了，还是先吃饭吧，等之后咱们再慢慢聊。胡领头无需多礼，如今我与胞弟已不是什么将军了，就是个普通的老百姓，往后你们直接称呼我们兄弟二人的名字便可。那行。说吧，想吃什么？爹，我就知道夏姐姐最好了，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最善良的姐姐啦。直接说想吃什么吧。炸鸡，我想吃炸鸡，我已经馋了好久了。我想吃香辣鸡翅跟鸡米花。给成哥一个新奥尔良烤翅，跟一份小薯吧。行。夏宁侧过身，在自己的布包里掏了掏。虽然大家都知道东西不可能是从布包里拿出来的，但那该有的表面功夫不会少的，适当的装模作样还是很有必要的。给，装进你的布包里，带着成哥去帐篷里吃。我知道的，放心吧，夏姐姐，我已经不是小姑娘了。怎么还有一群人？他们这是跟着押送队伍的？我也是刚发现，我叫麦冬过来问问吧。于是他招手叫来了正在烧火的麦冬，询问起了他们离开后的事情。麦冬早就知道自家主子归来后肯定会问起的，他早就有了准备，慢条斯理地做起了汇报。大概就这样了，除了这群村民以后，一路上倒也没发生其他事情。那他们要跟着我们一起吗？我看是，
他们之前并没有目的，只想着逃到南蛮，避开那些土匪就行。如今遇上咱们的队伍，估计也是想搭个伴儿吧，这样落在一处地方也能有个照应。行吧，反正南蛮地广人少，多一些也热闹些。忽然，不远处的人群爆发出一阵吵闹声，好像有人在打架。别看了，他们村里的族老会管的。放心，我不过去。二夫人，徐嫂子那边已经做好午膳了，咱们还是先去吃饭吧。你又叹什么气呢？那夏姐姐，你看到人群里那个穿着灰布衣裳、裤腿还短了一截的小姑娘吗？看到了。怎么了？午间休息那会儿，那些村民不是闹出了很大的动静吗？就是这小姑娘的爹在打她娘呢。啊？你怎么知道的？对呀，你什么时候跟他们那么熟悉了？嗨，我当然是自个儿瞧见的呀。我吃完炸鸡就去草丛里小解，回来的时候正好就瞧见了。于是我就溜进他们的人群里，凑巧几个婶婶在说他家的事，我就听了一耳朵。那个小姑娘叫张六丫，她上面有5个姐姐，听说前面的4个要么就是卖了，要么就是换了彩礼钱，现在就剩她跟她的5姐姐了。她爹想要生儿子，但是她娘好像生不了，所以她爹就经常打她娘。你们说六丫她爹是不是太讨厌了？自古以来，男人都希望能有传宗接代的男嗣。六丫她爹想要儿子的想法也没错，但他作为丈夫，怎么都不该打自己的妻子，毕竟妻子才是陪伴他到老的人。就是，六丫她爹真的是太过分了，他怎么能当着大家的面打自己的妻子呢？而且当时六丫还在呢，他都吓哭了。好啦，你气什么？这样的事情多着呢，你气得过来吗？哼，我就是生气嘛。六丫太可怜了，听那几个婶婶说，六丫在家也是经常挨打受骂的，她家里人都可劲儿的使唤他们母女仨呢。好啦，别人的家事外人是帮不上忙的，除非他们自己有决心，不然别人就是想搭把手也没用的。夏姐姐说的言之有理，英姐儿，你也别恼了，咱们也管不了别人的家事，你明白吗？如果你真心疼六丫，你可以找机会私下给她一些吃的，至少可以让她填饱肚子。我明白了。酉时1刻，下午5点15分，押送队伍赶在天黑之前赶到了流芳地苍山县。户籍办好了，你们拿着这个去平沙镇的白云村找村长就行了。劳烦了。宋老爷，我们就先行一步了，明日城郊见。总算可以安定下来了。这苍山县瞧着有些小呀。紧跟着，胡大志直接就地宣布了队伍的解散，让众人自行活动安排，只要明早到白云村报到就行了。接下来的行程活动，他们押差就概不负责了。好，谢谢胡领头。我们都知晓了，放心吧。县城的东西肯定比镇上的齐全，趁着现在还有些时间，咱们得赶紧去采买才行啊。那我们就先去逛逛了。翌日卯时4刻，清晨6点，苍山县城外。一路注意安全。希望很快就能相见。好的，你们也要多多保重啊。这就是白云村。哎呦，还真有够荒凉的。这里确定有人住吗？瞧着完全不像是有人生活的样子。就是啊，我都感受不到一点人烟气息。走吧，进去看看，也别杵在这里了。我的娘啊！爹，快出来啊！来了好多人啊！你们是？请问村长家在何处？我们是来入户白云村的。
什么？你们要住在白云村？你们确定要在白云村落户啊？你们来之前没打听过消息吗？十分确定，我们已在县衙办理了户籍，如今也是这白云村的一员了。兄弟，听你的语气，似乎我们不应该选择白云村，难不成这其中还有什么隐情不成？哎，看你们这样就知道，肯定在落户之前没找人打听过吧？平沙镇是整个苍山县最荒凉的小镇，每年的收成加起来都不到其他县城的4成，而其中啊，就属咱们白云村最为贫瘠，是平沙镇下边3个村子里最荒凉的。你迷路走来也看到了吧？咱们村里连一块像样的庄稼地都没有，倒不是咱们懒惰不愿意种，而是这里的沙土地根本就种不出粮食来。若非无奈，谁会愿意来白云村安家落户啊？就是去隔壁的2个村子也好过白云村啊。啊，不会吧？一点粮食都种不出来？难怪这个村子如此荒芜啊！感情是这样。可咱们的户籍都办了呀，还能有其他的选择吗？好了，都安静点儿，吵吵闹闹的像什么样子？没瞧见贵人们都不担心吗？也不知道他们这些人在慌什么，真是一点都沉不住气啊。不好意思，让你们见笑了。乡亲们也是太着急了，既然选择了白云村，那我们自然不会有异议。往后大家就是一个村子里的人了，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可以商量，一起解决嘛。李村长说的对，既然你们都落了户了，那我多说也无益了。你们不是一个地方来的吧？对，我们是从京城而来，不知这位兄弟如何称呼？鄙人姓宋，是家中的长子，你可以喊我宋大，或是喊我重量都行。这是我家舍弟，你唤他重光就行。世人皆知东楚的守护神宋大将军的大名宋世尧，却只有亲近之人才知晓他的表字为重亮。如今他与二弟的名字肯定不能对外介绍了，只能说自己的表字了。我叫吴兴，暂时为白云村的村长，这是我儿子吴平安，欢迎你们来到白云村。暂时？你们村？重光兄弟如果感兴趣的话，这村长一职可以让你来。啊？宋木瑶懵了一下，这么随意的吗？他不过是好奇地问了一句，怎么就开始给他甩担子了？白云村呢，就只有7户人家，都是从其他地方过来的散户人家，住得最久的一户也才6、7年，直到超过了5户人家，衙门就让咱们登记造了一个村的花名册。因为其他几户人家有不识字的，有的年纪大了不爱管事儿，所以就只好由我这个壮年硬着头皮先担着这个名了。要不是实在没人，我也不想担这些事儿啊。现在你们来了，我也能解脱了。兄弟啊，你别看着我呀，我不是那块料。我看李村长管理起村务来井井有条，应该很有这方面的经验。如果吴兄弟实在志不在此的话，那不如让李村长费费心吧。再者，我们这些人里，李家村的人占多数，他对大家的情况也比较了解，上手管理起来也比较熟练一些。吴兄弟，你看行吗？行啊，太行了。就是不知李村长愿不愿意接手啊？既然大家信得过我，那李某定不负所托。好。你爹真有一手啊！一来白云村就掌握了主导位置，这么一来两边人都收服了，真是不动声色间就掌控了大局。我现在算是明白你的脑子为什么这么好使了，果然是有其父必有其子，这遗传基因还真是强大。哎，我想问问，你哥的头脑也这么聪明吗？我最敬佩的人就是我爹了，至于我大哥，也就比我差了那么一点点吧。听到后面一句话，夏宁不由撇了撇嘴，确定不是王婆卖瓜。李村长、宋大哥，老实说啊，我们村子完全没有闲置的空屋子，我们几家人也是有多少人就搭建几个屋子，所以只有委屈你们自己动手搭建房子了。没事儿，这事儿我们来之前就有准备，现在时间还早，可以赶在天黑之前搭个简陋的木棚子，等大家休整一天后，
再来好好建自家的房子。对对对，我们人多，搭草棚子也不费什么事儿的。行，那你们瞧瞧选什么地方吧，我先帮你们登个记。最后多说一句，想买车瓜子更靠谱，坐在家里就能挑。哎，你有没有发现这村子里好像没看到水源呢？好像确实没有看到水源啊。你休息下，我去问问。之前的村长吴兴这会儿正在给准备上山砍柴的男人们交代着注意事项。吴村长，村里没有水源吗？哎呦，瞧我这脑子，差点忘了跟你们说了，咱们白云村之所以没人愿意来落户，除了土地不好以外，还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水流。啊？那咱们平时喝什么呀？怎么做饭洗漱呢？众人一听又是一惊，这白云村还真是困难重重啊，一个接一个的问题。哎，你们别着急啊，虽然村里没有水源，但村里的后山上有一条小山溪，就在半山腰的位置。我们平时啊都是挑着木桶去山上担水回来，储放在水缸里，来回也就2盏茶的点吧。这也太费事了，难道这村里就没打一口水井吗？哎，没钱。要不咱们一起凑钱打口水井吧，这每天上山挑水也不是事儿。李村长说的在理，我也赞成打口井。这水是咱们每天都要用到的，倘若每日都要往返山上挑水，就太耽误做事了。你们怎么说？那肯定要打井啊，这天天上山挑水也很累的。咱们这么多人，一家凑一点也划算。那就打吧。吴村长，我们这边的人都没问题，你看你们村原有的几户人家同意吗？咱们这么多人平摊的话，他们应该没有问题，我等会儿去问问他们。吴兄弟，你对周围比较熟悉，那找人打井的事就麻烦你张罗下了。不管村里几户人愿不愿意，我们这边肯定是要打井的。没问题，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毕竟打水井对咱们白云村也是好事啊。行，那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啊。那什么时候打井？应该明日就会去找人了。那就好，这没充足的水源，大家洗漱多不方便啊。走吧。去哪儿？去看看村里的土地啊。确实是沙土地。其实这质地并不坏，虽然种不出你们本土的粮食来，但却可以种出其他的粮食。红薯跟土豆也能行啊？那对产量品相这些有影响吗？放心吧，问题不大。这沙质土的优点就是土壤里的颗粒含量高，排水性和透气性好，浇水后不易积水。而缺点就是土壤中的养分少，水分流失快，且保水保肥的性能差。不过种植的时候混合点营养土应该就不成问题了。如此甚好。那咱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种？以这边的地理气候，其实现在这个月份就可以种土豆了。红薯只能等到开春4月的时候才适合种植。没事，能种土豆就已经很好了，没准能赶在新元前收上一批成果。不过谁说只能种土豆了？虽然红薯不能种，但还有其他的农作物可以种啊。你们这里没有适合冬季种植的作物种子，不代表我们现代也没有呀。那还可以种什么？如果想种粮食的话，可以试试冬小麦。至于蔬菜嘛，那能种的就多啦，像是油菜、韭菜、油麦菜、萝卜、生菜啥的都可以的。这些蔬菜生长周期都很短，最快1个多月就能吃了。小麦可以冬种？你们这儿没有冬小麦吗？没有，我们这里只在春季时才会种植小麦，冬季种植根本就无法立苗。应该是种子的问题。没事儿，我这里买了冬麦的种子，我们可以让人试着种种看。可以，等大家安稳下来了，我就着手安排。那就麻烦你把我们需要的种子先单独整理出来。OK， 没问题。夏宁比着手势答应了。这一刻他忽然发觉自己现在经历的这些怎么像小说中女主的剧情啊。小说中的女主不就是拿出了各种农作物神器，带着身边的家人发家致富，改革创新，甚至掀起了一个新朝代吗？
所以他现在也是手握大女主剧本，走着女主的牛逼路线了。他写了那么多的小说女主，没想到自己也有这样的一天。这就是理想照进现实吗？午饭过后，女人继续留在原地整理，男人们纷纷拿着农具跟绳子上山了。你也要去？反正无事，我也跟着看看，能帮上点忙也行啊。那我也去。你不嫌累吗？一帮爷们砍柴有什么可看的？你要不去帐篷休息会儿？我只是想去山上看看，你都不嫌累，我当然也不嫌累啦。快走吧。宋少卿微微挑眉，宁宁这话怎么听着有些不对劲儿呢？他这是被自家女友鄙视了吗？好了，咱们就在这里伐木吧。记住了，千万别走远了，尽量在大家的视线范围内。如有什么事情，大喊一声就是。宁宁，过来一下。怎么啦？你能回去给我重新拿把斧头吗？这个太钝了。喏，给你。这个斧头好锋利啊！宋少卿脱下身上的短褂，露出了身上的单衣。能帮我拿一下吗？穿的太多不宜干活。哦，这是什么公子哥毛病？也太讲究了吧！一件衣服也得让人一直拿着吗？算了吧，还是不跟他计较了。这长得好看的人就可以有特权。哇，这皮肤真白啊！好了，我要砍树了，你退后几步，免得伤到你。宋少卿拿起斧头按按鼓劲儿，下一秒就砍在了树桩上，顿时就显出了一个大口子，可见这一刀的威力有多大了。接着他又高高举起斧头，再次挥向了树桩上。这一刀下去，粗壮的树干直接被砍了一半。对此成果，宋少卿很是满意。他不动声色地偷瞄着身边人，见宁宁的目光落在自己手臂上，他顿时绷直了身体，手上暗自发力，继续挥砍自己的树木。看吧，他也是有力量的，可不是那种软不唧唧的男人，保护心爱的姑娘还是没有问题的。此刻的夏宁的确挺诧异的，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她家男友还挺有料的呀。宋少卿拿起斧头伐木的时候，小手臂竟然挺结实的，比他想象中的要有力量，并不是他以为的瘦弱无力。手臂都这么有力了，那他的身材应该也没有外表看起来这么瘦弱吧？难道这就是穿衣显瘦，脱衣有肉的类型吗？很可以呀，男友力有了。怎么啦？怎么突然咳起来了？是不是脱了短褂，有些受凉了？没事没事，只是不小心被呛了一下，我身体好着呢，没你想的那么虚弱。这下好了，他这病弱的形象怕是洗不脱了。真的没事吗？要不坐下来吃点东西，补充下体力吧。这炸鸡和薯条，我还是待会儿再吃吧。大家都在干活，总不能让他们看着我吃吧。我真没事儿，就没注意呛了一下。你不用担心，我现在的身体调养得很好，这点活还是没问题的。你去周边逛逛吧，这里都是木屑灰。好吧。夏宁见他的神色确实没有一丝勉强，这才放了心。出什么事了？李家村的人又咋啦？我去消消食，顺道过去瞧瞧啊。哥，你等等我，我也去。这兄妹俩早点回来呀！阿豪的草屋里摆放了一张软垫，方便晚上宋老太太他们休息。夏姐姐不好了，救命啊！拎着水瓶的手顿时抖了抖。误 Q 啊，我很好 OK。夏姐姐，在这儿呢，怎么了？浩子出人命了！你快松手！出什么事儿了？这么着急忙慌的？夏姐姐，六丫的姐姐病了，她现在很痛，你能去瞧瞧吗？蹙着眉心，心里也很无奈。按理说有人病了就该去找大夫才对啊，可白云村地处偏僻，哪来的大夫啊？对，六丫的姐姐好像很痛苦，一直捂着肚子，还满头大汗呢。先去看看吧。心默默地跟在两人的身侧，他知道夏宁是个善良的好姑娘，
她的这份善良无疑是美丽的。虽然她觉得这个世间险恶，人心更是难测，但既然是夏宁想做的事，那她也会默默的支持，并不会以自己的想法或标准去要求她改变什么。小姐，二嫂她很厉害的，让我二嫂给你姐姐看看吧。二嫂好，麻烦你了。果然宋小姐没有骗我，她说她可以找到人救姐姐，没想到她真的带人来了。宋小姐真是太好了。贵人，求求你们救救我女儿吧，我给你们磕头了，我求求你们行行好。哎，你先起来吧，我会尽力帮忙的。但先说好啊，我不是大夫，只是懂得一些药理而已，不一定能救你女儿，希望你能理解。我明白的，麻烦贵人帮我看看女儿。夏宁蹲下身，仔细观察着五鸦的状态。他伸手触摸了下对方的额头，体温并没有明显的异常反应。五鸦，你是肚子痛吗？你能说说具体是哪个地方不舒服吗？是左侧疼还是右侧疼？或者是肚腹这个位置？就是肚子很疼。见状，夏宁大致明白了，只要不是固定的左右两侧疼痛，那就排除了实质性脏器引起的可能。如果只是整个肚子范围不舒服的话，那就有可能是空腔脏器引起的。你能说说五鸦近2日都吃了些什么吗？就吃了一些康馍馍，夹杂着一些野菜，但是平时我们就吃的这些呀，也没见五鸦有事儿啊。要我说呀，五丫头这身体也忒娇贵了吧，就是一粗贱的蜜，能有的吃就不错了，难不成还想吃大鱼大肉吗？大家都这么吃，就她闭嘴！你说话太吵了，严重干扰到我办事，你的声音实在是太刺耳了，能小声一点吗？围观众人顿时轰然大笑，完全不留一丝情面。实在是这张家太让人生厌了，完全不听人劝。他们村里就属这张家最极品，3天2头的吵吵闹闹的，简直就是他们李家村里的一颗老鼠屎。张家大媳妇脸上的表情一阵扭曲，气得她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还吃过其他的吗？没有了，我们平日里就吃这些呀。我给姐姐吃了好几颗山楂糖。夏姐姐，这个山楂糖是我给六丫的，我跟六丫也吃了不少，现在也没事呢。不管宋小姐的事，是我贪嘴找宋小姐讨的。我见吴姐太辛苦了，晚上又没吃饱，我想让她舔舔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事儿不怪你们俩。五鸦这是肠胃上的问题，陈糠是一种很劣等的粗粮，吃下去是很难消化的，而山楂糖又是酸性的果子，肠胃不适的人并不适合吃过多的酸性食物，所以五鸦吃了山楂糖就刺激到了肠胃，肠胃不舒服就会引起肚子疼痛。贵人，那我家五鸦现在怎么办啊？她现在肚子很痛，能有什么救治的办法吗？我可以给。他原本想说他可以给钱买药的，但却忽然反应过来自己身无分文啊。五鸦这孩子也太遭罪了。夏姑娘，你说这病咋治啊？需不需要啥特殊的药？可能需要一些木香枳实和黑山药。说不定我们也能遇到个好买家，换些银钱给五鸦买药。李婶子，谢谢你，可我怎么还得起呀？没事，你别急，我这里有药。你把五鸦背起来，跟我来。见他能够背起五鸦，夏宁就安心了。正准备迈脚离开之际，他忽然转身看向了一众张家人。不好意思，我能暂时带走他们母女3人吗？你们不愿意救，但我可以。放心，我不会找你们索要银子的。等五鸦恢复好，我就会让他们回来。可老三媳妇儿走了，这一大家子的活谁做啊？不是吧？合着六丫他娘在你们张家这么重要的？
你们张家上下20多个人，平日里就全靠六丫他娘一个人吗？他就离开这么一会儿，你们就不能生活自理，活不下去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是我的不对了。哎呀，我是真没想到你们家有这么多的残废需要六丫他娘照顾，真是不好意思呢。哎呀，贵人说笑了，你别跟我家大儿媳妇见识，她就是个没见识的妇女。贵人愿意救五丫，我们感谢还来不及呢。你看得起他们母女仨，那也是他们的福气。那就好，看来你们张家还是有讲理的人嘛。药已经吃下去了，但我也不能100%保证这药吃了就会没事。主要我不是大夫，看不到详细的病症点，只能先试试看了。如果等上半个时辰感觉有好转，那就说明五丫的情况还不算太严重。但如果吃了药还是疼痛难忍，那就说明五丫是伤到根本了。我明白的，不管最后如何，一切都是五丫的命。伯母，让徐婶子帮忙熬点山药粥吧。哎，好，我这就去，早上还热着呢，很快就好。喏，对呀，饭还没熟，先吃点小食压压肚子吧。不用了，谢谢夏姐姐，我不饿。行了，快吃吧，肚子都咕咕叫了，还不饿？那谢谢夏姐姐了。咦，这是什么吃食啊？我以前从没见过。这个叫汉堡，这些叫薯条，是我家乡的特色，这边没有的。那我就不客气啦，谢谢夏姐姐。谢谢夏小姐。不客气，咱们现在都住在一个村子里，所谓来日方长嘛，以后说不准我也有找你帮忙的时候呢。我该怎么称呼你呢？大家都叫我张三媳妇儿。我是问你自己叫什么名字。闻言，张三媳妇微诧地抬起头来，显然没想到有人会这么问。我姓吴，叫菊花。那我就叫你菊花婶子吧。啊，好。吴菊花一脸愣愣地应道，听惯了大家叫她张三媳妇儿、老三媳妇儿，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叫她的名字，这种感觉真的是陌生又新奇啊。快吃吧，这里有热水。我看五丫面色好了不少，估计是吃了药起效了。感觉好点了吗，五丫？好多了，我肚子已经没之前那么痛了，谢谢夏小姐。那就好，说明你的情况还不是很严重，应该是突然吃了过酸的东西，引起了你腹部的疼痛。你现在好好的睡一觉，等明天再吃几颗药巩固一下，应该就没有问题。好。见此，吴菊花母女俩顿时安心了。母女仨睡在一张软垫上，她们这还是第一次睡在这么软和的床上，还能盖着散发着香味的被子，她们心里渐渐安宁下来，随之步入了甜美的睡梦中。好点了吗？肚子还痛不痛？我已经好了，肚子不痛了，谢谢夏小姐救了我。你现在的肚子虽然不痛了，但不代表你的身体就没事了，这药还是得继续吃下去。我给你配了一些养胃丸，你1日3餐定时吃着，后续再根据你的身体状况再看怎么调整。这2天你就住我这儿吧，你的脾胃太虚弱了，需要好好的饮食调养一下。你回张家也得不到好的照顾，没准他们还会使唤你，所以你就安心住下来吧。昨晚我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想他们也不会说什么。是。你放心吧，晚上你娘会过来陪着你们姐妹俩。经过昨晚，我想他们应该不会对你娘做得太过分。这也是他昨晚敢那么嚣张的原因，因为他很清楚李氏一族需要宋家顶头，只要李村长他们想要扒住宋家，那他就会约束村里人。那就麻烦你们了。你好好的养好身体，就是对我们最好的回报了。大小姐已经打听好了。做得不错，说说吧。村里这7户人差不多都是因为各种原因住进了白云村的。午饭过后，众人继续搭建着房子，但三方的重要人员却在宋家召开了白云村合集后的第一次会议。
今日把大家召集起来，也是想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咱们白云村。既然大家能住进白云村，那就是一种缘分。白云村这个地方挺好的，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也不能由着别人说，咱们却什么事情都不做吧。不管有什么问题，咱们都可以商量着解决。仲亮兄可是有什么好主意了？对，白云村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当然是种粮啊。没错，之所以现在就把大家急忙召集起来，就是为了种粮的事情。哎呀，仲亮啊，你就别卖关子了，赶紧说说吧。坐在边上的夏宁与宋少卿安静地听着。没办法，在座之人就属他们俩的年龄最小，只能让他们主导了。宋父从桌下拿起了几个小号的粗布袋子，放在了桌子上。这是两种。什么两种？我瞧瞧。吴兴忍不住快手一步，直接打开了几个布袋子，里面的两种就这么展露在众人的面。这不是土豆吗？你们认识？之前有幸在路上吃过，很美味的一种食物。这是小麦吗？瞧着有些不一样呀。那旁边的又是什么种子？仲亮，你还是给大伙说说吧。这些种子可不是我的，是小宁从他的家乡带来的，具体的就让他来给大家介绍下吧。昨天下午，我跟少卿已经检测过我们白云村的土地情况了。其实情况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糟糕。白云村的土地属于沙质土，这一类的土地能种的农作物还是很多的。虽说咱们东楚本地的粮食种不出来，但不代表其他的粮食也不行。刚好我这次带来了不少的农作物，其中就有很适合种在沙地里的作物，眼前桌上的这几样就都可以种。这土豆能拿来种地？可以的。你们别看这土豆长得不咋样，但它却是一个可以当食材也能当主食的好东西。而且它不挑土壤环境，沙地反而能长得更好。再者，它的生长周期很短，从种下到收获也就2-3个月的时间。最重要的是它产量高，1亩地大约能产出2-3千斤左右。什么？你说多少？夏姑娘，你没说错吧？你确定是1亩地吗？只需要2-3个月就可成熟了。这也太……你们没听错，这土豆的产量只多不少。在我家乡那边，村里人基本都会种土豆，所以我们完全不会没有粮食吃。那夏姑娘，这土豆何时可种下呀？只要你们想，现在就可以。现在就能种了？那岂不是过新元之前就能收获了？没错，这土豆很好养活，每年3-4月份与90月份都可以种。我们明天就开始安排村里人开荒，争取这几日就把土豆种了，再耽搁就晚了。没错，必须尽快安排上，早点种上，也能早日收割。如今都10月中旬了，耽误不得了。你们先别激动嘛，我还没介绍完呢。如此高产量的神物，让他们如何不激动呀？不过听到后面的话，众人顿时精神一振。对了，桌上可是有好几样种子呢。这土豆都如此厉害了，那其他的种子肯定不会差了。意识到这一点，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看向了桌子上的布袋子，那眼里的光芒仿若看到了发光的金子一样。这个叫冬小麦。啊？什么东西啊？冬小麦？这小麦还有冬季的吗？不可能，我从未听说过小麦还可以冬天种植的。好了，你们先别说了，听夏姑娘说。这个的确是冬小麦，与春小麦的种子略微有些不同，这也是我从家乡带来的，可以适应冬天的气候生长，同样也是90月份种植，来年差不多4-5月份就可以收割了，而且它的产量比春麦还要高一些。真没想到竟还有冬小麦。夏姑娘，你的家乡太厉害了，连冬麦的种子也培育出来了。
如果咱们能一年种2茬麦子的话，那岂不是再也不用面临青黄不接的时候了？春播种，秋季就收获，紧跟着秋冬又播种，来年春后又能收割，这样哪里还会断粮啊？怕是家里都不会再缺粮食吃了呀。宋少卿，你怎么过来了？给你们送水喝呀。你就站在那儿，别过来了。宋少卿连忙抬手制止，随即朝着他走去。喏，喝点蜂蜜水，你们都忙活了2个多小时，歇一歇吧。谢谢。宋少卿正准备接过杯子，蓦然发现手上沾了不少的泥土。察觉到他的目光，夏宁瞬间明了，直接动手拧开了瓶盖，还十分贴心地把杯子递到了他的嘴边。喝吧。见状，宋少卿目光微凝，他家宁宁这是要为自己喝水。想到此，他不禁红着耳廓往左右两边瞄了一眼，还好大家都在埋头干活，没注意到他们这边。快喝呀。宋少卿嘴角微扬，低头就着他手中的杯子喝了几口，很好喝。这蜂蜜水带着一抹淡淡的甜意，让他心里也一片甜滋滋的。那再多喝几口，这蜂蜜水可以补充体力。伯父他们那边莹姐带着成哥送水去了。宋少卿神色愉悦地享受着女友的贴心服务，心里很是受用。可惜这里是东楚，不能做出太过亲密的举动。见他喝得差不多了，夏宁这才收起了杯子，又从布包里掏出了一块巧克力。拆开了外包装后，他直接就把巧克力递到了宋少卿的嘴边。慢慢抿着。宋少卿含着香浓软滑的巧克力，眼里噙满笑意，只觉得这心里更甜了。这一刻，似乎满身的疲惫都消失了一般。你没带手帕吗？看你额头上都冒汗了。啊，你别动啊，我给你擦擦。宋少卿眉目温和，微微弯着腰，任由他对自己动手动脚。蓦然鼻翼间嗅到了一缕女儿家的清甜味，这味道他再熟悉不过了，是独属于夏宁的气息。忽然间想吻她。瞧着笑靥如花的夏宁，宋少卿心尖一阵酥软，他迅速抓着夏宁的手，一个旋转就把她拽进了边上的八毛丛里。啊，你夏宁伏在他的怀中，微微喘着气，一双眼眸似噙满了水波，面颊更是粉若桃花。看着怀中的姑娘这般娇羞甜美，宋少卿目光微沉，忍不住紧了紧相拥的双手，真想一直搂着她，就此天荒地老。有人来了。宋少卿不慌不忙地伸出右手，在夏宁的唇边擦了下，抹去了沾到的巧克力沫。听着耳边越来越近的动静，他这才松开了怀里的人。即便他不在意，但也要维护宁宁的归誉。他方才的举动实属有些唐突了，在这东楚绝对是人人喊打的登徒浪子。那我先回去了，不耽误你干活了，累了就歇一歇，别逞强。好，回去的路上小心点。夏宁挥了挥手，就转身去往了八毛地的另一个方向，准备带莹姐姑侄俩回去。哪知道刚转过八毛丛，却意外瞧见不远处对立的一男一女。哟呵！另一边，正被夏宁八卦的2位主角，正是来送水的曹莹莹，以及被人拦住的文家长孙文清颂。曹姑娘，真的不用了，你收回去吧。文大公子，这是小女的一番心意，你就别推辞了。方才要不是你及时拉了我一把，我真就要栽进土坑里了。我也没什么好东西可以答谢你，就只有这个我尽早省下来的水煮蛋了。我知道你们家肯定不愁这些，只是我在家中人微言轻，自从我爹疾病去了后，家里就更没我。我跟你说这些干嘛？只会徒惹。面对此番场景，文清颂憋得满脸通红，对他所说的话压根就没有听进去。他现在只觉得很烦躁。他倘若知道方才走在自己前面，而且差点摔倒的人是曹莹莹的话，那他绝不会伸手，
文大公子，文清颂。曹小姐，如果你没事的话，我就先告辞了。我还有农活要做呢。我就知道你肯定是嫌弃我，你是不是也看不起我？在你心里，是不是也觉得我跟其他的曹家人一样？你也认为我不配跟你成为朋友吗？原本我以为你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忽然的一个笑声顿时打破了两人之间的对峙氛围，更是让卖力表演的曹莹莹犹如那被掐住了脖子的鸭子一样，直接哑了声。不好意思啊，你们继续，我就是一个路过的。夏姑娘，你来的正好，我有点事儿正想找你。啊，是吗？我正好要去翻图小队那边，那就一起走吧。好，那咱们边走边说。文清颂暗暗松了一口气，不由擦了擦额头上的虚汗。今日真是多亏了夏姑娘的配合，不然她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夏小姐真是善解人意啊。曹小姐，你的事儿说完了吧？如果说完了，那我们就先走一步啦。可恶，又是这个女人，她怎么就阴魂不散呢？我看中的2个男人，偏偏都跟她扯上了关系。我们已经说完了，你们忙吧。那就好，那我们先走啦。夏宁拼命压着嘴角，不让自己笑了场。想着刚才那一幕，曹莹莹的媚眼真是抛给瞎子看了，想想就觉得好笑啊。可惜了。午间休息的时候，宁宁，我想去县代一趟。啊？我想去采买一些材料回来。你想做什么？我想从山上引建一条管道下来，然后在山脚边挖一个蓄水池，这样村里人在农田灌溉上就能省很多麻烦了。这个可以哦，还是你脑子反应快。那我们什么时候走？等会儿我去跟爹说一声吧。21世纪，荣城七里香都小区。赶紧换了衣服出门，时间不多了。很快，两人就换上了现代的服饰，牵着手出门了。走出电梯，夏宁的手机就响了起来。这会儿看到来电人，她微微皱了皱眉，还是按下了接听键。死丫头，你终于肯接电话了。你人在哪儿呢？为什么电话一直打不通啊？你现在到底在哪儿啊？我打了你那么多电话，你真是要吓死我吗？喂，是夏宁吗？说话呀！是我，怎么了？紧接着，对方又是一阵疯狂输出。这下他总算弄清楚了是怎么一回事。原来上次他跟宋少卿在逛夜市小吃街的时候，被路人拍了照片上传了微博，就那么巧被同城的蒋美琪刷到了。再加上这些天一直联系不上我，他就有点生气，打电话过来就是想让我把你带过去给他看看。说起这事儿，夏宁就有些来气。从蒋美琪嘴里说出来的话能有多少可信度啊？那就是个嘴碎的人。偏偏那位张女士宁愿听信那个妓女的话，也不相信自己亲女儿的为人品性，不正经。可能跟你的长头发有关吧。我之前不是给你说过吗？我们这边有不少年轻人喜欢玩角色扮演，要么就是一些喜欢穿古装的汉服爱好者。可能在老一辈的认知里，这类群体都有些不务正业，整天东搞西搞的，没有稳定且体面的工作单位。而这类搞艺术的人，在他们的眼里，或许就显得有些不正经吧。哦，原来如此啊。宋少卿总算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原来在现代，男人蓄着长头发，在长辈们的眼里，就属于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嘛。你不用在意，老一辈的人想法都比较老旧。你自己想想，这几次我们上街，大家看你的眼神，除了有些好奇之外，可有什么奇怪的眼神吗？如今的社会风气真的是开明了很多，对很多事情的包容性也越来越大，而且也有把国风爱好做成事业的人，只能说智者见智啦，你不用放在心上。既然你母亲提出来要见我，那我们还是去见见吧。这个没必要吧，
我并不是很想见那家人。你母亲那么生气，想来也是担心你啊，害怕你找的对象不靠谱。既然如此，那就让她见见吧，不然她会一直不放心的，之后肯定还会继续联系你。再者，我自认为自己也不是太差劲的人，不管怎么样，就她是你亲生母亲这层身份，我也理应去拜见一下她。我不想让别人认为你找的对象不好，是个不懂规矩的人。你真想去？听到男友这番话，夏宁动摇了。早晚都有这一天。既然伯母知晓了我们的事，那就应该尽早拜见才对。这样吧，你给伯母说一声，我们明天上门。今晚我们回去后，我也好跟家人说一声，让我娘他们准备上门礼。那好吧，但上门礼这些就不用特意麻烦伯母他们准备了，我们在这边买点礼品就行。不行的，两家结亲是头等大事，该有的礼节不能少。倘若让我祖母他们知晓了，他们肯定不乐意，咱们也得让他们有个参与感啊。好吧。那咱们先去采购材料，回去后再商量明天上门的事。行。随即，夏宁在微信上给张女士发了一条信息，说明一下，就打车前往建材批发市场了。你怎么懂那么多呀？都是在书上看到的。我平时挺喜欢看这方面的内容，之前的府家中就有不少土木水利方面的杂书。可以呀，没想到你还有基建的潜力呢。不错不错，既然你喜欢基建类的书籍，那我再给你下单买一些相关的书，你可以慢慢看，以后学以致用。基建？基建就是一个简称，指的是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电气、建筑、交通运输、土木跟水利这几个方面。你看看车窗外，你所看到的这个21世纪，就是靠着一步步基建达成的。宋少卿的眼底乍然迸发出一抹亮光，脑子里跟着闪过一个个念头。原本他还有些模糊的想法，在这一刻听到夏宁的话，忽然就变得无比清晰起来。他突然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了，他在此刻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其他方面的书籍也可以多买一些，我想给我爹他们也备一些。这一刻，宋少卿从未有过的感觉到自身所学的太少了。对比21世纪的知识文化，他觉得他们需要学习的地方实在太多了。OK， 没问题。闻言，夏宁利索地拿出手机，在书店疯狂下单，管理类、经济类、营销策划类、农业类，但凡有实用的书籍，他都买。下单之后，夏宁收到了银行的扣款提醒，等看到短信上的余额，他瞪大了眼，看着仅有的3万多的余额，心里一阵凉凉。他的60万呢，怎么一下子就只有3万块了？钱哪儿去了？那么一大笔钱，感觉他才拿到手没多久，怎么就没了呢？怎么了？你自己看吧。宋少卿疑惑地低头看着手机屏幕，仔细阅读短信上的文字后，他还是有些不解。有什么问题吗？问题大了好吗？我之前可是有60万，60万呢！你数数现在还有多少？没事，钱没了，咱们再想办法弄就是了。夏宁欲足不已，他们俩真是牛头不对马嘴。他是在担心没钱的问题吗？他明明是在追悼已离自己远去了60万好吗？真是跟他说了也白说啊。你不用担心钱的问题，就是你把资盆里的那些都花光了也没事。我名下还有一些私产，我已经写信让他们送一些金银过来了，算算时间，差不多也就在这几日了。到时候他们送来多少都给你，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完全由你自己支配。所以你不用不舍得花，也不用担心没钱花。你还有私产？他还以为当初抄家的时候，宋少卿送过去的那几10个箱子就是宋家全部的家当，所以他从未想过要去挪用他们家最后的家底。毕竟这么大一家子，往后都还需要生活。万万没想到，宋少卿竟然还有私产。听他这语气，家里貌似还很丰厚的样子，
侯门世家谁没有一点私产啊？这都是为自己或者家族留有的后路，一般不会挂在明面上。东楚的6个州府都有我置办的一些产业，所以你大可放心，你就是花的再多，也败不光我的司库。夏宁震惊脸，她到底交了一个多么有钱的男朋友啊？有颜又有钱，还才华横溢。忽然觉得对方有些亏了，怎么回事啊？你的那些先留着，暂时别动，先把你之前送来的那些小玩意儿换了吧。我想给你买一套大点的房子，你有什么想法或建议吗？啊？你现在住的房子太小了，感觉转个身都没什么活动空间了。居住在那么狭窄的屋子里，你不嫌太憋闷了吗？夏宁嘴角微抽，没有，真不觉得呀。那些箱子给你了就是你的，你归还回去，我娘他们也不会收的。所以啊，你别再为我们省着了。明日啊，你就挑几样拿去换钱，然后换一套你喜欢的大房子，以后住着也能舒适一些。没必要吧，我觉得现在这套公寓也挺好的。很有必要，如果是你一个人居住的话倒也合适，可以后是咱们一起居住，稍微添置点大的物件就没有多余空间了。往后咱们肯定还有更多的时间停留在这边。以我们的情况，其实并不适合住在人口这么密集的地方，太没有隐私了。即便咱们再小心，可人来人往的，总有被人注意的时候。听到这里，夏宁不禁陷入思考中。还有啊，你们这边的婚嫁习俗不是要男方买房吗？那我自然也不能省掉这个步骤啊。你连这个都知道？我从电视剧里看到的。要是让你身边的亲友知道我连车房都买不起，他们会不会认为我是个吃软饭的？如果你真是吃软饭的，就你这相貌，怕是也轮不到我来包养吧。不过他感受到了宋少卿的心意，明白他所做的这一切其实都是为了给他撑腰做脸，再一个也是想要自己居住的更舒适，当然更是为了护住他们的秘密。不管是从哪方面考虑，肯定是住在高档小区更好一些。行吧，那我们明天去看看吧。好。东楚国白云村，回到家中，宋少卿这才拉着祖母与母亲说起了明日拜见未来岳母的事。真的吗？你们是怎么商量的呀？你这孩子也是，这么大的事情怎么现在才说呀？你们也知道宁宁的情况比较特殊，我也不好当众嚷嚷。祖母娘，宁宁那边的习俗跟咱们这边不一样，但我觉得有些礼节不能少。你们看我该准备点什么呢？我好去安排。哎呀，这时间也来不及呀，这样按照礼节来，那要准备的东西就多了。虽说咱们家还有家底拿得出来，可如今这情况，咱们也没办法马上凑齐上门礼呀。娘，你别急，我找你们说这事儿，就是想向你们求取一些经验。毕竟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方面的事，并不是很了解。这次只是上门见见人，上门礼我自会准备的，你们不用操心。你们就跟我说说，这第一次上门拜见女方长辈需要注意什么？如果要备礼的话，又该选择哪方面的礼品比较合适呢？这是在说什么好事啊？你来的正好，我们正说着少卿的亲事呢。你来的正好，我们正说着少卿的亲事呢。亲事？少卿，你跟小宁准备成亲了？宋少卿无奈地笑了笑，他也想现在就跟夏宁成亲，可如今大家在白云村都没有稳定下来，甚至连个像样的住所都没有，他怎么好在这样的环境下与他拜堂成亲呢？即使他不介意，他也不想委屈了他。是少卿说明天要跟小宁去拜见他的母亲，我们正说要准备着点什么。小宁家里都有哪些人啊？说起来我还不知道小宁家里是个什么情况，也没听你们提及过。如今让你上门，可是他们同意你们俩的事情了。哎呀，对哈，这么久了，好似还真没听说过你们说小宁家里的事儿啊。哎呀，着什么急呀？该咱们知道的时候，自然就知道了。我也正打算跟你们说说宁宁家里的情况。在他13、14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因意外去世了。几个月后，他母亲就改嫁了，之后他就跟着他外婆生活。但前2年老人家也去世了，
现在是他一个人独自生活，他跟他母亲的关系也一般，也就是重要节庆日才会见面。因我跟着宁宁去过几次，他母亲就知道了我的存在，所以就希望能见一面。这竟是这样啊！小宁那孩子的性子呀，是真的好。平日里真没看出来，他经历了那么大的变故，能长成如今这样，多亏了孩子的心正，没有受到变故的影响。可不是吗？啊，那丫头是真没话说，她能来到咱们家呀，也是一种缘分，也是咱家的福分。老大，你们两口子以后得多疼疼小宁那丫头。娘，你放心吧，我们会把小宁当亲闺女一样看待。是啊，我本就很喜欢小宁，她能跟少卿结为夫妻，你不知道我这心里有多高兴，就是晚上睡觉啊都能笑出来。见此，宋少卿心里也十分舒坦，他家宁宁过往缺失的部分，他会让她一点点圆满起来。娘，咱们还是说正事吧，你们看我需要注意点什么？啊，对，这上门礼肯定要根据你岳母家的情况来准备，比如他那边有几口人，喜爱什么，这爷们儿跟女眷的礼自然不一样。哎呀，你还是别说了，少卿不是说了吗？小宁跟他母亲的关系不是很亲近，估计与继父那家人的关系也不是很好吧。既然小宁不喜欢那家人，那还用得着准备厚礼吗？老大说的对，一切呀还是以小宁的感受为主。你有跟他商量过吗？我知道，我会跟他商量着来，也打算按照他们家乡的习俗来准备。只是我在这方面毫无经验，所以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我这心里也好有个底啊，才好知道明日该怎么做。毕竟他占着宁宁生母的身份，而我始终是晚辈啊，明面上该有的礼节还是不能少的，不然岂不是让宁宁面上无光？你这么想是对的，这男人有时候也是女人的脸面。随后三位长辈就开始为少卿明日的见面出谋划策，给他传授过来人的经验。至于亲家的见面礼，他们也不操心了，由着少卿自己准备。晚饭后，在宋家的空地上又召开了一次短暂的会议，主要是商量着建水管的事情。这主意好呀，那往后咱们就不用担心地里缺水了。宋二爷不愧是当年名满京城的状元郎啊！宋先生，那你说咱们该怎么做啊？我们都听从安排。这引水的管道必须要特殊的材质才行，小宁他有办法解决，所以明日一早他们俩就会离村2日。这2日咱们争取把所有的土地都翻新了，等他们回村后就能立马开凿引水管道。行，这样两边同时进行，也不耽搁夏种的时间。那就麻烦宋二爷跟夏姑娘了。21世纪荣城，我们什么时候去买房？真要买啊？当然，趁着我们今天有时间，尽快办了吧。之后忙起来，咱们估计要等上一段时间才能过来了。行吧，反正东西都是你的，你是金主，你说了算。你想买什么样的房子？大平层、大跃层，还是别墅？独门独栋的别墅吧，居住环境与安全措施都更隐秘些。独门独栋的别墅吧，居住环境与安全措施都更隐秘些。我今早醒来后就用手机查了一下，我们就买城区边上的别墅，人少也清静。我记得我之前私库里有个木匣子，装着10几根金条，我们就用那个去买房吧，其他的东西就留着给你收藏。有这些金条应该就够了吧？对他来说，金子就是最便捷的流通货币，卖了就卖了，没有什么舍不得。而其他的珠宝首饰确实是可以收藏起来传承的，价值完全不一样。什么样的木匣子？是个暗红色的木匣子，大概这么大吧，上面雕刻着貔貅。哦，我找找。很快，他通过意识操控，在磁盆空间里找到了木匣子。是这个吧？就是这个。我对你们这边典当的行情不是很了解，如果不够的话，那就再把书房里的那个白玉镇纸卖了吧，
别，够了，真够了？肯定够了。如果只是买城区边上的别墅，估计在200-300万就够了。而你的这个金条是足金的，应该是500克的。我听说足金的500克金条，金价能达到500一克，也就是1根金条就能卖上25万。这个木匣子有16根金条，如果全卖了的话，那就能卖到多少？刚好400万。公布出最终金额后，他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400万呐！他忽然想着，光是一个小木匣子里的金子就价值400万，那其他的几10个箱子呢？要知道，那些古玉、珠宝、首饰什么的，可比金子更具有价值啊！这么一想，夏宁呼吸发紧，那他岂不是随身携带着上亿的资产？走，咱们看房去。下午2点，美山别墅，我们就选择19号吧。刷卡吧。宋先生，请收好了，这边的手续已经为你们处理好了，房产证大概在1周后就能办下来，到时候管家会来通知你们的。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入住？原谅他这没出息的样子，实在是像他这样的小老百姓，想要拥有一栋别墅，还不知道要奋斗多少年呢。随时都可以。走吧，去买东西。目送两人牵手离去，售楼部的工作人员瞬间爆发出一阵羡慕声。哇，这就是现实生活中的霸总吗？你刚没看见吗？大佬二话不说就直接付款买单，户主的名字直接登记女朋友的名字。我靠，就是啊，那男的也太帅了，全款别墅说送就送。我真的好羡慕啊！可惜没看到大佬的脸，也不知道长什么样。难不成是什么名人？肯定是个大帅哥啊！你光看他那一身气质就绝了。应该不是什么明星吧？虽然戴了口罩，但眉眼跟轮廓也不像那个名人啊。不会是哪个豪门富豪在外面那啥吧？感觉不像。我一路上陪同，觉得俩人的感觉很好，就像是正常的恋爱男女。如果真的是在外面包小三的话，你觉得那个大佬会有这样的耐心和时间吗？也是，我感觉那两人之间的气息也不像是那种不正经的关系啊。果然好男人都是别人家的。打车离开的两人可不知道身后工作人员的羡慕嫉妒。他们在蒋家附近的大型超市里挑选了上门礼。下午5点半，夏宁与宋少卿到达了蒋家所在的小区。我按门铃了。按吧。门铃按响不到1分钟，房门就被打开了。来啦，快进来吧。你好，阿姨，我叫宋少卿。你好，快进来吧。此时，屋里的蒋家众人听到动静后，纷纷从房间里走了出来，目光齐刷刷地看向了玄关处。于是，整个客厅顿时静默下来，只听到一阵抽泣声。这是从哪儿来的翩翩贵公子啊？你们好，我是宋少卿，夏宁的男朋友。你好，那我就叫你小宋吧。这边坐。好，谢谢，你随意称呼就行。最后多说一句，想买车瓜子更靠谱，坐在家里就能挑。小宋啊，这位是我丈夫蒋建平，旁边是你蒋叔的儿子蒋斌，他身边的是他的妻子王玲，这边的是你蒋叔的女儿蒋美琪，旁边的是她男朋友林宇。说来啊，今天日子真是不错，双喜临门呐。他们俩也刚交往不久，小林呢也是第一次上门，想着今天你们要过来，干脆呀就一起认识认识。你好，很高兴认识你。夏宁见男友双手都拎着礼品袋，立马上前接过了他右手的袋子。宋少卿有礼地伸出手握了握。你好。大家都坐着吧，晚饭很快就好了。
对对对，你们先坐会儿，喝口水，再炒2个菜就可以吃饭了。美琪，你给小宋他们倒杯茶水。突然被点名的蒋美琪这才从惊艳中回过神来。他忍不住又看了一眼宋少卿，心口砰砰直跳啊！这男人也长得太好看了吧，这颜值真的绝了，已经不能单纯的用帅来形容了，就是他追的几个男明星也没他好看。前几天他在网上看到的那张照片只是一个侧脸，他也没太放在心上，反倒注意一点在他的长头发上，他当时就笑出了声。在他看来，一个大男人蓄着长发，要么就是穷搞艺术的，要么就是娘们唧唧的。他最讨厌的就是不男不女的男人了。没想到夏宁竟然找了这么一个货色，但现在啊，却大大的出乎了自己的意料。他确实是蓄着长发，可这么一看，其实他本人也没有那种娘们唧唧的感觉。虽然他的五官不是那种特别阳刚的硬汉类型，但却属于温润儒雅的类型。而这种五官俊美、气质儒雅的男人，反倒更吃香了。蒋美琪思绪纷飞地倒好了茶水，看着夏宁挨着宋少卿坐在沙发上，他这心里啊，却气不打一处来。这个夏宁，怎就这么走运呢？她一个孤女，就让她找到这么一个好看的男朋友，老天爷是眼瞎了吗？想到今日自己的目的，蒋美琪忽然清醒过来，她不能被对方的美色迷惑了，那岂不是让夏宁的死丫头更得意了？喝水吧。有了。刚逛了那么久，你差不多有2个小时没有饮水了，喝点水润润嗓，不是很烫。好。看到这一幕，蒋美琪鼻子都气歪了，这还成了她给夏宁端茶倒水了。然而蓦然察觉到林雨看向自己的目光，吓得她连忙调整好表情，对着她甜甜地笑了笑，因为她知道林雨就喜欢温柔的甜妹子。夏宁，你也不介绍下你的男朋友吗？你有见先失忆症吗？刚才我男朋友一进门就做了介绍，你忘了？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跟大家说说你男朋友是做什么工作的，家里又是哪儿的，父母呢？你是查户口的吗？问那么多，你把你自己男朋友了解清楚就行了。蒋美琪努力压住火气。瞧你说的，你今天第一次带男朋友上门，我们当亲人的，这不是想为你把把关吗？夏宁默不作声，只是笑容深远地看着对方。你这是干嘛？你自己说出来的话自己信吗？还亲人？谢谢了，我这么大个人了，就不用你为我费心了。哼，好心当成驴肝肺。几次被落了面子，蒋美琪也绷不住了，气得她也不想周全了。宁宁，美琪也不过是一片好意，你这第一次带对象上门，咱们作为娘家人，总要知道男方的一个基本情况吧？这女人找对象可大意不得，哪有什么都不清楚就稀里糊涂嫁人的？再说了，这小宋家里有什么不能说的吗？又不是见不得人。王林心里也是一阵火气，原本还抱着看夏宁笑话来着，没想到他竟然带来了一个俊美的男人。他这辈子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看的男人，不禁有些看呆了。直到听到小姑子忽然拔高的音量，他这才恍惚地回过神来，但他这心里瞬间就不得劲儿了。对呀，小宁，你妈妈一直操心你的个人问题，得知你谈了对象，这几天就一直记挂着。刚才美琪带小林来的时候，也都把基本情况介绍了下。宋少卿伸手握住了夏宁的手，按住了她的蠢蠢欲动。你们别介意，宁宁也是心直口快，没别的意思。想说想问什么，我定当回答。我们也只是想多了解下你的情况，不然亲友们问起来，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好了。我今年22，是做国学研究的，家里历代都是从事国学。大致就这样，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没了，很清楚了。蒋建平讪讪地摆摆手，没想到啊，这妓女找的男朋友竟还是高知家庭。
光是听着历代这2个字，就感觉很不一般。那你们是哪里人啊？你刚才也没说你们家在哪里呀？我家在首都。北京？你们家是北京本地人，还只是住在北京？蒋美琪声音都拔高了。北京户口啊，天知道北京的土地简直就是寸土寸金。她不相信夏宁真能找到这么好的一个金龟婿。我们家就在北京，有一套老宅，但因为工作原因，我家人常常四处奔走，倒没有经常待在北京。众人瞪大眼，脑子里只有老宅2个字，能在北京成为老宅的，怕只有四合院了吧？北京的四合院啊，那得多少钱呢？没有。啊？你还没买房？不好意思啊，我想着你们家都住的老宅院了，应该有能力在荣城买房。那你现在跟夏宁谈朋友了，怎么打算的？不会住在他那套小公寓里吧？我原本还想问问你在哪里买的房，要是离凌宇买的房子比较近的话，那以后就方便串门了。说起来，我真的特别佩服凌宇，你们不知道吧？他毕业才1年，就自己买了一套大平房，总价要100多万呢。跟他比起来，感觉自己好废柴哦。夏宁无语地撇了撇嘴，这话在内涵谁呢？哟，小林这么厉害呢，真是年轻有为啊！如今这社会，不得不说，个人能力很重要的，靠谁呀都有垮掉的时候。你们过奖了，我也是首付贷的款。那也很不错了，首付也要20-30万吧？你们聊什么呢？张阿姨啊，宁宁她男朋友是从北京过来的，所以在荣城啊还没有房子呢，估计现在是跟宁宁一起住的小公寓吧。小林这孩子不错，毕业才1年，就自己买了一套大平房。现在这样的年轻人啊，真不多了。程春华嘴角僵硬，脸上的表情很是尴尬。妈，我正想跟你说一声，我搬家了。夏宁施施然地从包里拿出了下午才签好的合同，没想到今天还有这用处。啊？搬家？你不是才住进公寓没多久吗？搬哪儿去啊？喏，今天下午刚买的，全款有优惠，只要360多万，所以为了享受折扣，少卿就直接全款买了。我本来是不同意的，想着有一套公寓房了，但少卿非要给我买，还硬要在房产证上只写我一个人的名字。唉，我也真是拿他没办法。不就是装逼吗？来呀，当谁不会呢？互怕互啊！这下 KO 了，整个客厅一片静默，众人纷纷惊呆了。蒋美琪的嘴角直抽抽，气得眼睛都发红了。什么叫只有360万呢？他简直想吐血了。房产证上还只写了夏宁一个人的名字，这岂不是说夏宁就此拥有了一栋别墅吗？一想到他刚才还在得意洋洋地宣扬林宇的大平房，蒋美琪顿时觉得自己像个傻叉。多少？360万。蒋建平念出了让他心颤的金额。如今的年轻人真是不一般呐，300多万的全款别墅，说买就买，就跟这钱不是钱一样。宁宁，真的吗？你没开玩笑吧？这合同还能有假呀？1个小时前才新鲜出炉的。蒋建平拿起了合同看了起来，张春华连忙凑了过去。虽说合同内容看起来费劲儿，但标注的金额他还是看得懂的。真的啊？小宋，你这样确定没问题吗？你家人不会那啥？阿姨，你放心，我的家人已经见过宁宁了，他们都很喜欢宁宁，对我这次上门也很重视。我们打算在年后挑个吉日举办婚礼。夏宁瞬间转头看向身边的男人，年后举办婚礼，确定新娘是自己吗？不然他这个当事人怎么不清楚这个打算？那就太好了，到时候咱们2家抽个时间见个面认识下吧。如今宁宁就我这个当妈的还在，但该有的礼节不能少。蒋美琪听到这番回答，简直就要心梗了。
天知道他刚刚还抱着一丝侥幸心理，毕竟豪门可不是那么容易嫁进去的。没事吧，美琪？林宇见女友脸色不太好，不由关心地问，难不成是因为对方买了全款别墅？可这样的事情有什么好生气的？没事，估计是林家要来了吧，肚子有些不舒服。哦。江美琪不由打量着林宇，心里自我安慰起来。没事，林宇虽然没那个姓宋的有钱，但好歹人体贴，又懂得关心我。这男人啊，还是要找个贴心的才好。晚饭做好了，大家都上桌吧。咱们爷俩喝一杯。来，妹夫，你多吃点。来了咱家就当自己家一样，千万别客气。这个基围虾新鲜，小宁啊，你尝尝。看着家人都讨好着夏宁与宋少卿，江美琪憋了一肚子的气。她不由看了看身边认真吃饭的男人，心里的气就更不打一处来了。怎么了？我想吃那个牛肉。林宇看了看伸手就可以夹到的牛肉盘子，又看了看一脸期许望着自己的女友，缓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对方是什么意思。他很是无语地伸出筷子夹了一片卤牛肉放进女友的碗里，实在有些搞不懂女人的心思，明明自己就可以夹菜，干嘛非要找人帮着夹呢？又不是生活不能自理。谢谢亲爱的，你对我真是太好了。夏宁不由同情地看了林宇一眼，缓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对方是什么意思。他很是无语地伸出筷子夹了一片卤牛肉放进女友的碗里，实在有些搞不懂女人的心思，明明自己就可以夹菜，干嘛非要找人帮着夹呢？又不是生活不能自理。谢谢亲爱的，你对我真是太好了。夏宁不由同情地看了林宇一眼，这人瞧着还不错啊，可惜眼神不太好，竟看上了蒋美琪这个刁蛮的作精。忽然他的面前多出来一个碗，碗里装着不少已经去掉外壳的基围虾，白白胖胖的，看着就好吃。谢谢。快吃吧，我再给你剥几个。正好看见这一幕的蒋美琪顿时觉得嘴里的牛肉不香了。我吃饱了。蒋美琪直接搁下筷子就起身离席了。她现在气都气饱了，哪里还吃得下饭呢？蒋美琪原本想回房间的，但蓦然扫到了茶几旁的礼品袋，眼珠子转了转，不动声色地走了过去。她到底看看这上门里都买了些什么。哼，要是让她发现有便宜货，看她怎么嘲笑他们。见饭桌那边的人都专注地吃着饭，蒋美琪缓缓伸出手撩开了礼品袋子，伸着脖子查看。下一秒她瞪圆了双眼，我操，西湖龙井茶、五粮液白酒、冬虫夏草、海参、高档护肤品。这下蒋美琪彻底没有任何侥幸心理了，比不过，真的比不过了。于是等林宇吃完了晚饭，蒋美琪就拉着他借故离开了，脸都被打肿了，还留下来干嘛呀？原本夏宁也想吃完饭就拉着宋少卿离开的，毕竟该解惑都解答完了，上门礼也送了，晚饭也吃了，可最后还是被张春华给拦住了。还有什么事儿吗？时间也不早了，我们还想早点回家休息。那个，你有什么就直说吧，要么就别说了。我是想问问，你这搬去别墅住了，那你的公寓咋办呢？夏宁嘴角微勾，果然又是这样，他就知道不能对张女士抱有太高的希望。他不否认，张女士对自己也是有几分母女情的，心里也盼着自己好。可她的这份心思总是夹杂着其他的利益与心思。反正她这个女儿在她的心中，从来都不是排在最前面的位置。你到底想说什么？我就是想问问你是什么打算。既然你要搬进别墅了，那公寓岂不是空了下来呀？我凭自己努力买的房子，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就是放在那儿空置着，也碍不到别人的事儿吧。嗨，这不是浪费了吗？是不是把房子给你们就不浪费了？都是一家人，看你这话说的，我就想着呀，反正放着也是放着，给自己家住着，好歹呀也有点人气。好，
既然你说咱们都是一家人，那我问问，我这准备结婚了，你们打算给备上多少嫁妆啊？所以你们的意思就是，我的房子就活该给你们，但我却没资格让蒋家为我备嫁妆是吗？那我凭什么要把房子给你们？什么都不出就想白得一套公寓房，这想的倒是挺美的。我就是住进了别墅又怎样？我就不能把公寓租出去收租吗？为什么要给别人？那套公寓就别想了，也别想道德绑架我。等你老的没法自理了，该我尽的赡养责任，我绝不会推脱。人也见了，咱们就不打扰了。说完，他拉着宋少卿的手往外走。可惜了呀，要不是为了顾着宋少卿的礼节与颜面，他真想把那些礼品袋一并带走了。没事吧？之前虽然听夏宁说了一些家里的事情，但今晚一番接触下来，宋少卿才真正理解了夏宁的心情，同时也更心疼了。在需要父母爱护的年纪，他却过早的成长起来，独自面临了这个复杂的社会。换做其他人，估计早就不跟母亲来往了，但在夏宁心里，仍然保留了对张女士作为亲生母亲的敬重，并没有躲避或推卸作为子女的责任与义务，只是在情感上有所保留了而已。对此，他完全能够理解，所以他不会劝说夏宁必须要跟母亲处好关系，也不会要求他一定要如何孝顺长辈。毕竟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是相互的，是双向的付出。没事儿，放心吧，这些年跟他们都是这么处过来的，早就清楚他们是什么样的性子，我才不会放心上呢。没得跟自己过不去，我只是有些心疼你买的那些名贵礼品，真是便宜他们了。别心疼了，以后我们家的钱都归你管，完全由你支配，给他们的上门礼也只是明面上的牌子货而已，真讲究起来其实根本不值钱。我当初传送给你的那些东西可比这些名贵多了，所以用不着心疼。我知道，只是一时觉得有些不值。对了，你刚刚在蒋家说我们年后就办婚礼，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事儿了？宋少卿不由走上前，面对面地看着他。我们虽然还没有商量具体的婚事细节，但我也没说错吧？以我们现在的关系，难道不是奔着结婚去的吗？还是说你想要耍流氓？你现在连耍流氓都知道了？我每天都在学习，知道的当然越来越多。不以结婚为目的的都是耍流氓。宁宁，你可不能耍流氓啊！我耍流氓？宁宁，你这是不想负责了？我们可是抱过亲过了，甚至都睡在一起了。我已经没了清白，除了娶你当媳妇儿，其他人都不行。所以你得对我负责。夏宁黑人脸，什么叫没了清白啊？我负责？你确定不是说反了？没说反，我可是清白之身跟了你，在咱们东楚，只要是抱过了，那就必须结为夫妻。难道爷们儿就不需要负责了吗？宋少卿，你的金贵自持呢？我一个姑娘家都还没说什么呢，你一个爷们儿还清白之身，脸不要了吗？宋二爷，你的节操掉了。宋少卿笑得如沐春风，他家宁宁这呆萌的样子真可爱啊。放心，你不想对我负责也没关系，但我会对你负责的。等天气暖和了，咱们就去办婚礼。我是不是还要谢谢你啊？夏宁瞪了他一眼，这说来说去，结果还不是一样。不用客气。我去你的！这厮太无耻了。现在时间还早，有没有想去的地方啊？要不去看电影？看电影，情侣间必不可少的约会。这你也知道？你老实说，你背着我到底看了些什么内容？来这边的时候我就刷了一些短视频，回东楚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些下载的电视剧，一些文档资料之类的。是吗？不是看电影吗？
那赶紧走吧，你说去哪看？那个叫幕布，是用放映机。要是东楚有电就好了，他就能备上一套投影设备，在村里给大家播放爸爸电影了，也好让大家感受下电影的魅力。当然，他也是歪一下，这事实施起来可不容易呀。忽然，影厅里的灯光一下全熄灭了，宋少卿瞬间肃然微坐，身体下意识处于防备的状态。看电影要关掉多余的灯光。话音刚落，屏幕就开始当当当的播放起了电影片头。宋少卿顿时放松了身体，直接靠在了椅背上，专注地盯着电影屏幕。尝尝吧，看电影就是要搭配可乐爆米花。宋少卿直接张嘴吃下，很香甜的味道。他不由拿起可乐喝了一口，两者混在一起，这滋味还挺独特的。渐渐的，他不由被左前方挨着墙壁座位的两个人分走了注意力。这一刻，宋少卿瞬间恍然大悟，他总算明白这里的人为什么说情侣之间增进感情必须要去看电影了。感情是这么一回事啊。他不由看向了身边的女友。你不看电影，看我干嘛？看电影的标配就只有爆米花、可乐。当然啊。什么哦？我怎么感觉你这语气有些阴阳怪气的呢？你是在……夏妮原本试图掰扯一下，但却见宋少卿看向了另一个方向，他下意识就顺着目光看了过去。等他看清那个场面时，顿时哑了，尴尬的说不出话来。谁会想着还有这回事啊？你不好好的看电影，看着别人干嘛？真是一天好的不学，尽学一些旁门左道。他开始怀疑，这学霸脑变成了恋爱脑，真是罪过呀，他造的孽。我也没特意看啊，是那画面自己就撞进我的视线里了。好好的看电影，别想东想西的。虽然夏妮也很乐意跟宋少卿增进感情，但她绝对不会在这样的公众场合做出打波的行为来。好的，女朋友。看什么呢？这么认真，都没叫醒我，差点就昏昏沉沉的睡上一下午了。这本书讲述的主要是你们这边的近代发展史，上面有很多可以学习的知识点，真的让我受益匪浅，茅塞顿开。是吗？那说明我买对了。买得不错，这本书真的好，主要是50、60年代的发展，我觉得这里面很多内容倒是很适合现在的白云村近期内的规划。原本我之前跟爹他们商讨的主意还觉得不错，但看了这本书之后，我瞬间发觉还不够好。如果白云村也能照着书上的路线发展的话，肯定能成长得更好。说着，他就从私棚空间里拿出了纸笔，一边在书本上做起了标注，一边在本子上写画画。很快，宋少卿就把一张写满字的 A4 纸递给了夏宁，示意他看一看。夏宁好奇地接过 A4 纸看了起来，越看眼神越诧异。可以啊，宋二爷，这个完全可以有。真的？你也觉得可行？真的很不错，完全可行。这样系统化的管理更有利于后期的发展。你考虑得很周全，有目的性的发展肯定比一盘散沙好多了。听你这么说，我倒是有些改革的底气了。宋少卿对接下来的计划信心大增。没错，他打算推翻东楚过往的一些旧习，学习推崇现代的一些模式。我给你下载几本小说吧，你晚上睡前的时候可以抽空看一看，或许对你也有启发。小说？看小说也能学习吗？当然能，看小说也能学到不少知识点的。看了宋少卿的思路构思后，他忽然觉得可以给他找几本末世基建文，虽说情况有些不一样，但面临的处境倒是有些相似。确实不错，那就麻烦你帮我下载几本，我晚上就看。没问题。时间一点点过去，直到下午的5点，两人这才更换了衣服，携手跨越了时空隧道离开。
我们每次出门都带了2辆电三轮回来，这样下去，我们都能组建一个电三轮车队了。夏宁不由玩笑道：“想想一整排的电动三轮车，那画面还挺拉风的。如果走出去行商的话，那绝对是古代最牛逼的电车商队了。这电三轮这么好，就是再多也不嫌多啊，以后总能派上用场。”这倒是，走吧，回村了。夏宁一说完就启动了车子，宋少卿紧跟其后，2辆电三轮车就悠哉悠哉地进村了。啊，回来了，有车子回来了，是夏小姐回来了。哇，又有2辆车呢。少卿，小宁，一路顺利吗？一切都很顺利，这车上就是所需的材料了。伯父，我们还给你们带了不少的水果回来，晚上发给大家尝尝鲜。好好好，辛苦你们了。咱们把东西搬下来吧。好。侄儿媳妇儿，你们带回来的都是些什么水果啊？好几样我都没见过呢。这是苹果、香蕉、砂糖橘、丑柑、圣女果、香梨、哈密瓜。这些名字倒是别致啊。村长，咱们还是赶紧安排人把管道建立起来才好。对，这个得趁早。我们今天都开始播种了，地里的种子还等着浇灌呢。我现在就去安排人手。很快，李明就组织了20多个青壮年，有关引水管道如何修建以及路线的问题，早在宋少卿离开那晚，大家就已经商量好了，可以说就等着原材料了。趁着现在天色还早，咱们动作麻利点，争取在天黑之前把管道安上。好。你就在家休息，等会儿给大家分水果，我跟着爹他们上山。行。夏姐姐，这些水果需要抬进去吗？不用了，等会儿就发给大家了。这村里也没外人，就放在这儿吧。云溪，你看看你想吃哪个水果，自己拿啊。这个叫圣女果，名字可真好听。没错，这水果倒是适合咱们姑娘家吃，可以美容养颜。真的吗？那我要多吃点。好多水果啊！天哪，这全是水果吗？那个红红的小小的是什么果子啊？跟鸽子蛋似的。瞧见那个箩筐没？那么大个也是水果。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多的水果嘞。怕是很贵吧？夏姑娘真的要送给我们？哎，大家都静一静啊！现在开始分发水果，麻烦大家都依次排好队，不用挤在一起。在夏宁的嚷嚷下，众人很快有序地排好了队伍，脸上的喜色完全遮挡不住，因为夏宁的话就是最好的答案。他们真有免费的水果可以领取。对，夏姑娘就是这么交代的。村里妇女恍惚了，感觉就跟做梦一样，有些不真实。这可是老鼻子贵的水果呀，听说只有那些高门大户才吃得起的水果，而现在他竟然也能拥有这么多的水果，简直不可思议。真的给我了？那我拿走了。放心吧，确实是夏姑娘交代好的，村里每户人都是这分量，所以你不用担心什么。谢谢夏姑娘。不客气，带回家后记得跟家人一起分享。水果就是要趁新鲜的时候吃，这水果有营养，对身体好，别舍不得吃收起来，不然水果就失了营养啦。啊，真的吗？对孩子身体也好吗？真的，对男女老少都好。那好，晚上我们就一起吃了。于是农妇随后就跟自己关系好的妇人复述了夏姑娘的说法，大家你传我，我传你，最后全村人都知道了夏宁交代的话，甚至还有个别迷信的人一度认为这是作为仙女的夏宁送给大家的神仙果。要是安邦也在就好了。闻声，众人纷纷顿默。啊，不好意思啊，我只是……万青啊，你不用多说，我们都明白的。
老大媳妇儿，你放心吧，安邦肯定会平安无事。徐婉清微微红了眼眶，她自然是相信的，她跟儿子还在这里等着她呢。大嫂，明天我就让麦冬去镇上探探消息，如果大哥他们启程的话，肯定会给我们来消息。好，那麻烦二弟了。啊，出水了！太好了，咱们村有水塘了！快，大家都赶紧拿桶装水，先把庄稼地好好的浇灌一遍。好嘞，村长。山脚一时边格外的热闹，村里的男女老少都聚在这里看管道饮水，而宋家这边却是一片安静。你写好了吗？下一瞬，两人默契十足地把自己整理出来的资料递给了对方翻阅。夏宁看到宋少卿整理出来的内容更为诧异，这比他昨天下午看到的那份计划更加详细完整。他真没有想到宋少卿竟然这么快就抓住了现代的那套思路，这就是学霸的威力吗？我觉得这里可以调整一下，管理方面的事情就靠你们啦。行。二爷，有大爷的消息了，他们已经在来南蛮的路上了。真的吗？消息确认无误。太好了！二爷，千真万确，这是广白刚送到的信件，大爷他们已过了青州，最多10日便能抵达南蛮。菩萨保佑，安邦总算平安无事。等安邦到了，咱们可得好好庆祝一番。不过眼下咱们还是先安排住处要紧，安邦他们一路奔波，得有个舒适的落脚处。咱们一家终于可以团圆了。爹要回来了吗？对呀，你爹爹要不了多久就会回来了。太好了，陈哥很快就能见到爹爹了。午饭后，宋少卿就把上午他与夏宁之间交流好的想法告知了宋父与宋二叔，最后自然是得到了两人的支持和认可。这想法好啊，太好了，管理起来方便多了。这些点子也是小宁家乡那边的吗？差不多吧。小宁家乡那边的发展非常繁荣富强，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觉得要想更好的成长起来，就不应该继续保持墨守成规的那一套。从古至今，朝代都在不停的更换，我认为有些方法也该适当的改革一下了，否则人类很难有更大的进步。我想试试看，在这个小山村，我们能不能开创一个新机。说得好，如今水源跟庄稼地的问题算是初步完成了，接下来大家有思考过下一步计划吗？下一步计划？吴兴很是蒙圈，这日子不就是这么过的吗？还要做什么计划呢？咱们村里人主要就是庄稼地里的活儿，只有把庄稼地伺候好了，乡亲们家里才有粮。如今咱们开垦出来的庄稼地不算多，咱们还能继续开荒。庄稼地重要，但是居住的房子也很重要，要不了多久就要过冬了。咱们现在的草屋啊，不仅不牢固，还抵御不了严寒。我觉得必须要尽快修建更安全的住所。对，眼下如何防寒比较重要。目前庄稼地的粮食应该够我们应付寒冬，等开春后咱们再继续开荒也不迟。如今应该集中劳力建房子。咱们这里到了冬天确实要比其他地方冷一些。那你们往年冬日如何度过的？提前多备一些木柴，缩在家里烤火呗。先进入正题了，宋父从跟前的本子里抽出了一张纸，缓缓地推到了桌子中间。这是少卿画出来的房屋图形，你们看一看。闻言，众人纷纷查看了起来。等看到图纸上的房屋构造后，大家纷纷一脸愕然之色。这是房子？房子还能这样吗？简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啊！宋先生，这房子……少卿，你画的图纸，你来给大家介绍下吧。宋少卿起身，在桌子上摊开了一张更大的图纸，纸上画的是平房的平面图，这样一来，也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
更能理解这个房子的构造。这个呢叫平房，这里面是套间的分布图。这边是客厅，吃饭接待客人的地方，左右两边是卧室，可以建2间大卧室，也可以选择左边两边前后建2个房间，这个可以根据每家实际情况来定。而平房的外侧，左手边是灶屋，右边是茅厕，旁边的位置村民可以根据自家的情况搭建牲畜草棚或者杂物间都可以。然后就是把院子围起来的外墙了。这面的房子简单又牢固，居住起来也干净整洁。最重要的是，这样的房子外墙十分坚硬如铁，安全上十分有保障，就是再恶劣的天气也不用担心会摧垮房屋。这也坚硬如铁，真如此厉害？可能吗？这世上会有这样的房子？这房子的格局倒是独特，一家子倒是能紧密相连。不过这房子修建出来也如图纸上这么方正吗？是啊，如此光秃秃又方方正正的，着实难以想象建出来会是何模样。宋二爷，这房子不搭建个屋顶棚子就直接平的吗？这是平屋顶，也可以叫阳台，这上面可以晾晒衣服、粮食、蔬菜之类的，会专门搭建一个石梯，我们就可以从下边走上去了。这巧思不错啊。那这房子如何修建呢？根据东楚如今的建屋条件，可没有那种坚硬如铁的材质啊。我们既然提出建这样的房子，自然有办法办到。夏宁手里有个方子，可以制作出一种特别坚硬的外墙，甚至还能把我们白云村的路面变得平整又宽敞。那是什么呀？水泥。水泥？这是何物啊？沾了水的泥土吗？到时候制作出来你们就知道了。宋二爷，这造新房子是不是要重新打地基、砌砖墙啊？是的，之前的房子都得拆掉，我们准备建造一个全新的白云村。宋二爷知道这房子怎么建？我知道，我会负责现场指导。从明天开始，大家先把房子的地基及框架建出来，等到我们成功做出水泥后，再来做外墙。好在有这方面的书籍，基本的建筑图他还是看得懂的，所以前期他准备先带一批人学着建房，等他们学会后，再挑几个优秀的，再逐渐摸索修建其他的房子。好的，你来安排，我们全力配合。今日我宋某也不跟各位绕什么弯子了，想必大家也很清楚我们宋家的情况。等京城那位反应过来后，绝不会放过我们宋家。等京城那位反应过来后，绝不会放过我们宋家。或许等不了多少时日，京城那边就会有所行动了。我们宋家什么都能认，但通敌叛国这样的罪名是绝对不会认的。所以我们宋家与京城势必会有对上的一天。现在我想听听各位的想法。宋先生，我们文家决意不变，我们文家坚决拥护你们。宋先生，虽然我还没有牵血卖身契，但我曹天荣早已是宋二爷的人了。宋家如何，我曹天荣便如何。宋先生，你放心，我们李氏一族虽只是乡下的农户，但我们也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这一路如果不是因为你们，我们这些人还不知道会沦落到什么地步呢。最重要的是，他已经看出来了，宋二爷这个未婚妻很不简单啊。你们或许还不知道，在咱们南蛮有自己的一套规矩，可没有村上的那一套。好，感谢各位的支持，我们宋家也定当不辜负大家的信任。我等追随宋家无悔。用你的电脑下载抖音电脑版吧。夏姑娘说的在理，精打细算才能长远。那咱们就来说说另一件事吧。老话说了，无规矩不成方圆，而咱们白云村的情况又有些特殊，只能特殊化的处理了。这里是我儿与小宁针对白云村的情况整理出来的一些改革措施，各位可以看看。看到宋先生推出来的稿纸，大家再次传阅了起来。良久之后，宋婶要开口：
各位意见如何？我同意。我也同意。我没意见。哈，那好，那咱们白云村的干部班子就这么定了。我知道大家肯定还有一些疑惑或是不太理解的地方，接下来就让少卿跟小宁为你们解答疑惑吧。众人一番探讨之后，成立了6大部门负责人执行考核制度，各司其职。财务部文老二，工程部吴兴，后勤部苏连英、白玉福，农业部夏宁，技术部门宋少卿，文家老大，安保部宋安邦，胡大志、宋金泽暂代。随后众人聚集村民们开会，宣布制定的新规则，每家自己开荒，上交1成粮食，其余自给自足。除此之外，在一起额外开拓一块荒地，种上粮食，收入归入宫中，用来承担公共开支。哎呀，宋二爷与夏姑娘这份心思当真是巧妙啊！如果咱们村儿按照以往的规矩来办事儿，宋家怕是真要坐实通敌叛国的罪名了。但如今这样的安排却十分巧妙地与朝廷旧制区分开来，即便让人发现基地的存在，也没人会觉得宋家有造反之心了，而咱们又能形成一个独立的体制，妙哉妙哉呀！村里施工队伍忙得热火朝天，而夏宁与宋少卿也没有闲着，两人正在自家门口捣鼓着水泥呢。这制作水泥也是有好几个方子的，只是根据不同的材料制作出来的水泥质量会略有不同而已。而根据现有的条件，夏宁找出了一种最省事最简单的土方子，用粘土、石灰与石膏制作水泥，也就是在粘土高温烧后，与石灰和石膏混合粉碎或分别粉碎成细粉，再均匀拌合所得的水硬性凝胶材料，即称为石灰烧粘土水泥。这种水泥除了用特别少质的粘土，亦可用破碎瓦、陶瓷片和天然烧粘土，材料易得，操作简单，非常适合白云村的情况。原本夏宁是准备直接在现代采购大量的水泥，但被宋少卿拒绝了，因为他想尝试着自己制作出来，只有学到手了才算是他们自己的。好了，你们2两一组，开始搅拌吧，记得一定要搅拌均匀。好嘞。2天后，开建的4栋平房的地基已经打好了，而夏宁与宋少卿在宋家后院铺设的水泥地已经彻底凝固干透了。成功了！哇，这地面太坚固了。这就是水泥地吗？好平整，好干净啊！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你们在叫什么呢？祖母、大伯、大伯母、爹娘，我们成功了！你们看，这就是我们做出来的水泥。你们瞧瞧这地面，是不是特别的平整干净啊？宋金泽见家人都来了，一脸骄傲地跟家人嘚瑟了起来，甚至还激动地拉着他爹踩在了那块水泥地上。爹，你来踩踩，这水泥地是不是很坚固？你瞧，连脚印都没有，怎么踩都没有一点痕迹，是不是很神奇？宋慕瑶惊呆了，愣愣地看着脚下的坚硬地面。我来试试呢。宋父一脸惊愕，忍不住跟着踩了上去。他来来回回地在地面上走着，一脚踩下来，竟然真的没有留下任何印子，这也太神奇了吧！好啊，这水泥好啊！要是这水泥能用在边关的城墙上，那再也不用担心外敌的侵犯了，边关的抵御能力也会大大的提升。这样平整的外墙，就是他们想爬墙也爬不上去。然而下一秒，他想到如今自己一家的处境，脸上的表情瞬间淡了下来。唉，没事儿，大哥，咱们现在虽不能为边关百姓做什么，但却能让白云村的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或许有一天这水泥也能推广用在边关上吧，如今还太早了。啊，我明白，只是一时感慨而已。不过这水泥真是好东西。可不是嘛，小宁真没夸张，要是用这个水泥建房子，肯定很结实。对呀，就是用来修路也特别好呢。
你们想想，要是这地面都变成这水泥地的话，那以后遇上下雨天也不用担心一脚踩进泥坑里了。那以后咱们坐车岂不是都不用颠簸了？对呀，那可不是，这水泥还真是个宝呢。爹，小叔，我想先做一批水泥，在村口建个围墙，你们觉得如何？你考虑的对。还是你小子脑子好使啊，我都没想到这茬。咱们下午就找人动工。现在大家都去建房子，村里还有多的人手吗？没事儿，建房的进度稍微慢一点，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眼下还是先建外墙比较重要。这2日部门的招收情况怎么样了？我们几个部门的人选差不多都敲定了，等晚点大家下工的时候就会通知他们。貌似除了保卫部跟我们后勤部满员了，其余几个部门都没有招齐，但是这也不着急，以后慢慢增加就是了。提起这事儿，苏莲英的脸上不由绽放出了一抹光彩。她真的没有想到，自己到了40来岁的年纪，还能像外面的爷们儿一样干一番事业。这么快？都是哪些人啊？咱们几个部门就少卿负责的技术部人员最少，就文家老大文良一个人进了，而保卫部都是留给他们几个有功夫在身。之前不是听说白云村那几户人都过得不是很好吗？居然还会有人会打算盘看账本？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但听王二的意思，那个叫林文生的确实有一手算账的本事，说是一点也不比他差。有真本事就行。夏宁猜想，估计是林家有什么隐情吧，所以才不得已到白云村生活。不过这人进入的是财务部，虽然他不会经手基地的银钱，但也不能太大意了，最好还是叮嘱文二一声，私下多留意一下。一个部门的情况差不多都这样了，就差你的农业部了，你怎么想的？伯母有推荐的人选吗？要不你先去李村长那看一看，报名的单子都在他那儿，应该有人报名吧？对哈，我都忘了。那行，我现在就去找李村长。果然，夏宁在村长李明这里拿到了名单。就2个人吗？虽说我们都是庄稼人，但咱们也只会根据老祖宗留下来的经验埋头苦干。村里人基本都不识字，就是专门开设了农业部，他们也没底气敢报名。有些人地种得好，那纯粹是有力气，能干一番体力活，真要让他们去教别人讲道理什么的，他们未必做得来。所以呀，这完全是两码事儿。那这2人这俩人是我推荐的，都是我们村以前的种地好手，且他们俩还识得几个字儿，应该呀能帮着你打打下手。你有什么想法，直接让他们俩去做就行了。原来如此，让你费心了，那就他们俩吧，晚上你一并通知了。好，这事儿交给我。冬月上旬，在众人专心致志忙着建房子的时候，时间进入了11月。第一批修建的乡村独院平房十分顺利地完工了。看样子咱们可以在冬天到来之前住进新房子里了。是啊，不然这大冷天的，大家本来都是饿着肚子干活，要没有个避寒的地方，这可怎么过啊？伯母，您别担心了，我跟少卿会解决粮食问题的。天气冷，您跟奶奶先过来吃点东西，补充下能量，这样身体能暖和些。哇塞，夏姐姐，你又买了我最爱吃的炸鸡和汉堡。对啊，小馋猫。太好了，夏姐姐真好。好了，大家快吃吧，吃完我们也出去看一看。这是我家的房子。哎呀，这平房可真好看。哦呦，这墙面好白呀！我还从没见过这么整洁又明亮的房子呢。哎，你们瞧瞧，这房屋里的地面好平整啊，一点坑洼都没有嘞。听说是敷了一层水泥。嚯，连地面都是水泥吗？那这房子怕是花了不少银子吧？就是多花点也值得，这房子多好呀。哎呀，大家别堵在这儿啊，一起进去参观一下嘛。就是啊，老李头，让大家伙先过过眼瘾呗。哎，我想走一走那楼梯，
听说特别有意思啊。哎，走走走，一起看看。夏姐姐，中间空着的那个大洞是干嘛的呀？那是留出来当窗户的，可以安上玻璃窗，也可以做上木窗。看到第一批完工的新房子，全村人更奋进了。于是，第二批建房的施工人员增加到了80多人，真可谓是干劲十足啊！这就是水泥做出来的外墙吗？看着就很有安全感。太不可思议了，怎么做到的呀？我现在相信夏姑娘的话了，这水泥做出来的房子呀，肯定很结实。我现在都开始期待咱们家的水泥平房了。这么结实的外墙，那些土匪应该闯不进来吧？嘿，你眼瞎了？你没瞧见墙顶的外边插满了碎瓷片吗？哇，那碎片尖瞧着就很锋利的样子，插在手里肯定很疼吧？就是有人爬上来也没办法翻墙了。众人看着眼前的高墙，满脸欢喜地夸赞着。乡亲们，我们后勤部组织明天带大家伙儿去镇上赶集，采买些生活用品。有人要去，来我这儿报名，无需车马费。真的不要车马费？那可太好了，正好家里盐罐子快见底了，我还愁着怎么去镇上呢。苏家嫂子，我这还有些自己做的竹筐和布鞋，你说咱能不能顺道摆个摊儿，跟镇上的人换点针线啥的？这法子好，是吗？那我待会儿就去试试。好，有明天要去镇上的，赶紧到我这儿来报名。我要报名，我也要报名。还有我，还有我。一日辰时5刻，早上8点15分。做好了，出发！一声令下，只见2辆电动3轮车载着满车的人，缓缓地驶出了村口的大门。就这样，2辆电3轮晃晃悠悠地抵达了平沙镇。终于到了！哎呦，这坐车就是快嘞！是啊，路上虽然有些颠簸，但不用咱们自己走路，轻松多了。走吧，咱们进镇吧。那我们先进去啦。我留了一个布包，要是我们久未回来，你们可以先吃点东西，垫垫肚子。好，我知道了，你别操心我们，你自己都注意安全。有什么事记得发个信号，知道吗？记住啦，放心吧，我还带着防身武器呢。这镇子也不是很大嘛，大家买的东西都差不多，咱们就挨着一起买吧。这镇上也没那么太平，还是尽量不要分开，更不要落单。行，我们一起挨着买。吴嫂子，你放心，我们不会单独行动的。我们可专门带了防身武器呢。你们还有防身武器啊？对啊，还是夏姑娘之前送咱们的，我们一直都好好收着呢。那真挺好的。王春梅顿时羡慕不已。之前一直听说宋家人很好很好，这段时间她也觉得宋家很好，但没想到他们在流放的路上，宋家就如此好了。等回去后就给你们几户人补上，之前事情多，一时也没想起这事儿。真的呀？那先谢谢夏姑娘了。回去就给你们发。官，这是您的2笼包子。哎，老板也给我来俩肉包，带走。突然，不远处闹哄哄的一片，顷刻就有不少路人围了上去。咋了这？有人在闹事儿是吗？哎，是在打架呀？我去瞧瞧，你们待在这里别动啊。作为本地人的王春梅就没有那么多的顾虑了，满脸兴奋地跟众人交代了一声，就赶去凑热闹了。救命啊！放开我！这不会就是吴嫂子说的那个小混混吧？这么猖獗，这可是青天白日还在大街上呢。混混哪会讲什么规矩啊？真是世风日下呀！没想到南蛮这边的风气如此野蛮呐！看来咱们以后尽量还是少来镇上。算了，咱们还是别看了，赶紧买了东西回去吧。没错，还是早点回去好，看得我心里一阵心慌。于是，一群女人热闹也不看了，立马转身回到店铺里挑选杂货。店铺门口就剩夏宁靠在门框了，一边啃着烧饼，
一边看着不远处的吃瓜人群。这时，凑热闹的吴嫂子脚步匆匆地回来了，脸色有些难看。真是缺德的。吴嫂子走到店铺门口，见夏宁看着热闹那边，以为他想过去，担心他被人群挤着了，连忙开口阻拦。哎，夏姑娘，你别过去了，那边正在卖人呢。卖身葬父？你猜对了一半，大致上差不多了。不过不是葬父，而是舅父。哦，不对，那狗男人才不配。听说是那男人赌钱输了，还不上赌方的银子了，就拿自家的一双女儿抵债。你应该也耳闻了一些吧？赌方里的人就没一个好的，好人家的姑娘到了他们手里，转手就送进勾栏里。那家大姑娘是个性子刚烈的，估计是不愿意迈进青楼，所以挣脱着在大街上求人卖身为奴。你们有没有人要买下他的？价钱也不高，50两银子就行。哦，这里还有一个小的。你们也别说我李三不讲仁义啊，谁让他们俩的爹欠了我们赌方的银子呢？这所谓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公子，你行行好，买下小女吧，我愿意为奴为婢一辈子来报答你的恩情。不要买的吗？赶紧啊！没人买的话，我就得把他们俩送去县城的满春楼了。这位爷，求求你了，我什么都会做，吃的也不多。郎君，你帮帮我吧，我不想被卖进青楼，只求能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围观的众人听到那一口报价后，顿时吓得纷纷后退。唉，真是可怜呀，造孽呢！5两10两的或许还有人愿意出，可50两银子买个丫头，谁家乐意呀？吴嫂子，你真觉得那姑娘很可怜？啊，她眼看着就要迈进青楼了，不可怜吗？你就没发现吗？发现什么？你没发现那位姑娘拉住的人，都是一些较为年轻且穿衣打扮瞧着还不错的男人吗？好像是啊，这有什么不对吗？你说那大姑娘宁愿卖身为奴为婢，也不愿意被送进青楼，那卖给谁不是都能让她脱困吗？可为何她却只找那些年轻又穿着体面的男人呢？哎呦喂，感情是这么一回事呀！呵，真是没看出来呀。这姑娘瞧着年纪不大，没想到心眼这么多，差点就被她骗了。呸！其实也能理解，毕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男人喜欢年轻貌美的姑娘，女人自然也喜欢年轻俊朗的男人。她想为自己争取一个更好的未来，也是人之常情，谁不想过好日子呢？夏宁神色淡然，说出口的语气也是淡淡的，实则她心里对这个时代的女性感到些许的悲哀。哎，也是啊，这世道就是如此，怕是要让她失望了。这50两实在太多了，一般人哪给得起啊？如果她能退而求其次的话，或许问题早就解决了。没人买是不是？那我就带走了。不要啊，公子求求我，李爷，求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吧，等我卖出银子一定还你。大姑娘哭得梨花带雨的，整个人都跪在地上颤抖着，那不弱的身躯显得越发楚楚可怜。然而夏宁的注意力并没有在她的身上，她的目光看向了李三几人身后侧一直保持安静的小姑娘身上。突然，夏宁打量的视线与对方的目光不期然对上了，她敏锐地感觉到对方的神色微微变动了下。另一边，以李三为首的几个赌方男人彻底没了耐心。李三朝兄弟们示意了一下，打算直接带姐妹俩上马车走人。就在几个手下准备抓人的时候，那个妹妹直接冲出了人群。啊，不是吧？怎么感觉这人朝着我来的？别啊！嘿，你这小姑娘干啥呢？碰瓷恶诈呢？好好的跪在我们跟前干嘛呀？我愿意卖身给小姐为婢，求小姐收留。开什么玩笑？
50两银子呀，又不是50文，谁会用50两买你一个小丫头呀？啊，你别跪着了，起来说话吧。听到夏宁的话，跪在地上的小姑娘顺从地站了起来。你想让我买下你？我什么活都能干，不会的我也能学。如您不嫌弃，我可以一辈子都跟随在您身边，为您做事。我保证此生只效忠您一人，绝不会为任何人改变立场。夏宁心中讶然，有些意外，她一个农家姑娘竟能说出这样的一番话来。这小姑娘是个人才呀！就冲着她这份心性与果决，夏宁相信，只要给她一个机会，她必然能成为一个可用之才。见对方没吱声，杨二妮面上很镇定，实际心里很没底。但这是她唯一的机会，她必须奋力一搏，试一试了。这位小姐，我说到就能做到，绝不会食言。或者你有其他什么要求吗？你是想让我买下你一个，还是把你们姐妹俩都买了？夏姑娘，你真要缺人，直接使唤我家杜鹃就行了，哪用得着费这银子呀？闻言，杨二妮心里更没底了。不过听这位嫂子的话，倒是证明了自己没有看错人。眼前这位小姐确实有一定的能力。嫂子放心，我心里有数。我刚才的问题你怎么说？小姐，你只需买下我一人即可。我与姐姐虽是亲姐妹，但人各有志，她有她的追求，我也有自己的追求。我选择的未必是她想要的，就随她自己吧。夏宁心里对这个小姑娘的欣赏不禁又加深了几分，主要是这般通透的心思实属难得。行，咱们过去吧。你好，这姑娘我买下了，这是50两银票。哟呵，这是哪儿来的漂亮小娘子啊？新来的吧？貌似以前没在平沙镇见过你。我是从哪儿来的，跟咱们的交易有关系吗？我给银子你放人，这场交易就算完事儿了。怎么没关系了？你要买我的人，我总得了解清楚吧。你的人？千契说了吗？欠你们债的是他们俩的父亲，画押的也是他们的父亲，所以你只是他们姐妹俩父亲的债主，跟他们姐妹俩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你……妈的，这个女人咋这么会说呢？喏，这是小姑娘的卖身钱50两银子，收着吧。至于剩下的欠款，你们就继续守着杨大姑娘吧，我们就不打扰你们办事了。谁让你们走了？加油！啊！你对我做了什么呀？哼，是不是感觉自己的右手臂发麻无力，还僵直泛疼？你猜我做了什么？你对我下毒了？谁让你动手动脚的？咱们的交易已经完成了，你要是不拦着我，也不会受这罪，怪我了。好啦，我们今天的数学课就学到100，从100开始，就跟从1到100，从新排序一样。大家现在开始自己练习吧，等会儿我要考察你们的学习成果哦。是。哦，不错，胡儿牙同学今天默写的数字全对，来，老师奖励你一套学习用品。夏老师，这是啥？这是铅笔盒，里面还有一根铅笔和一支橡皮，你可以自己在家里面练习写字。谢谢夏老师送我这么珍贵的礼物，我一定会好好学习的。别说，这夏姑娘教起孩子来还真像那么一回事儿呢。我这还是第一次见到女先生上课呢。咱们白云村恐怕是东楚的独一份了吧？可不是，谁说女人不能做大事的？这应该让那些臭男人来看看。这话说得好啊，瞧瞧咱们夏姑娘多能耐的一个人呐，比很多男人都出息呢。是啊，夏小姐真给咱们女人长脸了。以后我看谁还敢说咱们女人没用，夏姑娘就是咱们女人的代表了。看来夏小姐让家里的女孩子跟着一起上课，也是有些道理的。按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有些理解夏姑娘的用意了。什么用意啊？你笨呀，这也想不明白吗？没听说过一句戏文吗？谁说女子不如男？夏姑娘就是在证明给大家看，姑娘家也能读书识字，做大事呀。原来如此啊！所以啊，
咱们得多支持夏姑娘，别被那些臭男人带歪了。我要是能有个像夏姑娘那么聪慧又见多识广的女儿，我怕是做梦都要笑醒了。这么一想，这女孩子多学点本事也挺好的。哼，老祖宗定下的规矩，哪能说改就改呀？这丫头学那么多本事，又有什么用呢？到了年龄，还是要嫁人生子，操持家务，还要照顾家中的老小。即便学到了一身本事，到最后还不是便宜了男方？咱们女方能捞到什么好处呀？现场瞬间一片安静，众人难以置信地看向了曹大媳妇儿，眼里还透着几分鄙夷。你们这么看着我干嘛？我说的不对吗？哼，我们懒得跟脑子进水的人说话。哟，你这是在干嘛呀？做作业。哎，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写的又是什么？这是今日课堂上夏老师给我的奖励。哼，有什么好得意的？又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儿。再说了，你一个姑娘家学这些有什么用？难不成你以为自己能当个女账房吗？哼，我劝你别做梦了。姑娘家最重要的是选择一门好亲事，打理好家务，让男人没有后顾之忧，这才是贤妻良母该有的样子。就你学的这些，能为男人干啥？胡美丽越说越起劲儿，最后还忍不住嗤笑一声。一想到自己之后会嫁进富户的日子，她心里瞬间就不在意这点小东西了。也就她这个傻妹妹稀奇而已。哼，你继续写吧，别学傻了啊。不是的，不会的，女孩子也可以不一样。酉时6刻，傍晚6点半，村中心。李麻子，你该不会在吹牛吧？就是呀，咱们都没听孩子提过，怎么就你家孩子比较特殊？这才第一天上课呀，孩子们能学多少？你说笑也不知道说个像样点。我没吹牛，这就是夏姑娘奖励给我家石头的，说她今天的课堂上学得特别好，除了这支笔，还有个特别好看的本子，是专门拿来写字的。你们知道这叫什么？不是吧，李麻子，你说真的呀？这叫铅笔也能写字吗？怎么这么细小啊？李麻子，这笔能借给我看看吗？这海外的笔果真不一样啊。那为啥我家孩子没有呢？第一天上课，我家石头就得到了奖品，那就说明我家石头聪明啊。今天全班30个学生，有6个学生得到了奖品，除了我家石头，胡家的2丫头跟张老3家的5丫也得到了奖品。不信你们去问问。什么？张5丫一个丫头也得到了奖品？怎么回事？胡家2丫头也有？他们就一个丫头片子，哪里比得上男孩子呀？丫头咋了？你娘不是女的，没咱们女人哪来的你们？对呀，夏姑娘也是丫头，你们比得过吗？你们这些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咱们男人说话，你们插什么嘴？怎么没有关系啊？丫头不嫁人生子？咱们这帮娘们儿不是丫头走过来的，你们看不起丫头，就是瞧不起咱女人。来，你们说说，咱们女人哪里不如你们男人了？除了没有那玩意儿，咱们女人做的事情可比你们男人多得多了。你们说说，咱们女人差哪里了？你们男人都是咱们女人奶大的，凭什么瞧不起咱们女人啊？哼，你们真是不可理喻。我懒得和你们女人见识。哎，走，咱们换个地方。简直是歪理，女人就是女人，还能越过男人不成？嗨，咱们大度，别跟他们掰扯了。此刻的夏宁可不知道，村里正在爆发一场前所未有的男女思想争论。他这会儿正与宋少卿画着白云村的规划图呢。宋伯父，您看这个是折叠太阳能板，到时候靠这个就可以给咱们整个白云村供电。这薄板子真能顶得上上次你给我看过的柴油发电机？您别小看这块板子，它只需要太阳光的照射就能产生，够咱家亮3天冬的电呢。那里真的不是仙界吗？宋伯父，您放心，
以后有机会，我们一定带您和伯母他们一起去看看。太好了，真希望这日快点到来。娘，嫂子，麦冬他们回来了。你说什么？静泽，你刚刚说什么？你大哥回来了？我没看到大哥，麦冬在村口，一看到我就让我赶紧来叫二嫂跟二哥去接应一下。麦冬好像没什么力气，我怕耽误事，也没多问，就赶忙跑回来通知你们。现在麦冬估计还在村门口等着呢。啊，没看见你大哥。你们先别急，我去看看情况。怎么办啊，娘？安保不会有事吧？不会的，安保不会有事儿的，你别急，再等等，说不定他们就回来了。宋少卿，快下来！怎么了？先上车再说。二爷、二夫人，快往平沙镇的方向开！到底怎么回事？主子，我们已经跟世子爷碰上了，但路上还有官差追你们，难道是大哥他们的行踪被其他人发现了？我听广白那意思，那帮官差好像并没有下死手，似乎更想活捉他们回去，甚至还嚷嚷着说广白一行人是流窜的土匪。闻言，宋少卿眉头皱得更深了，总觉得这其中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这安亲王到底是何意啊？我大哥怎么样？伤势严重吗？二爷，你放心，世子爷的伤势不重，只是一路上折腾没休养好，瞧着人有些虚弱。广白他们都不同程度受了伤，但好在没伤到要害，估计养上一段时间就能好了。那就好。麦冬，你们一路上遇到好几次土匪吗？现在外面的土匪这么多了吗？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我就听广白提了那么一两句，具体情况只能等我们到了地方，两位主子再仔细询问下广白了。行，那你注意指下路线。宁宁，你在这里等着，我跟麦冬去接大哥他们。好，你们去吧。夏妮心领神会的点了点头。宋大哥，你还好吧？你，大哥，这是我媳妇夏宁。你何时娶妻了？宋大哥，你别听他胡说，我们俩还没有成亲呢，目前是以成亲为前提，正在交往的男女朋友，你可以理解为定下婚事的未婚夫妇。听到这话，宋安邦感觉自己更懵了。总之啊，夏宁就是我媳妇儿，我们明年开春就成亲，她现在就是我们宋家的一份子。哦，感情是这样啊。你好，弟妹，我是宋安邦。宋大哥好，我经常听他们提到你。先上车歇着吧，我们需要尽快赶回村。这……看着如此奇特的大东西，宋安邦感觉自己的脑子又不好使了，这又是何物呀？大哥，你先上车吧，其他事情我们之后再说。好，两位将军也上车吧，这一路上辛苦你们了，你们跟着我大哥坐这辆车吧。不敢当，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两位将军请。另一边，麦冬早早就看到了突然多出来的电三轮，果然夏姑娘会仙术啊，她还说自己不是下凡的小仙女儿。那是城墙吗？瞧着似乎不太一样啊。大哥，这是用水泥修建的围墙，是一种特殊的建造材质，具体的之后跟你说。好。看着紧闭的大门，夏妮按了按喇叭，瞬间惊得后座的三人抖了一抖。这什么声音啊？怎如此嘹亮吓人？不好意思啊，突然按喇叭吓着你们了吧？没事没事，我们只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声响，略微有些不习惯。嫂子，二哥，我大哥回来了吗？小弟，我在这儿。大哥，你没事吧？太好了，你可算回来了，这下祖母他们总算能放心了。我没事，放心吧。好了，回去再说，大哥他们还需要休息呢。
夫君，爹爹，媳妇儿，我回来了，这段时间辛苦你了。我不辛苦，你回来就好。祖母娘，这段日子让你们担忧了。你平安回来就好。安邦，这一路还好吧？听说你受伤了，现在如何了？让你老人家受累了，我没事儿，身上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真的呀，你可别哄我们。真要有伤，咱就好好治，你不用担心，咱有伤药。你已经见过小宁了吧？少卿他媳妇儿啊，厉害着呢。真的，我们遇上麦冬后，已经及时给我们上过药了。弟妹我见过了，小婶少卿云溪有福气，迎找了一个好媳妇儿。啊，那就好。咱们家可算是大团圆了。你们没开玩笑吧？确定不是逗我玩的？我这刚平安与你们相聚，也不用如此开玩笑调节气氛呢。我们说了这么多，你真以为咱们在开玩笑？你们说的这么离奇，叫我如何相信？那你看看你面前的这些吃食，你可曾见过？这又是何物？爹，这些都是二婶在他们那边的一个叫咸鱼的 APP 上买的。这个圆形饼夹肉叫汉堡，这个长条的叫薯条，那个杯子里装棕色液体叫可乐，可好喝了。哼，真是奇在怪在。总之啊，这事儿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绝对不能跟其他人说，知道吗？放心，我知道了。虽说他心里还有一些荒谬的感觉，但想着一路回村里他所看到许多陌生又新奇的东西，那是在东楚未曾见过的。突然间冒出来这么多新奇的事物，原本他还想探个究竟，可现在已经无需多问了，显然都出自这位弟妹之手了。或许他真的有一些神通吧。大哥，你说说你们路上的事吧。听麦冬说你们遇上了好几波的土匪，具体是怎么一回事？难不成其他州府如今都乱了？唉，说句大不敬的话，那位的椅子怕是不稳了。这一路我们的确遭遇了好几次的土匪，起初我们并未多加留意，后面跟土匪对上好几次后，我发现那些土匪的团伙有些不简单呢。有些人是真的没什么拳脚功夫，纯粹是有股蛮力，或是靠着一股狠劲儿办事，但其中也有那么几个人路数有些不对劲儿，不像是普通人，但也不像军营衙里出来的，招数十分的阴损。怎么说呢？给我的感觉有些像混三教九流的人。怎么会这样？那麦冬说的官兵又是怎么一回事？其他地方的官衙是如何知晓你们行踪的？我感觉他们应该不是普通的官兵。你这是何意啊？普通的官兵佩戴的官刀印记不一样，我当时也是在打斗中无意扫到了一眼。那印记是不是像太阳又像花朵的形状？好像是。二弟，你见过类似的标记？是安阳王司卫的身份标识。安阳王？这跟安阳王有啥关系啊？他的侍卫怎么会追捕大哥他们？我们宋家跟安阳王也没什么瓜葛吧？不管安阳王是何目的，但显然他已经掌握了我们宋家的踪迹，怕是要不了多久，他们就能查到这里来了。这可如何是好啊？你们兄弟俩跟安邦可不能暴露，那不然就是欺君之罪了。祖母，你无需担心，当年楚军也是，安阳王早已跟当街那位不和了，即便他发现了大哥的踪迹，也不可能跟京城的人联手，这对他没有任何的益处。我们与他并无什么深仇大恨，再者，我们宋家如今已落到这般田地，不至于让安阳王如此大费周章地对付我们。能让他这么做，那必然是为了某种利益而为。夏宁对于东楚的这些关系并不清楚，所以他也不发表什么意见，就安静地当个背景板就好，
但听到自家男友的分析发言，她忍不住星星眼地看着他。她家男友真帅呀，他这脑袋瓜果然好使啊，太聪明了有没有？少卿说得对，现在我们也无需庸人自扰。倘若安阳王真有什么目的，那早晚都会露出来。现在想太多也无益，等真正发生了，咱们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吧。晚饭后，我跟宁宁出去一下。怎么？可是有什么要事？我跟宁宁须得把麦东他们开出去的2辆车带回来，放在外面始终不安全。而且那群官兵估计已经知道大哥他们乘坐的车了，我担心他们还会顺着印记找过来，所以今晚我跟宁宁最好去扫个尾，把沿途路上的车轮印给消除掉，最好我跟宁宁开着车把他们引去另一个方向。如此一来，至少短时间内他们不会找到白云村来。我们可以趁着这段时间加紧做好防御准备，也不能太被动了。还是你脑子转得快呀。那是，所以说咱们这些武官斗不过他们这些文臣呢，脑子里弯弯绕绕太多了。既然晚上还有正事要忙，那咱们早点吃晚饭。晚上就你们俩吗？不安排其他人？不用了，祖母，就我们俩还方便一些。你们放心，我们有护身符，不会有事的。那行，你们多加小心。就是这儿了吧？是这里了。那找一找。很快2人就找到了一处微微凸起的杂草丛，看到车子的身形后，2人就停止了挖掘。夏宁直接伸出手把2辆电3轮车收进了瓷盆空间里。搞定，走吧，清扫路面。啊，太舒服了，还是别墅的大床睡着舒坦。接着吧，我去检查看看。闲鱼夏宁轻快地摆了摆手，只要不让他动就行了。等宋少卿出门后，他立马翻身拿出了手机联网，开始愉快地刷起了手机。你在看什么呢？检查完了，快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儿。怎么了？你看，这是我刚刚无意中刷到的一个讨论帖子。寻亲？这有什么问题吗？你就没想到吗？你的身份有着落啦。什么呀？你在现代就不想弄个光明正大的身份吗？你要是能办一个正规的身份证，那你在这个世界不管做什么事，或是去什么地方，就都不会再受到身份上的限制，可以堂堂正正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你说在这个世界办一个我的户籍？可你之前不是说你们这里的户口管控十分严格吗？追查不到身份的根源，又如何办理户籍啊？这不就是吗？夏宁笑盈盈地指着手机屏幕，目光透着几分机灵劲儿，愿闻其详。我们可以通过寻亲买一个户口啊。买户口？这还能？你意思是说找那种家里有失踪人口的家庭，买他们失踪家人的户口，这能行吗？总算抓住重点啦，不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在我们这儿办个假户口是绝对行不通的，最重要的是一旦被发现，那就属于犯法了。所以我们要办身份证，就必须办一个正规合法的。我们可以专找那些乡下有失踪人口的家庭，最好找家也姓宋的，这样你就能堂堂正正登记你的名字啦。怎么样，我这个想法不错吧？不错，合情合理，值得一试。是不是困了？要不要眯着眼睡一会儿啊？有动静我叫你。没事儿，睡眠是够了的。或许是作息规律乱了，身体一时还没习惯吧。户口的事咱们也不用太着急，这事儿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往后别熬夜做这事儿了。我明白，反正我们回了这边，就是想继续也做不了，只有等我们回现代的时候再做了。这位官爷，可是有什么？你们两个是哪个村的？
今早可有在路上看到2辆造型奇特的车子，且车上还坐着一群糙老爷们儿，可有见过？回差爷，小的夫妻俩是青石镇的人，今日去平沙镇走亲戚，并没有发现啊。宋少卿好似很惧怕一般抖了抖身子。夏宁偷偷地扯了扯宋少卿的衣袖，脸上露出一抹欲言又止的表情。你说，你是不是看到了什么？我就看到了路上有些奇怪的印子。老大，你快看，有车轮印，他们肯定是往青石镇去了。真的？下马仔细看看。老大，没错，确实是车轮印。咱们往这边走，这次必须要追上他们。是。于是，一群10几人的马队立马调转方向，声势浩大地朝着青石镇奔去，完全没看路边的年轻夫妇一眼，更别提道谢一声了。啊，可算是走了。走吧，事情办完了，咱们也该回村了。那帮官兵的专业能力也不咋地啊，不过也多亏了他们好糊弄，不然咱们的计划还未必能成功呢。以后派来的人若是都像他们这样，那我倒是不介意人多一些。你太损了。回来了，还顺利吗？顺利，一切搞定。那就好，没事就好。午后，等一家子人吃完了饭，夏宁就立马提出了自己的计划。毕竟在其位谋其事，他既然作为农业部的负责人，那就该做好引领作用。啊，冬天还能种菜？什么是温室大棚啊？把菜种在棚子里的意思吗？冬天种菜能行吗？喂，你说说具体怎么操作？等一下。夏宁回了自己的帐篷，拿出了上午画好的草稿图，放在了桌子上，方便大家查看。冬天之所以种不了蔬菜，大家都知道是因为天气太冷的缘故。但如果在菜地上搭架子，覆盖上透明的塑料布，让菜地里温度变高，你们说这棚子里的蔬菜不就能像春天一样成长吗？大概把温室大棚的概念直白化地跟众人解释了一下。其实这个理论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只是在此之前，大家完全没有在寒冬种菜的概念而已。这个温室大棚真不错，必须建。我看可以。如果温室大棚真能成的话，那咱们冬天就有新鲜的蔬菜吃了。那好，既然你们都同意的话，那下午我就找人实施计划了。行。当天下午，夏宁就组织人手搭起了大棚。哟嘿，这是做啥呢？不知道啊，我也是刚刚下工路过。听说是夏老师的主意。李老三，你们这是干啥呀？又要建什么房子吗？你们就别问了，要不了多久你们就知道了。这事儿是咱们农业部开展的第一个计划，我要告诉了你们，那还叫啥保密项目啊？好了，时间不早了，都散了吧。这个李老三。于是，就在全村人的关注与好奇中，过了1周之后，这日的下午，大家突然发现神秘的大棚门突然敞开了。那门怎么开着？走，大家一起去看看。于是几个人结伴走了上去。你们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菜苗。你们说这怎么回事啊？这个时候怎么会有菜苗呢？难道李老三他们搞的保密项目就是这个吗？这也太神奇了。哎呦，夏姑娘真是个能人呐！以后只要是她交代的事，我绝对第一个举手支持。走，咱们快去告诉其他人。于是不到2刻钟的时间，全村人都聚在大棚门前，而人群后边的人纷纷伸长脖子往里看。可人太多了，他们只听到前面的人发出一阵阵的惊叹声。伯母，最近怎么都不见大家在村里走动啊？大家都在忙什么呢？嗨，还能为啥？天气太冷了呗。啊？除了咱们流放来的3家不缺衣服以外，村里的其他人家哪有条件人人都能穿棉衣啊？为了身体不受凉，
他们只好待在家里，好歹能挡挡风寒。我听真玉说，他们家就只有3条棉衣裤，只有他爹几个兄弟能穿。我还听他说，村里许多人家都把家里的棉衣棉裤指着外出干活的男人穿了。啊，还能这样啊？家家户户都如此？差不多了。要不我回去帮大家采购一批棉花吧，至于大家怎么做我就不管了。麻烦吗？不麻烦。夏宁轻快地表示，不就是当一个跨越时空的代购吗？能有什么难的？要知道现代的棉花便宜着呢，可不像东楚这么的高价。他完全是以现代的白菜价入手，在东楚却能换来大量的粮食，果然中间商妥妥能暴富啊。当真？夏姑娘，你真能给村里人弄来棉花？两位看我像是在开玩笑吗？我也是今天才了解到村里的情况。作为白云村的一员，乡亲们有难，我有能力帮一把，自然不会袖手旁观。你们也知道我有获取物资的渠道，棉花也不算难事。我也知道乡亲们如今条件不富裕，所以我来就是找你们沟通一下，怎么让大家换购棉花这事。真是太好了。夏姑娘，你先说说你有什么想法，我们全力配合。这天气过段时间还会更冷，我也不忍心让乡亲们没有衣服穿。但你们也听过一句老话，升米恩，斗米仇。我不想让大家养成不好的习惯，认为咱们村委就该为他们承担所有的问题。夏姑娘言之有理，你放心，就是你不说，我们也不会这么做的。之前你不是提议村委搞公分制吗？我觉得这个主意挺好的，大家可以靠公分换购，或是拿粮食抵也行。我看可行，正好我也有此意。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具体怎么个换购法吧。天晚上，等宋家众人吃过晚饭后，夏宁就提了下他与宋少卿要回家乡采购棉花的事。夏姐姐，你又要去海外了吗？对呀，等我回来给你带礼物。效应，他想着这次采购的时候可以给孩子们买点玩具玩玩。之前他们采购的物资大多都是生活应急类的，教育娱乐类的倒是没有。夏姐姐，我也想去海外，你跟二哥能带着我一起去吗？我很想去看看夏姐姐生活的地方。你放心，我会很乖很听话的。此话一出，屋里的氛围顿时一阵沉默。瑶儿姐，别胡闹，你夏姐姐他们是去办正事，你跟着去做什么？你给我老实的在家待着。我哪有胡闹，我只是想去看看，绝对不会给夏姐姐和二哥添麻烦的。你还说，娘都跟你说过了，你夏姐姐跟二哥不是去玩的，他们有正事要做，带着你会很不方便，知道吗？你已经是大孩子了，要明事理，明白吗？你乖乖在家，等明天我们回来给你带好吃的。真的，一定要是很好吃的哦。好。在小汽车驶出白云村之后，夏宁都还沉入在自己的思绪里，忍不住认真思考起来。宋少卿，你说我们能带其他人一起去现代吗？我也不知道，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这尝试是有风险的。倘若咱们尝试带人过去，如果只是被时空隧道拒之门外的话，那还好的。可万一被卷入时空隧道之中呢？毕竟咱们因为绑定了锦鲤瓷盆跟瓷盘的缘故，每次几乎是瞬间就穿梭在两个世界。可其他人没有这份关系保障，就怕眨眼间我们顺利穿越了，他们人却不见了。你别说了，放心吧，我不多想了。如此便好。宋少卿，你快看，快看快看！怎么了？你是找到？我看看。我觉得这个目标可以，算是我看过的信息当中最贴近你的。能找到这么一个符合条件的真不容易。可以是可以，只是这户人家不在川省啊。这点距离也还好吧，就在邻省。
倒是比我想象中的要近一点，就是开车过去也才8、9个小时。说着说着，夏宁突然哑火了，神情很是发窘。真是在古代放飞自我久了，他差点忘了自己还是连驾校大门都没进过的无证驾驶人员。没关系，咱们再找找吧，肯定能在省内找到合适的目标，或许只是我们还没发现而已。没事儿，我明天就去驾校报个名，抽空开始学车。等我学会开车之后，咱们就能一起去贵省了。行，你可以先报个名学着，如果能在省内找到，那当然最好了。啊，要是咱们的磁盘跟磁盘能分开就好了。别这么说，我相信上天这样的安排自有它的道理。比起只能通信往来，咱们如今能这般自由来去2个世界之中，我已经很感恩很知足了。算了，不想了。次日，夏宁与宋少卿坐车前往农贸批发市场，看着窗外处处装扮一新，甚至还透着一股喜气洋洋的氛围，宋少卿不禁有些疑惑，这街道怎么感觉跟往日不太一样啊？是有什么节庆吗？确实有节庆日，这是马上要到圣诞节了。圣诞节？准确来说，这节日不是咱们华人的，而是西方国家的节日，只是国内年轻人觉得有趣，就也跟着过起了这个节日。这么隆重啊？其实大部分的热闹是来自商家的营销罢了，为了促进销售增长利润，他们只能花样百出，找出各种可以庆祝的理由，让大家花钱消费，这也是一种常见的营销手段而已。那这里的店家还真是聪明啊。很快两人就来到了农贸批发市场，他们都不是墨迹之人，进入农贸市场后就直奔目的地，采购了2000斤的棉花，做棉被做棉服都可以。紧跟着他们又去布料店采购了一批土布跟棉布，外加一应的针线工具。既然棉花都要拿出来了，要是没有多余的布料也是白搞啊，所以干脆一步到位全准备了吧。等我学会了就教你啊。走出驾校后，夏宁对着身边人打趣着，好的，夏师傅。好说好说。那咱们先休息下，吃点东西垫垫肚子再回去吧。行，这家火锅看起来不错，我们就吃火锅吧。东楚国白云村附近。村长，你说的是真的吗？真的是棉花，不是芦花。棉花呀，真是太好了。可以先领取棉花，不用银子也行吗？感谢夏姑娘呀，咱们家总算不用挨冻了。安静，忘了说了，除了棉花可以换购，还有一些土布，大家有意的都可以来我这里登记换购。什么？还有布料？哎呀，那实在是太好了！我刚才还在愁呢，这没有布料做衣服该怎么办呢？哎呀，这下当真是不用愁了，我要给家人都换过一身衣服。我决定了，我们家就用粮食抵扣了。等到开春后，我们一家子人都去开荒，多种一些粮食，就能早日消除债务。对，这个抵扣的法子太好了，这要用银子买啊，我们家怕是穿不起棉服了。可不是嘛，咱们村真好啊。是宋家好，夏姑娘好，咱们村委会好。咱们在白云村落户也有2个来月了，这段时日大家的表现，咱们村委干部也都看在眼里。对于表现好的个人及家庭，我们村委会自然有相应的嘉奖，不会让大家的辛苦与付出都白费的。现在我来宣布，咱们安全基地第1批荣誉个人及荣誉家庭奖，而荣获此奖的人将会得到5斤棉花、12尺土布、2双手套、1个热水瓶。天老爷呀，这么多奖励啊！啊，这是免费领取的意思啊？白得的啊？热水瓶，这一听就是好东西啊！村长也是，咋不早说呢？要知道能得到这么多好东西，那咱们家肯定要好好表现呢。哎，看来咱们只能争取下次评奖机会了。好了，
念到名字的，稍后找后勤部苏部长领取相应的物资奖励。这次有3个荣誉家庭奖，2名个人奖。这一晚的基地，村民们久久难眠了，这也让他们更加坚定以后一定要多努力表现的决心。主子，胡领头他们来了，他们一行人约20-30人，但一大半人都受了伤。广白让我先来跟你们说一声，现在他们应该快过来了。受伤了？严重吗？这我就不太清楚了，夜色太黑，我们也没来得及查看，先让他们进了村。好，我知道了。夏姑娘，别客气了，快坐着。怎么样，伤势重吗？我这里有药。托你跟二爷的福，我们的伤势都不是很重，总算顺利到了这里。你们先把伤口处理一下。伯母，麻烦您把我下午买的汉堡拿出来，给他们填填肚子。谢谢夏姑娘，这下大家一来就有口福了。等你们吃喝洗漱后，就好好睡上一觉。有什么事儿，咱们明天再说。夜日，早饭过后，胡领头，你给大家说说吧，如今外面是个什么样的情形？唉，二爷，你们猜测的没错，这天下真要乱了。我们回京的路上还算顺利，但我们在来的路上却是一波三折。在我们离京的时候，有战报传来，边关已经接连失守了好几个县城，无数难民纷纷朝着陕州与关州涌去，估计要不了多久，整个甘州城会彻底沦陷。可恶！那帮人干什么吃的？怎么就让敌军攻破了？情况还不止这些，在来南蛮的路上，我们遇到了好几波的流民，从他们那里，我们还得知了不少的事情。这一路上，我们遇上了好几次流寇土匪，好在有夏姑娘跟二爷赠予的防身武器，咱们也算是有惊无险的到了这里。我所知道的情况就这些了。唉，这天下真就乱了吗？唉，好在咱们村逃出来了。各位怎么看？我认为要尽快加强训练，最好让全村人都能有个自我保护意识，然后村口也要严加部署。我们现在的防卫人手还是太少了。没错，只要辅助的武器够强，10个人也能干翻100人队伍。这次我们回乡又储备了不少好东西，等会儿我跟少卿再好好的整理一下我们现在能用的武器明细。大哥，目前我们可以使用的武器就这些了，每一种我都会拿一些出来，让你们日常练手。他把买回来的武器做了2个分类，一个现代化武器，一个冷兵器。看着如此多花样的防身武器，宋安邦嘴角微抽，这还叫就这些？他家这位弟妹是不是太谦虚了点？还是他对就这些的理解跟他们想的不一样？谢谢弟妹，有了这些武器，咱们的防守绝对能提升好几度。不客气，不懂的你可以询问少卿，他都知道。好。夏老师，听说你们做了一架织布机，是不是真的呀？是啊，才制作出来。太好了，那我们也能瞧瞧吗？听说跟以往的织布机不一样。大家静一静，村委会的确打算建一个织布坊，但制作织布机跟建作坊都需要一定的时间，织布坊预计要在年后才能正式对外营业。不过考虑到大家冬日窝在家里无事，为了让大家有效地利用起空闲时间，所以我打算先安排大家学习织布。至于织布技术，我会安排几位师傅指导大家。但目前只有1架织布机，所以这段时间大家先统一在会议大帐篷里学习，先上手感受一下。等到有足够的织布机后，大家就可以开始织布了。谢谢夏老师。夏老师，你真是咱们的活菩萨呀！好啦，姐妹同胞们，先别急着激动，我这里也是有要求的。我可以先给大家无偿提供织布机跟丝线，但这些都是我花银子置办的，所以为了保障我的利益，维护咱们双方的合作，到时候等大家正式上工后，会给大家签订一份合作协议，写明咱们双方的关系与责任。
这样提前说好，也免得后续有什么麻烦。夏老师，您放心吧，咱们肯定会保护好织布机的。夏老师，你真为咱们女人费心了，太感谢你了。还有一点，我对织出来的布匹质量要求比较高，要是有瑕疵的话，那大家就留作自己用了，到时候需要你们承担一个成本费，大家都同意吧？同意，同意，可以理解的。那好，大家先去报名吧。原本他搞出织布机就想直接给大家带回家织布的，没想要借此赚大家的钱，但后来他仔细想了想，就觉得这样做不妥当。他跟宋少卿有时空隧道这个神器，后续肯定会弄出不少的好东西来，但要是每一样东西都无偿提供给村里人的话，那照此下去，岂不是会养出一村的废物？他可不想让村里人养成不劳而获的习惯。成了，成了！太好了，师傅们真是厉害呀！没想到如今咱们还能用上木炭了，咱们今年能过个暖冬了。哎，这日子真是越过越有盼头呢。好了，大家排好队啊，每家派个代表来领取木炭就行了，其余人站边上去，别堵着道了。好嘞，村长。大伙儿高兴啊，他们真没想到村委会竟然一声不响的就把木炭给烧制出来了，现在还能让他们以公分来换取木炭。他们基地的村委会咋就这么好呢？好的让他们恨不得一辈子都死心塌地的跟随基地。这辈子他们生是基地的人，死也是基地的鬼了。二夫人，这是巧心的卖身契，已在官衙登记备案了。麦冬，麻烦你了。外面可有什么大事发生？近日进入镇上后，我发现街上有不少的店铺都关了门，而且关门的这些基本都是经营粮油之类的店铺，还有些小饭馆也关了门。前几次去镇上，我还看见街边摆着不少的小摊贩，可今日却不见踪影，整个镇上冷冷清清的。我特意找周边店家打听了一下，听说是陕州那边下了半个月的暴雪，导致整个府城的粮食跟药材严重紧缺，以至于咱们这边的粮食都被陕州的富户们买走了。而苍山镇的粮食本就不多，一时间就断了缺，所以镇上的粮铺就只好打烊了。除此之外，我还听说楚州那边因干旱的原因也严重缺粮。我的老天爷呀，咋这么严重了？连下半个月的暴雪，那老百姓的处境岂不是很不好？蜀州都干旱大半年了，上头到现在都还没有一点动静，那些狗官都干什么吃的？难道就眼睁睁看着老百姓惨死不成？好了，先冷静点儿，咱们在这里生气有什么用？还不如商讨下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做。我估计外面已经出现粮食危机了，甚至如今路上的难民越来越多，之前就有不少的难民往宁州跟京城逃难，而路上的难民越多，就越容易滋生问题。我觉得宁州或许根本不会开城门接收那些难民，所以我没猜错的话，后面逃难的难民有可能会中途转道来南州。毕竟相比其他几个府城，南州除了贫穷偏远一些，并没有致命上的问题。哎呀，别说还真有这种可能。二弟说的对，峡州跟咱们南州紧挨着，真到了断粮那一步，老百姓肯定会往这边逃，而且天气还如此恶劣，普通老百姓如何撑得过呀？我看情况怕不是很好了。你这里等着我，我进去探探底。啊，好，注意安全啊。2盏茶之后，宋少卿走了回来。村里有人，大约还有15户人家。那行动吧。而一旁的宋少卿也用意念从瓷盆空间里拿出了一对邦罗。可以了。走。接下来2人赶往了其他的乡镇，如法炮制，给好几个村子送出了一批应急物资。什么？粮食？还真是粮食啊！村长，你快看，这好像放了一封信，是信吧？我看看。这是救济粮，每户1袋土豆，1袋粗粮，1袋木炭，
望同胞们能共度难关，永不言弃。若处境艰难，难以为继，可前往南州平沙镇白云村。土豆是一种蔬粮，既能当主粮，又是蔬菜，蒸煮炒炖皆可，亦能切块种于菜地之中，3、4个月即可收获。下。哎呀，善人！看完信之后，村长激动地朝天边双手合十地跪拜起来。老天爷开眼呐！咱们杏花村有活路了！感谢恩人。爹，到底怎么回事啊？是好事啊！你们先把袋子拆开看看，是不是装着土豆、粗粮还有木炭？众人反应过来，纷纷动手拆开了所有的麻袋。果然这堆袋子装着3样东西。咋回事啊，村长？村长拿起手中的信纸，十分虔诚地把纸上的内容念了一遍。事情就是如此，这是恩人给咱们村的救济粮。你们也听到了，这个土豆啊可是好东西，既能当成主粮，又能是蔬菜。话说在前头啊，每家都是固定的份额，吃完了就没了，别指望还有恩人再送粮食上门。还有，这事儿咱们自己知晓就行了，别到处瞎嚷嚷。谁要是胡乱说话惹来祸事，一律赶出杏花村，记住了吗？前几天咱们村组织收土豆，产量果然很高，实在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我们统计了一下，一亩地差不多就收了5000多斤的土豆。你们不知道，当时可真把大家吓到了。以往的粮食一亩地最多也就产出几百斤，这土豆却是足足高出了10多倍呀，简直不可思议。小宁啊，多亏了你贡献出了土豆，这玩意儿的产量着实惊人。倘若推广开来，那全国的老百姓就不会再饿肚子了。这土豆确实很好，但咱们却万万不能冒这个头啊！咱们家如今也是自顾不暇，哪里顾得了那么多？两位宋叔叔放心吧，这次我们出远门，每到一个地方就给那些灾民留了一些土豆，还附带了种植及使用方法。我们虽留了引路的纸条，但肯定不是所有人都会选择来咱们白云村的。我在纸条上明确强调了土豆是高产粮食，想必每家多多少少都会留一些当种子，只要等开春的时候种下，那往后土豆就会慢慢被推广开了。只要有一个州府普遍种植，那下一年势必就会传到另一个州府。等其他人意识到土豆的好处后，不用国衙出面推广，百姓们也会跟风种植的，估计要不了2年就能传到各大州城了。我跟宁宁已经商量好了，开春会多种一些土豆，到时我们找一些商队出售一批土豆，他们南来北往的倒卖，想必土豆很快就能流通起来。是我们关心则乱了，还是你们年轻人的脑子好使啊？那行，这事儿我也不费心了，操心好咱们基地的生计就好。好了，咱们再说说炭窑跟……接下来，夏宁与宋少卿又仔细地了解了一下村里的近期情况。这么快？我们出村的时候，不是还没轮到我们吗？村里人多了，建房速度自然要快一些。如果村里的壮年再多一些，那建房的速度还会更快。说不定过2天就有拿着纸条来投奔的村民。那感情好啊，这人多力量大嘛，村民越多，咱们更能施展得开。伯母，后勤部这边就要麻烦你们先准备起来了。这段时间应该空出来不少的草屋吧？那就暂时安置那些来投靠的难民吧。好，我明天就跟大伙说一说，让他们把屋子整理一下。这镇长是要干嘛呀？瞧着是要写字吧？写字？哎呀，是不是准备写对联啊？别说，还真有可能。好了，大家安静。现在通知大伙过来，也是有好事要说。今日就是大年30了，过了今日，咱们就迎来了新的一年，这也是咱们在白云村的第1个新年。咱们能相聚在这里，也是一种缘分。希望以后的每个新年，咱们都能一起度过，也希望在往后的日子里，咱们能齐心协力，守望相助。紧跟着，就是李村长激昂又勉励的一番讲话。
说的全场人都忍不住热血沸腾，仿佛已经看到满是阳光与繁花锦簇的未来。夏宁连忙找各种角度拍摄，心里默默地竖起了大拇指。这村长当得好呀，满满的一大锅心灵鸡汤。夏小姐，你这是在做什么？拍照啊。啊？什么是拍照啊？喏，看看吧，这就是照片。夏姑娘，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是啊，这太不可思议了，人怎么能定在这上面呢？我手中这个叫照相机，是海外西方国家生产的一种给人摄影的机子，可以记录咱们日常生活中的美好瞬间。真好，大壮，我也好想有一台这个照相机，记录咱们的日常生活。你们要是喜欢，以后就好好表现，多努力积攒功分。等到年底表现最好的优秀个人，我可以拿这个照相机当福利。真的？我们一定好好努力。今年也是我身体还没调整好，才让他们有机会得了奖励。明年呢，我肯定赚高工分。李口子，你就吹吧，你那身板还没我壮实呢，你就别跟我争了。哼，那咱们走着瞧。好啦，要拍照的往这边来啊。于是夏宁就成了全场最忙碌的人，没有之一。刚落户没几日的杏花村村民再次被震撼到了，看着手里领到的新春福袋，众人都有些始料不及，受宠若惊的感觉。这福利也太好了，不是太好，应该是特别特别好才对。真是没想到大年30，大家还有新年礼物可以拿。咱们这是进了福窝了呀！开饭啦！哇，好多的菜啊！准备了这么多菜啊，还真是辛苦你们了。宋父微微讶然，这桌年夜饭着实是有些超乎他的意料，他还以为就是比往日要丰富点，没想到能如此的丰盛啊！他们这些人都沾了小宁的光啊！还有好几个新鲜菜品呢，我瞧着这几道做法有些不一样啊。都是我爱吃的菜，我今晚一定要吃3大碗米饭。啊，给大家倒点红酒吧。趁着少卿给大家倒酒的空档，夏宁就为大家简单的做了下介绍。这是我们这次带回来的一款红酒，是用水果葡萄酿制而成。时不时喝点红酒，可以有效的保护我们的心血管，不仅能美容抗衰，还能改善睡眠质量，对咱们女性的益处颇多。这次我才买了好几箱红酒，要是大家喜欢的话，晚点我给大家各送几瓶，大家可以每天晚上喝上一小杯。现在可以喝喝看，喜欢不？那我可要多喝点儿。这葡萄还可以酿酒啊，那也是果酒了。对呀，这酒怎么是红色的？当然可以，很多水果酿制出来的可以叫果酒，但葡萄酿酒的手法有些特殊，所以酿成的酒水就有些不一样。这款红酒是用紫红色的葡萄酿制而成的，经过发酵后酿出来的酒水颜色就变成了红色。如果是青葡萄酿制的话，那就叫白葡萄酒了，口感也不一样。原来如此，没想到这酿酒有这么多讲究。不错，酒味不是很浓烈，没有咱们的烧刀子霸道，还不错。这酒的口感很细腻顺滑，没有咱们的白酒那么烧喉咙，各有各的味道吧。来来来，大家都举杯吧，祝咱们新年快乐，新的一年万事顺遂。好，新年快乐，身体安康，心想事成，干杯！这一顿年夜饭，宋家人直接吃到了大晚上，从有时4克吃到了虚12克，足足吃了1个半小时。小宁啊，你之前不是说了吗？给咱们准备了好玩的，到底是什么呀？对呀，小宁，现在可以揭露谜底了。好啦，这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好玩的麻将。麻将？这怎么玩啊？瞧着有些像玉牌。夏宁把麻将倒在了垫子上，开始一边示范一边给他们做着详细的讲解。
以此让他们清楚了解到麻将的玩法。大家听明白了吗？我明白了。夏宁嘴角微扬，不愧是他家的学霸男友，脑子就是转得快。在其他人还没整明白之前，他听一遍就直接弄懂了游戏规则。那你再给大家讲一遍吧，顺道再熟悉熟悉规则。于是夏宁悠闲地坐在边上喝着茶水，另一边的木桌跟前，宋少卿认真地为家人们讲解麻将的玩法。哇，牛逼了，男朋友！你这怕不是学霸，而是学神吧？怎么就这么聪明呢？哼，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就这么大吗？好，我听明白了。我也听懂了，原来是这么玩的。那来吧，咱们组局玩起来。夏宁那个挫败呀，你们就不能表现得稍微迟钝一点吗？大家都还好吧？这是起局地黄丸，等会儿大家都吃一吃，以后可别熬夜打麻将了。空闲的时间玩一玩，打发一下时间还可以，但不能再熬夜打麻将了，要不然我就收回去了。小宁啊，他们都有事要忙，估计平时也没时间。你可以收了他们的麻将，可老太婆我天天闲着呢，平时也没啥事要做的。我都担心年龄大了，这脑子会转不动，可不想像其他老婆子那样啊，变得呆呆的。到时候啊，岂不是给儿孙添麻烦吗？哎，你带来的麻将这玩意儿好啊，可以帮着我们这些老人家多动动脑子。经常动脑，也就不用担心自己的脑子木掉了。哎，你可得给奶奶留一副麻将啊！宋家众人惊呆了，他们满脸不可思议地看向了老夫人。夏宁简直是哭笑不得啊！没想到家里的老祖宗如此顽皮。奶奶说的对，那我留一副麻将，由你自己保管吧，但每日最多玩2个时辰。你可以邀请村里的其他老人家跟你一起玩，但是一定要注意休息，不能过度沉迷，要不然我就把麻将收了。哎呦，好好好，奶奶晓得呢。新年快乐。给我的？对，专门为你准备的，希望新的一年你的每一天都是开心与幸福的。你所缺失的想要的，我都会一一为你填满，让你的人生只有圆满。谢谢。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银条？你忘了，我之前不是跟你提过，我名下还有不少产业吗？年底了，库处的管事就把盈利送来了。其实前几日他就收到这笔钱了，只不过他特意留到今日包成了红封送给夏宁，就为了让夏宁的快乐加倍。这有多少啊？188888两8钱。夏宁瞪大眼，好家伙呀，他这是一夕之间暴富了呀！不对，他这是抱上大佬直接躺赢了吧？所以他还奋斗啥呀？直接躺平等着大佬投喂算了，这个给你。什么呀？等他打开木匣子一看，瞬间就呆若木鸡了。我操，满满的一匣子的银票啊！这又是多少？大概有30几万吧，我也没细数过。夏宁再次心颤了一下，这一刻他才忽然有种自己交了一个富豪男友的感觉。毕竟之前接触的那些都是物件，不像现在这样实打实的钱票，给人带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好好收着吧。都给我？没错啊，以后咱们家你当家，所有家当自然要交给你打理，随你怎么处置。真的？真的，我人都是你的，我所有产业不应当也是你的吗？宋少卿，你真的太好了。夏宁，你相信命运吗？在没遇见你之前，我不相信有什么天生注定、天长地久，更没有想过要娶妻生子。我以为自己这一生会孤寂的老去，但上天却很眷顾我，
让我遇见了你，从此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有了你的参与，这使我的人生变得圆满又完整。在遇见你之后，我终于明白什么是命中注定，你与我就是命运，这辈子我们注定会相守在一起。既然老天爷让我们相遇，那就不要分离，我会牵着你的手，一直不放手，直至生命的尽头。我想把这束白色的满天星送给你，白色代表着纯净洁白，犹如我们的爱情，也犹如你在我心中一样纯洁又美好。当然，这束满天星也代表着我对你的爱意，如满天繁星，无以计数。我想把你和我变成我们，我想往后的每一天，睁开眼睡觉前都能看到我们彼此。我想往后余生都有你相伴。夏宁，你愿意嫁给我，与我厮守一生吗？我愿意。见此画面，围观群众瞬间爆发出阵阵的欢呼声，大家都在为这对幸福的恋人鼓掌祝福，甚至还有人起哄，吹着口哨，喊着两人听不懂的话语。满心欢喜的夏宁忍不住轻身过去，在他的唇上亲了一口，以此来表达他此时的心情。这么高兴吗？对啊，特别开心，今晚是我感到最幸福的一天。往后的每一天你都会是幸福的。走吧，夜里海风有些凉了。这就走了？我还准备了一份求婚礼物，不想看看吗？还有礼物？走吧。大约走了5分钟左右，宋少卿拉着夏宁的手停在了一处白色的2层小院门前。你这是？这就是为你准备的礼物。你说的礼物该不会就是这栋房子吧？没错。夏宁一脸讶然，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喜欢吗？这栋房子靠在崖边，后面还有一个宽敞的大阳台，房间里也有大大落地窗，都能直接看到爱琴海。以后咱们有时间就来这里小住几日，度度假，怎么样？好，我特别喜欢，谢谢你，宋少卿。我该谢谢你才对，谢谢你愿意留在我身边，对你好本就是我应该做的。好啦，我们就不要谢来谢去了，带我进去参观一下吧。从爱琴海旅游回来后不久，两人在基地举办了一场古典婚礼。1年后，夏宁生了一对双胞胎，基地也在大家的共同建设下成了新中国的模样。大家在基地开心快乐的生活。